你说我女朋友出轨了，有什么证据？叶飞看着突然坐在自己面前的男人，瞧瞧，这个熟悉吗？下一秒，叶飞猛地瞪大眼睛，屏幕里面女人跪在地上微微仰头，头发被一只手紧紧抓着。由于是俯拍的角度，叶飞只能看到女人光滑的背，更操蛋的是女人肩膀处的红痣特别显眼。至于两个人到底在干什么，叶飞心里比谁都清楚。叶飞强忍着情绪问道：所以你想说我是小三？男人摇了摇头，眼神里面划过一抹苦涩。我是小三？叶飞愣了一下。我说你是小六。二郎腿刚翘到一半，叶飞整个人都僵住了。什么？女友这一年多在自己面前就是温婉可人的形象，怎么可能会是这种人？刚想开口，男人却突然看了一眼洗手间的位置。好了，我得走了，这是我微信号，你加下，到时候我拉你进群。群？什么群？不等叶飞询问，男人已经起身离开。就在这个时候，刘月走到叶飞对面坐下，叶飞赶紧将纸条塞进口袋。亲爱的，你不是说给我准备了一份大惊喜吗？到底是什么？握着戒指盒，叶飞摩擦了许久，却就是没有拿出来。一开始那股求婚兴奋劲，在看到照片的时候便已经荡然无存。叶飞神色复杂盯着刘月，最终转化为一抹淡然。分手吧。站起身准备离开，却被刘月一把抓住胳膊。为什么？慢慢将胳膊从刘月手中挣脱，叶飞面无表情地说道：有些事我觉得没有必要说得太清楚，好聚好散吧。可刘月不死心，继续紧紧抓着叶飞的胳膊。到底怎么了？你为什么突然要分手？是不是外面有别人了？这倒打一耙的本事，叶飞直接被气笑了，猛地抬手甩开刘月。你干了什么心里清楚，滚，离老子远点。点了根烟，叶飞慢悠悠的大马路上溜达。谈了这么久，说不难受也是假的。闪开，快闪开啊！听到耳边传来尖锐的报鸣声，叶飞下意识抬头，就看到一辆车正朝自己冲了过来。还不等叶飞反应过来，身子就已经呈现出一道完美的抛物线。意识消失的前一秒，叶飞满脑子都是卧槽，这他娘的是追着杀吗？迷迷糊糊中，叶飞耳边传来一阵清脆的女声：医生，他真的没事吗？为什么还没醒？接下来便是一阵低沉的男声。根据脑部 CT 来看，有一块玻璃扎嵌进了病人大脑，压迫到了脑部神经，虽没有生命危险，但具体什么时候醒，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接下来就是脚步离开和关门的声音。听着身边传来断断续续哽咽的声音，叶飞费力睁开双眼。我还没死呢，现在哭坟是不是？话刚说了一半，叶飞就猛地停住。映入眼帘的白床单白墙壁不是重点，重点是趴在自己床边的女人竟然什么都没有穿。顺着叶飞的方向，明显能看到女人如玉的背部。听到叶飞开口，女人猛地抬头看向叶飞，眼尾泛红，里面还带着几滴水珠。你醒了？我还以为我撞出人命了。叶飞没有说话，只是眼睛死死盯着女人。现在医院服务都这么先进了吗？刚才只能看到女人的背部，现在女人直起身，这是自己不收费就能看的吗？鼻尖一热，叶飞赶紧别过脑袋。那个，你要不？叶飞本想让女人把衣服穿上，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护士却突然推门走了进来，把手伸出来，我需要给你挂个吊瓶。刚扭头，叶飞就看到护士竟然也是不着寸缕。这一幕，叶飞只在某斗传媒见过，没想到今天自己艳福不浅啊。看了眼胳膊，叶飞故意冲护士问道：这是什么？护士头都没有抬，一边抓着叶飞手背拍了拍，一边回应道：压脉带。什么？压脉带？什么带？护士深吸了一口气，抬头看向叶飞。压脉带，压脉带，压脉带。叶飞尴尬咳嗽了几声，默默挪开视线。卧槽！针刚扎了一半，叶飞就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怎么突然就有衣服了？揉了揉眼睛，叶飞就更猛了。幻觉，一定是幻觉。重新躺回床上，护士刚准备动手，结果叶飞直接跳下床，光着脚往出跑。哎，你干什么？叶飞无视护士呼唤，反而扒着门框，两眼直勾勾地盯着走廊上的人。卧槽，这是开了透视吗？哈哈，这种好事终于轮到老子了吗？哈哈。护士看着叶飞扒着门框的样子，欲言又止，随后默默拿出对讲机。王医生，我这里有个病人不太对，要不还是联系一下隔壁的精神病院吧。听着身后传来护士略显犹豫的声音，叶飞赶紧收敛笑容，看了护士一眼，这才慢悠悠地回到床上躺下。我刚才就是劫后余生，有点兴奋，继续吧。护士看了叶飞一眼，没说什么，只是在扎针的时候默默离远了点。在房间里就剩下叶飞和女人的时候，叶飞满脸好奇地上下打量着女人。
就是你开车撞的我。叶飞话音刚落，女人脸颊直接就红了。对不起，我会赔偿你的。说话间，女人直接从包里掏出来了一张银行卡递到叶飞面前。叶飞淡淡扫了一眼银行卡，刚准备开口，目光却猛地停在了银行卡上。某正银行卡，价值20万。看着出现在半空中的虚拟板块，叶飞下意识看了眼女人，发现好像只有自己才能看到的时候，才暗自松了口气。这位，看叶飞突然停下，女人赶紧说道：“我叫林婉如。”叶飞点了点头：“林小姐，我刚才可是听到了，我脑子里面有一块玻璃渣，你就打算用一点小钱来打发我吗？”林婉如看着叶飞的眼神有点尴尬，卡里只是定金，后续的治疗费用我都会负责，我真不是故意的，当时方向盘突然失灵，我……叶飞看了眼林婉如，伸手将银行卡接了过去。行了，我接受你的道歉。林婉如话刚说出来一个字，却被手机铃声打断。叶飞掏出手机放到耳边，下一秒，手机里面就传来老板尖锐刺耳的声音：“快来店里一趟，今天需要你加个班。”“老板，我出车祸了，现在别找借口，今天就算是腿断了，爬你也得给我爬过来，工资不想要了是吧？加班，怎么，你是活不到我上班了吗？滚你妈的，老子不干了！”叶飞吼完这句话之后，便直接挂断电话。这周扒皮之前没事就把自己当牛马一样的使唤，如今自己有了异能，岂能再受他欺负？林婉如在一旁眨巴眼睛盯着叶飞：“你没事吧？”深吸一口气，叶飞扯了扯嘴角：“没事。”叶飞拔掉针头，掀开被子准备下床，凑巧查床的护士进来了，看到叶飞举动，直接发出了尖锐的报名：“你在干什么？赶紧躺下！”护士一个箭步冲过来，将叶飞按在床上，随后将目光放到了林婉如身上：“你是怎么看护的？病人情况这么严重，你竟然还让他乱来！”叶飞见状，赶紧强挤出一抹笑容：“那个和他没关系。”护士看了叶飞一眼，刚想开口，瞳孔却猛然收缩：“你竟然这么正常！”此话一出，叶飞懵了。下一秒，护士直接朝门口冲了出去，盯着门口的位置看了一会，叶飞脖子僵硬的扭头看向林婉如：“他怎么了？”林婉如眼神同样疑惑的摇了摇头：“不知道。”没一会，叶飞就被好几个医生团围住了。“你说你一点不适的感觉都没有？”叶飞点了点头：“语言视觉之类的也没有影响。”叶飞再次点了点头。医生们凑在一起商议了半天，最终将叶飞推进了 CT 室。只是片子出来的时候，医生百思不得其解：“玻璃呢？怎么没有了？总不至于被大脑给吸收了吧？”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和满脸懵逼的林婉如相比，叶飞脑子则是前所未有的清醒。看来自己是在机缘巧合之下解锁了某种特异功能。这件事实在是对不起，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后续有任何不是我都愿意负责。耳边突然传来林婉如的声音，叶飞下意识扭头：“卧槽，好大！”“什么？”叶飞赶紧咳嗽了几声：“我说好的。”刚才无意间开了透视，直接对林婉如一览无余。坐着看和站着看那能一样吗？林婉如歪了歪脑袋：“你脸怎么有点红？”吓得叶飞看天看地，却就是不看林婉如。天气有点热，好了，我还有点事，先走了。看着叶飞匆忙离开的背影，林婉如看着不远处摇晃的树叶，微微愣神。而另一边，叶飞满脑子都是刚才白花花的一幕。活了20多年，依旧未经人事。视频和现实可是两码事，这件事对于叶飞来说冲击力确实挺大。刚走到店门口，下一秒叶飞就被一只手给拽了进去。“我又不是不给你工钱，让你加班，怎么跟要你命一样？还说什么出车祸，我看你现在好得很。我是来收拾东西辞职的。”叶飞刚开口就被推着往前走。“行了，别说废话了，这里有一堆货需要你卸，赶紧的，卸完给你100块。”看着面前3卡车的货，叶飞心里忍不住骂了句卧槽，怪不得他叫周平，但是大家私底下都叫他周扒皮，这哪里是卸货，这分明是要命。“我说我要辞职。”不等周扒皮把话说完，叶飞直接将周扒皮递过来的工服扔到地上，随后扭头就走。现在自己身上有20万，这就是底气，你别不识好歹，工资还想不想要了？信不信老子？叶飞猛地停下脚步，扭头看向周扒皮：“你不说我都忘了，我的血汗钱你得给我，信不信我告你？”看叶飞有软肋在自己手上，周扒皮瞬间就豪横起来了，眯眯眼瞥向叶飞，脸上横肉都抖了抖：“要么好好干活，等回款了给你，要么你直接走人。”叶飞刚想骂爹，却突然反应过来了一件事，赶紧开启透视眼看了看四周围。字画假的，不值钱；花瓶假的，不值钱；红木书桌价值3200块。叶飞本想看看有什么可以抵工钱的东西，结果在看到周扒皮的时候，顿时就乐了。
周平51岁，身价932万，性格小肚鸡肠，爱占便宜，抠搜至极。没想到刚得到的透视眼竟然还有见别人的功能。你看我干什么？说了没钱就是没钱。叶飞刚想开口，目光却突然落到了红木书桌下面不起眼的小石头上面。宝石微匣，价值10万。那块石头是周扒皮用来垫椅子腿的，还不到鹌鹑蛋大小，怎么可能是红宝石？但透视眼的功效叶飞已经见识过了，应该不会出错。想了想，叶飞故意叹了口气，装作满脸颓废的样子看着周扒皮。每天累死累活就赚那么点钱，我是绝对不会继续干了，但是你总不能让我空手回去吧？要不这样，我随便拿点东西就当抵工资了。周扒皮看到叶飞竟然真的开始打量四周围，赶紧上前一步挡住叶飞视线。你自己要离职，关我什么事？对此，叶飞脸上的笑容就更加了。如果你的客户知道欠员工工资，你猜他们还会不会在你这买东西？周扒皮刚想开口，却突然看到了叶飞脚边垫着桌子腿的小石头，直接蹲下身扒拉了出来，随后一把塞到了叶飞怀里。我可告诉你，也别说我不念及情分，这里面其实有一颗宝石，石头只不过是它的伪装，绝对够你工资。你走吧，这次就当是你赚了。叶飞看了怀里的石头一眼，你糊弄鬼呢？对此，周扒皮拍了拍叶飞肩膀，这种是讲究一个缘分，要是你命中注定这里面绝对有红宝石，要是命里没有，那就嘿嘿。叶飞将石头拿在手中抛了几下，就这？周扒皮看叶飞油盐不进，脸色瞬间变了。就这，爱要不要？不要就滚！叶飞抬头刚想开口，一个穿着吊带短裙的女人却摇曳生姿地走了过来，深 V 领口若隐若现地露出大片雪白肌肤。经过叶飞面前的时候，叶飞看到了虚空出现的面板。孙玲23岁，身价3765块，性格趋炎附势，贪财，菟丝花。叶飞刚开始还以为这是周扒皮新招的员工，可在玲玲靠近周扒皮的时候，提示面板却瞬间变了。孙玲23岁，身价932万，性格趋炎附势，贪财，菟丝花。叶飞有点懵，靠近周扒皮就涨身价，这关系铁定不一般。可周扒皮只有一个儿子，难不成？周扒皮看叶飞一直盯着玲玲，直接上前用手推了叶飞一下。看什么看？赶紧滚，别让老子喊保安！叶飞后退几步站稳。老板，上次采购我加了老板娘微信。不等周扒皮开口，叶飞便冲着玲玲微微抬了抬下巴。然后呢？叶飞耸了耸肩膀，故意不接周扒皮的话。我只不过是想拿回自己的血汗钱而已。叶飞没明说，可威胁的意味特别明显。周扒皮面无表情盯着叶飞，半晌才挤出一句话：你在威胁我？叶飞默默掏出手机，既然老板你不愿意给我，那我就只能给问老板娘要了。周扒皮深吸了一口气，我给你转。听到提示音到账，叶飞面带笑容说道：开个玩笑，采购又不对接老板娘，我哪里来的老板娘联系方式？叶飞说完也不管周扒皮气的跳脚，直接转身离开。出去后，叶飞直奔赌石场，结果刚进门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林婉如无意间抬头看到叶飞，径直走了过来。你怎么在这？叶飞听到林婉如询问，于是将小石头从口袋掏出来。他是谁？你们认识？林婉如看到来人，满脸笑容地挽上了对方的胳膊。姐，这是叶飞，就是我不小心撞到的那个人。这是我堂姐林婉晴。林婉晴狐狸眼微眯，上下打量了叶飞几眼，随后将目光放到了叶飞手里的小石头上。你也来赌石？我其实一刀穷一刀富，没那个实力。我劝你还是长长眼界就好，最好别冲动。叶飞刚要开口反驳，林婉晴却已经松开林婉如的手，踩着10厘米的细高跟走到选石区。指尖划过一块块蒙着石皮的毛料，最后停在一块乒乓球大小的石头前面，涂着酒红色假油的手指轻轻叩击。老板，这块怎么卖？林小姐好眼光。赌石场老板哈着腰凑过来，这是今早刚到的缅甸老坑料，您要诚心要，给个吉利数，88万。林婉如脸色微变，扯了扯林婉晴的衣袖，姐，嘘。林婉晴时指抵在唇边，转头朝叶飞抛了个挑衅的眼神，随手掏出黑卡，动作行云流水。有些人啊，总觉得自己能逆天改命。叶飞在林婉如询问赌石场老板的时候，就已经用透视眼看了下石头内部。开天窗的位置虽然重水极好，却只有表面一层，里面品相虽然可以，但也只算中上等。我劝你还是换一块吧。你看中了。林婉晴闻言，涂着酒红假油的手指将碎花别到耳后，侧身倚在赌石台边，吊带裙的丝绸面料随着动作滑落，露出精致的锁骨。还是说，你觉得自己比我更懂赌石？对上林婉晴挑衅的眼神，叶飞只是看了林婉晴一眼，没有说话，直接开启透视眼。
林婉晴，27岁，拥有敏锐的洞察力，性格强势不服输，身价未知。叶飞刚得到特异功能，有点不太熟练，透视眼开启的有点大了，直接将林婉晴看了个精光。卧槽，这么强势的人竟然是天生白虎！好在叶飞反应迅速，在林婉晴察觉之前直接关了透视眼，随后走到赌石场老板面前。老板，我想将这块切出来。赌石场老板看了眼叶飞手里鹌鹑蛋大小的毛料，眉头微微皱起。这不是我们赌石场的东西，小伙子，不是随随便便一个石头里面都有宝贝。叶飞勾起嘴角，指尖在石头表面轻轻敲了敲。不试试怎么知道？你就当看个热闹，公费翻倍。开门做生意，哪有把钱往外推的道理？赌石场老板也爽快，直接扭头喊道：小刘，过来帮客人把毛料切开。听到这边动静，林婉晴踩着细高跟走过来，狐狸眼盯着石头冷笑了一声，装神弄鬼。叶飞看到林婉晴伸手想要拿自己手里的小石头，赶紧后退半步，胸口却不偏不倚撞上林婉如温热的手心。林婉晴酒红指甲若有似无划过叶飞胸口，语气更是极具挑逗。怎么，怕被拆穿？叶飞后退几步和林婉晴保持距离。怕你弄坏我的宝石。林婉晴被叶飞逗得直发笑。宝石？就这？而此时小刘已经将石头放到了机器上。叶飞瞥了眼机器，随后扭头看向林婉晴，到底是不是？等会不就知道了。林婉晴看着叶飞的倔劲，挑了挑眉。不用看，你呢？话未说完，四周围突然变得极其安静。哇，姐，你快看！林婉晴顺着林婉如手指的方向看了过去，就看到叶飞的石头只是被切开了一道缝，就有一抹浓郁的鸽血红光芒喷涌而出，在灯光下熠熠生辉。这可是百年难遇的帝王级血翡，内部天然形成的纹路近似凤凰展翅，丝丝缕缕的金色光晕缠绕其间，正是传说中的金缕血皇。林婉晴不自觉地屏住呼吸，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师傅手底下的动作。当整块石头全被切割出来的时候，林婉晴只觉得可惜，里面竟然夹杂了一丝杂质，直接让这块血翡价格直线下降。赌石场老板在看到金缕血皇的时候，脸上横肉颤抖，直接一个箭步冲到了叶飞面前。这位小兄弟，卖吗？我出5万。叶飞还未开口，人群中就有人高声喊道：我出6万，卖给我。我出6万5，卖给我。林婉晴盯着金缕血皇半天都没有挪开眼睛，虽有瑕疵，可瑕不掩瑜，如果制作成饰品可以卖到7位数。可刚才自己那么对叶飞，想要却不知怎么开口。林婉如则是在一旁满脸激动地抓着叶飞的胳膊。我也想要，可以卖给我吗？叶飞低头对上林婉如亮晶晶的眼神，故意看了眼林婉晴。你出什么价？林婉如听到叶飞询问，笑得就更灿烂了。我出8万，可以吗？叶飞听到林婉如的出价，轻轻摇了摇头。10万，我卖给你。叶飞此话一出，林婉如还没有开口，林婉晴就忍不住了。10万，你怎么不去抢？金缕血皇制作完成后确实可以卖出高价，可中途的人工费和设计费也是钱。10万有点贵了。叶飞扭头看向林婉晴，我又没说卖给你，你急什么？林婉如见状，赶紧伸手拽了拽林婉晴的衣袖。姐，祖母马上生日了，我觉得这个寓意……林婉如话刚说了一半，人群后面就传来了一个尖锐的声音。我操，这他妈不是我的东西吗？叶飞扭头就看到周扒皮正费力扒开人群挤过来。周扒皮刚来到叶飞面前，就想伸手去抢夺叶飞手里的金缕血皇。叶飞直接后退一步，和周扒皮拉开距离。什么你的东西？证据呢？周扒皮看叶飞不承认，直接急了。这就是我给你的那块小石头，你说是你给的，就是你给的。叶飞眼神鄙夷看着周扒皮，要真是你的东西，你会轻易给我？难道你傻逼吗？周扒皮伸手颤颤巍巍指着叶飞，想反驳却无话可说。围观人群爆发出哄笑，周扒皮涨红着脸，额头上青筋突突直跳。可这么放弃，周扒皮又不甘心，各位，这是我手底下的员工，今天刚被我辞退，所以偷了我的毛料泄愤。话音落下，周扒皮满脸痛心看着叶飞，年轻人嘛，一时冲动也很正常，只要你把东西还给我，我可以不跟你计较。人群瞬间安静下来，几道怀疑的目光投向叶飞。林婉晴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交叉着双臂说道：我说怎么突然冒出块金缕血皇，原来是偷来的。叶飞却神色自若地冲着周扒皮拍了拍手，昧着良心的话都能说得这么冠冕堂皇，不过也对，你有良心吗？将金缕血皇在手中抛了几下，看着周扒皮的目光随着金缕血皇移动，叶飞勾了勾嘴角。想要？当然可以，10万。林婉如见状赶紧委屈巴巴地看向叶飞，不是说了卖给我吗？
叶飞闻言给了林婉如一个安心的眼神。周扒皮才不会花10万买这个玩意，他只想白嫖。果不其然，下一秒周扒皮就有点跳脚了。那本来就是老子的东西，你竟然还想让老子花钱？脑子有病就去治，别出来狗叫！叶飞将金缕血黄握在手心，眼神嫌弃的上下打量了周扒皮几眼。真是你的东西，你早就保存起来了，怎么真以为在座的各位都不知道你周扒皮的名号吗？叶飞话音落下，人群中开始议论纷纷。对啊，按照周平的性格，如果真是他的，恨不得挖个坑藏起来，怎么可能被偷走？这其中会不会是有什么误会？不好说，不好说啊！周扒皮眼看风向瞬间倒戈，气得手都在发抖，眼神恶狠狠地盯着叶飞。好，好，好！叶飞看到周扒皮一连说出3个好字，就知道这货肯定是急眼了。被狗缠住不害怕，万一咬自己怎么办？刚准备转身离开，周扒皮却大声喊道：“你只不过是我手底下的小员工而已，平日里干的都是力气活，工资也才几千块，要真有好东西，还至于让自己累死累活？就算不是偷我的，那这东西也绝对不是你的。”叶飞低头轻笑了几声，随后一步一步走向周扒皮。所以你是说有人拥有这个宝贝，却当垃圾一样对待，不切割也不保管好，专门放在门口等着我去拿？宝石微霞价值11万，吆喝，涨价了！林婉如听到叶飞的话，直接噗呲一声笑了出来。要真有这种好事，能不能也轮下我啊？叶飞看了一眼林婉如，故意耸了耸肩膀。那你可得好好等等了，毕竟这种缺心眼的大傻子可不常见。周扒皮知道叶飞这是在指桑骂槐，却找不出一句话反驳，憋了半天，只能憋出来一句：你这肯定是假的！叶飞瞬间就被周扒皮的气笑了。众目睽睽之下，你来造假一个给我看看。宝石微霞价值12万。叶飞再次愣住了。卧槽，这他娘的竟然还在涨价，难道是因为周扒皮的缘故？叶飞想到这里，看着周扒皮的眼神就跟看着财神爷一样。周扒皮依旧不死心，目光扫视了一圈四周围，假的永远都成不了真，你们谁想上当，那就买吧。周扒皮此话一出，刚才那些叫价的人瞬间熄火了。叶飞从头到脚看上去都是地摊货。周扒皮话虽然不可全信，但也并非一点道理都没有。10万可不是个小数目，要是万一买个假货回去，岂不是会被其他人给笑死？周扒皮看周围人都打起来了退堂鼓，脸上露出得意的表情，靠近叶飞，压低声音说道：想跟我斗，你还嫩着点，要是你识趣点把东西给我，我可以考虑给你几千几百块。叶飞低头看着周扒皮，现在要饭都已经要得这么不要脸了吗？周扒皮这次是真被叶飞给气到了，直接将身边一个人拉了过来。这是我专门带过来的赌石专家，你敢让他鉴定吗？赌石场老板看到来人的时候，眼睛瞬间亮了，满脸堆笑的迎了过去。刘老，没想到您竟然会出现在这里。刘老冲赌石场老板点了点头，随后看向叶飞，小伙子，能让我看看吗？叶飞却被刘老产生了质疑，你们是一伙的，怎么万一给我私吞了怎么办？刘老听到叶飞的话，大笑出声，小伙子放心吧，我用我的信誉担保。叶飞打开透视眼，刘浩淼63岁，拥有一定的鉴宝能力，人品优良。叶飞纳闷，人品不错，怎么偏偏和周扒皮搞一起了？心里好奇，却还是将金缕血黄递了过去。刘浩淼将金缕血黄小心翼翼凑到眼前，但是下一秒，这就是普通宝石，没什么好稀奇的。话音刚落，围观人群顿时一片哗然。林婉晴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我就说呢，原来只不过是个哗众取宠的骗子。叶飞却神色自若，目光如炬地盯着刘浩淼。刘老，你确定？刘浩淼看着叶飞气定神闲的样子，于是又仔细观察了一下，最终还是缓缓摇了摇头。这就是一块普通宝石。叶飞将宝石从刘浩淼手里拿了过来，啧了好几声。看来你也是不识货啊。刘浩淼自认为鉴宝水平非凡，但是现在竟然被一个黄毛小子质疑，脸面瞬间就有点挂不住了。小伙子，你……刘浩淼话刚说了一半，一个声音却突然在众人耳边响起，挺热闹啊，是不是有人切出来极品了？不介意老夫也来凑个热闹吧。众人看到突然出现的白胡子老头，自动退到两边，分出来了一条路。刘浩淼看到白胡子老头的时候，赶紧迎了上去。老师，您来看看这块石头。白胡子老头看了刘浩淼一眼，笑眯眯来到叶飞面前，小伙子，不介意老夫长长眼吧？叶飞看到白胡子老头态度诚恳，眼神里面没有任何杂念，直接将金缕血黄递了过去。好好看看吧，别和某个不识货的人一样。刘浩淼听着叶飞嘲讽的话，刚想上前辩驳，却被白胡子老头给拦住了。别急，先让我看看。
白胡子老头明显比刘浩淼更为专业，不仅掏出放大镜看了半天，甚至还对比灯光观察金缕血皇内部。其他人大气都不敢出，尤其是林婉如，眼睛都快长到金缕血皇身上了。白胡子老头过了好一会才深叹了一口气，看向刘浩淼：“你这次怕是真看走眼了。”刘浩淼听到白胡子老头的话，神色瞬间变得激动起来。“老师，我……”白胡子老头摆了摆手，直接打断了刘浩淼的话：“小刘啊，你只看到这金缕血皇表面的瑕疵，却没发现他那里暗藏乾坤。”说话间，白胡子老头缓缓扫视众人，雪白的胡须随着动作轻轻晃动，随后将金缕血皇举过头顶。“你们看！”在灯光的照射下，金缕血皇表面突然泛起涟漪，原本的瑕疵如同墨汁般缓缓散开，显露出内部栩栩如生的凤凰图腾。血色纹路在灯光下流转，凤凰纹路愈发明显。围观人群纷纷倒退半步，眼中满是惊骇。将金缕血皇还给叶飞，白胡子老头叹息着摇了摇头：“可惜了，这块宝石中间有瑕疵，不过若是处理得当，价格也是不菲的。”众人听到白胡子老头的话，先是短暂沉默，随后人群瞬间沸腾。“10万，我要了，卖给我！我出11万。”叶飞看到金缕血皇价格又被炒高了，刚才的不愉快瞬间一扫而空。不过周扒皮站在一旁，脸色涨得跟猪肝一样。本来是自己的东西，结果给别人赚钱，这……周扒皮越想越气，瞪了叶飞一眼，直接甩手转身离开。林婉如眼看价格越来越高，急得赶紧一把抱住了叶飞胳膊：“不行，你刚才都答应10万卖给我了，不能再卖给其他人。”林婉如担心叶飞反悔，所以将叶飞胳膊抱得特别紧，这也导致胸口两团重重压在了叶飞胳膊上。感受着胳膊处传来的柔软弹性，叶飞有着一瞬间的心神荡漾，胳膊不着痕迹地动了动。林婉晴将叶飞的举动看在眼里，想要开口，却只是动了动嘴巴，什么都没说。林婉如看叶飞半天都不说话，还以为叶飞反悔了，于是抱着叶飞的胳膊晃了晃：“哎呀呀，卖给我，卖给我好不好吗？”叶飞看着林婉如冲自己撒娇，内心的满足感顿时升到了极致，于是装模作样咳嗽了几声，义正言辞地说道：“我是那种出尔反尔的人吗？”叶飞话虽然是这么说，可眼神却不由自主瞥了林婉晴一眼。要是这两个姐妹一左一右抱着自己，岂不是爽翻天了？但是下一秒，叶飞看到林婉晴冰冷的眼神，某处陡然一凉，还是算了吧，自己怕是无福消受。林婉如生怕叶飞反悔，于是催促叶飞赶紧把手机掏出来，自己转账。听到手机提示音响起，叶飞刚想开口，林婉如就一把将金缕血皇夺了过去，拿在手中细细观赏。林婉晴虽然对叶飞不满，可看到林婉如这个样子，也忍不住凑到了金缕血皇面前。叶飞看到林婉如和林婉晴注意力被全部吸走，便想用透视眼看看有没有可以捡漏的东西。可这一次透视眼刚打开，叶飞便感觉一阵头晕目眩，幸好及时扶住了一旁的墙，否则丢脸就要丢大了。怎么回事？难不成这玩意还有使用期限？叶飞不死心的想要继续尝试，但是在刚打开的时候，两眼一黑，直接失去了意识。等叶飞再次恢复意识的时候，映入眼帘的就是白色的天花板和刺鼻的消毒水味道。林婉如看到叶飞清醒，赶紧凑到床边：“你没事吧？是不是车祸后遗症？”叶飞刚说出来一个字，林婉晴的声音便直接钻进了叶飞耳朵：“医生都检查过了，身体状况良好，哪里来的什么后遗症？”叶飞扭头就看到林婉晴正坐在一旁的椅子上，斜眼打量着自己。没理会林婉晴，叶飞直接看向林婉如：“我这是怎么了？”林婉如还没开口，林婉晴冰冷的声音就再次传了过来：“还能怎么了？赚钱激动晕了呗。”叶飞深吸了一口气，却猛然想到自己当时想用透视眼来着，于是赶紧想要试试自己到底还有没有这项特异功能。闭上眼，再次睁开的时候，叶飞就看到林婉如就跟刚剥开的鸡蛋一样站在自己面前。“我劝你还是……”林婉晴小嘴巴巴的还在一旁说个不停，叶飞忍不住看了过去，随后默默吞咽了下口水。天生白虎已经是极品，再加上好身材，简直是天生的尤物。叶飞突然感觉鼻子好像湿润润的，刚准备抬手，就看到林婉如指着自己尖叫起来：“你怎么流鼻血了？”叶飞手忙脚乱的用纸巾堵住鼻孔，指缝间却仍有鲜血渗出。余光瞥见林婉晴瞬间爆红的耳尖，眼神中却依旧带有怒意，默默叹息了一声。看来林婉晴又把自己给想歪了。林婉晴看到叶飞一直盯着自己看，没好气的冷笑一声：“医务室在2楼。”指尖戳向门口的指示牌，语气里面是说不出来的讥讽：“小心贫血。”叶飞挑眉，身子故意微微前倾：“林小姐这是在关心我。”消毒水的气味混合着一股说不明的味道涌入鼻腔，可林飞却突然捕捉到了一丝异常。
叶飞不明白，自己距离林婉晴距离不算近，为什么能隐约闻到林婉晴身上带有一丝若有若无的腐烂味道？难不成是突然出现的异能加强了自己的身体机构？林婉晴双手环抱在胸前，眼神警惕，脑子有病就去治，别得了妄想症还不自知。叶飞刚想开口，眼神却突然锁定在了林婉晴小腹的位置，那里有一小块黑色阴影。叶飞下意识想要用透视眼看个真切，林婉如却直接站在了叶飞面前。我姐没有什么坏心思，你不要往心里去。叶飞看了林婉如一眼，重新躺回到床上。那位林婉晴是吧？我建议你去给自己做个身体检查，最好检查一下子宫位置。你……叶飞话还没说完，林婉晴脸色陡然一变，直接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你什么意思啊？我们好心把你送到医院，你竟然还诅咒我！叶飞抿着嘴角看了林婉晴一眼，直接别过脑袋，良言难劝，该死的鬼！林婉晴看叶飞不理会自己，气得直接拉林婉如的胳膊就往出走。走走走，真是狗咬吕洞宾。林婉如知道林婉晴为什么这么生气，可看在金缕血黄的份上，硬是在走到门口的时候甩开了林婉晴的手。姐，我……怎么你不走？林婉晴被林婉如甩开自己手的举动气的胸口不停上下起伏，不等林婉如开口，直接扭头就走。好好，你不走是吧？我走。叶飞盯着天花板上的吊灯，听着林婉晴摔门而去的声音，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床单。你姐最近是不是总说肚子疼？林婉如猛地抬头，你怎么知道？叶飞闭上眼睛没有说话，眼前再次浮现出林婉晴小腹处的黑色阴影。看来自己的透视能力在不知不觉中被加强了，可为什么会突然晕倒？到底是使用次数达到某种程度就会自动升级，还是遇到某种特定的事？又或者……林婉如看叶飞说完之后就低垂着脑袋不说话，于是语气焦急地催促道：到底怎么了？你说啊！叶飞看向林婉如，有时间还是带你姐去做个检查吧。林婉如看叶飞不愿多说，也只能默默闭嘴。手机铃声突然响起，看到是陌生来电，叶飞本不想理会，可铃声却一直在响。叶飞刚拿起手机，刚按下接听键，一个急促的声音就传到了叶飞耳中：小叶，你赶紧回来一趟，你妈出事了。什么？叶飞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右手紧紧攥着手机。王婶，我妈怎么了？好好好，我马上回来。话音刚落，叶飞都已经掀开被子准备穿鞋了。林婉如看着叶飞急匆匆的样子，刚想开口，叶飞却早就已经跑得没影了，忍不住暗自嘀咕了一句：速度怎么这么快？叶飞好不容易赶回家，推开门就看到自己老妈躺在床上昏迷不醒，而王婶则是坐在一旁的椅子上发呆。叶飞直接一个箭步冲上去抓住了王婶的胳膊。王婶，我妈怎么了？王婶看到叶飞，先是叹了口气，随后眼神复杂的说道：小叶，王婶知道你是好孩子，如果做了什么错事，那也是一时糊涂，咱们得知道改啊。叶飞听着王婶摸不着头脑的话，心里就更急了。王婶，这些等会再说，我妈到底怎么了？王婶回头看了一眼床上，刚才有个人来找你妈了，说自己是你老板，还说你偷了他的东西，要你妈赔钱。你妈理论的时候被推了一把，就……叶飞已经听不进去王婶后面说了什么，满脑子都是周扒皮竟然敢来找事。握紧拳头，叶飞下意识就想往出冲，这笔账必须要让周扒皮偿还。可人刚冲到门口的时候，叶飞却突然停住了，握紧拳头，看着门外站着的人，心里陡然升起一抹杀意。马德，你竟然还敢自己送上门！说话间，叶飞就准备冲向去，却被王婶给一把拉住了胳膊。小叶，别冲动啊！叶飞现在已经被气急眼了，猛地扭头，我妈被他打晕了，你让我怎么冷静？王婶知道叶飞和他妈的感情，出了这种事，叶飞心里肯定不好受，于是只能放软语气，苦口婆心的劝道：小叶，你想想你妈，你要是出事了，你让你妈该怎么活？叶飞听到王婶提起自己老妈，胸口处怒火依旧在燃烧，可人也多了几分冷静。周扒皮看叶飞刚才那个样子的时候，心里还产生了一丝丝惧意，可现在，怎么，你不是挺牛掰吗？怎么豪横不起来了？周扒皮话音刚落，叶飞已经揪住了周扒皮的衣领，直接提了起来，眼神凶狠。我警告你，有什么冲我来，别踏马动我妈。周扒皮上一秒心里还在嘲讽叶飞是个囊中，结果下一秒就被提到了半空。周扒皮双脚离地，领带勒得他面色发紫，双手死死扒着叶飞的胳膊，却仍硬着头皮冷笑：老子也警告你，最好放我下去，否则……叶飞不等周扒皮把威胁的话说完，直接右手一甩，直接将周扒皮甩飞了出去，愣是在地上滚了好几圈才停下。否则怎么样？叶飞居缓步来到周扒皮面前，居高临下看着周扒皮，再次开口的时候，语气里面已经带上了浓烈的杀意。如果你想死，我可以成全你，
周扒皮惊恐地看着叶飞，身体不受控制颤抖起来。他怎么也没想到，平日里在公司唯唯诺诺的叶飞，此刻竟如同变了个人一样，竟然如此凶狠可怕。但多年养成的习性让周扒皮即便是在恐惧之下，仍嘴硬道：“你敢对我动手？信不信老子？”周扒皮话未说完，叶飞直接蹲下身，一把揪住了周扒皮的头发，迫使他抬起头直视自己。叶飞一字一顿地说道：“闭嘴！敢动我妈，你今天就得付出代价。”说罢，叶飞扬起拳头就要朝着周扒皮脸上砸去。就在这时，躺在床上的叶母发出一声微弱的呻吟。叶飞心中一紧，顾不上周扒皮，赶忙起身跑到自己老妈床边。“妈，你终于醒了，刚才真的是吓死我了。”叶母缓缓睁开眼睛，眼神中满是担忧与虚弱，轻声说道：“飞儿，别冲动，别为了妈惹麻烦。”叶飞眼眶泛红，握住自己老妈的手：“妈，你别怕，这混蛋欺负到咱们头上了，我不能就这么算了。”叶母微微摇头，看向站在一旁的王婶：“王婶，麻烦你帮我劝劝飞儿，别让他做傻事。”王婶赶忙上前拉住叶飞的胳膊，语重心长地开口说道：“小叶啊，你妈刚醒，她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你。你要是因为这事把自己搭进去，那就真有点划不来了。”叶飞深吸一口气，强忍着心中的怒火，看了一眼地上的周扒皮。“今天看在我妈的份上，暂且先放过你，但你给我记住，要是再敢来找麻烦，我绝对不会轻饶你。”周扒皮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揉着被摔得生疼的屁股，恶狠狠地说道：“你有种，拿了老子的东西还敢跟老子动手，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你也得。”叶飞虽然看在自己老妈的面子上已经强力压着情绪，可也耐不住周扒皮这么一而再再而三的拱火。叶母刚想开口，叶飞便伸手替他捏了捏背角：“妈，你先好好休息，这件事交给我来解决。”叶飞在说完这句话之后，直接转身朝着周扒皮走去。周扒皮刚才已经被叶飞摔出来了心理阴影，如今看到叶飞靠近自己，下意识后退。可叶飞速度极快，在周扒皮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手已经抓住了周扒皮的胳膊。叶飞勾起嘴角，脸上虽然挂着笑容，但笑意未达眼底。“来，先出去，我和你好好聊聊这件事。”周扒皮来的时候，寻思叶飞应该没那个胆子对自己动手，于是只带了2个保镖。现在好了，这2个完全派不上用场。你们都是吃干饭的吗？没看到？周扒皮看自己在叶飞手里就跟小鸡仔一样，气得看着带来的那2个人破口大骂。只是话刚说了一半，人就已经被叶飞给提着扔到了门外。你别过来！周扒皮看着叶飞一步一步朝自己逼近，直接将带来的那2个保镖抓过来挡在自己身前。“上啊！你们倒是上啊！怎么2个人还怕拿不住他一个？”2个保镖互相对视了一眼，同时朝着叶飞冲了过去。叶飞一开始心里还在犯嘀咕，自己估计不是这2个人的对手，可下一秒却看到这2个保镖冲过来的身影就跟慢动作回放一样，甚至连这2个人下一步打算做什么心里都大概有了预测。叶飞心中一惊，这诡异的慢动作场景让他瞬间明白自己的身体似乎又有了新变化。在2个保镖的拳头即将触及叶飞身体的刹那，叶飞侧身轻松避开，随后反手扣住2人的手腕，伴随着咔嗒2声脆响，保镖的关节被叶飞轻易卸脱，2个保镖疼得跪倒在地，失去了反抗能力。周扒皮在一旁瞪大眼睛盯着叶飞，看着这不可思议的一幕，双腿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不可能，你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强？”周扒皮声音颤抖，脸上的嚣张早已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恐惧。叶飞将视线缓缓转移到了周扒皮身上，就看到周扒皮双腿都开始微微打颤。周扒皮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如今叶飞在盯着自己的时候，周身气势竟然让自己都有点心生畏惧。人真的能在短短半天之内变化这么大吗？叶飞冲着周扒皮抬起手，却在周扒皮下意识闭上眼睛的时候，伸手轻轻拍去周扒皮衣服上的灰尘。吓成这样，叶飞掸了掸手上并不存在的灰尘。“我要是想杀你，刚才就动手了。”周扒皮一时之间不知道叶飞到底想干什么，只能2只眼睛死死盯着叶飞。“你说你这又是何必呢？”叶飞深深叹了口气，眼神惋惜地冲着周扒皮摇了摇头。“你压根就不缺这点钱，何必为了区区10万就把自己搭进去呢？”叶飞只说了搭进去，至于到底是搭进去小命还是其他，那就要靠周扒皮自己体会了。周扒皮虽然贪财好色，可也惜命，尤其是在听到叶飞这句带有明显威胁意味话的时候，下意识哆嗦了一下。叶飞眼见气氛已经到位，语气便也略微柔和了些。“这次的事我可以不计较，但我妈因为你晕倒，你总得有点表示，不是吗？”周扒皮看着叶飞握紧的拳头，心里直骂爹。这次是自己草率了，但好汉不吃眼前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道歉还不行吗？就只是道歉，
周扒皮对上叶飞似笑非笑的眼神，咬了咬牙：“我赔偿5000。”叶飞没有回应，只是默默扭头看了一眼被自己卸掉胳膊的保镖。周扒皮以为叶飞是在警告自己，如果再不识趣，下场就和这2个保镖一样，于是赶紧从包里掏出1叠钱塞到叶飞怀里：“这里有1万，算是我的赔偿。”周扒皮话刚说完，趁叶飞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直接扭头就跑。叶飞将钱装进口袋，下意识低头看了眼自己的双手。为什么自己能够对眼前事物进行减速？为什么力气会突然变大，甚至可以将周扒皮单手拎起来？难道真是异能在慢慢改造自己的身体吗？可这件事到底是好是坏？叶飞还在盯着自己的手心胡思乱想，耳边却突然传来自己老妈咳嗽的声音：“妈，不是让你好好休。”叶飞赶紧回头准备带老妈回去休息，只是话刚还没说完，剩下的一半便直接卡在了嗓子眼，身后巷子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所以刚才的咳嗽声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叶飞皱起眉头，警惕地打量着四周围，耳边再次传来几声咳嗽，而这个咳嗽声和自己老妈一模一样。叶飞百思不得其解，刚才为了避免老妈担心，自己特意将周扒皮提着走远了些，按理说应该什么都听不到，为什么？小叶是个好孩子，这件事说不定是个误会，你就别担心了。叶飞懵了，卧槽，老子听力现在都这样牛逼了吗？为了避免自己老妈担心，叶飞赶紧整理了一下衣服，随后快步返回房间。刚进去，叶飞就看到自己老妈正满脸担忧地坐在床边穿鞋，而王婶则拉着自己老妈，好像在劝些什么。叶母看到叶飞回来，连鞋都顾不上穿，赶紧迎上前，双手抓着叶飞的胳膊上下打量：“你这孩子，给你说了，凡事不要冲动，妈都给你说了没事，你怎么就是不听呢？”叶飞赶紧反手搀扶住自己老妈，将对方按坐在床上之后，才笑着开口说道：“妈，我刚才也是一时心急，不过你放心，刚才就是一场误会。”说话间，叶飞赶紧将周扒皮刚才给的钱从口袋掏了出来。这不，老板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还专门给了赔偿。叶母盯着叶飞手里的钱，浑浊的眼睛突然亮了亮，却又很快暗下去。“你这孩子！”叶母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于是赶紧伸手拽住叶飞的衣袖，掌心的老茧擦过叶飞的手腕：“你可别骗妈，你爸当年就是为了……”“妈！”叶飞语气急促地打断了自己老妈的话，看到自己老妈担心的眼神，又立刻软了声音：“这个真的是给的补偿款，你别瞎想。”叶母看着叶飞张了张嘴，却什么话都没有说。王婶看了叶飞一眼，在一旁笑着说道：“小叶是我看着长大的，是个好孩子，既然小叶都说了这件事是个误会，你就别多想了。”话在说到这里的时候，王婶微微停顿了一下，随后扭头看向叶飞，接着说道：“我觉得现在当务之急，还是应该带你妈去医院。”叶母听到要让叶飞带自己去医院，赶紧摆了摆手：“不用不用，我身体没什么大问题，去什么医院，别乱花钱。”叶飞蹲下身，一边给自己老妈穿鞋，一边语气不容置疑地说道：“妈，王婶说的对，晕倒可不是什么小事情，我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叶母挣扎着要起身：“真不用，在家歇2天就好了，去医院又要花不少钱。”叶母的声音虽然虚弱，却透着一股子执拗劲。叶飞握住自己老妈冰凉的手，突然想起小时候自己发烧到说胡话，是老妈背着自己在雨里跑了几公里去医院，那时她的脊背是那么坚实可靠。可如今老妈的手已经布满皱纹，身体也愈发单薄。“妈，你总说我小时候生病，你多着急，现在也该换我担心你了。”叶飞声音有些发闷：“就当陪我去医院逛逛。”王婶也在一旁帮腔道：“老姐姐，听孩子一回吧，小叶孝顺，你就别让他担心了。”叶母看着叶飞泛红的眼眶，到嘴边的拒绝又咽了回去，最终叹了口气，轻轻点了点头。叶飞带着老妈排队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当时看到林婉清小腹处的阴影，心里忍不住暗自犯嘀咕：难不成自己的透视眼还可以看到人的身体状况？叶飞下意识想要用透视眼看下自己老妈的身体状况，却又担心自己掌握的不够熟练，最终只能作罢。好不容易轮到自己老妈，叶飞在陪着进去的时候，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不过好在最终结果一切正常，只是人受到了一点惊吓，好好休养就可以了。在往回走的路上，叶母语气心疼地嘀咕道：“检查一次竟然花了这么多钱，早知道就不来了。”叶飞如今的听力可以说是惊人，扭头看向自己老妈，顿时就有点哭笑不得了。钱没有了可以再赚，要是人没了，那自己才是真的后悔。叶飞刚想开口安慰老妈几句，结果一辆粉色宝马 Mini 却猛地停到了自己面前，速度快得差点没刹住车。叶飞见状，赶紧将自己老妈护在身后，顺手敲了敲车窗：“到底会不会开车？没长眼是不？怎么会是你？”车窗缓缓降下，露出一张画着精致妆容的脸。
林婉如叼着棒棒糖坐在驾驶座上，香奈儿墨镜滑到鼻尖，露出眼尾那颗标志性的泪痣。可算是让我找到你了。叶飞听着林婉如的话，顿时就有点摸不着头脑了。找我？找我干什么？叶母站在一旁，视线在叶飞和林婉如身上来回打量，最终还是没有忍住，伸手拽了拽叶飞的胳膊，小声询问道：“这姑娘是谁啊？”林婉如这才注意到叶飞身后还有一个人，赶紧从车上下来，笑眯眯地看着叶母，声音甜甜地说道：“阿姨好，我叫林婉如，是叶飞的朋友。”说话间，林婉如还不忘记用胳膊肘轻轻捅了捅叶飞。“你倒是说话。”叶飞低头看了林婉如一眼，无奈地点了点头。叶母看着林婉如和自己儿子之间的小互动，赶紧笑容满面地上前拉住林婉如的胳膊：“这小姑娘长得真好看，吃饭了没有？阿姨做饭可好吃了，跟阿姨回去尝尝吧。”叶飞看着自己老妈的举动，知道自己老妈肯定是误会了自己和林婉如之间的关心，于是赶紧准备开口解释。但是下一秒，叶飞就看到林婉如笑意盈盈地挽住了自己老妈的胳膊：“阿姨，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叶飞看着林婉如自然地挽住母亲胳膊，嘴角抽了抽，正要开口解释，却看到自己老妈已经拉着林婉如往家门口走。年轻人都爱吃甜的，阿姨昨天刚做了。妈！叶飞急得赶紧喊了一声。她。叶母不等叶飞把话说完，便直接回头瞪了叶飞一眼。哎呀，别凶巴巴的，容易吓到人家女孩子。叶飞张着嘴，话被硬生生堵了回去。看着自己老妈和林婉如亲昵的样子，只能默默跟在后面。一路上，林婉如和叶母聊得热火朝天，从家常琐事聊到叶飞小时候的糗事。林婉如小嘴像抹了蜜似的，逗得叶母笑声不断。叶母还时不时拍拍林婉如的手，两个人搞得就跟亲母女一样。叶飞心里直犯嘀咕，这林婉如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怎么突然对自己老妈这么热情？叶母刚进家门，就系上围裙钻进厨房，嘴里念叨着要给林婉如录一手。林婉如则像个好奇宝宝，跟在叶母身后，叽叽喳喳地问着各种烹饪问题，时不时还递个调料，打个下手，一副其乐融融的样子。叶飞靠在厨房门口，看着眼前这诡异的和谐画面，满心都是无奈。趁着自己老妈不注意，叶飞赶紧将林婉如拉到一旁，压低声音问道：“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和你什么时候成朋友了？还跟我妈说那些话，你别误导她老人家。”林婉如眨了眨眼睛，满脸无辜地看着叶飞：“怎么就误导了？我这不是看阿姨人好，想跟她亲近亲近吗？再说了，我找你确实有事。”叶飞皱了皱眉头，眼神狐疑地看着林婉如：“什么事？你说吧。”林婉如回头冲叶飞吐了吐舌头，却故意不接话，反而继续帮叶母打着下手。叶飞见状，知道林婉如现在估计什么也不会说，只能无奈地转身离开。等饭菜摆好，叶母热情地招呼林婉如坐下，不仅不停地给林婉如夹菜，还时不时询问林婉如的工作和家庭情况，俨然已经把林婉如当成了自己的未来儿媳。林婉如也不扭捏，大大方方地回答，还不时俏皮地回应叶飞的无奈眼神：“多吃点，看你瘦的。”林婉如一边开心地吃着，一边偷偷观察叶飞的表情，看叶飞一脸吃瘪又无可奈何的模样，差点没憋住笑。好不容易等叶母去厨房盛汤，林婉如才压低声音对叶飞说道：“好啦，看把你急的，其实是我姐让我来找你的，她好像有话想跟你说，又拉不下脸。”叶飞眉头一皱，脑海中浮现出林婉晴小腹处那团阴影，心里莫名有些不安。她怎么了？林婉如耸了耸肩膀：“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她心事重重的，我猜8成和你有关。”叶飞还想开口，就看到自己老妈回来了，只能将到了嘴边的话又给咽了下去。吃完饭，叶飞看到自己老妈依旧拉着林婉如不松手，于是赶紧开口说道：“妈，我带着她出去转转。”不等叶母开口，叶飞拉着林婉如的胳膊就往出走。来到没人的地方，叶飞才放开林婉如：“如果没事，那你就可以走了。”听到叶飞下逐客令，林婉如瘪了瘪嘴：“哎呀，就是我姐让我来找你一趟，说她有事要问你。”“有事问我？”叶飞盯着林婉如，脑子有点反应不过来。“她找我干什么？”林婉如再次耸了耸肩膀：“不知道，不过话我已经传达到了。”说话间，林婉如直接将手机从叶飞口袋掏出来，加上了自己微信：“地址我已经给你了，到底去不去？你自己看。”林婉如不等叶飞开口，人已经上了车，随后摇下车窗，笑着说道：“记得跟阿姨说一声，她做的饭菜很好吃，我下次还来。”林婉如说完便一踩油门，车子疾驰而去。叶飞看着远去的车影，沉默不语。这都是些什么事啊？叶飞刚进家门，就看到自己老妈正意味深长地盯着自己看个不停。“妈，你干嘛用这种眼神看着我？”叶母听着叶飞的询问，脸上的笑容就更加灿烂。“这姑娘人长得好看，性格也好，你可要好好对人家。”
叶飞张着嘴巴，硬是半天才憋出一句完整的话。妈，事情真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叶母用一副我是过来人的眼神看着叶飞。妈懂，放心吧，你们年轻人的事，妈不瞎掺和。叶飞感觉事情真的是越解释越黑，只能默默端起桌子上的碗碟往厨房走。帮老妈收拾完碗筷，叶飞便回到自己房间，只是躺在床上的时候，满脑子都是当时用透视眼过度的场景。叶飞猛地坐起身，用手轻轻拍了拍自己脸颊。意外，那次只是意外，别多想。话虽然是这么说，只是低头的时候，叶飞心烦意乱之下，想到自己身上的特殊能力，于是再次尝试使用透视能力，却发现透视的清晰度和范围都有所增强。试着看向墙壁另一边的房间，不仅能清楚看到屋内的家具摆设，甚至连墙上挂着的一幅画的细节都能看清。随后，叶飞又尝试将透视能力集中在自己身上，想要看看自己身体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既然这些东西和其他人都能看，那自己也行。但也就是这一眼，叶飞惊讶地发现自己的骨骼和肌肉仿佛被一层淡淡的光芒笼罩。叶飞直接被吓到了。卧槽，这是啥玩意？老子该不会要肉身成圣了吧？叶飞活动了一下身体，发现并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于是便不再理会这件事。反正都这样了，纠结也没什么卵用，倒不如心态放好一点。就在这时，手机却突然响了一声，叶飞拿起手机，看到林婉如给自己发了一条消息：我姐让我告诉你，今天晚上8点之前你必须来。求人办事还这种态度，狗都不去。叶飞暗自嘀咕了一句，随后直接将手机静音扔到一边。而另一边，林婉如坐在沙发上悠闲地吃着冰镇西瓜，林婉晴则是显得有点焦躁不安。别光顾着吃啊，你说她会来吗？不知道。你刚才不适应又发了一条消息吗？应该会来的吧？不知道。林婉晴听着林婉如心不在焉的回答，直接将果盘从林婉如面前拿开。就知道吃，你倒是说说自己看法啊。林婉如将西瓜咽下去。姐，他来不来我不知道，但我就知道一件事。什么？他挺不待见你的。林婉如看林婉晴不说话，于是满脸好奇凑到林婉晴面前。姐，你找他到底有什么事？他说让我去检查一下身体，最好是子宫位置。而我这段时间小腹一直不太舒服，回来的时候让私人医生给我做了个检查，结果显示我小腹那里长了一个肿瘤，幸好发现及时，否则的话……林婉晴话在说到这里的时候却突然停了下来，眼神里面闪过一丝后怕。她每天都要打理公司的事，有时候甚至一天只睡3-4个小时。如果不是叶飞的话，让她心里产生不安，等到身体承受不住的时候，自己小命估计也快没有了。林婉如眼睛猛地瞪大，声音陡然提高道：什么？你说什么？凭借眼睛就能看出自己堂姐身体上的毛病，这到底是什么超能力？林婉晴看林婉如嘴巴微张，半天都没回过神，于是伸手轻轻拍了下林婉如的脑袋。我当时还专门问了医生，医生说我这种情况除非用专业检查仪才能检测出来，至于肉眼完全不可能。林婉如倒吸了一口冷气。所以你想问他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的？林婉晴点了点头。先等等看吧，看他到时候来不来。林婉如和林婉晴还在热火朝天地讨论着叶飞，而另一边叶飞早就已经躺在床上呼呼大睡了。至于林婉如发的地点和时间，早就已经抛到了九霄云外。不过就在叶飞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却感觉特别想吐，睁开眼就看到刘辉正站在床边晃着自己。别晃了，别晃了。刘辉看到叶飞说话，赶紧抓着叶飞的胳膊硬是往起拽。赶紧清醒清醒，你爹带你去吃宵夜。叶飞困意瞬间消散，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不可思议地盯着刘辉。卧槽，你他妈请我吃宵夜，这是发财了还是日子不打算过了？刘辉眼神鄙夷地上下扫了叶飞一眼。瞧你那点出息，你爹我发工资了，出去陪我好好喝2杯。叶飞从枕头下掏出手机看了眼时间，一边穿鞋一边无奈道：算了，还是我请你吧，给你省点钱。刘辉听到叶飞要给自己省钱，顿时就有点不乐意了，一屁股坐在床边，直接搂住叶飞脖子。得了吧，省这点钱够干什么？该吃吃该喝喝，男人嘛就应该及时行乐。叶飞被刘辉逗乐了，怪不得你一直都是月光族。行了，今年还是我爸请你吧。你才被辞退，还是我？刘辉话刚说了一半，突然反应过来，赶紧扭头解释道：不是，我的意思是我来找你，就应该我请你。叶飞听着刘辉前言不搭后语的话，知道刘辉肯定是已经知道了自己没工作的事，于是故作惊讶地问道：你知道我把周扒皮炒鱿鱼的事了？刘辉有点没反应过来。什么？你把周扒皮炒鱿鱼了？叶飞反手勾住刘辉脖子，胳膊微微用力。可不咋地，老子在炒周扒皮鱿鱼之前还在他那大赚了一笔。刘辉盯着叶飞，
看叶飞似乎不像是在说谎，于是好奇问道：“大赚了一笔，赚了多少？”叶飞松开手，故作轻松地耸了耸肩膀：“也没多少，10万而已啦。”叶飞话音刚落，刘辉开玩笑的一把掐住了叶飞的脖子，剧烈摇晃。“卧槽，你他妈10万还说而已，凡尔赛，太凡尔赛了！快点，请你爹我去吃饭。”叶飞满脸无奈的将刘辉手从自己脖子上掰开：“请，没说不请啊，叫我生爹，吃什么都请你。”“卧槽，公若不弃，不愿拜为义父，请收下我的膝盖。”“滚犊子，我可没有你这个逆子。”叶飞和刘辉打打闹闹的出门，刚走到门口，叶飞突然想到一件事，赶紧冲刘辉说道：“你等会，我去给我妈说一声。”可刘辉压根就不理会叶飞，直接勾着叶飞的脖子就往出走。“说什么说，我来之前就已经给阿姨打过招呼了，阿姨还说让我帮忙给你找找工作，结果你这狗日的竟然偷偷摸摸赚了那么多钱，羡慕啊！”叶飞看着刘辉垂头顿足的模样，语气好笑的对道：“行了行了，别嚎了，想吃什么随便点，嚎得难听死了。”刘辉扭头看向叶飞，眼神突然变得意味深长起来：“我听阿姨说今天还有个妹子来找你，你小子什么时候有女朋友了？哪个妹子眼睛这么瞎啊？”叶飞没好气的捶了刘辉一拳：“操，老子有那么差吗？不过她可不是我女朋友。”刘辉听着叶飞的回答，眼珠子都快要掉出来了：“卧槽，不是对象还来主动找你，你他妈竟然被倒追了！”叶飞一甩脑袋：“可能是因为哥魅力大吧。”刘辉故呕吐状：“你就继续吹吧。行了，不说其他的了，你想吃什么？要不要整点烧烤和小啤酒？”刘辉眼睛一亮：“行啊，今天老子非得把你喝趴下不可。”点完串，刘辉拿起一瓶啤酒，打开放到叶飞面前桌子上。叶飞却突然发现刘辉在抬胳膊的时候好像有点费力。“你胳膊怎么了？”刘辉低头看了眼胳膊，满不在意道：“前段时间碰了一下，问题不大。”叶飞有点疑惑：“碰了一下，应该不至于这样。”于是打开透视眼看了下，发现并没有什么异常才放心。实在不行就休息几天，钱是赚不完的。刘辉笑了笑，刚想开口，老板却端着烤串过来了，正准备往桌上放，旁边的大黑狗却突然扯着绳子叫唤了几声。老板赶紧扭头呵斥道：“别叫了，都没吃完还惦记上了。”叶飞顺着老板的目光看向大黑狗，就看见大黑狗毛发油光水滑，面前白色大碗里面还有好几块肉，一看就被养得特别好。狗碗上面好像刻画着什么人物，可惜外表有点脏，看不清楚。叶飞刚想挪开视线，结果下一秒就被大黑狗面前的碗给吸引住了。白釉瓷碗，年代唐，官窑出品，价值36万。叶飞愣是盯着狗碗半天都没有挪开眼睛，这要是能弄到手的话，妥妥就是捡漏。叶飞为了避免老板看出来不对劲，故意冲老板笑着说道：“老板，你这狗养得挺好哈。”老板听到叶飞的夸赞，语气里面流露出一抹自豪：“嗨，前年我孙女非喊着想要一只小狗仔，结果后来又不喜欢了，好歹也是一条命，也不能扔了，没办法，就这么养着了。好在剩的东西多，凑合着也能活。”叶飞听着老板的话笑了笑：“凑合着养，这狗毛亮的在灯底下都开始反光了。”寒暄了几句，老板这才转身离开。刘辉看到老板都已经走了，结果叶飞还时不时的看大黑狗一眼，忍不住笑着打趣道：“怎么喜欢狗？要不改天我送你一只。”叶飞回头看了刘辉一眼，意味深长的说道：“那个狗碗很值钱。”刘辉眼神狐疑的看了狗碗一眼，随后将目光放到叶飞身上：“这也看不出来哪里值钱啊，你该不会是想钱想疯了吧？”叶飞对上刘辉怀疑的眼神，没好气的摇了摇头：“这就是你不识货了。”刘辉再次看了狗碗一眼，语气就更加疑惑了：“你想要？”叶飞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刘辉便直接大声喊道：“老板，麻烦过来一下。”老板听到刘辉的呼喊，赶紧小跑着来到桌边：“怎么了？还需要什么东西吗？”刘辉伸手指了指狗碗：“老板，你那狗碗怎么卖？”“啊，什么？狗碗？”老板抓了抓后脑勺，看了看狗碗，又看了看刘辉，整个人宛如新兵蛋子一般：“小伙子，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吧？”叶飞坐在一旁，看老板表情很是古怪，于是赶紧开口打着圆场：“老板，是这样的，我朋友平日里就喜欢收集一些好看的小玩意，刚才看你这狗碗上面的图案挺别致，这才……”叶飞话在说到这里的时候，故意装作不好意思的笑了笑。老板听完叶飞的话，了然的点了点头。叶飞不等老板开口，赶紧继续说道：“老板，我们不白要，可以给你钱。”老板听到叶飞为了个狗碗还要给自己钱，直接大手一挥：“你们要是喜欢，直接拿走就行了。”叶飞看出这个老板不识货，但也不好意思占这么大一个便宜，于是赶紧掏出500块钱塞到老板手里：“千金难买一个开心，老板，这钱你拿着。
你这是干什么？一个破碗而已，你喜欢拿走就好，还给什么钱啊？老板，你就拿着吧，我这个朋友很讲原则，你要是不收，他估计再喜欢也不会要。老板见叶飞都已经把话说到了这个地步，犹豫之下还是将钱收下。等老板离开，刘辉赶紧开口询问道：你确定那破碗值钱？别一毛不赚还搭进去钱，值不值钱的？你明天跟我去看看不就知道了。行了，吃吧吃吧，一会该凉了。刘辉现在压根就没有心思吃东西，为了验证叶飞话里面的真实性，特意将狗碗拿到水龙头底下洗了半天。叶飞看着刘辉的举动，无奈地笑了笑。刘辉左看右看，就是看不出来这玩意有什么特别之处，于是回去一屁股坐到叶飞旁边。来来来，你自己好好看看，就这玩意，我拼夕夕分分钟给你买几十个。叶飞无奈叹了口气，伸手指着碗上面的图案，你看这里，它。叶飞刚准备好好给刘辉讲解讲解这个碗的价值，身后却突然传来尖锐的嘲讽声：这个破碗都这么宝贝，怎么这是打算拿着它去天桥底下要饭吗？叶飞扭头看到身后站了好几个人，前女友苏西月穿着香奈儿新款高跟鞋，身旁搂着她的男人正是自己曾经的兄弟张扬。叶飞握着狗碗的手顿了顿，这不是叶飞吗？张扬吐了口烟圈，眼神落在狗碗上，对个狗碗都这么宝贝，怎么家里都穷到这个地步了？要不看在之前的份上，我多收几个狗碗送给你怎么样？张扬话音刚落，他身边的狐朋狗友顿时发出一阵哄笑，其中一人指着狗碗起哄道：也不能这么说，拿着乞讨说不定还能要到一点钱。说话间，对方还从口袋掏出1块钱扔到叶飞面前的狗碗里，侮辱性极强。苏西月盯着叶飞，嘴角微微勾起，故意晃了晃手腕上的卡地亚手镯，上面镶嵌的钻在灯光下折射出刺眼的光。果然，当初离开你是个明智的选择。我说你，刘辉看不下去了，蹭地站起来，却被叶飞按住肩膀。叶飞用指腹摩挲着碗底的暗纹，突然开口道：这手镯不便宜。苏西月得意地抬起下巴，算你识货，可惜是假货。叶飞不等苏西月把话说完，便直接开口打断了他，哄笑声戛然而止。苏西月靠在张扬怀里，冷笑道：不识货就别装，我男朋友家里有矿不缺钱，还是说你以为谁都和你一样穷逼？叶飞瞥了张扬一眼，惋惜地看着苏西月，既然有矿，为什么还要送你假货呢？刚才苏西月在显摆的时候，透视眼就已经估算出来了手镯价格，不仅是仿品，还是铁做的。叶飞的话如同一记重锤，砸得苏西月脸色骤变。张扬将手从苏西月身上拿下来的时候，顺势在他胸上捏了一把，随后才不紧不慢地说道：叶飞，我家里什么情况你知道，你没本事留住自己女人，没必要往我身上抹黑吧？抹黑？叶飞忍不住轻笑出声，连自己兄弟对象都能抢，你还怕自己身上被抹黑？刘辉刚想开口，叶飞直接走到苏西月面前，为了钱连真心都不要，结果别人送给你的都是假货，实在不行你拿吸铁石洗洗。刘辉看到叶飞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张扬眼神明显有点紧张，于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喊道：是啊，有本事你拿吸铁石试试，别最后啪啪啪打自己脸才好。苏西月看着叶飞和刘辉一唱一和的样子，气得胸口不停上下起伏。叶飞，你自己穷逼就算了，怎么还眼红见不得我好？叶飞冲着苏西月啧啧啧了好几声，说你蠢，你还真是蠢，信不信由你。叶飞在说完这句话之后，直接坐回到椅子上，拿起烤串咬了一口。还愣着干什么？坐着吃啊，别被狗叫给影响了心情。刘辉一开始还担心叶飞会惦念旧情，心生不忍，现在看叶飞处之坦然，心也放回到了肚子里。说的也对。苏西月看叶飞不仅没有痛哭流涕的挽留自己，竟然还出言讽刺，顿时气不打一处来。笑话，我男朋友不可能送我假货。苏西月看叶飞压根就不理自己，气得大声喊道：老板，给我拿块吸铁石过来。张扬听到苏西月竟然问老板要吸铁石，心里一慌，这玩意到底是真是假，他心里比谁都清楚。要是吸铁石一出，自己岂不是要穿帮？张扬想到这里，故意扭头看着苏西月：宝贝，我对你的真心天地可见，结果你竟然为了自己的前男友怀疑我。既然这样，那我们还是分手吧。苏西月听到张扬竟然为了这件事要和自己分手，急得赶紧抱住张扬胳膊，胸口贴上去，顺势蹭了蹭。我怎么可能怀疑你？我就是想看他被打脸的模样。叶飞默默摇了摇头，果然婊子和狗确实是天生绝配。老板其实一早就注意到了这边的情况，奈何这属于个人恩怨，他也不好插手。结果现在听到苏西月要吸铁石，赶紧小跑到苏西月面前，我这里是卖烧烤的，没有这个玩意。张扬在听到老板说没有吸铁石的时候，暗自松了口气，胳膊故意动了动。
宝贝，我为人怎样，你难道不清楚吗？我就算是骗别人，也不可能骗你啊。叶飞虽然已经对苏西月彻底失望，可看到前女友和自己之前兄弟在面前腻歪，心里还是感觉膈应的慌。我说你们还有完没完了？酒店在那边，不要随地发骚行不行？张扬被叶飞这句话给惹火了，直接揪住叶飞衣领。操，老子是不是给你脸了？叶飞低头看了一眼张扬抓着自己衣领的手，缓缓站起身。松开！张扬平日里就仗着自己家里有钱，喜欢仗势欺人，现在当着一堆人的面看到叶飞竟然这么驳自己面子，拳头顿时青筋暴起。老子要是不松！叶飞不等周扬把话说完，直接一拳就砸了过去。真他妈把自己当个人物了是吧？张扬怎么都没有想到叶飞竟然会朝自己动手，先是愣了一下，直接起身握起拳头就朝叶飞扑了过去。草泥马，老子！张扬刚扑到叶飞面前，就被叶飞一脚踹到了肚子上，下一秒人直接成道栽葱状飞出好几米远。苏西月在一旁看傻了，反应过来赶紧尖叫着朝张扬跑了过去。你怎么了？没事吧？张扬一把将苏西月推开，起身恶狠狠地看着叶飞。你他妈敢跟老子动手，不想活了是吧？叶飞眼神嫌弃的上下扫视了张扬几眼。我想不想活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现在已经把你打了，你能把我怎么样？刘辉看张扬身边的狐朋狗友都有点跃跃欲试，赶紧起身站在叶飞身旁，用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的立场。张扬或许是知道自己不是叶飞对手，于是冲着苏西月勾了勾手指，在众目睽睽之下将手伸进了苏西月衣服里。叶飞，光有一身蛮力有什么用？苏西月一开始还有点抗拒，但是在接收到张扬警告额眼神之后，最终还是红着脸没有反抗。叶飞看着眼前这一幕，心里五味杂陈。当初自己和苏西月在一起的时候，简直就是把苏西月当公主对待，结果张扬看到叶飞一直盯着苏西月看，手下动作微微用力，苏西月没忍住轻喊了一声。叶飞深叹了一口气，我们走吧。对这种事眼不见心不烦。张扬得意看着叶飞离开的背影，哈哈大笑道，你们看，他好像一只狗啊。刘辉听着身后传来张扬等人的哄笑声，满脸愤恨地看向叶飞。我们就这么走了吗？为什么不给他一点教训？要不是……叶飞不等张扬把话说完，便低沉着声音说道，教训一顿又能怎么样？刘辉被叶飞的话堵得有点语塞。话虽如此，难道叶飞一点都不气吗？叶飞看出来了刘辉的心思，在黑暗中回头看了一眼灯火通明下的苏西月和张扬两人，阎王好惹，小鬼难缠。张扬还想开口，叶飞就一把搂住了刘辉脖子，挑了挑眉，没心没肺地笑道，就是可惜了那些串，我还没吃饱，要不转场？叶飞没好气的反手将胳膊搭在叶飞肩膀上，转场转场，老子刚下班就来找你，饭都没顾上吃，结果就碰到了疯狗咬人，真是晦气。确实晦气。走，你爹我现在有钱了，请你吃大餐。两个人勾肩搭背的往酒楼走，结果门口的时候，叶飞却发现这个酒楼名字好像有点眼熟。不过叶飞并没有在意，拉着刘辉就往里面走。而另一边，林婉晴和林婉坐在包间里一直在等叶飞前来赴约，尤其是林婉如等的都开始打瞌睡了。林婉如胳膊放在桌上，双手撑着脑袋，嘴里不停打着哈欠。姐，要不算了吧，都这个时候了，他应该不会来了。林婉晴却有点不死心，你确定都传达到了吗？林婉如点了点头。林婉晴抿着嘴巴沉默了好一会，才开口说道，要不你再发消息问问。林婉如眼神疲惫地盯着林婉晴，再次打了个哈欠。姐，我都已经发了好几条消息了，要是想来早就来了，实在不行我们还是……林婉如话刚说了一半，眼睛便死死盯着窗口的位置。姐，你赶紧看，那个是不是他？林婉晴眼神狐疑地回头看了下，随后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意。这不，还是来了。林婉如困意在这一刻全然消散，瞪大眼睛盯着窗外的走廊。姐，不是吧？他竟然……哎，不对啊，他怎么走了？走了。林婉晴上一秒还觉得叶飞也是一个趋炎附势的人，结果下一秒就听到了林婉如的惊呼，猛地扭头，刚好看到叶飞残留的背影。他竟然……林婉晴气得抓着水杯的手都在用力。叶飞并不知道自己刚才路过的包间有两个人正注视着自己，反而搂着刘辉的脖子道，我都没生气，你怎么还给憋屈上了？刘辉看和叶飞吊儿郎当的模样，苦笑地扯了扯嘴角，我就是气不过，大家都是兄弟，他怎么能干出撬墙角的事呢？兄弟，叶飞冷笑道，我们把他当兄弟，他可从来都没有把我们当兄弟。刘辉还想开口，叶飞直接双手放在刘辉肩膀，将他按到了椅子上。好了，这顶绿帽子既然他张扬喜欢戴，我们送给他不就得了？刘辉心里还在为叶飞打抱不平，
结果冷不丁听到绿帽子这3个字，声音陡然提高道：“绿帽子，谁被绿了？”叶飞想起之前发生的那件事，心里泛起一抹酸楚，一边慢悠悠地划着平板看菜，一边开口说道：“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苏希月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我是小六。”刘辉抿着嘴巴，愣是盯着叶飞看了半天，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最终只能重重拍了拍叶飞的肩膀：“兄弟，节哀。”叶飞一把将刘辉的手从自己肩膀上拍掉，将平板推了过去：“别贫嘴了，看看想吃什么。”刘辉刚将拿起平板，包间门却被突然推开，2个美女径直走了进来。一个身穿淡粉色雪纺连衣裙，露出精致锁骨，头发上点缀着几颗圆润的珍珠，耳垂上的花瓣形耳坠伴随着她的动作微微晃动。而另一个红色连衣包臀裙勾勒出完美的曲线，双腿笔直修长，一头大波浪披散在身后，只是周身气质却特别清冷。刘辉还以为林婉如和林婉晴走错地方了，赶紧笑着站起身说道：“2位美女，你们是不是走错地方了？”林婉如看了刘辉一眼，甜甜的笑了笑：“我们没有走错哦。”而林婉晴则是目光一直放在叶飞身上，压根就没有离开过。刘辉不傻，已经看出来这2个人是冲着叶飞来的，于是默默坐回到椅子上，顺带用胳膊肘捅了捅叶飞，小声嘀咕道：“小子，你这艳福不浅啊。”叶飞看了眼刘辉满是打趣的笑容，无奈叹了口气：“我说我现在连什么情况都不知道，你信吗？”刘辉给了叶飞一个“你看我信你妈”的眼神。叶飞扭头看向林婉如和林婉晴：“我说你们，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啊，什么？叶飞被林婉晴突如其来的话搞得一头雾水，自己分明什么都没有做，怎么还能从林婉晴语气里面听出来哀怨？刘辉听着林婉晴的话，先是一愣，随后将手放在叶飞的肩膀上：“兄弟，你不是跟我说不知道情况吗？这就是你不厚道了哈。”刘辉说完这句话，也不管叶飞想说什么，赶紧站起身，将旁边2个椅子往外拉了拉：“2位美女，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要不先坐下好好聊聊。”叶飞看到刘辉好像也误会了，赶紧开口解释道：“哎，不是，其实我们……”结果叶飞话还没有说完，林婉晴便已经走过去坐到了椅子上。林婉如在一旁看着林婉晴的眼神，就跟从来都不认识她一样。自己堂姐竟然顺着对方的话坐下了，这发展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劲？不过林婉如心里固然震惊，可为了自己堂姐，还是默默在林婉晴旁边坐下。叶飞身子微微侧了侧，冲着林婉如小声询问道：“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林婉如还没有从刚才的震惊中回过神，只是轻轻摇了摇头，示意自己也不知道。刘辉看到林婉如目光如炬盯着叶飞，默默缩了缩自己身子，努力降低存在感。这女人美是美，怎么看上去这么瘆人呢？叶飞被林婉晴盯得有点不自在了。我好像没有招惹过你吧？林婉晴却并没有回答叶飞的话，反而继续质问道：“我都约你了，你为什么不来？”刘辉猛地抬头看了林婉晴一眼，眼神里面闪过八卦的光。叶飞先是愣了一下，随后反应过来，林婉晴说的应该是让林婉如给自己传话的事，于是身子微微后仰靠在椅背上，手指有一下没一下的敲打着桌子。“我们有关系吗？”叶飞看林婉晴没有开口，便自顾自地继续说道：“既然什么关系都没有，我为什么要赴你的约？”刘辉在林婉晴和林婉如看不到的地方，悄咪咪给叶飞竖立了一个大拇指。卧槽！大美女送上门都拒绝，绝起了啊！叶飞看着刘辉的小举动，有点哭笑不得。而林婉晴还是第一次这么被人服了面子，面无表情盯着叶飞，整个人都仿佛在往外散发着丝丝寒意。林婉如看2个人交流就跟打仗一样，赶紧在桌子底下轻轻拽了拽林婉晴的胳膊，小声道：“姐，你现在可是有求于人，就不能收敛点吗？”林婉晴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再次开口的时候，语气竟然略微柔糊了点：“我有事找你。”叶飞瞥了一眼林婉晴，直接将刘辉手里平板拿了过去：“兄弟，不是饿了吗？想吃什么？要不我随便点了。”刘辉左右看了看：“随便点就行。”叶飞一连点了好几个菜，随后扭头看向林婉如：“你有想吃的吗？”林婉如没想到叶飞竟然还询问自己，下意识看了眼林婉晴：“啊，帮我点份意面就好了。”林婉晴看到叶飞搭理所有人就是无视自己，脸上有了丝丝皲裂。叶飞眼角余光瞥了一眼林婉晴，嘴角微微勾起：“小样，还拿捏不住你了。”林婉晴敏锐捕捉到了叶飞的眼神，心里知道叶飞就是故意的，却没有任何办法。眼看饭菜都已经被端上桌，可这4个人却没有一个动手，反而3个人6只眼睛整整齐齐地盯着叶飞。叶飞见状扫视了这几个人一眼，慢悠悠拿起筷子冲刘辉说道：“吃啊，等啥呢？”刘辉看叶飞这么淡定，张了张嘴，不过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只是默默埋头苦干。这2个美女都是冲着叶飞来的，叶飞都没反应，
自己又何必皇上不急太监急？叶飞无动于衷，不在意，可林婉晴却有点咬牙切齿了。她对自己的意志力一直都引以为傲，可现在却被叶飞给搞得心态有点崩。自己好歹也算个大美女，这也太过分了。林婉晴想到这里，抬头看向叶飞，眼神里面是说不出来的冷意。你是故意的？叶飞闻言头都没有抬，含糊不清道。然后呢？林婉晴看叶飞都不掩饰，顿时便被气得小脸通红。你……林婉如在一旁看了看林婉晴，又看了看叶飞，犹豫地冲叶飞说道：“我姐找你真的有事，你能不能别这样？”叶飞将筷子放到桌上，眼神嘲讽看着林婉晴。他想怎么样，我就应该顺着他吗？我又不是他爹。叶飞自认为还没有见到那个地步，要对一个冷嘲热讽自己的人点头哈腰。林婉如知道叶飞和林婉晴有隔阂，想劝却不知道该怎么说，只能给了林婉晴一个爱莫能助的眼神。刘辉在一旁看着这几个人的互动，如坐针毡，纠结着站起身说道：“兄弟，既然他们找你有事，那我们就改天再聚。”刘辉在说完这句话之后，直接转身就走，似乎生怕叶飞开口喊住自己。美女虽然养眼，可这气氛真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叶飞看着刘辉急匆匆离开的背影，并没有阻拦，反而在包间就剩下自己3个人之后，不紧不慢地翘起二郎腿，周身痞静静显。说吧，找我什么事？林婉晴心里固然憋着一股火气，却也知道机会来之不易，于是直接冲叶飞问道：“你为什么让我去检查身体，还重点强调小腹？”叶飞听着林婉晴的询问，心里顿时咯噔一下。卧槽，该不会是看出什么了吧？林婉晴看叶飞没有说话，继续道：“医生说了，除非专业仪器，仅凭肉眼看不出来我的毛病。你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的？”叶飞故意吊儿郎当的挑眉说道：“因为我有特异功能。”林婉晴明显不满意叶飞这个答案，眉头微微皱起。你……林婉晴还想继续追问，可包间门却被推开，一个身穿白衬衫的男人走了进来。在看到林婉晴的时候，明显双眼发亮。原来你真的在这里。只是男人视线在看到叶飞的时候，明显变得不善起来。我想请你吃饭，结果你说晚上有约，难道就是约了这个男人？男人在说这番话的时候，还不忘记眼神鄙视的上下打量着叶飞。叶飞见状并没有理会，反而拿起筷子自顾自吃饭。林婉晴听着男人近乎质问的语气，眼神里面闪过一丝不悦。孙浩，我都说了今天晚上有事，你能不能别闹了？孙浩看到林婉晴似乎在帮叶飞说话，看着叶飞的眼神闪过一抹杀意，不过很快便掩盖了下去。再次看向林婉晴的时候，眼神里面满是柔情。你一个女孩子我不放心，万一被坏人欺负了怎么办？林婉晴眼神里面的不悦更加明显。林婉如赶紧起身凑到孙浩身边。孙浩哥，我开车不小心撞到了他，心里过意不去，拉着我姐请客赔罪来了。林婉如在说这番话的时候，特意在请客赔罪这4个字上咬中了音节。孙浩听着林婉如的解释，眼神狐疑地看了林婉如一眼。真是这样？林婉如赶紧点了点头，随后用眼神示意叶飞赶紧说句话，但是下一秒，叶飞便将筷子重重拍到了桌子上。要聊天出去聊，别打扰我吃饭。孙浩本来就被林婉晴的态度搞得一肚子火气，但又不能对林婉晴发泄，如今看到叶飞的举动，简直就是瞌睡了送枕头。看你浑身上下穿的都不超过300块。孙浩下巴微抬，眼神鄙夷的上下打量着叶飞说道：“怎么，看他们2个弱女子就打算赖上不成？我赖上他们？”叶飞被孙浩的话给逗笑了，指了指林婉晴：“你要不问问他，到底是谁厚脸皮非要约我出来，甚至还自己找了过来？”林婉晴没想到叶飞竟然会这么不给自己面子，犹豫了下：“孙浩，你先回去。”孙浩看到林婉晴不仅没有否认，反而还敢自己走，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你别忘了，我是你未婚夫，怎么，我关心自己未婚妻也错了吗？林婉晴深吸了一口气，抬头，目光灼灼盯着孙浩：“你怕不是忘了，我们只是商业联姻。”孙浩被林婉晴的话给堵得有点语塞，直接将火气全部发泄到了叶飞身上。长得还算凑合，勉强能当个小白脸，不过小子，我可警告你，他的软饭你吃不起。叶飞看着孙浩，眼神陡然一冷：“怎么，你是出来的时候出分了吗？嘴怎么这么臭？”孙浩家里可是海城4大家族之一，出去哪一个不是对自己点头哈腰，毕恭毕敬？如今在心上人面前竟然被个穷逼这么服了面子，脸是真挂不住了。可当着林婉晴和林婉如的面，孙浩还想维持自己形象，于是硬是咬牙将火气给压了下去，随后从口袋掏出支票扔到叶飞面前：“像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拿了钱最好滚远一点。”叶飞拿起支票，故意看了林婉晴一眼，一边当着孙浩的面缓慢将支票撕成2半，一边面带笑容冲孙浩说道：“蝇头小利而已，我分得轻孰轻孰重，
孙浩看叶飞贼心思，直接向前一步站在林婉晴面前。小子，我劝你最好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识趣点，拿了钱。孙浩话还没说完，人就已经猛地后退几步，重重摔在地上。而叶飞还保持着身子微侧右脚抬起的姿势。聒噪！孙浩躺在地上半天都没有爬起来，满眼震惊地看着叶飞。他怎么都没有想到叶飞竟然会对自己动手。别说孙浩了，就连林婉晴和林婉如也站在原地半天都没有反应过来。由于震惊的缘故，林婉晴和林婉如两个人愣是站在原地，眼神呆滞地盯着叶飞，甚至都没想起来去搀扶孙浩。孙浩在海城作威作福惯了，这个地方基本上没有人不认识孙浩，可叶飞竟然直接一脚将孙浩踹飞了出去，这是不怕死吗？孙浩在反应过来之后，一咕噜从地上爬起来，抄起旁边花瓶就往叶飞头上砸。老子是不是给你脸了？敢对老子动手，今天非得让你看看能不能竖着走出这个地方。林婉如刚想阻拦，却被林婉晴给一把抓住手腕。姐，你干什么？林婉晴听着林婉如焦急的话，眼睛依旧死死盯着叶飞，甚至连看都没有看林婉如一眼。别急，先等等看。林婉晴觉得叶飞不是那种空有一身蛮力的武夫，敢这么做，说不定真有什么底牌是他们不知道的。而叶飞在孙浩冲过来的第一时间便开启了透视眼的慢动作，尽管孙浩速度已经很快，可在叶飞眼里依旧是龟速。侧身躲开，随后快速抓住孙浩手腕，孙浩手里的花瓶便脱离原有轨迹，直接朝自己头狠狠砸了下去。孙浩嗷了一嗓子，双手紧紧捂着自己脑袋，可嫣红的血还是顺着手指缝流了出来。林婉如捂着嘴巴，声音颤抖道：孙浩哥，你脑袋。林婉晴迅速从桌上抽了几张纸按在孙浩伤口处。你受伤了，我先带你去医院。孙浩看了林婉晴一眼，眼神恶狠狠地盯着叶飞。好，你小子给我等着。孙浩话音落下，直接将手机从口袋掏出来，当着叶飞的面拨打电话。挂断电话后，才冲叶飞说道：今天老子就让你知道死字到底是怎么写的。林婉晴知道孙浩性格，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自己说什么孙浩欧度听不进去，只能将目光放到叶飞身上。你不是他的对手，还是赶紧走吧。对于叶飞，林婉晴内心还是有点愧疚，自己只不过是想要试探叶飞身上到底有什么秘密，结果竟然搞到现在这个地步。林婉如也赶紧上前悄咪咪拽了拽叶飞胳膊，担忧地说道：你还是赶紧走吧，不然等会可就走不掉了。孙浩看到林婉晴和林婉如都站在叶飞那边，脸色更是涨得通红。但林家是家族企业，地位不比他们孙家地位低，对林婉晴和林婉如动粗，孙浩暂时还没有那个胆子，便只能将一腔怒火发泄到了叶飞身上。你要是有种的话，就站在这里别走，不然的话……谁说我要走了？叶飞不等孙浩把话说完，便直接打断了他的话。林婉如听到叶飞并不打算走，顿时就有点急了。我都说了你……不等林婉如把话说完，叶飞便直接坐在了椅子上。人家都说了不让我走，既然如此，我不得满足他的愿望。林婉如看着叶飞的举动都快要急死了，就连林婉晴看着叶飞的眼神也带上了丝丝惋惜。人不错，可就是太狂妄了。自信是好事，但自信过头可就是自负了。过了没多久，门外呼啦啦涌进来7、8个人，直接一字排开站在孙浩身后。叶飞摸着下巴默默点评了一句：啧，气势倒是挺足的。孙浩眼神不屑地看着叶飞，知道害怕就好，也别说我仗势欺人，只要你跪下给我磕3个头，乖乖让我砍掉你刚才踹我的那条腿，这件事我可以看在我未婚妻的面子上放你一马，否则的话就……叶飞歪了歪脑袋，用小拇指掏了掏耳朵，随后故意朝着孙浩弹了下手指。废话真多。孙浩看到叶飞都已经死到临头了，还在嘴硬，愣是被气笑了。既然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叶飞缓缓站起身，眼神蔑视地扫了一眼孙浩身后的那几个人。老子要你给我客气。叶飞伸手缓缓指过那一群人，语气不屑道：一起上吧。林婉如看到叶飞这么上赶着找死，忍不住闭上眼睛，在心里默默叹了一口气。可惜了。林婉晴这口气还没有全部吐出去，耳边就传来了林婉如的惊呼声，睁开眼就看到地上横七竖八躺了一片，而叶飞正站在这群人中间，只是衣角微微有点褶皱。这怎么可能？林婉晴瞪大眼睛，无法用言语表达自己现在的心情。就算一个人再怎么能打，可好汉难敌4手，这里足足有8个人，他还是人吗？孙浩本来就在林婉晴和林婉如这里丢了面子，还想着教训叶飞一顿把面子找回来，结果没想到又丢了一次。废物，一群废物，起都他娘的起来给你继续上。可无论孙浩怎么气急败坏，那几个人依旧躺在地上不停呻吟。孙浩眼看叶飞一步一步朝自己走了过来，下意识想要后退，
可想到林婉晴和林婉如还在这里，硬是强忍着没有动。可微微颤抖的双腿还是暴露了他的心理想法。林婉晴害怕叶飞把事情闹大，赶紧皱着眉头上前站在叶飞和孙浩中间。还是算了吧，无论叶飞多厉害，可孙浩背后的人脉势力足够将他压死。逞一时之快丢了小命，实在是不值当。林婉晴本意是为了叶飞好，可叶飞却只是看了林婉晴一眼，直接对道：你想让我给你面子？叶飞盯着林婉晴勾了勾嘴角，不等林婉晴开口，便继续说道：我们都不认识，你有什么面子让我给的？林婉晴被叶飞给气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却无从反驳。叶飞冲着林婉晴冷笑一声，歪了歪脑袋，看向站在林婉晴背后的孙浩，语气极其嘲讽地问道：躲在一个女人身后，这就是你口中所谓的有种吗？林婉如看叶飞还在不停拱火，赶紧冲叶飞小声说道：你就少说几句吧。孙浩为人极其小心眼，要是叶飞真将孙浩得罪死了，对他没有任何好处。孙浩在林婉晴身后听着叶飞嘲讽，想出去却又忌惮叶飞实力，硬是站在原地没有动。叶飞将孙浩的犹豫看在眼里，直接噗呲一声笑出了声。怎么，你这是想承认自己没中了吗？林婉晴看着叶飞略显狂妄的样子，语气不满地开口说道：得让人处且饶人。你……叶飞不等林婉晴把话说完，便直接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如果是他孙浩对一个陌生人这样，你还会劝孙浩放过对方一马吗？去他妈的，得饶人处且饶人。叶飞心里门清，林婉晴之所以说这句话，无非就是因为自己看出来了他身体的不对劲，从而产生了强烈好奇心。果不其然，林婉晴在听到叶飞质问的时候突然沉默下来。毕竟林婉晴心里清楚，如果是换成其他人，自己不一定会开口。毕竟孙浩和自己家族这边还有一定的合作，利益最大，为了一个陌生人不值当。可心里清楚是一回事，被叶飞这么赤裸裸的摆到明面上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叶飞看林婉晴一直都没说话，喉间溢出一声冷哼：所以你又是站在什么立场来劝我？林婉晴被叶飞对得有点尴尬，孙浩见状赶紧伸手抓着林婉晴的手腕将她拉开。小子，我可警告你，空有一身蛮力可不能成事，信不信只要老子动动手指头，就能让你一家都在海城混不下去？叶飞听到孙浩竟然拿自己家人做威胁，眼神陡然凌厉射向孙浩。孙浩明显能够感受到叶飞目光里宛如实质的杀意，心里有点慌乱，不过还是硬着头皮威胁道：你要是不信，大可以试试看。叶飞没说话，只是抿嘴盯着孙浩，心里盘算着到底应该怎么悄无声息地弄死这傻逼玩意。可叶飞的沉默落在孙浩眼里便是认怂，于是孙浩双手环抱在胸前，上下打量了叶飞几眼，大发慈悲地说道：也别说我欺负你，看在他们两个人的面子上，只要你跪下给我磕3个头，发誓自己再也不缠着他们两个，我可以放你一马。孙浩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刚才已经被叶飞给整怕了，他也担心要是真把叶飞惹急眼了，不能竖着走出这里的恐怕就要是自己了。毕竟叶飞的战斗力，孙浩刚才也看在眼里。叶飞面容盯着孙浩，透视眼功能瞬间开启。孙浩，男，29岁，好面子，喜欢仗势欺人，纨绔富二代，个人能力一般，情感复杂，名下一子。叶飞看着面前虚无面板上的显示，看着孙浩的表情就有点扭曲了。林婉晴是孙浩未婚妻，那就是两个人还没有结婚，这名下一子又是什么情况？叶飞越想越不对劲，拜你怀着强烈的好奇心看向林婉晴。这一次，叶飞明显能够看到林婉晴更多信息。林婉晴27岁，拥有敏锐的洞察力，性格强势不服输，身价未知，未婚，使用次数为0。叶飞看了看林婉晴，又看了看孙浩，眼看孙浩还在等着自己服软，于是直接对了回去：你到底是哪里来的自信？除了仗势欺人，你自身还有一点本事吗？不等孙浩开口，叶飞直接继续说道：都已经有儿子了，就别祸害人家女孩了。你……孙浩本来还在等叶飞服软，没想到这货开口就是王炸，瞬间就有点气急败坏了。你放屁，老子什么时候有儿子了？你别满嘴喷粪。只不过孙浩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是看着叶飞的眼神明显有点心虚。林婉晴看了孙浩一眼，刚想开口，林婉如的声音便响了起来：孙浩哥是我姐未婚夫，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怎么可能会有儿子？叶飞扭头看向林婉如，满是疑惑的眼神，无奈叹了口气，还是太单纯了。林婉晴洞察力远超常人，在听到叶飞这番话的时候，直接将目光放到了孙浩身上。孙浩心里一慌，刚想开口，叶飞便拿起桌上的狗碗往出走，一边走还不忘记幸灾乐祸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有什么事直接冲我来，要是对我家人下手，我就算是拼死也要拉着你一起走。孙浩现在已经顾不上叶飞了，看林婉晴眼神怀疑的盯着自己，双手赶紧抓住林婉晴手腕：
你听我解释。林婉如看了孙浩一眼，赶紧追了出去。你等等我。叶飞本来还在一边走一边研究这个狗碗，结果身后突然传来林婉如气喘吁吁的声音。刚停下脚步，林婉如便扶着叶飞的胳膊，大口大口喘着粗气。你怎么走得这么快？叶飞回头看了眼酒楼的位置，这才发现自己不到1分钟已经走出去100多米。这速度，叶飞自己都感觉到震惊。叶飞轻轻咳嗽了几声，随后好奇问道：你怎么追出来了？林婉如猛地抬头看着叶飞，语气激动道：你怎么知道孙浩哥有儿子？叶飞对上林婉如激动的眼神，满是不解。他不是你姐未婚夫吗？你这么激动干什么？林婉如见状小手一挥，语气陡然转变成不屑。我喊他哥也只不过是因为家族原因，至于当我姐夫，他真的配不上我姐。要是他真有儿子，这门婚事不就可以退了吗？叶飞不想卷入这件事，于是故意笑道：我就是随口一说。行了，我该回去了，明天还要早起找工作。林婉如听到叶飞要找工作，瞬间来了兴致。你要找工作，要不考虑来我公司？叶飞刚想拒绝，毕竟他不想让一个女人给自己人情，但是下一秒，月薪我给你开1.2万，每周双休，节假日还有福利，年底奖金，要不要考虑下？叶飞盯着林婉如看了一会，身子立正，双手微微交叉放在小腹。大小姐，请听吩咐，钱不钱的不重要，主要自己就是喜欢上班。林婉如还以为叶飞会拒绝，都已经想好应该怎么劝了，结果叶飞竟然答应得这么爽快，倒是搞得林婉如有点懵逼了。你难道都不问问具体需要干什么吗？叶飞表情严肃看着林婉如，神色郑重道：钱都已经这么多了，干什么还重要吗？不等林婉如开口，叶飞赶紧又补充了一句：对了，违法犯罪的事我可不干啊。林婉如被叶飞的话给逗得噗呲一声笑了出来。得了吧，您敢干，我还不想进去喝茶呢。不过话说回来，你刚才真的只是随口一说吗？叶飞当然知道林婉如指的是什么，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轻轻摇了摇头。我也是出去吃饭的时候偶然听隔壁桌子提起来过一次，具体有没有这件事我也不知道。林婉如哦了一声，没有说话，想了想，掏出手机，我将地址发到了你手机上，明天来入职就行。叶飞没想到出来吃顿饭竟然还能解决自己工作问题，看着林婉如的眼神就跟财神爷一样。虽然自己手里有点钱，但是谁又会嫌弃钱多呢？这边叶飞和林婉如相谈甚欢，可另一边孙浩可就不好受了。由于刚才叶飞直接爆出来了自己的隐秘事，他想给林婉晴解释，可林婉晴却只有一句话：刚才他说的是真的吗？这些年林婉晴身边也不是没有其他朋友说孙浩其实就是一个花花公子，可林婉晴却只相信自己的眼睛，没有证据的事也没必要相信。但不知道为什么，在听到叶飞说的时候，林婉晴内心还是产生了一抹怀疑。孙浩看着双手环抱在胸前，面无表情的林婉晴，内心五味杂陈。我们可是从小一起长大，多年情分，难道还比不上其他人的随口一句话吗？孙浩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神快速在林婉晴胸口处被挤压的硕大看了一眼，随后默默吞咽了下口水。马德，当初看中林婉晴这个娘们，就是因为她身材好。可两个人维持未婚夫妻的身份都已经好几年了，林婉晴怎么都不愿意突破最后那层防线。自己可是一个大老爷们，面对这么一个大美人，只能看不能吃，难道还不能出去吃吗？孙浩虽然一副要赌咒发誓的表情，可林婉晴却依旧不太相信孙浩的话。林婉晴眼神狐疑盯着孙浩，依旧面无表情地说道：你知道的，我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这件事要是真的，你还是趁早，我真的是冤枉啊。孙浩将林婉晴的双手捧在掌心，满脸委屈道：我对你的感情到底怎么样，你当真一点都不知道吗？怎么可能在外面乱来，甚至还有了一个儿子？看林婉晴依旧不说话，只是盯着自己看，孙浩急了：你好好想想，如果我真在外面有一个儿子，恐怕对方早就已经带着孩子上门了，怎么可能一点消息都没有？林婉晴心里想了想，孙浩说的也并非没有道理，好歹也是4大家族之一，哪个女人能够经受得住少太太的诱惑？林婉晴想到这里，眼神略带愧疚地看着孙浩：不好意思啊，刚才我就是……不用多说，我心里知道你其实也是因为在意我。孙浩趁着林婉晴内心愧疚，试探性地伸出手将林婉晴搂进怀里。林婉晴身体微僵，却没有反抗。孙浩见状心里一喜，赶紧柔声说道：我们都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我也是血气方刚的男人，要不今天晚上……不行。林婉晴不等孙浩把话说完，便一把将孙浩推开，察觉到自己反应似乎有点大，赶紧继续说道：这种事我还是打算留到我们结婚，毕竟这是个神圣的事。林婉晴话虽然是这么说，可脑海却不由自主浮现出叶飞的身影。刚才叶飞以一敌多都丝毫不落下风，而且男人未尽显，当真是比孙浩强上太多。孙浩对于林婉晴的回答虽然不悦，
却还是强忍着情绪笑道：“都听你的。”可孙浩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是装什么装？等老子找机会，一定要好好尝尝你的滋味。林婉晴心里也知道自己拒绝这么些年，有点对不住孙浩，语气略微放软了些：“你头上还有伤，我带你去处理一下。”孙浩在离开的时候，还不忘记冲旁边那几个呵斥道：“一群废物，都给我滚回去！”另一边，叶飞和林婉如告别后，便拿着狗碗往回走。结果距离路过河边草丛的时候，就看到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好像在对自己招手，心里顿时一咯噔，自己该不会是碰到什么脏东西了吧？叶飞硬着头皮装作没看到，结果那个黑影竟然朝叶飞缓缓靠近。在黑影即将靠近的时候，叶飞直接一脚踹了出去。去他妈的脏东西，鬼也怕恶人！只要……叶飞心里还没想完，耳边就传来刘辉尖锐的喊声：“卧槽，你他妈踹我干什么？”叶飞愣了一下，赶紧朝对方跑了过去，一边将刘辉从草丛拉出来，一边好奇问道：“你不是早就已经回去了吗？怎么还在这里溜达？”刘辉眼神嫌弃地看了叶飞一眼，拍了拍身上的土：“操，老子还不是担心你，结果人都没看清楚就给我一脚，老子差点就掉下去了。”叶飞下意识看了眼刘辉身后，摸着后脑勺尴尬地笑了笑。刘辉一把勾住叶飞脖子，咬牙切齿道：“老实交代，你到底什么时候认识这两个绝品美女的？不够道啊，竟然还藏着捏着。”叶飞哭笑不得道：“这件事说来话长，不提也罢。去你大爷的，提给老子提！”叶飞知道刘辉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性格，只能无奈叹了口气走吧，一边走一边说。刘辉听完叶飞的讲述，意味深长道：“被车撞一下就有两个美女，你还真是艳福不浅啊。”叶飞没好气地白了刘辉一眼：“那你明天去大马路上蹲着吧，说不定也有这个福气。”刘辉赶紧摇了摇头：“得了吧，我惜命。”叶飞没好气地笑着捶了刘辉一拳：“你看，让你去你又不乐意。行了，都这么晚了，早点睡吧，我明天还得早起去上班。”“什么？上班？”刘辉声音陡然提高，瞪大眼睛盯着叶飞，不可思议地问道：“你该不会还要回去周扒皮那里吧？”不等叶飞开口，刘辉便苦口婆心地劝道：“实在不行，我明天去问我们那个地方还招不招人。你都已经把周扒皮得罪死了，要是再去，不死也得脱层皮。”叶飞对上刘辉满是担忧的眼神，赶紧摇了摇头：“你想多了，周扒皮就算是跪着求我回去，我也不可能再去了。刚才有一个追出来给我了一份工作，说是让我去办理入职。”叶飞不说这句话还说完这句话，刘辉情绪就更加激动了：“什么？你说什么？人家大美女还给你工作，你这家伙运气怎么这么好？马德，嫉妒使人面目全非啊！”叶飞看着刘辉捶胸顿足的模样，翻了个白眼：“得了，别贫嘴了，赶紧回去吧你！”一把将刘辉推进他家大门，叶飞才转身离开。只是在躺到床上的时候，叶飞却一点困意都没有。林婉晴和林婉如的身影不停在脑海中交织浮现。叶飞知道林婉晴不是什么坏人，顶多就是性格问题，要是真这么嫁给孙浩，无疑是跳入火坑。到底要不要把事情的真相告诉林婉晴，这是叶飞内心现在正在纠结的问题。叶飞躺在床上想了半天，最终还是决定先睡觉。自己和林婉晴不沾亲不带故，没必要再把自己牵扯进去。等闹钟响起的时候，叶飞看了眼时间，上午9点多，赶紧起床洗漱，准备出去的时候，叶母开口喊住了叶飞：“今天怎么起来得这么早？都已经不干了，就应该好好休息。”叶飞不等自己老妈把话说完，便直接开口打断了她的话：“妈，我新找了一份工作，今天去面试。对了，午饭不用管我了哈。”叶母看着叶飞急匆匆离开的背影，叹息着摇了摇头，自己这儿子什么都好，就是太拼命了，可这世上的钱又怎么可能赚得完呢？而叶飞在出门之后，顺着手机上的地址去了公司，但是刚到门口的时候，却被保安给拦住了。“你好，请出示工作证件。”叶飞停下脚步，知道这是保安的工作，便开口解释道：“我是来入职的，还没有工作证件。”保安上下看了叶飞几眼，便再次开口问道：“你有什么证据吗？”叶飞听着保安的询问，赶紧将手机从口袋掏出来，打开和林婉如的聊天页面。“是林婉如给了我这个地址，让我过来。”保安探出脑袋看了一眼，赶紧侧开身子给叶飞让路，脸上甚至还带上了讨好的笑。“你好，这边。”叶飞刚准备进去，就看到孙浩从公司里面的电梯走了下来，本不想理会，可对方却径直走了过来。“小子，既然都已经找到公司了，吃软饭吃得心安理得是吧？”保安在听到孙浩说叶飞吃软饭的时候，看着叶飞的眼神很是微妙，甚至还后退几步和叶飞拉开距离。叶飞看了孙浩一眼，不打算跟狗计较，只是刚准备进电梯的时候，孙浩却开始呵斥保安了：“什么狗都能放进来，这活你要是不能干，趁早滚蛋！”孙浩骂自己倒是无所谓，但叶飞不想让无辜的保安替自己遭罪。
于是直接后退几步，来到孙浩面前，开口就是一句：“怎么，昨天打你打的还不够爽吗？”孙浩听到叶飞还敢提起来昨天的事，眼神瞬间变得凌厉起来。上次是意外，你这次要是还敢闹事，信不信老子真让你死？叶飞眼神嫌弃地瞥了孙浩一眼：“你脑子是被狗吃了吗？还是你有被害妄想症？是你自己凑上来的好吧？”叶飞对完孙浩，准备进电梯，结果孙浩直接一拳头朝叶飞砸了过来。马德，老子！叶飞猛地伸出手掌包裹住孙浩的拳头，力气直达，直接让孙浩动弹不得。孙浩抽了好几下都没有将拳头抽出来，气急败坏道：“怎么，你还敢动手？”话音未落，孙浩整个人就在半空中呈现出一条完美的弧度线。叶飞则是面无表情看着孙浩，又不是没挨过打，怎么还在问敢不敢这个问题？果然真是出门不带脑子。孙浩眼睁睁看着叶飞站在电梯里，而电梯门缓缓关闭的场景，气得猛踹了铁门一脚。叶飞则是站在电梯里，犹豫着到底要不要来这里上班。林婉晴和孙浩是未婚夫妻的关系，自己要是在这里上班，免不了会碰到孙浩。自己倒是不怕事，只是老被缠着也挺烦的。叶飞人都已经到办公室门口了，结果敲了好几下门都没动静，没办法，只能给林婉如打了个电话。什么？你怎么到的这么早？我还没睡醒呢，要不你先进去等等。叶飞听着电话里面传来林婉如慵懒的声音，无奈道：“那你快点。”挂断电话，叶飞推门走了进去，看到里面摆放着一张巨大的沙发，于是直接走过去躺下。还真别说，当个有钱人就是好，整躺在里面就跟躺在棉花上一样，配上空调，妥妥地享受人生。叶飞由于舒服的缘故，不知不觉睡了过去，结果还在做美梦，却被人一遍从沙发上拽了起来。谁让你来这里睡觉的？赶紧起来，一身穷酸相也不怕脏了这个地方。叶飞睁开眼，就看到面前站了一个大妈，一身保洁服，眼睛周围皱纹横生，眯着三角眼，嘴角微微下垂。答案看叶飞坐在沙发上不说话，只是盯着自己，装作扫地的用扫把在叶飞脚上扒拉了好几下。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吗？赶紧滚出去，别把这里空气都搞臭了。大妈每说一句话，嘴角都要往耳后跟咧一次，唾沫还在乱飞。叶飞坐在沙发上没有动，反而直接靠在了沙发上。知道的说你是保洁，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家公司是你的，职位不行，口气倒是挺大啊。叶飞斜倚在沙发上，目光冷冷地盯着保洁大妈飞溅的唾沫星子。保洁大妈看到叶飞竟然还敢对自己，直接双手叉腰，居高临下看着叶飞：“我这可是为了你着想，这里不是你这种人能进来的，劝你还是识趣点为好。”当保洁大妈的扫把又一次戳到叶飞的脚面的时候，叶飞终于开口道：“你应该庆幸我不对女人动手，但你要是再用你的脏扫把碰我，我不介意让你连人带扫把一起飞出去。”大妈愣了愣，随即尖声笑道：“你以为这是你家炕头，还敢在这冲大爷？”说话间，大妈故意将垃圾桶踢到叶飞脚边：“识相点就赶紧滚，否则别怪我叫保安。”“叫谁滚？”林婉如的声音突然从门口传来。叶飞扭头看去，就看到林婉如穿着丝绸长裙，头发随意挽起，却难掩周身贵气，语调慵懒，却带着一股上位者的气势。保洁大妈在看到林婉如的时候，脸色一变，慌忙堆出笑脸讨好的说道：“林小姐，这小子在这睡觉还乱发脾气，他是我请来的贵客。”林婉如淡淡扫了大妈一眼，随后毫不客气的说道：“你被解雇了。”大妈的脸瞬间就因为林婉如的话而变得煞白。“啊，林小姐，我在这里干了10来年了，我这么多年还不够你学会什么叫做尊重。”林婉如双手环抱在胸前：“现在立刻离开我的视线，以后我不想在这个公司见到你。”叶飞看到保洁大妈用一副愤恨的眼神盯着自己，忍不住挑眉打趣道：“不至于吧，为了我开除员工？”保洁大妈压根就顾不上叶飞到底是给自己说话还是在讽刺自己，赶紧求情道：“林小姐，我在这里干了10几年了，就为了这么一点小事，你一点小事？”林婉如被保洁大妈的话给逗笑了，先是扭头看了叶飞一眼，随后语气冰冷地说道：“看人下菜，如果今天是某个大客户比较低调，从而导致公司损失大单子，你还要给我说是小事情吗？”保洁大妈被林婉如说得无地自容，而叶飞则是坐在沙发上看着林婉如。这小妞一直都是傻白甜形象，没想到竟然还有这么雷厉风行的一面。不过也对，有钱人家的孩子哪个又简单呢？在房间里面就剩下自己和叶飞之后，林婉如又恢复成了之前的样子，冲叶飞甜甜的笑了笑：“你昨天踢孙浩那一脚，可是让孙家丢了大脸，从你进门开始，怕是已经有不少眼睛盯着你呢。”叶飞看了林婉如一眼，坐在沙发上不仅没有动，反而换了个舒服的姿势：“盯就盯呗，难不成我还会少块肉？”林婉如看叶飞并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于是直接在叶飞旁边坐下，
一股淡淡的茉莉花香围绕在叶飞鼻尖。不过话说回来，你今天又揍了孙浩，就不怕？怕什么？叶飞不等林婉如把话说完，便直接打断了他的话。你真以为他会不计较昨天的事吗？林婉如想了想，随后轻轻摇了摇头。叶飞见状笑了，既然不会，一顿两顿的还有区别吗？不过话说回来，我来这里的工作是什么？林婉如听到叶飞的询问，整个人陷入到沉思之中，过了半晌才吐了吐舌头。那个，我目前还没想好。什么？叶飞眼神无语盯着林婉如，努力在脑海组织着语言。你说了让我今天来办理入职，结果都不知道让我干什么。你该不会是逗我玩吧？林婉如为了避免叶飞直接离开，于是赶紧双手紧紧抓着叶飞的胳膊晃了晃，撒娇道：话也不能这么说，没想好让你干什么，难道就不能让你上班了吗？叶飞越是听着林婉如的话，越是感觉到一头雾水，抬头抓了抓后脑勺，说话都有点不太利索了。哎，不是，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叶飞没有等到林婉如的回答，反而看到林婉晴推门走了进来。他的意思是，哪怕目前没有你合适的工作，你也可以留下拿工资。林婉如满脸震惊地看向林婉晴道：姐，你怎么来了？林婉晴视线淡淡扫过叶飞和林婉如，随后缓步走到办公椅前面坐下。今天他来公司的事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不仅当着保安的面揍了孙浩，还让你为了他开除在公司干了10几年的保洁，我不得过来看看情况。叶飞看林婉晴嘴上虽然是在埋怨，可语气却稀疏平常，于是故意反问道：然后呢？你打算给你未婚夫报仇吗？林婉晴沉默了一会，随后轻轻摇了摇头。他有权利留下你。叶飞刚开始还以为林婉晴要和自己算账，但现在这句话不就是摆明了默许林婉如的做法？林婉晴第一次见自己的时候还警告林婉如离自己远点，今天到底是什么情况？一个两个都心里变异了吗？叶飞还在内心胡思乱想，林婉晴却突然轻轻咳嗽了几声，随后眼神尴尬看向叶飞。你昨天晚上说的可是真的孙浩他真的在外面有一个儿子？叶飞对上林婉晴的眼神，心里瞬间便了然了。你心里既然已经有了答案，又何必再来问我？林婉晴抿着嘴巴沉默了许久，没有说话。只是林婉晴再次抬头的时候，眼神里面是浓烈的好奇。虽然我不知道你到底是怎么看出我身体问题，但你身上绝对有很多秘密，只要你留下来，我可以做主将你工资涨到2万。叶飞意味深长盯着林婉晴，所有的一切都能说得通了。怪不得林婉如会为了自己开除员工，为什么不让自己干活也要留下自己？感情跟在这啊。然后呢？林婉晴对于叶飞的反问微微皱了皱眉。没活干还拿钱，你还不满意吗？叶飞听闻林婉晴的话，直接轻笑出声。所以你们是想让我做石孙浩的话吗？什么话？吃软饭的小白脸。林婉晴被叶飞的话说的都有点语塞，小脸顿时红了一片。就连林婉如也是张着嘴巴，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叶飞，憋了半天才摆着双手憋出来了一句完整的话。那个啥，你想多了，不是那个意思。叶飞当然知道林婉晴和林婉如两个人心里到底是打着什么主意，可看这两个人的样子，心里顿时也升起了逗弄的心思。于是叶飞强忍着笑意，故意一脸板正地看了林婉晴和林婉如一眼，随后义正言辞道：我叶飞是爱钱，但还没有爱到出卖身体的地步。林婉晴和林婉如互相对视了一眼，两个人对于眼前这种状况都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最终还是林婉如叹了口气，开口说道：哎呀，我直接就和你明说了吧，你当时用眼睛就看出来了我姐身体的不对劲，我们两个觉得你身上有很多秘密，以后说不定还可以帮到公司，所以才……林婉如话越是说到后面，声音越小，到最后已经完全听不到声音了。其实林婉如心里对于叶飞也有愧疚，说好听一点是给钱办事，可要是说的难听一点，这不就是摆明了利用吗？叶飞听着林婉如的话，眼里流露出一抹戏谑。尽管他早就已经猜到了林婉晴和林婉如两个人的心思，却没想过林婉如会直接说出来，这倒是显得他有点不太坦荡了。我也不是那种占便宜的人。叶飞身子微微坐直，盯着林婉如说道：这样吧，你在公司里随便给我找个活，至少不能让我光拿钱，否则的话传出去对你们两个名声也不太好。叶飞嘴上虽然说是担心林婉晴和林婉如名声受损，其实一把部分原因还是不想自己被说成小白脸。什么活都不干光拿钱，这不是吃软饭是什么？林婉晴和林婉如再次互相对视了一眼，随后同时冲叶飞点了点头。林婉晴刚想开口，结果门口却突然传来敲门声，叶飞扭头就看到一个身穿灰色上衣黑色长裤的人走了进来，穿着还算朴素，可手腕上的劳力士却明确彰显出了对方的身份不菲，尤其是这气势，一般人还真装不出来。下一秒，林婉晴和林婉如同时站起身，
尤其是林婉晴，冰山美人的脸上竟然带上了丝丝笑意。楚少，您怎么来了？什么事还让您亲自跑一趟？对方看到叶飞坐在沙发上没有起身的时候，眉头皱了皱，却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站在林婉晴和李婉如面前，语气严肃地问道：我听说你们这里有一株万年老山参，不知道可否割爱？至于价钱，只要你们开口，我绝不含糊。叶飞心里忍不住开始犯嘀咕，林家好歹也是海城4大家族之一，但是在这个男人面前却这么毕恭毕敬，难不成对方身份比林家还大？楚瑞32岁，海城4大家族之首，身有暗疾不能人道，身价无法显示。叶飞本意是打开透视眼功能查看一下对方身份呢，结果冷不丁看到这句话，差点被自己口水给呛死。身有暗疾不能人道，这不就是那里不行吗？身为一个男人，还是一个人有钱有权有势的男人，可惜了。楚瑞是为了自己老爷子的病情才过来寻药，结果看到叶飞一个劲的往自己下半身瞅，眼里竟然还带上了同情，心中顿时不爽。这位是林婉晴在回头的时候，刚好对上叶飞满是同情的眼神，心里顿时一咯噔。楚家可是跺跺脚就能让林家不复存在的实力，叶飞竟然敢用这种眼神看楚瑞，真以为楚瑞和孙浩一样吗？林婉晴还准备给叶飞临时安插一个身份，结果叶飞却直接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不卑不亢道：我就是一个小员工，不足挂齿。楚瑞闻言看着叶飞的眼神就更加不悦了，可碍于自己这次来是有求于人，硬是将火气给压了下去。若是你们真的有万年老山参，我愿意和你们再续上3年合作。林婉晴和林婉如闻言明显都特别激动，能够和楚家合作，不仅在生意场上能够捞金，更是代表他们身后有楚家庇佑。我没有用的，还是别浪费万年老山参了。林婉晴刚说出一个字，结果叶飞冷不丁冒出来这么一句，气得直接回头冲叶飞呵斥道：你别乱说。楚瑞盯着叶飞冷笑一声，如果你们不愿意给，大可以直接拒绝，任由一个小员工作威作福是什么意思？林婉晴和林婉如眼看这场矛盾已经上升到了公司之间的恩怨，看着叶飞的眼神都带上了不满。楚少，你先消消气，我们……叶飞没有理会林婉晴和李婉如，反而继续说道：先别管其他人了，还是找机会治治自己身上的毛病吧。楚瑞盯着叶飞冷笑出声，再次开口的时候，语气里面浓烈的威胁意味。我的毛病，你今天要是不说出来个所以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叶飞实在是不想给自己身上招惹事，无奈自家很久之前欠楚家一个人情，纠结了半天，叶飞才叹了口气，缓缓说出来了2个字：暗疾。叶飞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视线还特意扫了眼楚瑞某处，楚瑞只觉身下一凉，心里一惊。自从他上次出了意外之后，无论怎么挑逗都没有反应，可他是楚家继承人，这种事甚至连医院都不敢去，只敢让私人医生默默治疗，而私人医生为了保密一直住在家里，这件事其他人压根就不可能知道。你……楚瑞下意识想要开口询问，目光却在触及到林婉晴和林婉如的时候突然停下。我能和他单独聊聊吗？林婉晴和李婉如虽然不知道楚瑞想要干什么，却依旧默默往出走。在门关闭之后，楚瑞上下打量着叶飞，说吧，你到底知道些什么？不过我可警告你，知道的越多，死的也就越快。叶飞听着楚瑞的威胁，不仅没有当回事，反而围绕着楚瑞转了几圈，利用透视眼的功能将楚瑞看了遍。楚瑞的耐心已经被叶飞给消耗的差不多了，语气凌厉道：你到底想干什么？有1年多了吧？楚瑞闻言心里知道叶飞说的应该就是自己隐疾的时间，抿嘴沉默了会，直接问道：是谁告诉你的？楚瑞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心里已经想到了叶飞的无数种死法，这种事万不能传出去，否则对于楚家来说绝对是一个动荡。若是被其他别有用心的人大夸其词，叶飞看出来了楚瑞眼神里面的杀意，停在楚瑞面前道：这种事是调理不好的。楚瑞刚想发作，却敏锐捕捉到了叶飞话里的不对劲，赶紧问道：你有办法？叶飞也没有藏着捏着，直截了当的说道：有。可下一秒，楚瑞便直接打断了叶飞的话：你之前是学医的？叶飞摇了摇头。那你对这一方面有所研究？叶飞再次摇了摇头。楚瑞这次是真火了，对医学一窍不通，竟然都敢在自己面前大放厥词，果真是找死。但是我可以治。楚瑞都已经准备教训叶飞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了，结果冷不丁听到叶飞这句话，满腔怒火瞬间消散，取而代之的则是满脸震惊。你说什么？自己私人医生可是全国拔尖，连这种人都不敢说可以对自己进行根治，他到底是怎么敢的？叶飞看出来了楚瑞眼神里的不信任和疑惑，直接开口道：我可以帮你治疗，至于信不信，
那就是你的事了。楚瑞在内心进行了许久的心理斗争，最终还是选择相信。这种事自己只能隐瞒一时，迟早要穿帮。与其这样，倒不如让他试一下。你……楚瑞刚开口说了一个字，就被叶飞给直接打断。我知道你不相信我，不过我可以先帮你打通那里的经脉。叶飞此话一出，楚瑞明显就有点尴尬了。第一次见面，为了莫须有的信任就要坦诚相待，饶是楚瑞见惯了大场面，此刻还是有点扭捏。叶飞看楚瑞双手一直放在皮带的位置，先是一愣，瞬间便想到了什么，赶紧开口道：医者面前没有忌讳，不过在此之前，我需要一套银针。楚瑞对上叶飞坦然的目光，心里忍不住暗自发笑，人家这么坦荡，倒是搞得自己有点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这个好办，你稍等片刻。楚瑞说话间便径直走了出去，没一会便拿着一套银针走了进来。叶飞看了一眼银针，赶紧询问道：我先说好，你必须保证是银针，但凡有一丝杂质，都是产生一系列的影响，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没办法了。楚瑞将银针放到桌上，放心吧，包纯。叶飞看楚瑞都已经这么说了，便用眼神示意楚瑞躺到沙发上。第一针鬼功入3分。楚瑞听着叶飞的嘀咕声，眼神猛地一暗，有点耳熟，但是一时之间想不起来。第二针鬼性入3分。第三针鬼垒入2分。叶飞一连扎了3针才停手。好了，我现在先给你扎3针，这种事讲究的是循序渐进，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楚瑞知道这个道理，于是坐起身，却也就是在起身的一瞬间，楚瑞感觉小腹一股暖流涌过，这种感觉许久都未有了，如今竟然……楚瑞猛地抬头，看着叶飞的眼神满是热烈。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叶飞摸了摸下巴，高深莫测地回答道：天机不可泄露。而另一边，林婉晴和林婉如站在门口，尤其是林婉如急得不停打转。姐，都已经这么长时间了，不会出什么事吧？林婉晴看了林婉如一眼，犹豫地说道：应该不会。话虽然是这么说，可到底有没有事，林婉晴心里其实一点谱都没有。林婉如刚想追问，门却突然开了，看着站在门口的楚瑞，林婉晴和林婉如全部将目光放到了楚瑞身上，想问，但是他们知道自己的身份，只能眼巴巴地盯着楚瑞。楚瑞看着林婉晴和林婉如两姐妹，直接哈哈大笑了起来。你们真是招了个好员工啊，到时候我需要他帮忙的时候，还希望你们可得各爱几天。楚瑞在说完这句话之后，便哈哈大笑着离开，甚至连万年牢老山参都没提。林婉晴和林婉如面面相觑，实在是搞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愣了下，集体朝房间冲了进去。林婉如在看到叶飞的第一眼，便焦急询问道：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叶飞抬头道：也没什么，就是聊了会天。林婉晴明显不相信叶飞的话，聊天要什么银针？我可警告你，那个人不是你能招惹的，你想死可别连累我们林家。叶飞满不在意的看了眼林婉晴，刚才出去的时候笑得那么开心，这还叫招惹？林婉晴被叶飞给对得无话可说，最后瞪了叶飞一眼便直接离开。而林婉如则是坐在叶飞旁边，满脸好奇道：快点，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叶飞看了一眼桌上摆放着的银针，没什么，就是给他治了点小毛病。林婉如听着叶飞的回答，眼睛猛地瞪大，声音陡然提高道：什么？你还会治病？对此叶飞只能苦笑道：略懂皮毛。他哪里懂这个玩意？刚才也是看楚瑞身上有好几个黑点，而且黑点颜色还有浅到深，根据这个下手而已。反正都已经布局1年多了，大不了就说效果缓慢。至于说的什么鬼功鬼性还有鬼垒，完全就是在扎下去的时候脑海莫名其妙蹦出来的一句话，没想到竟然他妈的有效果。叶飞看林婉如满脸兴奋地盯着自己，犹豫道：要不我也帮你扎几针？什么？帮我扎几针？林婉如看了眼桌上银针，又看了看叶飞，头瞬间就摇得跟拨浪鼓一样。还是算了吧，我从小就怕打针。叶飞看着林婉如没有说话，只是脑海中一直回荡着楚瑞在临走之前的那句话：小子，你很好。这算不上夸奖的夸奖，却让叶飞有点摸不着头脑。初见成效，按理说应该拉近关系，让楚瑞对自己心生好感，可楚瑞说完这句话后便直接离开，这怎么有点不按套路出牌？林婉如看叶飞低垂着脑袋，似乎陷入到了某种沉思之，于是冲叶飞晃了晃手：喂，你想什么呢？怎么这么入神？叶飞的思绪被林婉如给换回现实，抬头道：没事，我就是。可林婉如不等叶飞把话说完，便直接语气激动地开口询问道：你和楚瑞到底在房间干什么了？为什么他刚才走的时候说以后有需要你帮忙的时候，还希望我们可得各爱几天？叶飞听着林婉如的话，心里顿时一喜，
成了，看来自己总算是攀上楚瑞这棵大树了。但尽管如此，叶飞也没有表现得太激动，反而轻描淡写道：其实也没什么，就是看出来了他身体上的一点小毛病，后续可能还需要调理。林婉如瘪着嘴，明显不相信叶飞的话。空气中弥漫着沉默。过了好一会，林婉如才开口说道：我刚才和我姐商量了下，直接给你太高的职位恐怕不太妥当，要不你先去当个保安行吗？林婉如为了避免叶飞拒绝，不等叶飞开口便继续说道：不过你放心，许诺给你的15000依旧奏效。叶飞看林婉如眼巴巴地瞅着自己，犹豫了下，最终还是点了点头。也行，现在外面保安的行情价最高才5-6千，自己现在直接翻了几倍，怎么说都是赚了。林婉如看叶飞同意，生怕叶飞反悔一样，赶紧拉着叶飞的手腕就往出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办理入职。等两人到达人事部的时候，人事看了看林婉如，又看了看叶飞。林小姐，这位叶先生真的是办理保安入职吗？能被林婉如亲自带着来办理入职，结果只是入职一个小小的保安，这说出去谁信啊？林婉如还没来得及开口，叶飞便笑着说道：对啊，就是保安，麻烦你帮我办理入职吧。人事看了眼林婉如，默默继续进行着手里的动作。等叶飞拿到工作牌的时候，将工作牌放在手心看了半天，然后才抬头问道：我现在就开始上班吗？林婉如点了点头：也可以，不过现在只有大门口那里还有一个空位，没事坐在保安亭里玩手机什么都行，就是需要注意不能放闲杂人等进来。叶飞心里一乐，这不就是自己刚才进来被拦住的地方吗？叶飞看林婉如还准备跟着自己去保安亭，赶紧开口制止道：那个地方我知道，我自己去就行了。林婉如刚才带着自己去办理入职的时候，一路上已经收获了不少目光，要是再跟着自己溜达，还不知道会传出什么风言风语。叶飞倒是不在意，可林婉如怎么着也算得上是自己金主，被卷入这种事之中有点不太合适。林婉如知道叶飞本事，便点了点头：那行，有什么记得给我发消息。在林婉如离开后，叶飞才慢悠悠地往保安亭走，靠近的时候就看到之前那个保安大哥正坐在保安亭吹着空调玩手机，于是伸手敲了敲保安亭玻璃。保安大哥手忙脚乱地将手机塞进口袋，猛地抬头就对上叶飞充满笑意的脸先是愣了下，随后长舒了一口气，心有余悸地拍了拍胸口说道：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是领导查岗来了，怎么有事吗？叶飞笑眯眯地将胸前工作牌往上提了提：大哥，开个门呗，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保安大哥听到叶飞话的时候眼神还有点狐疑，但是当目光放到叶飞手里工作牌的时候，整个人直接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卧槽，你疯了吧，还敢来这里上班？保安大哥话音刚落，赶紧左右看了看，随后一把将叶飞拉进保安亭。小伙子，听哥一句劝，还是趁早跑路吧。叶飞被保安大哥的话给搞得云里雾里，抓了抓后脑勺，好奇问道：这个公司不行吗？刚才这一路上，叶飞都觉得公司被治理得井井有条，怎么保安大哥第一句就是让自己赶紧跑路？卧槽，他该不会是想断自己财路吧？保安大哥看叶飞误会了自己的意思，先是看了一眼大门处的监控，随后才压低声音小声说道：刚才被你打的是林小姐未婚夫，你想下他们之间的关系。再说了，哪里找不到工作，你没必要为了钱拿自己小命不当回事，那家伙可是真会整死你的。叶飞还以为是公司有什么黑幕，没想到进入干只是因为这个，于是毫不在意的笑了笑：嗨，放心吧，他不敢招惹我了。说话间，叶飞一屁股在椅子上坐了下去，还不忘记示意保安大哥也坐下。保安大哥神色复杂地盯着叶飞看了一会，才在一旁坐下。小伙子，之前我有一个同事也是干保安的，刚来不认识他，结果在被拦住的第2天就离奇失踪，等人找到的时候，一条胳膊没有了，整个人疯疯癫癫神志不清，可怜他老婆刚生产完，那个家算是散了。你这情况更严重，直接动手，哥劝你还是趁早跑路吧。叶飞深叹了一口气，随后将目光放到保安大哥身后：哥，不是我不想跑，只是现在看来怕是来不及了。保安大哥顺着叶飞的视线扭头，就看到保安亭已经被10几个人给黑压压围住了，为首的正是孙浩。孙浩看叶飞视线放到了自己身上，勾起嘴角，用甩棍重敲保安亭门框：小子，给老子滚出来！甩棍和门框相撞的瞬间发出砰的一声巨响，保安大哥被吓得哆嗦了一下。叶飞见状，将手放在保安大哥肩膀，示意他安心，随后起身走了出去。孙浩看叶飞还敢出来，先是目光得意地扫视了自己身后那10几个人一眼，直接下巴微扬，得意地说道：别说我不给你机会，跪下道歉，老子倒是可以考虑。叶飞不等孙浩把话说完，便直接怼了回去：你爹死了还是你妈死了，需要我下跪哀悼？保安大哥看叶飞都已经到这时候了还硬气，心里顿时为叶飞捏了一把冷汗，伸出脑袋畏畏缩缩道：那个，你
你要不就道个歉吧。孙浩瞥了眼保安大哥道，还是你有眼力见。叶飞回头看了保安大哥一眼，二话不说，直接上前夺过孙浩手里甩棍扔在地上。我说你还有完没完了？菜就多练，而且别忘了，一直都是你在挑食。叶飞知道孙浩肯定不会放过自己，但这频率会不会太频繁了？孙浩咬牙切齿盯着叶飞，之前被他驳了面子，那是因为自己思虑不周，如今自己带来的全是保镖里最能打的。这次他倒是想看看叶飞还能怎么在自己面前猖狂。孙浩想到这里，后退几步，随后大手一挥，小子，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下一秒，叶飞就被10几个保镖围在中间为首的保镖率先发难，拳头直奔叶飞面门。叶飞眼神一凛，身体微侧，轻松躲过这一击，同时手肘顺势撞向保镖的肋下。保镖闷哼一声，踉跄后退，其余保镖见状也顾不上什么厚道不厚道，集体冲了上去。叶飞冷哼一声，不退反进，直接迎着冲在最前面的2个保镖冲去，左勾拳，右踢腿，招招精准狠辣。2个保镖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打得东倒西歪。不过孙浩这次带来的人完全和上次的不是同一档次，叶飞就算是动有了透视眼，却还是感觉到有点吃力。孙浩站在一旁，看着被围攻的叶飞，脸上露出阴鸷的笑容。老子看你这次还怎么嚣张！叶飞本来就憋着一股火气，余光瞥见孙浩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心中怒火更甚。深吸了一口气，突然暴喝一声，猛地冲向右侧保镖，连续几个高难度侧踢，愣是将几个保镖踢得连连后退。下一秒，叶飞抓住其中一个保镖的手臂，借力打力，猛地将其甩向孙浩。孙浩没有想到自己都已经带了这么多人过来，还能被叶飞给阴了，脸色瞬间阴沉下来，怒声呵斥道：你们都是一群废物吗？孙浩眼神阴狠盯着叶飞，咬了咬牙，直接从腰间抽出一把匕首，就朝着叶飞冲了过去。小子，今天老子非废了你不可！保安大哥看到这一幕，脸色瞬间变得煞白，想要上前阻止，却又不敢。按理说这是他的职责，他只是一个保安而已，没必要为了钱把自己小命搭进去。叶飞注意到孙浩的动作，眼神中闪过一丝寒光，巧妙地避开保镖们的攻击，直接朝孙浩迎了上去。在孙浩即将刺到自己的瞬间，叶飞一把抓住孙浩的手腕，用力一扭，匕首应声落地。孙浩疼得大叫起来，叶飞趁机一个膝撞，狠狠顶在孙浩的腹部。啊！卧槽！孙浩疼得直接瘫倒在地。那些保镖见孙浩被叶飞踩在脚底下，也不敢轻举妄动，只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愣是站在原地不敢轻易上前。叶飞居高临下的看着孙浩，语气无奈的说道：打又打不过，还非要上赶着往上凑，你说你怎么就是出门不带脑子呢？孙浩不服气的还想起身，可叶飞踩在他肩膀处的脚却微微用力。吆喝，力气挺大的吗？孙浩趴在地上，脸被挤压的都有点变形，可嘴还是非常硬气道：你他妈的最好放开我，否则老子一定给你好看。孙浩话音刚落，叶飞便一脚踩到了孙浩脑袋上，愣是将孙浩已经抬起的脑袋又给踩了下去。都已经被踩得跟狗一样了，还学不会审时度势。叶飞微微停顿了下，语气戏谑的继续说道：反正你都不会放过我了，既然这样，叫声爸爸听听，不然可就是我不会放过你了。孙浩心里憋屈，可无奈自己现在都成了这逼样，尤其是偶尔路过的几个人还悄咪咪瞅一眼，脸算是丢大发了。叶飞本来就没打算把孙浩怎么样，只是想给一个教训罢了。刚准备将脚收回来，耳边就传来一个尖锐的声音：你干神呢？赶紧把人放开！叶飞扭头就看到林婉晴踩着高跟鞋急匆匆跑了过来，不等叶飞开口，便一把推开叶飞，将孙浩从地上搀扶起来。你没事吧？孙浩看了林婉晴一眼，随后恶狠狠地盯着叶飞：他现在是你们公司的人是吧？这么对我，你难道不应该给我一个交代吗？林婉晴听到孙浩的话，看着叶飞的眼神带上了浓烈的埋怨：刚来就惹事，就不能收敛点吗？你过来道歉。叶飞看到林婉晴不分青红皂白就让自己给孙浩道歉，愣是被气笑了。什么都不问就让我给他道歉，怎么疯狗乱咬人也是我的错了？孙浩看叶飞竟然还敢把自己比喻成疯狗，握着拳头就想往叶飞面前冲，好在被林婉晴一把拦住。不管出于什么事，你动手打人就是你不对，你放你娘的狗屁！难不成老子就应该站在这里被他打吗？叶飞猛地打断林婉晴的话，突然觉得这2个人怪不得是未婚夫妻，果然都是一丘之貉。这样不分青红皂白的破公司，叶飞也不想待了，一把将工作牌从脖子扯下来扔到林婉晴脚边。老子告诉你，人老子打了，这活老子也不干了。叶飞说完这句话之后转身就走，离开之前还不忘记用脚狠狠碾压了工作牌几下。林婉晴皱眉看着叶飞离开的背影，心里忍不住暗自嘀咕：难不成
真是我错了。孙浩看林婉晴还是向着自己，心里还在得意，但是下一秒却看到林婉晴目光一直在叶飞背影上，心里顿时冒起一抹酸意，阴阳怪气道：怎么舍不得了？那就把人喊回来啊！林婉晴扭头看向孙浩，你乱说什么呢？孙浩听林婉晴话是这么说，可语气里面还是有一丝不自然，神色瞬间变得严肃起来。我可告诉你，你是我未婚妻，最好不要对其他男人有什么心思。林婉晴看孙浩竟然这么霸道的宣示主权，心里莫名涌起一股反感。要不是家族生意需要孙家帮忙，自己又何必委曲求全？这么一比，孙浩和叶飞还真是一点可比性都没有。但尽管如此，林婉晴还是轻声嗯了一下。孙浩见状，伸手搂住林婉晴的腰，这就对了，都已经拖了这么多年，也该把喜事提上日程了。提上日程是假，主要是孙浩也害怕自己私生子的身份被曝光。别看林婉晴雷厉风行，可骨子里却特别保守，只要自己和林婉晴生米煮成熟饭，还怕林婉晴不乖乖就范。而另一边，叶飞在离开公司后，心里就开始后悔，不是可惜工作，而是可惜钱。叶飞坐在马路边长椅上，点了根烟，缓缓吐出一口烟圈。操，这他妈的都是些什么破事啊！好像自从遇到林婉如和林婉晴姐妹之后，身边就破事不断。马德，这两个人该不会是克自己吧？叶飞叼着眼，百般无聊地看着四周围风景，目光却猛然在一个小摊子前停下。明代玉镯，品相完好，价值35万。不是吧？这种小摊上都能淘到宝贝了？叶飞暗自嘀咕了一句，缓缓起身，脚步不自觉地朝小摊走了过去。摊主是一个老大爷，用草帽遮住脸，正躺在椅子上听着小曲，听到有脚步声，便将草帽拿开，看到叶飞停在自己摊位前，赶紧满脸笑容地招呼道：小伙子，我这可都是好货，要不要淘1-2件回去，保管你分分钟发家致富。叶飞被大爷的话给逗笑了，大爷真能发家致富，你还至于在这里摆摊吗？大爷被叶飞的话给逗得不好意思笑了笑，嗨，小本生意，噱头不得搞得大点吗？看中哪个了？大爷给你便宜点。叶飞故意拿起玉镯旁边的小鼎凑到眼前，仿品，材质铜，做就工艺，义乌批发，10块一个，量大可优惠。大爷看叶飞饶有兴趣地盯着小鼎看，故意看了看四周围，然后神秘兮兮道：小伙子，这个可是清代的东西，你要是诚心要，大爷1万卖给你好了，就当交个朋友。叶飞看大爷在说10万的时候，还一副痛心疾首的表情，忍不住笑道：大爷，赚钱也不能这么赚啊，就这玩意顶多10块钱一个。大爷看叶飞没被自己忽悠住，赶紧拿起一旁手镯凑到叶飞面前，好巧不巧拿的正是叶飞看中的那只。瞧瞧这个，品质上乘，还是之前一位公主的陪嫁，大叔也不多要，10万，10万你拿走怎么样？叶飞看了眼大爷手里的玉镯，却并没有接。玉不过手这个道理，叶飞还是懂得。10万赚30万，确实划算，可要是自己直接同意，难免对方会临时改价。叶飞想到这里，故意满眼嫌弃地扫了玉镯一眼。大爷，这黄不拉几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10万，我才不要呢。叶飞说话间还不忘记看了看大爷摆的小摊，嫌弃道：大爷，你就不能拿点好东西吗？大爷看叶飞看不起自己，腾的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来来来，小伙子，你跟我进来，我这里确实有好东西，就看你能不能出得起价了。叶飞闻言微微挑眉，随后跟在大爷身后进去了一个小房间。像这种摆摊的手里绝对有几件压箱底的货，看来这次赌对了。来，这是大明时期的碗，就是朱元璋讨饭时候用的那个陶瓷碗，不值钱，2块一个。瞧瞧这把剑，当初李世民在玄武门就是用的它，铁剑，做就工艺，价值120块。还有这件龙袍，历史上皇帝穿的龙袍都是明黄色，之所以这件是黑色，那是因为这是秦始皇穿的那件。叶飞本来还在听大爷一本正经的胡扯，但是在听到这里的时候，实在是忍不住了。大爷，秦始皇的陵墓好像还是封闭状态，你龙袍到底是怎么来的？陵墓完好无损，结果龙袍被挖了出来，大爷这是在糊弄鬼呢。可大爷听到叶飞的话，不仅没有尴尬，反而咦了一声，满眼不识货地看着叶飞。这就是你见识短浅了吧？那可是秦始皇，怎么可能只有一件龙袍？这件是他的日常款。叶飞抿着嘴巴，愣是盯着大爷半天都没有说话。大爷看叶飞不说话，直接抓着叶飞的手腕就往房间内部走。大爷不骗你，大爷这里真有好东西，瞧瞧这个传国玉玺，只要你出得起价格，这就是你的了。叶飞看到大爷将玉玺塞到自己怀里，下意识拿起瞅了眼，下一秒心脏都快有点受不了了。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昌还错了，直接成了受命于天，既寿永履。好好，这么玩自己是吧？叶飞深吸了一口气，
都不知道自己该生气还是该笑了。大爷啊！大爷听叶飞喊自己，赶紧冲叶飞笑了笑，神秘兮兮地说道：怎么，看中这个了？大爷也不是那种黑心人，你给这个数就可以了。说话间，大爷默默伸出来了5个手指。50万，大爷很够意思了吧？叶飞这次真是被大爷给气笑了。50万就能买到传国玉玺？大爷，秦始皇的棺材板都快要按不住了。大爷却满不赞同地摇了摇头。大爷拿着没用，还不如换成钱。叶飞眼神无语盯着大爷，自己叫他一声大爷，结果他把自己当日本人整。大爷看叶飞一句话都不说就往出走，赶紧开口喊住叶飞：哎，小伙子，大爷这里真有好宝贝，你看看这个铜钱，就是当初做模板被杨贵妃留下指甲印的那个。叶飞无奈停下脚步，刚想说自己对这些不感兴趣的时候，眼前面板却突然出现：开元通宝，价值600块。叶飞抿着嘴巴，愣是半天才憋出来一句完整的话：大爷，就算是真的，可这玩意也不值钱啊。你……叶飞话还没说完，就看到大爷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掏出来了一个小包裹，小心翼翼的一层一层打开。碧玉手串，品质上乘，年代清，价值130万，大太监李莲英喜爱之物。叶飞心里顿时一喜，这个倒是能入手。可尽管如此，叶飞还是装作一副不在意的模样，扫了碧玉手串一眼，漫不经心说道：看着还算好看，多少钱？大爷看叶飞对这个感兴趣，赶紧伸出来一个手指：1万啊！还？什么？1万？大爷毫不客气打断了叶飞的话：这个光是看成色都是拔尖，要你100万都算是便宜你了。纵使叶飞心里知道这碧玉手串的价值，看听着大爷的要价，还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哼，那个啥，我买不起，你还是寻找下一个有缘人吧。100万倒手就能赚30万，确实是赚了。可他现在哪里有这么多钱？这个漏怕是捡不了了。大爷看叶飞转身又打算离开，赶紧开口喊道：80万，80万可以了吧？叶飞没有接话，只是自顾自往出走。50万，大爷给你打5折，买回去绝对是赚了。叶飞停下脚步，回头看向大爷，50万确实可以冲一波，不过看大爷这个样子，应该是不知道这个东西的价值。叶飞刚想开口，大爷便一副痛心疾首的表情看着叶飞：这样吧，你说你能给多少钱？价格合适的话，大爷就……大爷话刚说了一半，门口就跑进来了一个背着书包的小女孩，扎着2个马尾便一晃一晃的，显得特别可爱。小女孩看到大爷手里碧玉手串的时候，赶紧将东西抢过去抱在怀里，语气埋怨道：爷爷，你拿我的小首饰干神？小女孩话还未说完，就被大爷一把捂住了嘴巴，只能发出呜呜的哽咽声。叶飞见状，故意似笑非笑的盯着大爷：大爷，你这也太不厚道了吧，一个玩具都问我要这么大价。大爷被叶飞的话给说得老脸一红，不过还是梗着脖子说道：小娃娃不识货，再说了，你看看这品质，拿出去绝对能卖得上价，大爷怎么算是真的骗你呢？叶飞挑眉道：这样吧，也别几十万要价了，5万能卖我就要。这也太低了，要不你再提提价。大爷说话间还想将碧玉手串从小女孩手里拿过去，但小女孩却死死拽着不松手。爷爷，这个你都说了让我玩，不给你。大爷尴尬的回头冲叶飞笑了笑，随后蹲下身语重心长道：你把这个给爷爷，等会爷爷带你去买你最喜欢的那个芭比娃娃怎么样？小女孩看了眼手里的碧玉手串，又看了看大爷，最终还是不太情愿的松开手。那可说好了，不许骗我。大爷在拿到碧玉手串之后，将东西递到叶飞面前，示意叶飞好好看看。5万真的太少了，这样吧，一口价10万。叶飞其实在大爷喊出10万的时候就已经动心了，可捡漏这件事最忌讳的就是一口答应。于是叶飞故作为难的看了看碧玉手串，又看了看大爷：8万，这已经是我能给的最高价了，实在不行我也只能放弃。大爷略微犹豫了下，直接将碧玉手串塞到叶飞怀里，行了行了，就当交个朋友。叶飞双快付完钱，走到门口的时候，突然想到摊位上还有一个明代手镯。大爷，这样吧，我再给你5000，你干脆把这个手镯也卖给我，让我凑一套得了。大爷扭头看了眼手镯，明显有点犹豫。这些玩意都已经摆在这好几个月了，一单生意都没有，要是真的还至于卖不出去。可5000，这样吧，凑个整10万，2件你全部拿走。对此叶飞也没有多说，直接将手镯拿到手，然后干脆利落付钱。叶飞都已经走了，大爷还站在原地没有回过神来。这单生意完成的真痛快，难不成是自己不识宝？叶飞现在可顾不上大爷怎么想，满脑子都是这次赚大发了。下一秒叶飞就直接转进了古玩店。
古玩店老板看到叶飞的时候本来没在意，但目光看到叶飞手里那2件东西的时候，眼神直接亮了。哟，小伙子，你这是打算淘宝还是出售啊？叶飞看着古玩店老板眼神里冒着的金光，直接将东西放到了桌子上。我想卖这2个。古玩店老板先是小心翼翼地检查了手镯和手串，随后冲叶飞伸出来了5个手指。小伙子，我也不坑你，我给你50万怎么样？50万？叶飞差点一口唾沫没把自己呛死。老板，你和我开玩笑吧？这2个加一起你才给我50万？操！要不是因为自己有透视眼，叶飞还真会着了古玩店老板的当。古玩店老板看叶飞拿起东西就想走，脸色陡然一冷，语气不善道：小伙子，你再这样可就别怪我报警了。叶飞脚步猛地一顿，回头面容扭曲盯着古玩店老板。报警？报什么警？这他娘的都是自己东西，怎么还想黑吃黑吗？古玩店老板勾着嘴角冲叶飞嘿嘿嘿的笑了几声，随后眼神鄙夷的说道：小伙子，这些东西可都是文物，你到底是怎么得到的？谁也不知道，我劝你还是有钱就卖，不要最后东西没了，钱也没捞到，那可就不好了。叶飞之前也听说过有些古玩店会威逼利诱，然后强买强卖，可如今被自己碰到，那就是另外一番心境了。叶飞看了古玩店老板一眼，没有理会，直接往出走。但人刚走到门口的时候，古玩店老板却突然拍了拍手，从里面瞬间冲出来了5、6个光着膀子的彪形大汉，将叶飞团团围住。叶飞将东西装进口袋，语气冰冷道：所以呢，你到底想干什么？古玩店老板一边缓步走向门口将大门关闭，一边面带微笑冲叶飞说道：小伙子，看你也是个聪明人，50万不少了。叶飞浑身血液瞬间凝固，古玩店老板这话分明是赤裸裸的威胁。可好汉不吃眼前亏这个道理，叶飞还是懂得，于是强压下心头怒火道：你这是打算强买强卖？话别说的这么难听。古玩店老板慢条斯理地擦拭着翡翠扳指，满脸笑意地继续说道：这墙水深，年轻人别把路走窄了。叶飞看着古玩店老板，虽然脸上带笑，可笑意却始终未达眼底，心里清楚自己这次算是进来容易出去难了。可谁又能说古玩店老板不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呢？叶飞想到这里，先是扫视了一圈四周围，随后将目光放到了古玩店老板身上，贱兮兮地问道：老板，这件事真没得商量了吗？古玩店老板听着叶飞的话，心里清楚叶飞这是打算松口了，脸上的笑容顿时变得更加灿烂，甚至亲自给叶飞倒了杯茶递到叶飞面前。小伙子，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能有这个觉悟真的很不错。叶飞低头看了一眼古玩店老板递过来的茶杯，伸手接过，随后转身坐到了椅子上，轻抿了一口茶，才抬头看着古玩店老板说道：老板，你确定自己不后悔？古玩店老板对上叶飞眼神里面的挑衅大手一挥：小子，在这个地方还没有我王老五不敢收的东西。叶飞闻言挑了挑眉，直接将碧玉手串和手镯掏出来放到旁边桌子上。既然这样，那我就给你吧。叶飞不等古玩店老板开口，便笑眯眯的又补充了一句：只要老板你敢收，我分文不取。古玩店老板一开始还担心叶飞有诈，而可看到这么久过去离开都只有叶飞一个人，胆子也肥了起来，直接一把抓过桌上东西。有什么敢不敢的？胆子不肥，老子敢在这个地方开店吗？叶飞闻言笑了笑，直接掏出手机。古玩店老板看到叶飞的举动，下意识警惕起来：怎么，你还想摇人？叶飞轻轻摇了摇头，耸了耸肩膀说道：倒也不是，主要是我还有一个朋友也有东西想要出手，既然现在赶趟，干脆老板你一起收了呗。古玩店老板盯着叶飞看了好一会，都没有从叶飞脸上看出来不对劲，于是伸手示意周围人下去。行，那你就打吧。古玩店老板话虽然是这么说，可看叶飞的眼神就跟看个傻子一样，自己都已经被坑里面了，竟然还打电话找朋友一起来跳火坑，这不是傻逼是什么？叶飞没理会古玩店老板看自己的眼神，只是默默按下拨号键。楚哥，你之前不是会说自己手里有一个东西想要出手吗？我刚好在这里，等会就把地址发到你手机上，你来一趟呗。楚瑞在另一边拿着手机有点蒙圈，不太理解叶飞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不过想到叶飞能这么说肯定有自己的道理，于是便开口附和道：啊，行，你把地址给我发一下，我马上过去。叶飞闻言便挂断电话，直接将这里定位发送给了楚瑞。当时楚瑞在离开的时候特意加了叶飞微信，这不直接就派上用场了。楚瑞在叶飞挂断电话之后就开始盯着叶飞送过来地址发呆，自己他妈的就算有宝贝要出手，也不可能随便去找个古玩店，这一点叶飞心里绝对清楚。难不成这是叶飞给自己的什么暗号？叶飞遇到危险了。楚瑞想到这里，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一边往出走，一边急匆匆喊道：司机，司机呢？
自己身上的毛病还要仰仗叶飞根治。本来还想着有机会将叶飞引荐给老爷子，到底是哪个不长眼的敢在这个节骨眼上招惹叶飞？而叶飞在将定位发送给楚瑞之后，便端着茶杯有一下没一下的抿一口。我说老板，我都已经把东西白送给你了，你怎么就不能给我喝点好茶叶？古玩店老板虽然不知道叶飞葫芦里到底卖着什么药，不过看在碧玉手串和手镯的面子上，还是将柜子里珍藏的大红袍拿了出来。用一杯茶换价值100多万的东西，也算是物有所值了。叶飞看古玩店老板满脸得意的表情，心里忍不住暗自冷哼，笑吧笑吧，等一会估计就要笑不出来了。毕竟在这个世界上，免费的才是最贵的。过了没一会，楚瑞便急匆匆赶到了这里，只是看着眼前紧闭的大门，脑袋还是有点发懵。没错啊，就是这个地方，不过都没开门，会不会是给错地方了？楚瑞刚准备给叶飞发个消息，结果就听到面前古玩店里面好像有说话声，直接推门走了进去，就看到叶飞正翘着二郎腿坐在椅子上喝茶。叶飞在听到门口传来动静的时候，便第一时间看了过去，见到是楚瑞，甚至屁股都没有挪开椅子，笑道：楚哥，你来啦，来来来，尝尝老板泡的茶，味道还算不错。楚瑞满脸狐疑走到叶飞身边，先是看了古玩店老板一眼，随后低沉着声音问道：你喊我来到底有什么事？古玩店老板在看到楚瑞出现的一瞬间，就被楚瑞周身气势所震撼。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来头？为什么光是站在那里，自己竟然都不敢直视？叶飞抬头看了楚瑞一眼，将茶杯放到桌子上，漫不经心地说道：不就是觉得这家老板做生意特别实诚，想着你手上应该也有东西要出手，顺带就喊你一声。叶飞在说到这里的时候，还不忘记看了古玩店老板一眼，随后继续不紧不慢道：老板知道你给的东西无价，所以1毛钱都不会给你，甚至知道那些东西留在你身上不安全，还会贴心的为你进行保管。怎么样，这家古玩店老板是不是很良心啊？楚瑞听完叶飞的话，心里瞬间就明白这里发生了什么事，目光如炬看向古玩店老板。而古玩店老板被楚瑞这么注视，心里一阵发毛，腿都开始有点打哆嗦了，不过还是硬着头皮呵斥道：我劝你最好还是不要多管闲事。叶飞看到古玩店老板都敢训斥楚瑞，顿时乐了，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打趣道：楚哥，你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吧？楚瑞低头看了叶飞一眼，眼神无奈的点了点头。叶飞见状就更乐了，哈哈大笑的看着古玩店老板说道：老板，惹到他，你算是踢上铁板了。古玩店老板听着叶飞的话，心里就算有点怂，可这里是自己的地盘，要是随便来个人都能压自己一头，自己还干个毛啊？都给我出来！伴随着古玩店老板一声令下，之前围着叶飞的那几个彪形大汉又直接从后面冲了出来。楚瑞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和叶飞被围在了正中间。叶飞看着楚瑞满脸无奈的模样，忍不住笑道：楚哥，有宝贝可要赶紧拿出来，不然我们等会就都要被抬出去了。话虽然是这么说，可楚瑞却没有在叶飞脸上看到丝毫畏惧，甚至还有种跃跃欲试的冲动。我需要避他锋芒。叶飞坐在椅子上，准备看看楚瑞接下来打算怎么整。只见楚瑞直接拿起桌上茶杯，狠狠摔在地上。卧槽！老子告诉你，这些可都是古代皇帝。古玩店老板话还没有说完，门外却呼啦啦冲进来10几个身着西装的保镖，一字排开站在楚瑞身后，气势对古玩店这些上不得牌面的打手直接形成了断崖式碾压。楚瑞缓步来到古玩店老板面前，面无表情道：老板，生意做得不错嘛，都已经赶坑到我头上了。10几个西装保镖齐刷刷向前半步，腰间若隐若现的肃杀之气让空气瞬间凝固。古玩店老板忍不住吞咽下口水，可在手底下人面前他又没办法露怯，于是一把推在楚瑞胸口处：我警告你，这件事和你没关系，最好滚远点。无奈楚瑞站在原地连脚步都没有挪一下，反倒是古玩店老板踉跄着后退了好几步。这下古玩店老板面子算是彻底没了，率先握着拳头朝楚瑞冲了过去。马德，敬酒不吃罚酒是吧？那就别怪老子不客气了。叶飞当然不可能眼睁睁看着楚瑞挨打，刚站起身就看到古玩店老板被楚瑞一脚踹在了胸口处，瞬间躺在地上滋哇乱叫，默默坐回到椅子上。叶飞还不忘记拍了拍手：楚哥厉害啊！楚瑞看了叶飞一眼，随后回头给了身后包保镖几个眼神，下一秒地上直接躺了一大片。其中一个打手认出来了楚瑞，颤颤巍巍地伸出手指着楚瑞说道：老板，他好像是楚家继承人。古玩店老板闻言直接骂了回去：你放屁，楚家继承人怎么可能来我这个小地方？话虽然是这么说，可古玩店老板越看楚瑞越是心敬马德，刚才没注意，现在仔细看还真他妈越看越像。此时此刻古玩店老板心里已经开始后悔了，想要将东西还给叶飞好，
让这两尊大佛赶紧走，却不知道怎么开口。叶飞看着古玩店老板纠结的神情，瞬间明了古玩店老板的想法，心里就有点不太乐意了。这就想让他们走，哪有这么容易的事？叶飞想到这里，慢悠悠起身走到古玩店老板面前，蹲下身道：老板，我这些可都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市场价共计165万，既然你货都已经拿了，这钱是不是也该打给我了？其实叶飞完全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多要点钱，但叶飞觉得没必要。古玩店老板当然知道这些东西的价值，可这么整，自己能赚的也就很少，脸瞬间就跟苦瓜一样。这也太多了吧，打又打不过，拼实力背景也不行。古玩店老板心里拿根绳子把自己吊死的心情都有了。多什么多？叶飞满不在意的回头看了眼楚瑞，我楚哥大老远跑这么一趟，难道还不值点钱吗？古玩店老板闻言真的是欲哭无泪。可就在这时，楚瑞却突然开口说了一句话：叶兄弟，165万确实有点多。古玩店老板猛地抬头看向楚瑞，天菩萨的，楚家继承人竟然帮自己说话了。但是下一秒，磨个0吧，200万刚好。楚瑞此话一出，古玩店老板和叶飞都愣了。卧槽，还能这么操作？叶飞先是一愣，随后笑眯眯的就想把古玩店老板从地上扶起来。老板，你看我楚哥都已经开口了，嘿嘿。古玩店老板趴在地上没有动，甚至还将叶飞伸过来的手给默默推开。你还是让我在地上趴会吧。叶飞笑道。老板，这地上凉，感冒了可就不好了。古玩店老板默默将脑袋别到一边。我心更凉。楚瑞知道叶飞喊自己过来就是为了撑场子，目的已经达到，便坐在一旁静静看着叶飞的表演。叶飞看古玩店老板死活都不起来，直接走到柜台前将古玩店老板的手机拿了过来。老板，你看是手机转账还是银行卡？不等古玩店老板开口，叶飞便继续说道：手机转账应该有限额，要不你给支票也行。古玩店老板一口老血差点没喷出来，可看到楚瑞还在一旁虎视眈眈盯着自己，硬是咬牙切齿道：支票，我给你支票。只是在填写数额的时候，古玩店老板半天都没有下笔。楚瑞手指轻轻敲打着桌面。老板，你是觉得价格太低了，心里过意不去吗？古玩店老板闻言，瞬间干脆利落的在支票上填了200万，随后忍痛递给叶飞：给你，拿走。叶飞接过支票，拍了拍古玩店老板肩膀：老板，你做生意真诚心，下次我还来哈。话音落下，叶飞和楚瑞相视一笑，走出古玩店。古玩店老板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欲哭无泪。他奶奶的，还是别来了，真他妈臭不要脸！暗骂一句，再低头看着躺在地上的打手，气不打一处来。一群废物，老子花钱养你们都是吃干饭的吗？都他妈给老子滚蛋！叶兄弟，你把我叫过来，总不至于就是为了这件事吧？楚瑞虽然不了解叶飞为人，可自己欠叶飞一个人情，若叶飞是个聪明人，就绝对不会把人情用到这个地方。果不其然，叶飞在听完楚瑞的话之后，嘿嘿嘿的笑了几声，随后开口道：真是什么都瞒不过楚哥，不过你现在感受一下，胸闷是不是减少了许多？楚瑞伸手捂住胸口，再次抬头的时候，眼神里面一片震惊。你怎么知道我一直胸闷？自从出事之后，他不仅那里受损，胸口处也闷闷的。私人医生检查了无数次，却始终一无所获。没想到现在竟然被叶飞给淤血，确实早就已经排出，可经脉受损，再加上你压力大，刚才那一遭让你的压力有一个突破口。不过这只是暂时的，若想根治，还需时间。楚瑞一开始还在纠结要不要把叶飞引荐给老爷子，现在看到叶飞有真才实学，顿时下定决心道：叶兄弟，我有一事需要你帮忙。叶飞扭头看着楚瑞，用眼神示意楚瑞接着往下说。楚瑞刚想开口，却看到林婉如急匆匆走过来，一把揪住了叶飞的耳朵，只能默默把话又给咽了回去。林婉如对于叶飞真的是又气又恼，他都已经给他那么高的工资了，结果还揍人跑路。虽说他也看孙浩那家伙不顺眼，可叶飞好歹是自己亲自招过来的人，走之前就不能先打声招呼吗？林婉如心里越想越气，手顺势又拧了一圈。叶飞疼得龇牙咧嘴，赶紧抓住林婉如手腕：我滴个姑奶奶啊，你又发什么神经？我发神经。林婉如听着叶飞的话气不打一处来，声音陡然提高道：好，我让你看看我是怎么发神经的。林婉如话音刚落，手直接揪着叶飞的耳朵提了起来。叶飞看林婉如死活都不松手，只能将求助的目光放到了楚瑞身上。对此，楚瑞给了叶飞一个爱莫能助的摇头。而林婉如这个时候总算是注意到了楚瑞的存在，尴尬松开手，理了理头发，看着叶飞，眼神喷火道：说你为什么揍人跑路？叶飞一边揉了揉自己耳朵，一边没好气道：那是他欠揍，再说了，
谁规定我必须在你那里上班？嘿，你还！林婉如话还没说完，一旁的楚瑞便凑过来问道：叶兄弟，你要不考虑来我这？林婉如眼神哀怨盯着楚瑞，硬是将楚瑞后面的话给盯没了。楚瑞是真心想拉拢叶飞，可林婉如毕竟是叶飞原老板，自己这么做确实有点不太厚道。于是楚瑞只能尴尬咳嗽了几声，又恢复成了之前的高冷状态。叶飞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林婉如，一字一句道：我告诉你，我去哪里都不可能去你那里。还有，要是孙浩再不长眼惹到我头上，下次可就不止揍一顿这么简单了。叶飞算是已经看出来了，孙浩睚眦必报，总想着在自己身上找回面子，这次对自己下手，以后保不住会伤害自己身边人。与其夜长梦多，倒不如一了百了。林婉如听完叶飞的话，嘴巴瞬间成了 O 型。你的意思是孙浩他？叶飞不等林婉如把话说完，便冷哼道：人长得好看，可惜就是没脑子。林婉如小脸一阵红一阵白，当时她只听说叶飞揍了孙浩，还扔了工作牌，具体是什么情况她并不知道。不过按照孙浩的性格，还真有可能是孙浩主动挑事。林婉如在心里这么一分析，整个人也冷静了下来，刚想开口，却看到叶飞和楚瑞已经走远了。楚瑞回头看了眼呆站在原地的林婉如，故意打趣道：你就不怕他伤心吗？可叶飞听着楚瑞的话，甚至连头都没有回。他和我没什么关系，不过楚哥，你刚才说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楚瑞闻言神色瞬间凝重。叶兄弟，实不相瞒，我爸半年前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开始嗜睡，刚开始家里人都以为是老人年纪大了，可就在半个月前，我爸突然昏睡不醒，只能靠打营养液续命。医院检查各功能正常，我看叶兄弟本事不一般，便想着或许能救我爸。楚瑞话音落下，不等叶飞开口，便直接掏出一张支票，不由分说塞到叶飞怀里。不管成不成功，这个都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叶飞低头看了眼支票，卧槽，好多零！不行，这太多了，更何况我还没。你就拿着吧，就当是我想交叶兄弟这个朋友。叶飞迟疑了下，最终还是将支票装进口袋。楚瑞看叶飞收下支票，这才暗自松了口气。叶飞能一眼看出自己身体上的问题，实力就已经比其他人强。对于这种人，一般是用钱砸不动的，除非用人情。那叶兄弟现在有时间吗？我带你过去一趟。叶飞听着楚瑞的询问，点了点头。也行。车子在一栋别墅面前停下，叶飞刚下车，就看到一个穿着比基尼、卷着大波浪的美女朝自己跑了过来，胸口处一颤一颤的，叶飞都想替她用手兜住，这么大，万一掉了怎么办？美女跑过来，一把将叶飞抱住。由于是夏天，叶飞穿的本来就少，隔着一层薄布料，叶飞甚至都能感受到对方身体传来的温度，尤其是美女抱着叶飞的时候，还在开心的微微跳动。这种摩擦让叶飞大脑一片空白。哥，你可算是回。美女缓缓抬头，脸上笑容瞬间消失，猛地一把推开叶飞。你是谁？为什么从我哥车上下来？我哥呢？叶飞脑袋还处于晕乎乎的状态，下意识低头看向美女，随后赶紧抬头。这也太大了，他难道不重吗？楚瑞下车看到自己妹妹，赶紧脱下外套披在对方身上，语气宠溺道：娇娇，我都已经说过多少遍，从泳池出来记得披件衣服，你怎么就是不听呢？楚娇抱着楚瑞的胳膊撒娇道：我这不是没穿，再说了，我身材好，为什么不能秀？说话间，楚娇伸手指着叶飞道：来，你评评理。叶飞被楚娇突如其来的质问弄得有些尴尬，挠了挠头正想开口，楚娇却突然凑到他跟前，上下打量着他。你不会就是我哥说的那个能救爸爸的人吧？不等叶飞回答，楚瑞便上前隔开两人，略带无奈地说道：娇娇，别胡闹，叶兄弟是贵客。楚瑞说完便领着叶飞往别墅内走去，可叶飞走了还没几步，却被楚娇给一把拦住了。哥，他年纪这么小，看着和我差不多，你确定他能治好爸？叶飞听出来了楚娇语气里面的不信任，没有开口，只是站在原地盯着楚娇。楚瑞见状，赶紧将楚娇拉到一边：娇娇，别乱说，叶兄弟。哥，你该不会是病急乱投医投傻了吧？楚娇一把甩开楚瑞的手，双手环抱在胸前，上下打量着叶飞，胸口处被挤压得更大了。别又是一个为了钱的骗子才好。叶飞没有生气，反而面带笑容道：人都不让我看，就这么确定我治不好吗？楚娇听着叶飞的话，眼神里面的不屑就更加浓烈了。就你！啧了好几声，楚娇才继续说道：真不是我看不起你，你要是能治好我爸，我跪下给道歉。叶飞挑眉道：也不用你跪下，这样吧，要是我能治，你给我当3个月小跟班，随叫随到的那种哦。楚娇气得握紧小拳头，扬了扬：话可不要说得太早，要是不行，信不信我让你爬着出去？
楚瑞在一旁看着楚娇和叶飞的互动，很是无奈，赶紧开口打着圆场：“叶兄弟，娇娇被我们惯坏了。你，哥，什么我被惯坏了？我说的难道不是实话吗？”楚娇看楚瑞竟然都不向着自己，气得直接打断了楚瑞的话：“行，你要是能治，为了我爸，我给你当3个月小弟。”楚瑞看着楚娇气鼓鼓的样子，用食指轻轻点了点楚娇的额头。好了，别闹了，赶紧回屋换件衣服。随后扭头看着叶飞道：“叶兄弟，别介意，我这就带你过去。”叶飞刚走进房间，就闻到一股什么东西腐烂的气息，而那股味道好像是从床上老爷子身上散发出来的。可就在叶飞准备走近仔细瞧瞧的时候，却敏锐发现了不对劲。这个房间为什么这么冷？虽然是夏天，可空调也不至于这么低吧？尤其是老爷子眼睫毛上竟然还带着点点白霜，他们真不怕把人冻坏吗？楚瑞尴尬地笑道：“叶兄弟，你有所不知，我爸他自从嗜睡开始就受不得一点热，哪怕是吃饭也必须往里面放冰块，但凡有点温度都会有种五脏六腑被啃食的痛感。”楚瑞说到这里的时候略微停顿了下，随后才接着说道：“我不是不担心，可温度但凡提高，我爸就会全身痉挛，医生做了检查，可……”叶飞看到楚瑞摇头，也没多问，缓步来到床边，直接开启透视眼，一点一点扫视下去，叶飞总算是在老爷子胸口处发现了不对劲。老爷子胸口处有一个黑色阴影，还缓慢挪动。叶飞加强透视眼，想要看看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结果就看到了一个类似于肉块的小家伙。小家伙在老爷子心脏位置啃食了一个小洞，将自己隐藏在内，怪不得仪器无法察觉。叶飞刚挪开视线，楚瑞便满脸焦急地询问道：“叶兄弟，东西我都已经准备好了，需要我帮忙吗？”叶飞扭头就看到楚瑞手里拿着一套银针，比上一次的精致多了。“帮我把他上衣脱掉。”楚瑞刚脱完老爷子上衣，叶飞便直接抽出一根银针，朝着老爷子胸口处扎了进去，力度之大，银针都快要全部隐没进老爷子心脏。“啊，你在干什么？”叶飞正聚精会神地盯着老爷子心脏处那个小家伙，本来这下完全可以一击致命，无奈就差那么一点的时候，楚娇却突然赶到，硬是将银针从老爷子胸口处又给拔了出去。叶飞就算是有再好的脾气，现在也忍不住了，直接大声怒斥道：“你在干什么？”楚瑞听到叶飞竟然还敢质问自己，气得一巴掌呼到了叶飞脸上。“我还想问问你在干什么？那么长一根针，你是不是想要我爸死？”叶飞用舌头顶了顶口腔，直接被气笑了，伸手指着老爷子胸口处，大声说道：“他心脏里有蛊虫，蛊虫藏在心脏里，所以你们检查不到。我刚才本想趁蛊虫不注意的时候直接了结他，你倒好。”老爷子像是为了验证叶飞的话一样，直接哇的一声吐出一大口黑血。叶飞指着老爷子吐出的黑血，继续说道：“你们难道没有闻到他身上的腐臭味吗？那就是蛊虫所致。”楚娇没想到事情竟然是这样，一时间也有点手足无措，结结巴巴道：“我也不知道啊，你什么都不说，那你继续啊。”叶飞被楚娇的话给气得冷笑出声：“我继续？你现在让我怎么继续？刚才那玩意毫无防备，现在不仅打草惊蛇，那玩意还往他心脏处又钻进去了一点，如果要下针，就需要穿透他的心脏，蛊虫是除了，可人也没命了。你倒是下手一个让我看看啊！”楚娇被叶飞训斥的站在原地不敢说话，眼神委屈巴巴的盯着叶飞。看叶飞气得不轻，于是一步一步慢慢蹭到了叶飞面前，伸手抓住叶飞的胳膊晃了晃：“你别生气了好不好？只要你能救我爸，多少钱我都愿意出。”叶飞看着楚娇没有说话。楚娇见状一狠心，直接将叶飞胳膊抱在怀里：“只要你能救我爸，我乖乖给你当3个月小弟好不好？半年，那一年总可以了吧？”叶飞知道楚娇这是在给自己使用美人计，可心里火气还是慢慢减退。果然，自古以来都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叶飞深叹了一口气道：“现在用银针怕是没用了，只能采取其他方法。”楚娇闻言，眼睛瞬间发亮：“什么办法？你的血？”楚娇以为叶飞是在和自己开玩笑，毕竟蛊虫这个东西怎么可能用到自己的血？可看着叶飞严肃的表情，楚娇笑容就渐渐有点维持不住了。你说的可是真的？”楚瑞在一旁也有点站不住了：“叶兄弟就没有其他办法吗？”叶飞看了楚瑞一眼，摇了摇头：“蛊虫喜食血腥味，才会一直隐藏在老爷子心脏处。如今老爷子心脏已经被啃食了个洞，只能用特殊办法引他出来。”看楚瑞和楚娇两个人都面容凝重，叶飞又默默扔了一句话出来：“按照老爷子现在的身体状况看，最多只能支撑半个月。”楚娇听到叶飞这句话，眼泪唰的一下就出来了，直接将胳膊伸到叶飞面前：“只要能救我爸，多少血都行。”叶飞看楚娇虽然有点跋扈，可心地善良，语气也略微柔和了些：“
你先去找1斤蛆虫进行油炸，油炸干了之后和五毒一起炒成粉末状，然后将你的血放进去。楚瑞看叶飞收回视线，赶紧问道：什么血都可以吗？如果只能用人血的话，我的行不行？叶飞眼神遗憾地冲楚瑞摇了摇头。首先必须有血脉关系，其次蛊虫属阴，喜阴，只能是女生。楚娇擦了擦眼角泪水，一边坚定地往出走，一边说道：你们等着。叶飞看着楚娇离开的背影，突然有点后悔了。其实并不一定只能用她的血，只是没一会功夫，楚娇便脸色虚弱地端着小碗走了进来。在走到叶飞面前的时候，身子踉跄了几下，险些摔倒。幸好叶飞眼疾手快，一把搂住了楚娇的腰。楚娇站稳身形后，将小碗递到叶飞面前。我已经弄好了，请你一定要救救我爸。叶飞接过小碗，鼻尖瞬间传来肉香味，其中还夹杂着浓烈的血腥气，心里忍不住暗自嘀咕，这妞也太实诚了吧。楚娇看叶飞竟然拿着小碗靠近床边，忍不住惊呼道：你该不会是想让我爸吃这个东西吧？叶飞瞥了楚娇一眼，没有搭话，只是弯腰捏着老爷子的下巴微微用力，而后老爷子下巴就像是被定格了一样张到最大。叶飞将小碗里东西搓成了一个小丸子，压在老爷子舌头底下，随后将一个又一个蜿蜒着直到老爷子胸口处。楚娇刚想询问叶飞这么做有什么用，但是刚发出声音却被叶飞一个凌厉眼神所制止。叶飞先是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老爷子，发现没有任何异样，才压低声音小声说道：别说话，不要惊扰到那个蛊虫。楚娇闻言赶紧双手紧紧捂住嘴巴。时间1分1秒过去，在3个人的注视下，老爷子胸口处开始一股一股的，好像有什么东西正顺着老爷子胸口处玩出钻。眼看鼓包已经到达了老爷子喉咙处，楚娇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老爷子，生怕错过什么动静。没一会，老爷子嘴里就出现了一个小肉团，通体鲜红色，脑袋处还伸出2根触角，不停探着四周围。小肉团先是在老爷子舌头处嗅了嗅，随后埋头就往老爷子舌头底下钻。无奈老爷子舌头压得比较实，小肉团钻不动，只能放弃重新用触角打探四周围。叶飞见状，故意用手在老爷子胸口处轻轻挥动，血腥味夹杂着肉味直冲小肉团。小肉团一开始还在犹豫，可最终还是抵不过这股香味，涌动着爬出了老爷子嘴巴。楚娇刚想开口喊叶飞动手，却被楚瑞眼疾手快给一把捂住了嘴巴，用眼神示意楚娇不要轻举妄动。叶飞眼看小肉团已经爬到了老爷子胸口处，拿起银针，快准狠。等叶飞手再次抬起来的时候，银针上赫然穿着那只蛊虫。好了，根源已经解决，不过老爷子最近3天都需要静养。对了，暂时还不能吃东西，营养液也不能停。楚娇听着叶飞的话，提着的心总算是放回到了嗓子眼，大口大口喘着粗气。这就行了。叶飞瞥了楚娇一眼，没好气道：不然呢？你再开肠破肚检查一下。楚瑞先是盯着叶飞手里的蛊虫看了一会，随后扭头看向楚娇：这件事不许告诉任何人。楚娇闻言满脸不解道：为什么？姑姑他们都很担心吧？现在爸已经没事了，我们难道不应该？楚娇话还没说完，楚瑞便直接厉声打断了楚娇：愚蠢，想要给爸下蛊虫，除非亲近之人才可以，要是这件事传出去，你自己想想后果。楚娇在心里想了想，顿时惊出一身冷汗。叶飞不想牵扯进他们的家族之争里面，于是随手将蛊虫扔在地上，用脚尖碾碎。行了，事情已经解决了，我也该走了。楚瑞闻言赶紧开口道：叶兄弟，你要是不嫌弃，可以考虑留在我这里。叶飞摇头道：还是算了吧，一直都被当作牛马对待，现在好不容易有钱了，我想先好好享受生活。楚瑞见状也不好阻拦，只能眼睁睁看着叶飞离开。只是叶飞在走到门口的时候又折返了回来，伸手捏了捏楚娇脸颊：别忘了，你可要当我1年小弟，随叫随到的那种哦。楚娇对叶飞的看法早已改观，于是低头嗯了一声，默默掏出名片递到叶飞面前，这上面有我手机号。叶飞意外楚娇竟然这么顺从，不过还是挑眉将名片接了过去。楚瑞看着叶飞离开的背影，暗自感慨道：可惜了，这样的人才如果可以留在自己公司，绝对是一大助力。楚娇低头沉思了许久，随后抬头看向楚瑞：哥，你说如果我把她拿下当你妹夫怎么样？楚瑞低头看向楚娇，笑道：这个想法倒是不错，只是哥，你没我有那么差劲吗？楚娇不满地跺了跺脚：走着瞧，我一定要把她拿下，给你当妹夫。叶飞走在马路上，感觉身上黏糊糊的，随手抹了把脸，手上直接覆盖上了一层黑乎乎的胶状物，不仅脸上有，就连衣服也被糊在了身上。叶飞抬起胳膊凑近闻了下，滂臭。不对啊，
我出门前才洗过脸，不至于脏得这么快吧？好在这些东西只有薄薄一层，旁人看来只会觉得叶飞有点黑。叶飞左右看了看，就近找了家澡堂钻了进去。等洗完出来，站在阳光底下的时候，叶飞惊讶地发现自己好像比之前白了些。不过叶飞并没有放在心上，打了个哈欠，准备回去补个觉。只是刚到门口的时候，叶飞就听到厨房里面传来一阵欢声笑语，难不成是王婶来了？可这声音也不太像啊。叶飞内心狐疑地朝着厨房走了过去，结果就看到林婉如和自家老妈穿着围裙在厨房摘菜。林婉如一头长发随意扎在脑后，乍一看倒是有种贤妻良母的感觉。你怎么来了？林婉如听到叶飞声音，抬头冲叶飞笑道：怎么不欢迎吗？叶飞还未开口，叶母就直接白了叶飞一眼：你小子，人家女孩子给你打电话怎么一直不接？叶飞这才突然想起自己洗澡的时候将手机调成了静音。不过这是重点吗？重点是林婉如为什么会在自己家？叶飞没有回答自己老妈的话，反而冲着林婉如继续问道：你为什么会在我家？林婉如缓缓起身道：我给你打电话不接，又找不到你，只能来你家了。叶母看这两个人之间气氛有点不太对，赶紧说道：厨房里有我一个人就够了，菲儿，你带人出去聊。叶飞还想开口，不过最终还是忍住了。你跟我过来。两人来到客厅，叶飞直截了当道：怎么，这是良心发现打算道歉了？刚才林婉如看到叶飞的时候，眼神就开始闪躲，里面明显隐藏着浓烈的愧疚。叶飞知道林婉如应该是已经弄清楚当时情况了。果不其然，林婉如犹豫着伸手拉了拉叶飞衣袖，微微晃动着说道：那件事是我误会你了，只要你愿意回来，我可以。那孙浩呢？叶飞低头看着林婉如道：只要孙浩和你解释未婚夫妻身份，便可以自由出入公司，我回去不就是给自己找事吗？还是说可以为了我在公司门口挂上孙浩与狗，禁止入内？林婉如被叶飞说的有点无从反驳，抓着叶飞衣袖的手也渐渐松开，只是依旧嘴硬道：我会。你会什么？会为了我和孙浩反目成仇吗？林婉如下意识抬头，不过很快又低垂下脑袋。家族利益高于一切，为了叶飞和孙浩为敌，林婉如做不到。叶飞看着林婉如欲言又止的模样，嗤笑道：连最基本的安宁都保证不了，你让我凭什么回去？林婉如小脸皱在一起，支支吾吾了半天，却始终无法凑成一句完整的话。所以林大小姐，叶飞，我来找你了，开不开？叶飞话还没说完，楚娇却从外面小跑着进来，一身白色连衣裙倒是颇显清纯，只是胸口处衣服紧绷，仿佛随时都会被撑裂。这种既清纯又诱惑的场景，看得叶飞心神有着一瞬间的恍惚。楚娇在看到林婉如的时候明显一愣，不过很快便当着林婉如的面衣把搂住了叶飞胳膊。美女你好，我叫楚娇，是叶飞女朋友。这下不仅林婉如待在原地，就连叶飞脑子也嗡了一下，他什么时候成自己女朋友了？叶飞吓得赶紧甩开楚娇的手。你别乱说啊！楚娇娇羞地瞪了叶飞一眼，再次伸手将叶飞胳膊抓在怀里。我同意，我哥也同意，你就别反抗了。卧槽，这是霸王硬上弓啊！林婉如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看到楚娇抱着叶飞胳膊的时候心里很不舒服，直接下意识将叶飞另一只胳膊抱在怀里。就算是女朋友，那也应该是选择我。楚娇毫不在意地将叶飞往自己身边扯了扯。我们楚家在海城可是龙头第一，和我在一起，我能帮他跨越阶级。林婉如听到楚娇身份的时候，内心顿时产生了一抹自卑。论身份，自己确实比不上，可论时间，我们认识的比你早，而且我比你了解他，而且我们林家也不差。楚娇和林婉如一左一右抱着叶飞的胳膊，谁也不让着谁。最后两个人小脑袋同时扬起，看向叶飞，异口同声道：说你选谁？叶飞左看看右看看，心都在颤抖。一个姑奶奶就够自己受的了，现在直接来两个，还让不让自己活了？叶母这个时候也听到了房间里的东西，生怕林婉如和叶飞吵架，围裙都没摘就跑了过来。结果就看到叶飞被两个大美女抱住胳膊的场景。叶飞对上自己老妈震惊的眼神，尴尬的扯了扯嘴角。妈，阿姨你好，我叫楚娇，是叶飞女朋友。叶母将目光放到楚娇身上，刚想开口，林婉如便毫不示弱道：阿姨，你别听她乱说，他们什么关系都没有，你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羡慕嫉妒恨吧？你本来就不是他女朋友，别以为你是楚家的就可以为所欲为。叶母默默后退了几步。我老了，你们年轻人的事就不瞎掺和了，你们自己解决啊。在出去的时候，叶母还不忘记贴心的替他们关好门。这两个女孩各有千秋，无论哪一个当自己儿媳，叶母都鲜闻乐见。楚娇和林婉如争执不下，再次抬头看向叶飞。
说谁是你女朋友？说你到底选谁？叶飞？我都不选。下一秒，楚娇和林婉如同时伸出小手在叶飞腰间拧了一把，异口同声道：说错了，重新选。叶飞眼神在两人之间摇摆不定，无论看向哪一个，另外一个都要拧他一下。叶飞被这二人吵得心烦，猛地将手从两人怀中抽出，顺势后退了几步，拉开距离。我说你们到底还有完没完了？一个两个都很闲吗？这两个出门在外好歹也是能被称为女总裁的人，怎么现在变得这么幼稚？楚娇满脸不服气地看了林婉如一眼，随后挺着胸口就想往叶飞身边蹭。叶哥哥，我们当时可是说好了，我要寸步不离地待在你身边。叶飞看楚娇对自己眨眼睛，知道楚娇说的是当自己一年小弟这件事，可好端端的话怎么从楚娇嘴里说出来就变得这么让人容易想入非非呢？林婉如听到楚娇这番话，猛地扭头看向楚娇，随后又看向叶飞。他说的可是真的？叶飞听着林婉如咬牙切齿的询问，感觉整件事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别问我，我还有事。叶飞话音落下，直接夺门而出，看身影甚至还有种落荒而逃的意味。林婉如和楚娇关起门来在叶飞面前可以这样，可真让他们追出去，他们是断然不敢的。就断不为了自己颜面，也要为了家族声誉。没有办法，二人只能看着叶飞离开的背影跺了跺脚。而叶飞在逃出家门之后，悄咪咪回头看了一眼，发现二人没有追上来，才暗自松了口气。楚娇没出现的时候，林婉如好歹还把握分寸，现在好了，直接激发起来了林婉如的好胜心。难道自己救人还就出错了吗？叶飞扶着墙壁，突然感觉到口干舌燥，便打算去小卖铺买瓶水。只是刚走到拐角处的时候，却看到地上躺了一个小男孩，面色苍白，只有胸口处的轻微起伏证明对方还活着。有人吗？这是谁家小孩啊？叶飞一连吼了好几声，四周围却始终没有回应。担心小男孩出事，叶飞赶紧上前用手探了探小男孩额头。卧槽，这么疼！自从之前有人扶老奶奶过马路反被勒索之后，很多人都不敢做好事了。叶飞也担心自己被缠上，可看着小男孩越来越微弱的呼吸，最终还是咬牙将小男孩抱起来放到了阴凉处。真是的，也不知道你家长到底是怎么当的，竟然让你一个人跑出来。叶飞一边嘀咕，一边将刚从商店买来的冰镇矿泉水打开，替小男孩擦拭身子。只是在解开小男孩上衣的时候，叶飞竟然发现小男孩身上有很多淤青，手瞬间停滞在半空。小男孩看上去只有7、8岁，要不是遭受到了虐待，叶飞内心还在犹豫要不要报警，一个女人直接冲过来推开叶飞，将小男孩抱在怀里，怒斥道：你对我儿子做什么了？女人身着一袭象牙白真丝衬衫，领口微微敞开，若隐若现的珍珠锁骨链随着女人动作轻晃，衬衫下摆随意塞进高腰直筒烟管裤，裤脚恰好露出纤细脚踝，踩着一双裸色尖头高跟鞋，将优雅与干练融为一体。只是看着叶飞的眼神就跟能杀人一样。叶飞被推得踉跄几步，刚要辩解，女人已经掏出手机。你别想跑，我现在就报警。叶飞眼神无语道：大姐，要不是我，你儿子早就没命了好不好？王岩，海城4大家族之一，王家的掌权者，仅有一子，身价未知。看完王岩信息，叶飞看着王岩的眼神就更加鄙夷了。这么有钱还虐待自己孩子，现在装一副慈母模样给谁看？王岩一开始是关心则乱，现在冷静下里，才发现自己儿子身上淤青新旧交加，确实不像是叶飞所为。而且四周围还摆了好几瓶冰镇水，对方明显就是在救人。你……王岩看着叶飞欲言又止，半晌才接着说道：谢谢你。叶飞满腹狐疑，女人眼神里面的关心和紧张做不得假，可小男孩身上的伤又是怎么回事？难不成真是验证了电视剧里的奴大欺主？叶飞本不想理会这件事，可看着小男孩还是有点于心不忍。看你穿着也是个有钱人，有时间还是多陪陪孩子吧。王岩似乎想说什么，不过还是点了点头。叶飞刚准备离开，小男孩却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伸手抓住了叶飞裤腿。叔叔，叫哥哥。叔叔。叶飞无奈妥协道：好吧好吧，叔叔就叔叔吧。而这时一辆劳斯莱斯改装车停在叶飞面前，王岩抱着小男孩站起身：实在是不好意思，我需要带儿子去趟医院，以后但凡你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可以来这里找我，或者给我打电话都行。王岩话音落下，司机便特别识趣地将一张名片递到了叶飞面前。叶飞没有推辞，接过名片笑道：孩子重要。闻着劳斯莱斯离开时候的车尾气，叶飞感慨道：真他妈帅，等老子以后有钱了也要买一辆开开。你要是喜欢，我可以送你啊。叶飞猛地转身，就看到楚娇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自己身后，手里还把玩着车钥匙。我手里这辆比他那辆高级多了，只要你当我男朋友，
我就送给你当礼物，怎么样？要不要考虑下？叶飞有点动心，不过还是义正言辞道：吃软饭这件事，我可干不出来。楚娇笑眯眯的将手放在叶飞胸口上，语气极具蛊惑道：你软饭硬吃也可以吗？你还是别闹了。叶飞将楚娇小手从自己胸口处拿开，好奇道：林婉如呢？刚才还一副要挣个你死我活的样子，结果现在就不见人了，这有点不太对劲啊。楚娇闻言轻轻在叶飞腰间拧了一把，跟我在一起还想着别的女人，过分了哈。不过下一秒楚娇还是开口说道：我说对她加生意下手，估计那女人回去和其他人商量对策了。叶飞无语，这就是有钱人的世界吗？商战都能说得这么云淡风轻。对了，我警告你，离王爷远点，那女人可不是好惹的，别最后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楚娇看叶飞不说话，顿时就有点急了，声音陡然提高道：我和你说话呢，你到底有没有在听？叶飞这才将注意力放到楚娇身上，似笑非笑道：别忘了，你好像是我小弟。楚娇看叶飞现在还拿这个说事，满脸恨铁不成钢的看着叶飞。我跟你说，王岩是从家族里面杀出来的佼佼者，你知道那些人为什么单单只服他吗？这女人不可小觑。你然后呢？冷不丁被叶飞打断自己的话，楚娇眼神迷茫道：什么？叶飞叹了口气，面无表情道：我和谁有牵扯，好像不关你的事吧。楚娇被叶飞对得无话可说，只能气得跺了跺脚道：你不识好人心，不识好人心。叶飞突然看着楚娇挑眉道：既然你现在是我小弟，总得履行下身为小弟的责任吧。楚娇内心顿时升起一抹不好的预感，结结巴巴道：你想干什么？叶飞看楚娇下意识双手环抱在胸前，忍不住嗤笑道：怎么，上一秒还说要我当你男朋友，下一秒就把我当色狼房了？楚娇闻言脸上悲愤交加，神色犹豫了好一会，随后将双手张开，视死如归道：来吧，我还是第一次，你温柔点。叶飞没好气的用手指淡了弹楚娇额头，脑子乱想什么呢？我是那种人吗？行了，衣服脏了，你去帮我洗了。其实刚才叶飞内心确实有着一股冲动，只要自己把楚娇拿下，就可以在海城横着走。别说孙浩想对自己下手，就算是自己上去给孙浩几巴掌，孙浩也得笑着夸自己打得真响亮。可这念头只是一瞬间，以天为被以地为席的事，叶飞干不出来。再说了，身份地位摆在那，楚娇可以一时冲动，但是自己不行，这是拿自己小命当赌注啊。楚娇本来还闭着眼准备接受自己接下来的命运，既然选择了让叶飞当自己男人，现身这种事好像也理所应当。结果好不容易做好心理准备，竟然只是让自己洗衣服。楚娇睁开眼，刚想问叶飞是不是那里不行，结果就看到叶飞离开的背影，微微一愣，赶紧小跑着追了上去。哎，不是，真的只是洗衣服吗？我这么一个大美女站在你面前，结果你只是让我洗衣服，你走那么快干什么？等等我啊！怜香惜玉，怜香惜玉，你懂不懂？楚娇好不容易踩着高跟鞋，气喘吁吁追上叶飞，结果下一秒，叶飞就直接给楚娇怀里塞了一堆衣服，这些还有这些都要手洗，你玩我呢？这衣服分明很干净，你爸后续还需要进行几次针灸才能将体内毒素彻底清除，这不是理由。衣服上还有洗衣粉味道，你分明就是在耍。那个方式的针灸只有我会。楚娇话到嘴边又咽下，好，我洗。叶飞见状指了指一旁大红盆，喏，就用那个洗吧。楚娇认命地抱着衣服坐在大红盆旁，一边在心里诅咒叶飞吃饭被噎喝水被呛，一边给自己暗自打气。没吃过猪肉，难道还没见过猪跑吗？别人洗衣服那么简单，自己当然也可以，只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当衣服又一次出现刺啦声的时候，楚娇顶着满身水渍找到了叶飞。叶飞本来还窝在沙发里玩手机，眼角余光无意间瞥见，被吓了一大跳。不是，你什么情况？水鬼附身了？谁家洗衣服能把自己弄得跟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楚娇委屈巴巴盯着叶飞，好半晌才绞着衣服说道：我把衣服洗坏了。叶飞闻言松了口气，楚娇可是千金大小姐，哪里干过什么活？叶飞本来也没想着楚娇能干多好，于是漫不经心端起水杯问道：哦，没事，洗其他的就行。没其他的了，都坏了。噗呲，叶飞一口水直接喷了出去。什么？都坏了？自己给了6件衬衫4条裤子，全军覆没了。楚娇对上叶飞震惊的眼神，尴尬的扯了扯嘴角。我给你重新买，行吗？叶飞靠在沙发上，痛心疾首的用拳头捶着自己胸口。你他娘的可真是个人才啊！男生本来就不喜欢逛街打扮，
基本上都是那几件衣服翻来覆去穿，直到坏的不能再坏了才会买新的。这次为了让楚娇吃苦头，叶飞直接将自己存货全部拿了出来。这下好了，除了身上这一件，自己真的光屁股了。叶飞看着楚娇湿漉漉的头发，水渍顺着发梢缓缓滴落，身上白色连衣裙都快变成透视装，火气就怎么也发不出来了，认命的从沙发上站起身，随意找了件外套披在楚娇身上。走吧，带你去买衣服。楚娇闻言猛地抬头，惊喜道：你要给我买衣服吗？叶飞刚想反驳楚娇洗坏了自己的衣服要赔偿吗？怎么又让自己买？不过在对上楚娇湿漉漉眼神的时候，心还是忍不住软了软。对，我给你买。马德，果真是色字头上一把刀。不过一件衣服而已，自己又不是买不起。只是当叶飞被楚娇拉到一家品牌专卖店的时候，咬死楚娇的心情都有了。随便一件衣服都是几百万，有钱人都这么任性的吗？别说买衣服了，就算是把自己卖了都买不起。楚娇孩子兴致冲冲地拿着平板看款式，结果就看到叶飞悄咪咪凑过来了一个脑袋，小声问道：非得在这家买吗？楚娇眼神疑惑，抬起头：我一直都是在这家买的。哦，也不对，我基本穿的都是私人定制，偶尔会来这里买几件，怎么了？有问题吗？叶飞刚想开口，身后就传来一阵嘲讽的笑。有问题？当然有问题，别说买衣服了，他连这里一条皮带都买不起。叶飞回头，眼神瞬间就变得凌厉起来。卧槽，这踏马纯属阴魂不散啊！孙浩在看到楚娇的时候，呼吸都慢了半拍。这身材，这脸蛋，这气质，他所经历的女人那么多，竟无一人可与之相媲美。马德，这小子福气怎么这么好？孙浩心里很不服气，于是直接朝楚娇走了过去。美女，喜欢哪件？哥哥买来送给你。林婉晴冰山美人，而眼前这女人一看就是性感尤物，要是自己可以品尝一番。楚娇瞥了孙浩一眼，毫不客气道：滚一边去！什么时候这种油腻兮兮的男人都敢搭自己讪了？叶飞在一旁勾了勾嘴角。刚才孙浩看楚娇的眼神都有点发直，叶飞就知道孙浩肯定要过来彰显一下自己的男性魅力。可楚娇性格摆在那里，这不直接吃了闭门羹。孙浩看叶飞竟然偷笑，脸面就有点挂不住了。笑什么笑？怎么，你买得起这里衣服？楚娇本来还想趁这个机会在叶飞面前刷刷好感度，结果这里现在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放进来了吗？楚娇冲店员招了招手，把他给我赶出去。店员脸色为难地看着楚娇，这两个人的身份都非同一般，她只是一个小柜姐，实在是。叶飞看出来了店员的为难，开口道：人家是开门做生意的，你还是美女，你跟着他一个穷逼有什么好处？孙浩看都没看叶飞一眼，继续冲楚娇献着殷勤：只要你陪哥哥一晚上，这里的衣服随便你挑。楚娇闻言抬头看了孙浩一眼，结果就看到孙浩一直色眯眯地盯着自己胸口，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要是你伺候的哥哥满意，哥哥也不是小气的人。你啪！清脆的巴掌声瞬间止住了孙浩接下来的话。楚娇揉了揉自己手腕，蛮不耐烦道：滚远点，怎么听不懂人话吗？臭婊子，别给脸不要脸。叶飞看孙浩想对楚娇动手，直接一把抓住了孙浩手腕。身为大老爷们，打女人合适吗？孙浩一把甩开叶飞的手，随后拽起楚娇，将手抓向他的胸部。你算老几啊，敢管老子的事？楚娇看着那只在自己胸口处蹂躏的大手，先是一愣，回过神，反手就想给孙浩一巴掌。可孙浩早就预料到了楚娇想干什么，硬是将楚娇禁锢在自己怀里，还不忘记低头在楚娇脖颈间特别猥琐的嗅了嗅。真香。叶飞看着楚娇既气愤又羞愧的模样，站起身，语气直接冷了下来：放开他！妖，还想英雄救灭，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我说放开他，老子要是不……叶飞不等孙浩把话说完，直接抓住孙浩手腕，就是一个干脆利落的过肩摔，还不忘记顺势卸掉了孙浩一条胳膊。孙浩好不容易从地上爬起来，看着自己不停晃荡的胳膊，眼神怨毒地盯着叶飞道：我看你是真想死。他死不死不知道，但我知道你铁定是想死。一个低沉且威严的声音突然从门口处传来。楚娇抬头看了眼，随即满脸欣喜的小跑过去，抱住来人胳膊，踮起脚尖，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楚瑞眼神宠溺地看了眼楚娇，娇娇放心，有哥在。孙浩在看到楚瑞的时候，心里猛地一惊，哥，难道这女人是楚瑞妹妹？楚瑞松开楚娇的手，慢条斯理地整理着袖口的袖口，金丝眼镜下的目光像淬了毒。自己刚才路过这里，结果就看到这不长眼的东西敢轻薄自己妹妹，幸好有叶兄弟。叶飞看楚瑞冲自己点了点头，同时回给了对方一个微笑点头。孙浩看着叶飞和楚瑞的互动，喉结滚动。他已经找人打听过叶飞，
无非就是一个被辞退的破打工人而已，到底是怎么跟楚家牵扯上关系的？看着楚瑞身后鱼贯而入的黑衣保镖，孙浩突然想起圈内传闻，楚家这位继承人表面温文尔雅，私下却是让到上大佬都忌惮3分的狠角色。楚少，这是场误会。孙浩此刻已经顾不上胳膊不胳膊的了，强撑着挤出笑脸道：我和您妹妹不过开个玩笑。玩笑？楚瑞瞥了眼孙浩耷拉着的胳膊，似笑非笑道：那我也找10个8个壮汉和孙大公子开开玩笑怎么样？孙浩闻言额头冷汗直冒。孙家虽说也是海城4大家族之一，可楚家是龙头老大，两者之间完全没有什么可比性，更何况自己家老爷子生性风流，外面不知道留了多少私生子，哪一个不是对自己这个位置虎视眈眈？要是被他们知道……孙浩想到这里，赶紧笑道：楚少，我有未婚妻，未婚妻是林家林婉晴，这次真的只是误会。之所以提起来林婉晴，是因为孙浩想告诉楚瑞，2大家族联姻，实力只会更上一层，希望楚瑞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楚瑞眼睛微微眯起，你这是在威胁我？不等孙浩开口，楚瑞便冷笑道：孙公子还真是好样的。话音落下，楚瑞直接掏出手机打了几个字，没一会功夫，孙浩的手机突然在口袋里疯狂震动。孙浩颤抖着掏出手机，脸色瞬间变得比死人还难看。屏幕上是家族集团核心业务被黑客攻击的警报，数十个合作方正在疯狂撤资。孙浩猛地抬头看向楚瑞的眼神充满恐惧。你做了什么？楚瑞语气漫不经心道：没什么，就是让孙公子明白，有些人不是你能招惹的。孙浩伸手指着叶飞，气急败坏道：那他呢？他凭什么？就凭叶兄弟是我认可的妹夫。孙浩的瞳孔剧烈收缩，胳膊处传来的剧痛都抵不过此刻的震撼。他终于明白为何叶飞敢对自己动手，有楚家撑腰，别说是废他一条胳膊，就算要他死都易如反掌。叶飞听着楚瑞的话，总算是开口了：楚哥，别乱说，我和他可是清清白白。孙浩听到叶飞拒绝的话还在震惊，结果下一秒就看到楚娇眼神委屈的看着叶飞。卧槽，倒贴都不带要的，他到底多大脸啊？孙浩心态崩了。不是，他凭什么？楚娇瞥了孙浩一眼，我乐意，你管得着吗？孙浩视线在叶飞和楚娇身上不停打转，过了许久才试探性的问道：楚少，敢问这位是你亲妹妹吗？楚瑞给了孙浩一个你这不是废话的眼神。孙浩接收到楚瑞的视线，心里就更不平衡了，他叶飞到底哪里好，凭什么得到楚家兄妹的青睐？叶飞看出来了孙浩心里想法，忍不住笑道：我说兄弟，你现在最主要的难道不是担心自家生意吗？家里生意都已经遭受到了打压，结果他还在这里纠结美色上的事。由此可见，孙浩这辈子不会有什么太大出息，毕竟迟早死在女人肚皮上。经过叶飞提醒，孙浩总算是抓住了重点，赶紧拿起手机。可下一秒，孙浩便浑身瘫软坐在地上，嘴里还不断嘟囔道：完了，全完了。数十人退出合作，虽然不至于让孙家垮台，可也是一次不小的危机。楚瑞当然清楚这一点，不过凡事都要留一线，为的就是避免对方拼死反扑。楚娇看着孙浩，满脸嫌弃道：算了算了，看在林婉晴的面子上，暂且放你一马。沉默了一会，楚娇惋惜道：真是可惜了，他怎么就摊上你这么一个未婚夫呢？叶飞看了楚娇一眼，没有说话。这种人确实配不上林婉晴。既然楚娇这个当事人都已经不计较这件事，楚瑞便冲着叶飞笑道：叶兄弟，我刚好找你有点事，不知道你方便不方便？叶飞看着楚瑞诚恳的表情，回应道：当然方便。楚娇见状还想跟着一起，却被楚瑞以私事为由拒绝。只是在几人往出走的时候，叶飞明显能够感受到背后孙浩犹如实质性想要杀了自己的目光。楚瑞当然也察觉到了，于是小声问道：叶兄弟，此人心术不正，估计已经对你怀恨在心，要不要我帮你解决这件事？叶飞敏锐捕捉到楚瑞眼神里面划过一抹凶狠，赶紧摇了摇头道：不用了，这件事我自会处理。楚瑞固然可以出手，可牵扯甚广，更何况人情债才是最难还的东西。楚瑞带着叶飞来到一处相对僻静的房间，大老爷们突然变得手足无措起来。叶飞见状笑道：楚哥，你是想让我帮你治病吧？楚瑞犹豫着点了点头：叶兄弟，实不相瞒，老爷子一直催着我要孩子，可我……话在说到这里的时候，楚瑞神色纠结地停了下来，似乎在斟酌接下来应该怎么说。过了好一会，才继续说道：因为这件事，我老婆受了很多委屈，我实在是……越是说到最后，楚瑞一个大老爷们声音都带上了丝丝哽咽。这是身为一个男人最为敏感脆弱的地方，却偏偏只能独自承受。如果好不容易看到曙光，只要叶飞能治好自己，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楚瑞都心甘情愿。叶飞看到楚瑞这个样子，刚想开口，眼前面板却突然自己蹦了出来。经络已经打通，剩余10针可彻底根治，操之过急则会产生常人无法承受的痛楚。叶飞先是一愣，随后内心一喜，嘀咕道：没想到透视眼真贴心，竟然都开始出现讲解了。楚哥，这种事需要循序渐进。看着楚瑞略带失望的眼神，叶飞叹了口气，继续道：不过我也可以帮你，就是中间会产生剧烈疼痛，而且不能打麻药，否则会影响效果，我怕你受。我可以。楚瑞不等叶飞把话说完，便双手颤抖着抓住叶飞胳膊，只要能治好，多痛我都能忍。叶飞见楚瑞都已经把话说到了这个地步，只能扯出一抹笑容道：但是现在没。银针是吧？我这里有。不是，楚哥，你怎么还随身带着这个东西？楚瑞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却并没有说话。叶飞让楚瑞躺在床上，根据透视眼所指定的位置开始下针。只是当叶飞下到第11针的时候，却愣是半天呕吐没有下去。守楚瑞看叶飞半天都没有下一步动作，忍不住焦急询问道：叶兄弟，怎么了？可是出什么问题了？由于楚瑞身上已经扎了针，不能有其他动作，只能静静等着叶飞回答。可时间1分1秒过去，叶飞却始终都没有开口。就在楚瑞心里咯噔一下，心里已经做了最坏准备的时候，头顶总算是传来了叶飞的声音：楚哥。叶飞尴尬道：就是有一个位置，我实在是不好下手。什么位置？鬼藏。叶飞知道楚瑞不懂，便硬着头皮解释道：这个位置又名阴下缝。当楚瑞听到阴下缝这3个字的时候，虽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地方，但心里也已经有了大概，咬牙道：叶兄弟，没关系，你继续吧。话虽然是这么说，可这地方叶飞实在是不知道怎么下手，毕竟那个位置比较特殊，想下针就得先滴溜起来。叶飞脸上发烫，伸手靠近又缩回，始终下不了那个决心。楚瑞看叶飞又半天没有动作，于是故作自然地笑道：叶兄弟，艺术面前没有什么可忌讳的东西，实在不行你就认我当哥哥吧，弟弟给哥哥治病就更不需要尴尬了。楚瑞什么身份？叶飞可不敢和楚瑞去攀这种关系，刚想拒绝，耳边就再次传来楚瑞的声音：老爷子就我一个儿子，还指望着我传宗接代延续香火，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担得起。你要是推脱的话，可就是看不起我了哈。好，哥，都听你的。叶飞收起尴尬，继续给楚瑞医治。别看楚哥和哥只有1字之差，可意义却是天差地别。准备下最后1针的时候，叶飞神色担忧道：哥，这是最后1针，扎进去之后你便会感受到剧痛，10分钟之后我才能帮你拔针，在这途中你不能动，否则便会前功尽弃。楚瑞深吸了一口气说道：来吧。叶飞默默将一块毛巾递到楚瑞嘴边。下针的时候，耳边传来楚瑞痛苦的闷哼声。楚瑞感觉自己浑身就像是在火上炙烤，还有无数蚂蚁争先恐后的往自己身体里钻，身子下意识想要扭动。叶飞赶紧双手紧紧按住楚瑞，惊呼道：哥，千万别动，不然就彻底没得治了。楚瑞死死咬住毛巾，脖梗青筋暴起，冷汗浸透了身下的床单。剧烈的疼痛让楚瑞眼前炸开无数金星，意识几乎要被撕裂。就在楚瑞忍得濒临崩溃时，叶飞的声音总算是响了起来：坚持住，还有最后3分钟。楚瑞强忍着身体上的疼痛，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喉咙里发出野兽般的低吼，将所有挣扎都吞咽进血肉深处。10分钟仿佛一个世纪般漫长。当最后1根银针被抽出，楚瑞整个人瘫软在床上，连一根手指都动弹不得。叶飞擦了擦额角的汗，透视眼传来提示：治疗成功，需7日静养。叶飞看楚瑞打算起身，赶紧开口喊道：哥，先别动。楚瑞起身的动作瞬间停住，沙哑着声音费力问道：不是都已经好了吗？叶飞一边用毛巾替楚瑞擦拭着脸上因疼痛冒出的冷汗，一边解释道：哥，你那里经络刚被打通，好歹也得给个时间适应不是？楚瑞听到叶飞这句话，身上痛楚瞬间一扫而空，语气激动道：我是不是好了？在楚瑞期待的目光中，叶飞缓缓点了点头：是的，不过哥，你还需要静养7天，在这7天里面情绪波动不能太大，还有就是楚瑞听叶飞就是了半天，却就是没有下文，赶紧追问道：就是什么？就是这7天之内不能进行房事。楚瑞刚想开口，却突然看到叶飞脸颊特别红，了然的笑了笑：你是不是没有经历过人事？叶飞冷不丁听到楚瑞这个问题，回答不是，不回答也不是，自己分明就是在治病，怎么还给自己治出尴尬来了？娇娇也从来都没有谈过男朋友，这么看来你们确实挺合适的。她没有谈过男朋友。叶飞瞪大眼睛看着楚瑞，察觉到自己这番话好像不太对劲，
尴尬地抓了抓后脑勺，找补道：“我没有其他意思，就是觉得楚娇性格活泼，应该有很多人喜欢。”楚瑞感觉身体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不适，小腹处也不再有那种胀胀的感觉，便缓缓坐起身。我这个妹妹眼光太高了，长这么大，除了你，我还没见过她对那个男生殷勤过。楚瑞看叶飞没有接话，便面带笑容继续说道：“我倒是挺看好你的，你要是不嫌弃，倒是可以考虑。”叶飞不等楚瑞把话说完，赶紧出声打断道：“哥，我现在还没有那个心思。”话虽然是这么说，可叶飞脑海却不由自主浮现出林婉如揪着自己耳朵的场景。难不成我有什么受虐癖好？楚瑞有点没太听清楚叶飞的话，好奇问道：“你说什么？”啊，没什么。叶飞咳嗽了几声，赶紧转移话题道：“哥，话说老爷子身体现在怎么样了？”楚瑞闻言笑道：“老爷子已经清醒了，在得知是你救了他之后，一直念叨着让我把你带过去，让他看看，好当面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叶飞刚想开口，楚瑞便继续说道：“刚好今天你有时间，要不就跟我回去让老爷子见见，总在我耳边唠叨，我也有点顶不住啊。”叶飞本想拒绝，可转念一想，自己刚好趁着这个机会看看老爷子体内毒素有没有排出来，如果没有，估计还得用透视眼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于是便点头回应道：“好。”楚瑞看了叶飞一眼，从钱包拿出一张金卡递到叶飞面前，拿着这张卡，楚氏名下产业你都可以进出无阻，喜欢什么直接拿。啊，不行，这太贵重了，拿着吧，这是你应得的。叶飞看楚瑞这么坚持，只能无奈将金卡接了过来。虽说这东西也算是一种身份象征，可在自己手里就跟个烫手山芋一样，还是等以后找机会还回去为好。楚瑞看了眼手表，开口道：“那我们现在出发。”好。到达楚家别墅，叶飞跟着楚瑞穿过回廊，空气中飘着淡淡的檀香，却掩盖不住一丝若有若无的药味。爸，你身体还没恢复好，这些事先别着急。叶飞还未踏入正厅，楚娇清脆的声音便在叶飞耳边响起，扭头就看到老爷子半躺在檀木太师椅上，虽面容苍白，却仍不失威严。老爷子见到叶飞，浑浊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就是这位小友救了老夫，老爷子过奖了。叶飞目光不经意间扫过老爷子手腕处的青筋，下意识打开透视眼，想要看看情况，但赫然发现那些毒素虽有所消退，却仍盘踞在奇经八脉深处。这有点不太对劲啊！自己当时已经想办法将老爷子体内蛊虫取了出来，按理说没有了蛊虫，人体机构会自动开始清理残存在内的毒素，就算老爷子年迈，无法将残留毒素全部清出体外，至少也不应该是这样。除非……叶凡心神一动，直接问道：“我能否冒昧问下您最近可有接触过什么人，或者吃过什么东西？”老爷子还未开口，楚瑞便敏锐捕捉到了叶飞话里的不对劲，语气焦急道：“是不是我爸身体出什么问题了？”看叶飞没有开口，楚瑞赶紧继续说道：“自从蛊虫被你从我爸体内取出之后，我安排了专人负责我爸饮食，至于见其他人，我连我爸醒过来的消息也没有透露出去。叶兄弟，你是不是发现什么了？”“先等等。”叶飞走到老爷子面前：“能否让我看看你的手腕？”老爷子狐疑着伸出手，叶飞为了避免自己看错，再次打开透视眼，许久才扭头看向楚瑞。按理说蛊虫已经取出，体内残留毒素应该已经被自身机构排除的七七八八，可话说到这里，叶飞微微停顿了一下，在给足了楚瑞思想准备之后，才继续说道：“可老爷子体内依旧有很多毒素，除非是近日所为。”楚瑞听闻，脸色骤变：“这怎么可能？”楚娇自从听到叶飞询问老爷子最近有没有接触什么人或吃过什么东西的时候，眼神就开始闪躲，明显特别心虚。现在听到叶飞这番话，再也忍不住内心煎熬，眼神忐忑地看着楚瑞，声音颤抖道：“我告诉过姑爸醒过来的消息，姑姑见了爸一次。”“蠢货，我不是告诉过你，这件事谁都不许说吗？你真是气死我了！”楚娇面对楚瑞的训斥，梗着脖子解释道：“我看姑姑也是关心爸，所以你不仅把消息透露出去，甚至还让他见了爸。”楚瑞痛心疾首地盯着楚娇，叹了口气，继续道：“姑姑一直和爸不对付，怎么会突然之间这么好心？”老爷子在一旁看着楚娇委屈巴巴的小模样，忍不住劝道：“小瑞，娇也不是故意的，你消气。”楚瑞看了眼老爷子，随后像是想起什么，赶紧将目光放到叶飞身上：“叶兄弟，你一定有办法的，对不对？”楚娇闻言，赶紧上前几步，抓住叶飞胳膊，撒娇道：“只要你能救我爸，我以身相许都可以。”叶飞眼看所有人期待的目光都聚集到了自己身上，神色凝重道：“我需要一个安静的房间，
不过什么？叶飞刚想开口，却猛地停住，摇了摇头。到时候再说吧。老爷子身上蛊虫已除，可毒素却全部聚集到了手腕处，而手腕有一条经脉直通心脏，这件事或许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楚瑞推着老爷子来到一处房间，楚娇见状还想进去，却被楚瑞一个严厉的眼神给盯在原地。你就留在外面吧。老爷子回头看了楚娇一眼，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楚娇眼看叶飞和楚瑞都进了房间，咬着下嘴唇，眼泪唰的一下就掉了下来。他也是好心，谁又能想到亲妹妹会狠下心对自己哥哥动手呢？楚瑞在进房间后便下意识检查了一圈，随后开口道：叶兄弟，这个房间绝对安静，而且四周围都有监控，肯定安全，我爸就拜托你了。说话间，楚瑞给叶飞深鞠了一躬，生死之恩如同再造，叶飞担得起自己礼仪相待。叶飞赶紧伸手扶起楚瑞，我尽力。老爷子躺在床上看着楚瑞打趣道：你也别为难人家了，我的身体我自己知道。话虽然是这么说，可老爷子内心还是对叶飞抱有一丝期待，毕竟可以活着，谁又想死呢？叶飞来到床边，对着老爷子手腕打开透视眼，毒素过多，需清除，注意有阻碍。叶飞还是第一次看到提醒面板显示有阻碍，却不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怎么了？面对老爷子询问，叶飞轻轻摇了摇头，没事。虽有阻碍，可叶飞还是用透视眼看到了老爷子手腕上的下针点，既然有提示，那就代表并非不可医治。叶飞想到这里，便抽出银针朝老爷子手腕扎了下去，然后直接愣住了。怎么会扎不进去？银针针尖已经进去了一部分，但也仅限于刺破皮的程度，再想往下，就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对银针进行了隔绝。可人肉怎么可能会针硬？叶飞想到这里，特意用手捏了捏老爷子手腕，感受到指尖传来的触感。叶飞再次试探性的将银针往里扎，不过还是失败中。楚瑞看叶飞银针都没扎进去就放下，赶紧上前几步，眼神担忧的冲着叶飞问道：怎么不下针？叶飞硬是冲楚瑞挤出一抹苦涩的笑容，这里毒素强悍，手腕看上去和常人无异，可经脉早已硬如磐石，我扎不进去。扎不进去？怎么会扎不进去？楚瑞震惊的看了眼老爷子手腕，叶兄弟，会不会是搞错了？要不你再试试？老爷子看了叶飞一眼，什么话都没说，只是默默抬了抬自己手腕。叶飞见状也不好推辞，只能重新拿起银针。但是下一秒，在老爷子和楚瑞期待的目光中，叶飞再次无声摇了摇头。按理说毒素现在全部聚集在老爷子手腕，只要把这里血放出去就没事了，可他娘的偏偏卡死在放血这，叶飞内心也很烦躁。老爷子看叶飞和楚瑞都情绪不佳，便笑道：老头子活到这个年岁已经很满足了，临死之前还能看看你们，总比躺在床上当个植物人慢慢等死强。楚瑞在外一直都是贵公子形象，不苟言笑，可在听到老爷子这句话的时候，声音还是忍不住哽咽道：爸。叶飞闭上眼，牙一咬，心一狠，换刀吧。楚瑞和老爷子同时抬头看向叶飞，用刀将手腕割开，让毒素流出，这是现在唯一的办法。叶飞不等二人开口，便继续说道：手腕有一条血管和心脏相连，若是毒素不能及时清理，最多3天必死。老爷子想到这里，冲着楚瑞斩钉截铁道：小瑞，去拿把刀过来，动手是死，不动手也是死，倒不如搏他个一线生机。楚瑞站在原地并没有动，反而冲叶飞询问道：可有把握？叶飞还未开口，老爷子就气得拿起床边拐杖轻轻打了楚瑞一下。老头子我都不怕，你怂个什么劲？赶紧去。没一会功夫，楚瑞便拿了一把镶嵌着红宝石的藏刀递到叶飞面前。叶飞为了避免藏刀上面残留细菌影响到老爷子，便打开透视眼看了下。红宝石，假的，藏刀，价值5000块，内有乾坤。你喜欢这个？楚瑞看叶飞一直盯着藏刀看，便开口说道：你要是喜欢，就送给你了。叶飞抬头看了楚瑞一眼，点了点头。之前一直都是用透视眼看物品价格，现在还是第一次看到内有乾坤，他也想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将注意力收回来，叶飞看着老爷子说道：疼，你忍着点。老爷子点了点头，用眼神示意叶飞动手。多少大风大浪他都经历过来了，如今可是为了自己性命，怎么不能忍了？叶飞用银针封住老爷子身上几个穴位，避免等会失血过多休克，随后将一瓶白酒倒在老爷子手腕上进行消毒。当藏刀靠近老爷子手腕的时候，所有人都默默捏了一把冷汗。叶飞本想快准狠，可藏刀却在划破了老爷子一层皮后，硬生生指在了对方手腕上。叶飞盯着手里藏刀，内心那股子叛逆劲瞬间被激发出来。再来。话音落下，叶飞拿着藏刀再次划向老爷子手腕。感受到刀刃上传来的阻力，叶飞微微用力，
可刀刃却始终无法前进分毫。叶飞急得额头直冒冷汗。可就在这时，叶飞眼睛突然开始有点发烫，眨了眨眼睛，再次看向老爷子手腕的时候，却看到老爷子手腕上有一条特别细的红线。难不成这条线就是关键所在？叶飞思及至此，直接拿起藏刀就朝着那条红线划了过去。下一秒，老爷子手腕便涌出一股黑色粘稠血液，就算是隔着一段距离，三人都能闻到那股浓烈的腥臭味。成了！楚瑞两眼直勾勾地盯着老爷子手腕处，激动道：“叶兄弟，你真是好样的！”叶飞看了一眼沉浸在激动之中的楚瑞，没好气道：“楚哥，赶紧去准备止血的啊！就算自己已经用银针减缓了老爷子体内血液的流动速度，可这毕竟是手腕，一直流下去也是会死人的。”我这就去。叶飞看着楚瑞仓促的背影，无奈摇了摇头。老爷子在房间里面就剩下自己和叶飞之后，先是看了一眼自己手腕，随后道：“小友，看你年纪不大，却有这么一身不凡本领，今后成就肯定不同凡响。”叶飞将视线从老爷子手腕挪开，刚想开口，老爷子便接着说道：“我听小瑞说了，我体内有只蛊虫，取出蛊虫后只需要静养便可。如今……”话在说到这里的时候，老爷子微微停顿了下，随后两眼直视叶飞道：“不知小友对这件事作何看法？”叶飞对上老爷子犀利的眼神，心里知道老爷子肯定知道自己已经猜出了什么，便也没有藏着捏着。楚哥已经将消息封锁，尹氏有专人负责，唯一能下手的便只有知情身边人了。至于这个人到底是谁，叶飞却没有明说，毕竟人家可是豪门，豪门都有一些见不得光的事，可以知道，但不能点破。小友，你觉得娇娇怎么样？突然听到老爷子这句话，叶飞脑袋有点转过弯来。话题转变得这么快吗？无论是身家还是容貌，都是佼佼者。老爷子对于叶飞的回答很是满意，点了点头道：“既然小友对娇娇评价这么高，不如我做主将娇娇嫁给你，怎么样？”叶飞还未回答，耳旁就传来楚瑞哈哈大笑的声音：“这感情好啊，我也正有此意。叶兄弟，你怎么看？”叶飞看老爷子手腕处黑血已经全部排出，一边止血一边说道：“楚哥，你还是不要打趣我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哪里来的心思去想这种事？”老爷子和楚瑞互相对视了一眼，默契的没有继续。叶飞已经变相拒绝了这件事，要是多多不休，只会适得其反。已经处理好了，接下来多吃些活血化瘀的东西，静养就好。突然间想起什么，叶飞赶紧继续道：“对了，切记现在还处于虚不受补的状态，过个2-3天再补身体。”老爷子点了点头，随后看向楚瑞道：“娇娇也不是故意的，她已经很愧疚了，等会你出去的时候安慰安慰她。”楚瑞刚想点头，却神色一变道：“爸，我刚才出去的时候没有看到娇娇啊。”话音落下，楚瑞脸色顿时变得非常难看，不过还是强忍着笑道：“估计是回房间哭去了，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爸，你别担心，我等会劝劝你，好好休息，我去让人给你熬点汤。”只是刚走出门口，楚瑞突然神色严肃道：“叶兄弟，我能否拜托你一件事？”叶飞看到楚瑞眼神里隐约带着的一丝肃杀之气，下意识觉得肯定和楚娇有关，便问道：“什么？”娇娇性格冲动，现在一定是找我们姑姑去了，我担心她出事，但是现在我又走不开，你的本事我知道，能不能拜托你将娇娇带回来？叶飞低头思虑了一会，最终还是点头道：“地址。”其实叶飞并不想插手晋楚家人内部恩怨之中，可自己才认了楚瑞当哥哥，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算是半个楚家人，若是对楚娇的事不管不顾，实在有点说不过去。楚瑞看叶飞答应，赶紧将地址发到了叶飞手机，随后郑重地拍了拍叶飞肩膀：“我把娇娇手机号也发给你，这件事就拜托你了。”叶飞点了点头，随后转身离开。在走出别墅大门的第一时间，楚瑞就给娇娇打了个电话，果不其然，无人接听。等叶飞好不容易赶到目的地的时候，却发现别墅大门紧闭，四周围似乎还有打斗痕迹，难不成出事了？叶飞心里猛地一揪，刚想上前，却被巡逻保安给厉声呵斥：“这里，你是谁？我怎么从来都没有见过你？”叶飞看着保安盛气凌人往自己这边跑的模样，内心一阵无语。早就知道别墅区的保安和某些大牌柜姐都自认为高人一等，今天可算是长见识了。我来找人。保安上上下下打量了叶飞几眼，满眼鄙夷道：“你能在这里认识什么人？该不会是来偷东西的吧？”叶飞担心楚娇，懒得跟保安废话，刚想转身进去，却被保安一甩棍打到了背上。“我警告你，这里不是你能闯的地方，赶紧滚，别逼我叫人。”叶飞猛地握紧拳头，可心里知道现在最重要的还是楚娇，直接将楚瑞给自己的金卡从口袋掏出来，扔到了保安脸上：“睁大你的狗眼，给老子好好看清楚，滚，别影响老子办事。”
保安在看到叶飞掏出金卡的时候，腿肚子就开始打哆嗦，金卡砸在保安脸上跌落在地，保安哆哆嗦嗦地弯腰捡起，抬头，满前却早已不见叶飞身影。叶飞在将卡扔出去的时候，就已经快速闪进别墅。楚娇，楚娇，一连喊了好几声，却始终无人回应。某处传来隐约的呜咽声，叶飞刚想顺着声音找过去，头顶上空却传来啪啪啪的鼓掌声。与此同时，一个略显浑浊的女声传了过来：“来者皆是客，不如坐下喝一杯，也好让我敬敬你胆识过人，竟然敢孤身闯进这里。”叶飞循声抬头望去，2楼雕花栏杆后站了个身穿旗袍女人，端着一杯红酒，身后还跟着4个气势十足的黑衣保镖。叶飞看这架势，心里觉得这应该就是楚娇姑姑楚映雪了，于是直接问道：“楚娇是不是在你这？”楚映雪不紧不慢抿了口红酒：“是又如何？不过你还真是好本事，能让楚家父子俩都看中，只是我没有想到来的人竟然会是你。”叶飞闻言心里一惊，看来自己上次从楚家离开的时候就已经被他给盯上了。姑姑，叶飞刚想开口，楚娇却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冲了出来，额角淤青，触目惊心。为什么？你明知道？楚娇话未说完，就被楚映雪一个眼神截断。保镖猛地捂住楚娇的嘴，将她拖进了阴影里。叶飞看着眼前这一幕，透视眼疯狂运转，试图穿透墙壁锁定楚娇的位置。她是无辜的。你无辜。楚映雪突然哈哈大笑了起来，红酒泼在地毯上晕开大片暗红。可是那又如何？当年我为楚家卖命，到头来老爷子把家业都给了哥哥，我只不过是想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又有什么错？楚映雪面容狰狞，居高临下看着叶飞。年轻人，他们能给你的我也可以，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劝你还是放了他。楚映雪话还没说完，就看到叶飞两眼直勾勾地盯着自己，还让他放了楚娇。对方年纪不大，可为什么他在被这么注视的时候，竟然有种自己是猎物并且被盯上的感觉？错觉，这一定是错觉。楚映雪带着4个保镖一步一步走下楼梯，来到叶飞面前的时候，语气极其不屑道：“你还没有资格命令我做事。”扭头看了眼门口的位置，楚映雪继续道：“趁我现在还敬佩你的胆量，识趣离开。”叶飞此刻已经用透视眼锁盯了楚娇的具体方位，听着楚映雪的话，看都没看楚映雪一眼，径直走向楼梯口。“给我拦住他！”伴随着楚映雪话音落下，保镖瞬间上前围住叶飞，4支黑洞洞的枪口瞬间对准他的脑袋叶飞，定格在刚脚迈上一节台阶的姿势，没有动，没有说话，甚至也没有回头，反而心里快速盘算着利用透视眼的减缓功能，也不知道能不能躲过子弹。但现在没有100%的把握，叶飞不敢轻举妄动，毕竟命只有一次，要是赌错了，试错成本可就太大了。楚映雪看叶飞止住动作，面带笑容，缓步来到叶飞面前：“年轻人，我劝你最好还是别意气用。”叶飞不等楚映雪把话说完，直接当着楚映雪的面走上楼梯。刚才叶飞已经在心里换算过了，人在动手时候的动作都可以放慢那么多，换算成子弹的话，问题应该不大。好，好，好，敬酒不吃罚酒。楚映雪脸色一沉，直接冲保镖说道：“动手！”轻描淡写2个字从楚映雪口中说出，仿佛跟人命不值钱一样。叶飞在楚映雪说出动手那2个字的时候，便时刻注意着身后动作。下一秒，耳边就传来某种东西划破空气的声音。叶飞在转身的瞬间打开透视眼，心里顿时松了口气，看来这次赌对了。4声枪响过后，楚映雪和4个保镖看叶飞的眼神就跟看到鬼一样。躲子弹，他竟然能躲子弹，这他妈是一个人能做到的。叶飞心里清楚，有楚映雪阻拦，自己想要顺利从这里带走楚娇恐怕是不可能了。但正所谓擒贼先擒王，或许自己可以转变一下思路。叶飞想到这里，直接将自身速度提到极致，一阵风似的冲到楚映雪面前。在对方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直接一把掐住楚映雪脖子，将她提了起来。“你放了楚娇，我放了你，一命换一命，这对你来说很公平。”楚映雪还是第一次被这么威胁，双手扒着叶飞手腕，费力说道：“休想！”很好。伴随着叶飞右手微微用力，楚映雪脸颊瞬间由于呼吸不畅而变得通红。“我这人向来没有什么耐心，我劝你还是认真考虑清楚了再回答。”保镖举枪对准叶飞，可2人距离太近了，而且楚映雪还在不断挣扎，4个保镖没有一个敢轻易动手。楚映雪在心里赌叶飞不敢真的拿自己怎么样，可眼前阵阵晕眩却在告诉楚映雪，这货是真的虎，为了楚娇让自己命丧黄泉不值当。于是楚映雪硬是梗着脖子，沙哑着嗓子喊道：“我答应你。”叶飞听到楚映雪服软，猛地松开手，任由楚映雪扑通一声摔倒在地。“既然如此，把人带出来给我吧。”
其实刚才他也只不过是做做样子，心里早就开始盘算着时间，绝对会在楚映雪撑不住之前放了他。这种事打的就是一个心理战，谁先认怂谁就输。楚映雪在得到新鲜空气后，大口大口喘着粗气，随意冲保镖随意摆了摆手。其中2个保镖见状径直离开，在缓过劲之后，楚映雪从地上缓缓起身，眼神阴狠盯着叶飞：“你这么做就不怕？怕怎样？不怕又怎样？”叶飞俯视楚映雪道：“就算没有这件事，我救了楚老爷子，你依旧会对我下手，不是吗？楚老爷子自从身体不适之后，肯定找了无数名医，却无一人能够医治老爷子，直到自己出现。所以仅凭这一点，叶飞就知道楚映雪最后绝对会对自己痛下杀手。这也是叶飞为什么愿意搅和进这趟浑水的理由。没一会功夫，楚娇便被2个保镖给带了出来。楚娇在看到叶飞的时候，明显情绪激动。叶飞，你……话未说完，楚娇身体便软绵绵倒了下去。叶飞见状，赶紧一把将楚娇捞过来，打横抱起，鼻尖瞬间传来楚娇身上特有的体香。楚娇胸部紧紧挤压在叶飞胸口，让叶飞心神都下意识恍惚了一下。叶飞回过神后，忍不住冲着自己暗骂道：“争气点行不行？怎么搞的，跟没见过女人一样？”楚映雪站在原地，心里万般憋屈，却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叶飞抱着楚娇离开。就在叶飞快要走到门口的时候，楚映雪大声说道：“我现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若是你依旧不识好歹，便是彻底与我为敌。”经此一事，他算是已经彻底和楚家撕破脸皮了。只要叶飞能够投诚自己，无论是金钱还是地位，那边能给的自己也可以。可叶飞却在听到楚映雪的话之后，脚步甚至都没有停顿一下。一个心思歹毒能的女人，跟着能有什么好处？而之前那个被叶飞用金卡甩在脸上的保安，自从叶飞离开后，就一直蹲在原地等叶飞出来，目的无他，金卡他可不敢私留，就算是挨打，那也得陪着笑脸还回去。就在保安蹲的脚都已经麻了的时候，眼前总算是出现了叶飞的身影。保安刚想起身过去，却感觉叶飞怀里抱着的女人好像有点眼熟，仔细辨别之下，嘴角就有点抽抽了。卧槽，他怎么抱着楚小姐出来了？保安心里大惊，有金卡，还和楚小姐这种关系，自己刚才竟然还给了对方一闷棍，这不就是上赶着找死吗？保安纠结了许久，最终还是咬牙，带着讨好的笑朝叶飞小跑过去。刚到叶飞面前，保安直接干脆利落的给了自己2巴掌。叶飞本来抱着楚娇打算去楚家，结果冷不丁看到之前那个保安冲出来，就啪啪2巴掌，力度之大，脸颊瞬间就有点肿胀。叶飞抱着楚娇，脚步忍不住默默后退2步。你想干嘛？这玩意该不会是有失心疯吧？离远点，可别传染给自己。保安看叶飞后退，下意识以为自己这次真的是得罪死叶飞了，直接啪的一声跪在地上，抱着叶飞的腿就开始嚎恕：“我有眼不识泰山，您大人大量，宰相肚里能撑船，就放过我这一次吧。我家里有一个80岁卧病在床的妈，一个豪赌成性的爸，老婆还死了，留下刚满月的女儿，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啊。”叶飞满脸好笑道：“停，再说下去，我都想给你捐点了。”保安这一番举动究竟为何？叶飞心知肚明，无非就是势利眼，看到自己甩出金卡后，觉得得罪错人而已。行了，我没打算跟你计较这件事，现在可以让我离开了吧？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既然是江湖，这种事就显得很常见了。若事事都要计较，岂不是早早就被气死了？您真的是太大度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既英俊又大度的人。保安一边从地上站起身，一边双手恭敬地将金卡递到叶飞面前。尤其是您那砸人的姿势，都显得帅气逼人。叶飞，倒也不必如此。这边叶飞抱着楚娇打了个车往楚家赶，另一边楚瑞就跟做错事的小孩一样，双手交叠在小腹，低垂着脑袋，看着床上的老爷子，大气都不敢喘一下。老爷子能出这样的事，说到底还是自己思虑不周。要是当初安排在老爷子身边的人再严谨一些。行了，你也不必过多自责，这件事错不在你。说话间，老爷子便撑着胳膊想要从床上坐起。楚瑞见状，赶紧上前将枕头垫在老爷子身后。你姑姑再怎么说也是楚家人，想要进来看望我这个哥哥，谁又能拦得住？只是我没有想到，他蛰伏了这么久，竟然……嗨嗨！老爷子情绪激动之余，开始抑制不住的咳嗽。楚瑞一边轻轻拍着老爷子后背，一边说道：“爸，之前你老说姑姑是你妹妹，总归不会做伤害家人性命的事。如今……”话及此处，楚瑞却突然停下，一边给老爷子倒了杯水，一边继续道：“爸，有些事该狠心的时候还是得狠心，这是你教我的道理。可她毕竟是你们的姑姑，我唯一的妹妹，但她却对你这个唯一的哥哥动手，甚至还利用自己侄女。”老爷子看着楚瑞情绪激动的模样，语气最终还是软了下来，深深叹了口气，
开口道：“这件事，容我再好好想想。”楚瑞知道自家老爷子是一个特别惦念亲情的人，他狠不下心，自己还能怎么办？别看楚瑞在外是雷厉风行的大总裁，可在家里的时候还是很敬畏老爷子，毕竟这也算是某种程度上的血脉压制。你老实告诉我，娇娇到底怎么样了？不等楚瑞开口，老爷子便继续问道：“他是不是去找你姑姑了？”楚瑞还想隐瞒，可对上老爷子锐利的目光，最终还是点了点头。娇娇性格冲动，我担心他会出事，已经让叶兄弟去把娇娇带回来了。胡闹！你怎么能让一个外人闯去你姑姑那呢？老爷子皱着眉头，眼神不满道：“娇娇再怎么也是他的亲侄女，从小喊他姑姑，亲侄女在姑姑家还能出什么事？还真能出事。”叶飞声音突然从门口传了过来：“你把人家当亲人，人家可是把你们当成仇人。”老爷子和楚瑞扭头朝门口看去，就看到楚娇被叶飞抱在怀里，小脸脏兮兮的，额头上还有一块触目惊心的疤痕。虽然已经结痂，可还是能看出当时伤得有多重。楚瑞心里顿时一疼，楚娇是自己从小宠到大的妹妹，并且她一直都很在意自己容貌，如今竟然……她要是醒了，该会有多伤心啊！老爷子盯着楚娇额头看了许久，才颤抖着声音问道：“真是硬血干的？”叶飞将楚娇放在一旁沙发上，站起身道：“不仅如此，虽只有4个字，可老爷子是何等精明，瞬间便明白了当时的情况险峻。回想起自己刚才竟然还因为这件事指责楚瑞，老爷子心里就开始难受。”楚瑞将视线从楚娇身上收回来，看向老爷子，满脸悲痛道：“爸，你……”话未说完，却欲言又止。老爷子深吸了一口气，看了看楚娇和楚瑞，闭上眼，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精气神一般，声音沙哑道：“想做什么就放手去做吧。”老爷子此话一出，便是在告诉楚瑞，从今往后不必看在自己的面子上对楚映雪手下留情。楚瑞听懂了老爷子的言外之意，刚想开口，却在看到叶飞的时候突然停了下来。好，我知道了。无论怎样，老爷子能下定这个决心，便是一件好事。至于接下来要怎么做，那就是自己的事了。但是对于楚映雪这个姑姑嘛，楚瑞并不打算放过。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这一点楚瑞比谁都清楚。叶飞小友，老爷子突然扭头看向叶飞，不等叶飞开口，便继续道：“你救了老夫一命，老夫内心万分感激。但凡你有所求，只要提出来，老夫通通答应。”老爷子身份地位摆在那里，这也代表着一诺重于泰山。可叶飞却轻轻摇了摇头道：“我救你并非求那些身外之物，只是看到楚哥孝心上，所以无所求。”老爷子对叶飞真的是越看越喜欢，虽然不能成为自己女婿，可今后的事谁又知道呢？但对目前来说，老爷子并不打算放弃这个可以拉拢叶飞的机会，于是表情和蔼地冲叶飞说道：“既然小友无所求，那老夫倒是有一个不情之请，不知小友能否答应？”叶飞眼神疑惑看着老爷子，都说人越活越猴精猴精的，老爷子更是其中出翘楚。也不知道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我有意收小友为干儿子，就是不知道小友。老爷子话在说到这里的时候就没有继续往下说了，只是两只眼睛在看着叶飞的时候，里面的期待和热烈属实让叶飞有点招架不住。叶飞实在是想不明白，自己没钱没权没势，老爷子到底是看中自己哪一点了，认自己当干儿子，这不就是妥妥的赔本买卖吗？爸，有一件事我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你。楚瑞敏锐感知到叶飞准备拒绝，于是赶在叶飞开口前冲着老爷子说道：“其实我已经认了叶飞当弟弟，算起来叶兄弟也和我们是一家人了。”老爷子听到楚瑞这番话，瞬间给了楚瑞一个赞赏的眼神：“如此甚好，甚好啊！”楚瑞扭头又将目光放到了叶飞身上，笑道：“叶兄弟，既然现在都是一家人，于情于理，你也应该跟我喊一声吧。”叶飞眼神懵逼看着楚瑞，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端端的，突然之间就要喊爸。楚瑞见叶飞眼神略显迷茫，于是伸手拍了拍叶飞肩膀：“都是一家人，没什么不好意思的。”爸。叶飞被楚瑞这么一拍，行动明显比脑子快了一步。等叶飞反应过来的时候，一声爸早就已经说出口了。唉，老爷子清脆回应了叶飞一声，随后爽朗的笑道：“你们现在……爸。”楚娇躺在沙发上刚恢复意识，结果就听到叶飞喊爸的声音，眼神震惊道：“叶飞，你喊我爸什么？”老爷子看到楚娇苏醒，眼神里面划过一抹愧疚，女儿都已经受伤昏迷，自己竟然忽视了这么长时间，身为父亲确实不太够格。不过转念一想，如果楚娇伤及性命，叶飞肯定不会不管不顾。老爷子想到这里，便伸手招呼楚娇过去。等楚娇来到床边，老爷子才缓缓开口道：“
如今叶飞和我们都是一家人，喊我生爸理所应当。楚娇顿时就有点急眼了。爸，你怎么能背着我乱认呢？我想让叶飞当你女婿，结果你竟然想让他当我哥哥。自己之前还在林婉如面前大放厥词，一定要拿下叶飞，结果转眼两人就成了这种关系。楚娇现在整个人都特别崩溃。楚瑞见状，赶紧将楚娇拉到一边，小声说道：你先别着急，冷静点。楚娇看了叶飞一眼，气得咬牙切齿道：冷静？你让我怎么冷静？楚瑞给了楚娇一个稍安勿躁的眼神，随后凑到楚娇耳边道：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你暂且先别管身份怎么样，我就问你，现在是不是拉近了你们两人之间的距离？楚娇下意识点了点头，不过转念一想，又赶紧摇了摇头，还是不行。你这么简单的道理，怎么就是想不明白呢？楚瑞伸手轻轻点了点楚娇额头，什么关系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两人现在距离近了，以后你也可以光明正大赖在他身边，况且又不是亲生的，最后我们可以亲上加亲吗？楚娇心里本来还在生闷气，现在听到楚瑞这么一件事，猛地抬头，眼神发亮看着楚瑞。哥，真有你的，这确实是个好办法。先妹妹，再宝贝，最后变成心尖尖上的那一位。小说里面不都是这么写的吗？叶飞听着这两兄妹的对话，特别无语。他听力早就已经被改造过，楚瑞和楚娇自认为的小声嘀咕，对于叶飞来说，跟在耳边说没什么区别。搞了半天，还是贼心不死啊！叶飞眼睁睁看着楚娇被楚瑞解开迷惑之后，蹦蹦跳跳过来，一把抱住自己胳膊，一连抽了好几次，结果都没抽出来。叶飞最终也只能作罢。楚娇见叶飞认命了，于是调皮的抬头冲叶飞眨了眨眼睛：小样，迟早都要拿下你。老爷子看着叶飞和楚娇之间的互动，满意的笑了笑。今天可真是一个好日子，不如这样，今天晚上我们好好聚聚，小飞，你觉得怎么样？叶飞还没开口，楚娇便乐呵呵道：我知道你担心阿姨，我这就去把咱妈接过来。话音落下，楚娇连自己额头上的伤也不顾了，直接一溜烟跑了出去。不是，这就成咱妈了？清白啊，自己他妈的还有清白吗？叶飞知道自己现在已经无法推辞，于是说道：我去给我妈打个电话。来到门外，叶飞本想告诉老妈等会不要误会，结果下一秒，什么？我未来儿媳要接我去见亲家，我得赶紧去收拾收拾自己，先挂了啊。叶飞听到自己老妈要挂电话，赶紧喊道：妈，你听我说，其实……只是话还未说完，手机里面就传来一阵嘟嘟嘟的忙音，千言万语哽在喉咙，可叶飞现在也只能低头看着手机苦笑，暗自嘀咕道：希望楚娇不要把误会搞大。将手机装进口袋，叶飞刚准备进房间，可转念一想，刚刚出了这么大的事，楚瑞和老爷子肯定有事相谈。虽然两人表面上说大家都是一家人，可该避讳的地方自己还是得避讳。过了好一会，楚瑞才推门出来。打完电话了，怎么不进去？叶飞听着楚瑞的询问，笑道：没事干，在外面透透气。楚瑞知道叶飞这句话只不过是个由头，却没多问，只是一边带着叶飞往客厅走，一边开口说道：这次的事真的是太感谢你了，不过话说起来，你还真是一连救了我们一家人。叶飞顺着楚瑞的话笑了笑，却没有开口。给。叶飞看着楚瑞突然递到自己面前的东西，刚想开口，楚瑞便继续道：既然当时答应了把这东西送给你，就绝对不会食言，拿着吧。这东西，叶飞并没有接藏刀，反而犹豫到这东西很贵重。藏刀不值钱，可透视眼显示这里面内有乾坤，就足够证明藏刀里面的东西肯定价格不菲。在楚瑞不知道的情况下接受他的好意，对于叶飞来说有一种欺骗的感觉。可楚瑞却在听到叶飞的话之后，直接将藏刀塞到了叶飞怀里，哈哈大笑道：叶兄弟，这就是你看走眼了吧？这东西是我之前旅游的时候买的，也才几千块。叶飞闻言心里瞬间了然，楚瑞肯定不知道藏刀所隐藏的内部乾坤，于是用手指轻轻敲打了几下刀身。楚哥，听出来有什么不对劲吗？楚瑞皱着眉头道：好像你在敲击中间部位的时候声音有点沉闷。叶飞点了点头，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个藏刀里面应该是中空，很有可能藏匿了什么宝贝。说话间，叶飞便将藏刀递到楚瑞面前。楚瑞接过藏刀，用手在刀身敲了敲，随后又塞回叶飞怀里。正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我都已经将它买回来好几年了，却一直都没有发现里面隐藏的秘密，这说明我和这里面的东西没有缘分。楚瑞既然这么洒脱，叶飞也不好多说什么，只能默默收下藏刀。可下一秒，楚瑞却满脸好奇地凑到叶飞面前道：叶兄弟，能把这玩意打开让我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吗？话音刚落，楚瑞便赶紧补充了一句：放心，
我不要，就是有点好奇。叶飞没有说话，只是双手握着藏刀，暗自用力。楚瑞眼看藏刀在叶飞的蛮力下渐渐弯曲，随后伴随着咯嘣一声断成2截。这里面竟然真是空的。叶飞看了楚瑞一眼，将手指探进去摸了摸，没一会便摸出来了一个玉扳指。玉扳指通体呈现一种诡异的血红色，里面竟然还有很多看细线一样的东西在里面交织相缠。叶飞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错觉，总觉得这个玉扳指好像有生命力一样。楚瑞2只眼睛盯着玉扳指，叶兄弟，能让我看看吗？要说宝贝，楚瑞从小到大见过很多，却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罕见的东西。看叶飞将玉扳指递过来，楚瑞赶紧伸手接过，不过刚拿到手又直接给了叶飞。这玩意怎么这么冷？感觉跟去了冰窖一样，该不会是什么邪乎东西吧？叶飞指腹轻轻摩擦着玉扳指，诧异道：冷？我怎么没感觉到？玉扳指在叶飞手里不仅一点凉意都没有，反而触手升温。叶飞内心不由升起一抹喜爱，好像这个玉扳指被隐藏起来就是为了等待自己出现一样。楚瑞刚想开，鼻尖却突然传来一股刺鼻的气息，忍不住问道：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叶飞在空气中嗅了嗅，顿时有点脸红。这味道跟自己上次身体莫名出现一层污垢所散发出来的气息一模一样。趁着楚瑞没注意，叶飞悄咪咪搓了搓自己胳膊。好了，确定了，就是从自己身上散发出来的。至于叶飞现在有多尴尬，就跟一个老太监上青楼，面对妖娆妹子却奈何没那玩意一样。楚哥，我能借你这个地方洗个澡吗？楚瑞看叶飞突然之间这么窘迫，再加上已经辨别出味道是从叶飞身上所传出，为了避免叶飞尴尬，赶紧笑道：当然可以，最近天热，老出汗，我也得去洗个澡了。叶飞躺在浴缸里，手里把玩着玉扳指，下意识将玉扳指套在了自己大拇指，严丝合缝，仿佛就是为自己量身定做一样。只是在叶飞准备摘下来的时候，神色一紧，猛地从浴缸坐了起来。卧槽，这他妈的怎么摘不下来了？戴上去的时候轻轻松松，可是想往下摘的时候，玉扳指却跟长在自己手指上了一样。叶飞无论怎么用力，玉扳指却就是牢牢焊在手上，似乎已经和自己手指融为一体。这么邪乎的东西，叶飞当然得想办法弄下来，目光不由自主看向一旁墙壁。可惜了。话音落下，叶飞直接砸向一旁墙壁。既然摘不下来，那就只能毁了。可玉扳指却在接触到墙壁的时候，不仅没有碎裂，甚至连一丝裂纹都没有。更为古怪的是，在玉扳指和墙壁相撞的那一瞬间，叶飞好像听到了金属碰撞的声音，心里暗自一惊，难不成自己和楚瑞都看走眼了？这玩意其实不是玉，而是金属所制。可他娘的，哪个金属能做得这妖牛掰？叶飞心里这么想着，便下意识打开透视眼，想要看看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叶飞都想给这玩意跪下了。扳指，天外陨石所制，祖龙心爱之物，价值无法估量。注意，扳指隐藏神秘力量。叶飞缓缓躺进浴缸，既然是祖龙的东西，那就没问题了。祖龙，那不就是秦始皇吗？别说是天外陨石，就算是外星人骨头，那也行啊。毕竟如果是凡物，可是入不得自己那帅气迷人的老祖宗眼的。只是叶飞刚躺进浴缸还没3秒钟，又猛地从浴缸坐了起来。神秘力量，这玩意竟然还隐藏了神秘力量，到底是什么啊？叶飞将扳指凑到眼前，仔细观摩了许久，却始终不得门路。研究了半天都没有研究出来这玩意到底隐藏着什么神秘力量。叶飞最终也只能作罢。洗完澡出去的时候，叶飞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总有一股非常不好的预感。叶飞，这里。叶飞心里还在嘀咕到底会发生什么的时候，耳边却突然传来楚娇的声音。抬头就看到楚娇正挽着自己老妈胳膊，笑眯眯地看着他。咦？楚娇松开叶母，歪着脑袋，一步一步走到叶飞面前。你怎么好像和之前有点不太一样了？不太一样。叶飞摸了摸脸颊问道。哪里不一样？楚娇双手环抱在胸前，围着叶飞转悠了一圈，一边打量一边说道。皮肤好像比之前白了点，鼻梁也挺了点。不对啊，你怎么好像还长高了？叶母听到楚娇的点评，也忍不住说道。飞儿，我咋也觉得你好像确实和之前不太一样了。其实叶飞上一次洗完澡出来的时候，心里就大概有种猜测，当时身上出现的那一层黏糊的东西应该在默默改变着自己身体。既然现在楚娇和老妈都这么说，看来是没跑了。可这种事情过于玄幻，叶飞就算是告诉自己老妈，估计老妈也不会信。于是叶飞故意笑道，那我到底是变帅了还是变丑了？叶母盯着叶飞看了一会，刚想开口，楚娇却抢先说道，变帅了，更喜欢了。叶飞眼神无语看了看楚娇，你就不能消停点吗？楚娇冲叶飞翻了个白眼，随后挤过去再次挽住叶母胳膊。
阿姨，饭菜应该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我这就带您过去。叶飞站在原地，看着眼前这一幕，总觉得似曾相识。当初林婉如好像也是挽着自己老妈胳膊在前面走，不过唯一不同的就是老妈这次没有凶自己。你还站在那里发什么愣？叶飞看到自己老妈回头喊了一声，默默瘪了瘪嘴。吆喝，这下好了，都对上了。果然，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戏班子，还是轮番出场的那种。老爷子看到楚娇挽着叶母过来，用拐杖捅了捅楚瑞。楚瑞赶紧拉开椅子，冲叶母笑道：“阿姨，您坐这里。”叶母刚诚惶诚恐坐下，老爷子就笑眯眯地冲着叶母说道：“大妹子，叶飞这孩子救了我老头子一命，而且我也已经认了他当我干儿子，你不必拘束，就当在自己家一样。”楚娇也赶紧附和道：“阿姨，我爸说的对，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在说到一家人这3个字的时候，楚娇还不忘记特意咬中了音节。叶母看向老爷子，犹豫道：“我们就是小门小户，菲儿怎么能？”老爷子不等叶母把话说完，便直接打断了叶母的接下来的话：“我是真心喜欢叶飞这小子，大妹子，你该不会是舍不得吧？”叶母听着老爷子打趣的话，忐忑不安地看向叶飞，本以为是普通人家，结果上来就是海城4大家族之一，还上赶着要和自己家攀关系，这让叶母实在是有点招架不住啊。叶飞见状，给了自己老妈一个安心的眼神，不过心里却在疯狂呐喊：这他娘的能不拘束吗？别说自己老妈了，他现在都有点坐立不安。知道楚家有钱，但也不至于吃饭的家伙都是金的吧？奢侈，真的是太奢侈了。楚家身份地位，叶母并非不知道，若是自己儿子能和楚家攀上关系，今后……叶母想到这里，心境瞬间开阔，赶紧冲着老爷子笑道：“老哥哥，既然你这么喜欢菲儿，我也没什么舍得不舍得的，只要菲儿愿意，我怎么都行。”吃完饭都楚家出来的时候，楚娇非要开车送叶飞和叶母回去，美名其曰培养感情。叶母看出楚娇醉翁之意不在酒，可无奈叶飞不解风情：“我们打车回去就行了。好了，你赶紧进去吧。”楚娇还想说些什么，可叶飞却已经带着叶母转身上了出租车，只能无奈跺了跺脚。真是的，难道我心意表现的还不够明显吗？明显倒是挺明显的，就是可惜了，落花有意随流水，流水无意恋落花。听到身后传来楚瑞的声音，楚娇回头就看到楚瑞半倚在门框上，手里还端着一杯红酒，轻轻摇晃。楚瑞抿了口红酒，漫不经心道：“我觉得林家林婉如好像也喜欢叶飞。他凭什么跟我比？”楚娇毫不客气打断了楚瑞的话：“我无论是身世还是样貌，哪里比他林婉如差了？叶飞就算是眼瞎，那也应该是选择我。”楚瑞叹息着摇了摇头，随后走过去轻轻拍了拍楚娇肩膀：“那就祝你好运了，我的妹妹。”另一边，叶母坐在出租车上，时不时扭头看叶飞一眼。叶飞被自己老妈这番举动弄点有点摸不着头脑，忍不住开口询问道：“妈，你有什么直接说行不行？这搞得我心里都开始有点发毛了。”叶母张了张嘴，欲言又止了好一会，才开口说道：“妈看林婉如和楚娇这2个姑娘好像都挺喜欢你的，你可不能做出那种脚踏2只船的事啊。”叶飞闻言顿时有点哭笑不得：“妈，我和那2个可是清清白白。”叶母眼神复杂看着叶飞，最终还是什么都没有说。孩子大了，有自己想法，更何况感情这种事，旁人实在是无法插手。叶飞看自己老妈一直叹气，忍不住劝道：“妈，其实你还是先解决好眼下吧。”叶飞还在纳闷，就看到自家老妈用眼神示意他看前面。怎么了？叶飞顺着叶母的视线透过车窗，就看到林婉如和林婉晴2姐妹正站在自家门口，整个人惊得身子猛地坐直。不是，他们2个怎么来了？司机大哥，麻烦你靠边停一下车。叶飞焦急地用手拍了拍前面椅背，随后扭头冲自家老妈道：“妈，等会你先回去，他们要是问起来我，你就说不知道。”姐，这件事……林婉如本来还在和林婉晴说等会叶飞就应该回来了，结果话刚说了一半，却眼见看到叶飞正鬼鬼祟祟下车的身影，赶紧出声喊道：“叶飞，你总算是回！”林婉如不喊还好，一出声，叶飞身形猛地一顿，随后拔腿就跑。林婉晴和林婉如互相对视了一眼：“姐，他跑什么啊？”林婉晴苦笑着摇了摇头：“不知道，可能真是对我们失望了吧。”林婉如已经将叶飞为什么不干的事情告诉给了他，此事都是因孙浩而起，可自己当时却不分青红皂白。林婉晴想到这里，嘴角的笑容就越发苦涩了：“我们还是改天再来吧。”等林婉如和林婉晴2人离开后，叶飞才从车上缓缓下来，内心猜测这2个女娃长得也不错，自家菲儿到底是跑个什么鬼，总不至于真是欠了什么桃花债吧。而另一边，
叶飞都已经跑出去老远了，看林婉如和林婉晴没有追上来，这才暗自松了一口气。正所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两个人能出现在自家门口，铁定没什么好事。叶飞心里还在嘀咕，结果在前面不远处却突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忍不住喃喃自语道：这人怎么这么眼熟？脚步不自觉跟了上去。如果只是背影眼熟，叶飞绝不会有这番举动。实在是这两个人在大晚上有点辣眼睛，都是男的，举止特别暧昧，甚至其中一个还将脑袋靠在了另一个肩膀上。最关键的是，那个熟悉的背影真的特别像张扬。叶飞悄咪咪跟踪在两人身后，没一会功夫就看到这两人径直走进了一家情趣店。在掀开门帘走进去的时候，叶飞直接愣在原地。卧槽，真他妈是开门遇见鬼了，自己果然没看错，那个人就是张扬。叶飞满脸兴奋地掏出手机看了眼时间，随后给刘辉打了个电话。你现在应该已经下班了，我给你发个地址，你赶紧过来，别问那么多，绝对是一场好戏。好，那你快点啊。挂断电话，叶飞兴致冲冲地利用透视眼打算看看这两个在情趣店挑了些什么。粉色红绳玩得还挺有情趣啊。草，润滑油，不是，两个大老爷们怎么还买女仆装？卧槽，竟然还买这个，还这么粗，这他奶奶的也能塞得进去。叶飞看得正起劲，却感觉有人拍了拍自己肩膀，回头就看到刘辉正眼神疑惑地看着自己。我说你看什么呢？怎么这么激动？叶飞刚想开口，结果看到张扬和对方出来，赶紧一把将刘辉拽到黑暗处。小声点，你看那边。卧槽！刘辉顺着叶飞手指的方向看了一眼，眼睛顿时瞪得老大，嘴巴也半天都没有合上。不是，那不是张扬吗？怎么跟一个男的？叶飞神秘兮兮地笑了笑。就问你刺激不？刘辉吞咽下口水，默默说了两个字：刺激。苏西月为了张扬背叛叶飞，结果张扬性取向竟然……这下苏西月估计场子都要悔青了，走，跟上去。冷不丁听到叶飞这句话，刘辉有点懵，跟上去干啥？怎么？你想看为苏西月打抱不平？刘辉此话一出，叶飞直接给了刘辉两个白眼。打抱不平？他也配？我就是想看好戏而已。苏西月既然那么喜欢张扬，我们不得想办法让他看看这一幕。刘辉对上叶飞冷笑的视线，忍不住搓了搓胳膊。我总觉得你没安什么好心。叶飞没好气的给了刘辉一拳头。行了，赶紧的，一会该跟丢了。两人悄咪咪跟在张扬身后，或许是因为夜色的掩护，这两个人行为越发大胆。当对方手再一次摸向张扬下半身的时候，刘辉终于没忍住干呕了一声。卧槽，这他娘的也太辣眼睛吧。叶飞眼神同情看向刘辉，我还以为你早就知道了。知道什么？当时我们和张扬在一起玩的时候，他看你的眼神就有点不太对劲，我有点怀疑，但没有证据。刘辉听到叶飞这句话，干呕的就更加厉害了。我警告你，把这件事给我烂死在肚子里。叶飞挑了挑眉，没有说完。在张扬和男人相互贴着去了酒店之后，叶飞特意用透视眼记住了对方房间号。等会兄弟，请你看波大的。话音落下，叶飞直接掏出手机给苏西月打了个电话。手机响了还没几声，电话另一边就传来了苏西月极其不耐烦的声音：我们已经不可能了，你还给我打电话干什么？叶飞干脆利落道：张扬出轨了。电话另一边的苏西月明显有点愣神，反应过来后直接怒骂道：叶飞，我说你到底恶心不恶心啊？为了拆散我们，连这种话都能说得出来。我告诉你，我们就算是分手了，老娘也不可能跟你复合。海上酒店520房。什么？地址和房间号？你要是不信就算了。叶飞在说完这句话之后，也不管苏西月还有没有话要说，直接啪的一声挂断电话。下一秒，苏西月的电话就打了过来，但叶飞直接按下静音键。苏西月一连打了10几个，总算是没了动静。你说他真的会来吗？叶飞神色淡然地看向刘辉道：放心吧，他一定会来的。苏西月看中的就是张扬手里的钱，若是张扬出轨，他迟早会被判定出局。苏西月要是聪明，便会当做什么事情都不知道，趁自己没被抛弃之前先捞一波大的再说。不过可惜了，苏西月一直把自己当成了张扬未来老婆，地位如今陡然遭到动摇，苏西月不发疯才怪。果不其然，过了还不到10分钟，苏西月便急匆匆赶到了这里，抬头看了眼酒店名称，直接冲了进去。手里拿着的手机竟然还一直保持录像状态，叶飞都没有想到苏西月在抓奸这件事上竟然这么有天分。虽然情绪激动，但准备还挺充足。我们进去吗？叶飞回头看了刘辉一眼。进不进怎么看好戏？微微停顿了下，叶飞默默补充了一句：离远点，等会别误伤到。算了，直接跟着吧，电话都已经打了。
狗都知道背后是我在通风报信。他是用本机号码给苏西月打的电话，人早就已经暴露了，继续藏着也没有什么意思，倒不如直接大大方方看戏。另一边，苏西月在冲进去后直奔前台，用张扬身份证号重新开了张房卡。准备上楼的时候，苏西月看到叶飞微微一愣，不过什么都没说，径直上楼。叶飞摸了摸鼻子，不远不近地跟在苏西月身后。在苏西月用房卡打开门的时候，叶飞拉着刘辉找了一个视野开阔的位置。张扬本来还在和男人颠鸾倒凤，结果房门却突然打开，猛地扭头就看到苏西月正满脸怒气地冲了进来。好啊，张扬，你竟然背着我干这种事！苏西月大喊一声，便朝张扬扑了过去，手里包包就跟不要钱一样往张扬身上抡。张扬则是眼神惊恐的用被子包裹住床上另一个男人，一边用手护着对方，一边大声喊道：你疯了是不是？赶紧给老子停下，别跟个泼妇一样！我是泼妇！苏西月闻言就更气了，美甲在张扬脸上一连抓了好几刀。前几天还说要娶我，现在却背着我找小三，来来来，你倒是让我看看这小狐狸精长什么样子！苏西月一边破口大骂，一边伸手去拽被子。张扬则是整个人扑在另一个男人身上，用手紧紧捂着被子，生怕对方暴露一样。刘辉看张扬光着身子还不忘记护着对方，忍不住感慨道：看来这才是真爱啊！可不是嘛，衣服不穿，光着身子也要护着对方，这不是真爱是什么？叶飞和刘辉同时扭头，就看到保洁大爷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旁边正看得聚精会神。在发现叶飞和刘辉看向自己的时候，还不忘记点评道：就是这也太小了吧，啧，连我都不如，真不知道两女人抢这玩意能干什么。叶飞和刘辉闻言忍不住同时将目光挪到了张扬某处，随后噗呲一声笑了出来。可不是嘛，短小细。叶飞可算是明白为什么两个人要在情趣店买那个东西了，感情是无法满足啊。张扬，你他妈怎么出轨了一个男的？房间内突然传来苏西月震惊的声音，三人同时朝房间内看了过去，就看到苏西月已经将被子扯开，另一个男人蜷缩在床边，还在试图用枕头挡住自己。身上虽然什么都没穿，可粉色绳子绑得还挺带感的，再加上胸口处的点点红痕，看上去竟颇有几分弱不禁风的模样。保安大爷顿时就给震惊住了，还是年轻人会玩啊！叶飞、刘辉、张扬见已经暴露，索性直接本性暴露道：闹什么闹？有什么好闹的？说话间，张扬还不忘记眼神鄙夷的上下扫视了苏西月几眼，老子出轨了又能怎么样？别忘了，你只是我女朋友，又不是我老婆，自己。张扬话还没说完，苏西月就直接一把拿起枕头朝张扬砸了过去。你到底还要不要脸啊？女的就算了，你他妈竟然找了个男人，你到底恶不恶心啊？床上男人见张扬挨打，扭动身子委屈道：别打我老公。苏西月闻言就更气了，指着张扬的鼻子骂道：还老公，卧槽，老娘怎么跟了你这么恶心的人？床上男人还不死心，继续道：老公，你说话啊！苏西月再也忍不住了，趁张扬没注意，直接冲上去对着男人的脸就是几巴掌。刘辉看得还正起劲，却发现叶飞拽自己胳膊，好奇问道：怎么了？走吧，没什么好看的了。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叶飞却实想着自己要好好报复苏西月一番，可看到现在，内心那股火气早就已经消散。自己之前确实没钱，给不了苏西月好东西，况且人的本性就是爱钱好色，苏西月也只不过是遵从人性罢了。刘辉一边跟在叶飞身后往出走，一边说道：我还以为你会很痛快。叶飞抿着嘴巴没有说话。痛快吗？刚开始确实有，可看到最后却觉得苏西月也是一个可怜人。对了，我听说男人和男人那个啥会得病，你说苏西月她……刘辉话说到一半就没有继续往下说了，但是叶飞知道刘辉想说什么。和我已经没有关系了，过去事过去心，不可记得；现在事现在心，随缘即可；未来事未来心，何须劳心。这几字真言还真他妈的有道理。你找到工作了吗？叶飞轻轻摇了摇头。刘辉安慰地勾着叶飞脖子道：没关系，等明天我们兄弟两个一起从零开始。叶飞眼神疑惑看向刘辉：你辞职了？不，我是和你一样把老板炒鱿鱼了。叶飞越听越是疑惑，为什么？别看刘辉大大咧咧，可绝不对意气用事的人，能把老板爆鱿鱼，除非是发生了什么让他无法接受的大事。果不其然，叶飞刚问完为什么，刘辉便深深叹了一口气，眼神哀怨盯着叶飞：别提了，我们老板是个变态，他……刘辉支支吾吾了半天，却始终都没有憋出来下文。叶飞也没有追问，只是静静等待。过了好一会，刘辉才继续说道：他竟然要给我介绍女朋友，还说什么对方是他小姨子，
只要我们能结婚，他给自己小姨子50万当嫁妆。叶飞不等刘辉把话说完，便直接开口打断了刘辉的话。这不是挺好的吗？刘辉闻言，脸上表情逐渐变得悲愤起来。本来明天就要见面了，可我觉得不太对，于是找其他人打听了一下，哪里是给我介绍小姨子，不对，那确实是他小姨子，但是也是他情妇啊，还他妈肚子里都已经揣崽了，这他娘的不是让我喜当爹吗？叶飞神色复杂看着刘辉，张了张嘴，不过最终还是欲言又止，只是重重拍了拍刘辉肩膀。这种事确实不好安慰，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刘辉听着叶飞的询问，默默叹了口气，扯出一抹笑容回应道：我也不知道，走一步看一吧。微微停顿了下，刘辉扭头看向叶飞，好奇道：不过当时我听你说那个叫林婉如的妹子让你去她公司上班，给的工资还挺高，你怎么也不干了？刘辉上一次听到叶飞找到好工作的时候，打心眼里为叶飞开心，可过了一晚上，中午的时候叶飞就说工作没了，当时他在上班，想问却没有时间，现在正好有这个机会，刚好问问叶飞到底是什么情况。叶飞纠结了半天，却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最终只能同样挤出一抹笑容道：此事说来话长，不提也罢。刘辉用打量的眼神盯着叶飞看了半晌，冷不丁道：你该不会是心思不在上班那里，而是在妹子身上吧？去你大爷的，乱说什么呢？叶飞没好气的重重捶了刘辉一下，他姐有个追求者把我当小三了，我一气之下把对方打了一顿，就这么简单。刘辉呵呵了2声，那你也挺惨的。两人互相对视了一眼，倒是从对方眼神中看到了惺惺相惜的感觉。兄弟，我问你个事，如果有2个妹子大晚上的还站在你家门口等你，你说他们是什么意思？刘辉猛地扭头看向叶飞，你意思是我们上一次见到的那2个姐妹花来找你了？叶飞犹豫着点了点头，我刚跟我妈回来的时候就看到他们2个站在门口，吓得我连门都没敢进。微微停顿了下，叶飞继续说道：当时是他姐未婚夫挑衅，我才动手，结果却被冤枉，还挨了顿骂。刘辉掏出烟盒递给叶飞一根烟，一边点燃打火机，一边开口道：那还用说，肯定是来找你道歉的呗，估计还想邀请你回去继续上班。叶飞抿着嘴巴没有说话。其实在林婉如和林婉晴出现在自己家门口的时候，叶飞就知道他们2个想干什么，不过当时脑海中第一反应竟然是下意识远离。刘辉看叶飞陷入到纠结之中，便好心劝道：无论怎样，我觉得你应该把事情和他们说开，老这么躲着也不是个事。叶飞想了想，好像确实是这个道理，总不能让他们2个闲着没事就来家门口堵自己吧。行，那我就先回去了，有什么事我们明天再说。刘辉看着叶飞离开的背影，挑眉摇了摇头，自己这兄弟福气真好，什么时候让自己也碰到2个美女姐妹花才好。叶飞在回去的路上，内心一直忐忑不安，不过转念一想，问题不在自己身上，他倒是怂个屁啊。叶飞都已经快要走到家门口的时候，却发现大门紧闭，别说林婉晴和林婉如了，甚至连个鬼影都没有。叶飞忍不住嘀咕道：看来是我想多了，按照林婉如的性格，还有可能过来和自己道歉，可至于林婉晴，那娘们要是能降低身份道歉，自己倒立洗头。放心吧，这件事等菲儿回来了，我会给她说。叶飞心里还在嘀咕，家里却突然传来叶母的声音，身子猛地一顿。老妈在说话？和谁？难道林婉晴和林婉如没有走？叶飞想到这里，赶紧推门而入。林婉如和林婉晴本来坐在沙发上和叶母聊天，突然听到脚步声，3人齐刷刷将目光投向门口。叶飞尴尬地抓了抓后脑勺道：你们来我家干什么？林婉如和林婉如2姐妹还没开口，叶母就直接上前拉着叶飞的胳膊，将叶飞按到了沙发上。你说你都已经这么大的人了，这么点小事都要逃避？叶母埋怨地看了叶飞一眼，随后继续道：人家小姑娘都已经告诉我了，她有一点事情误会了你，这次来就是想跟你道歉，你倒好，连说话的机会都不给，真是一点礼貌都没有。叶飞扫视了2人一眼，就看到这2人正端坐在沙发上盯着自己。他妈的，不是说来道歉的吗？怎么搞得跟审犯人一样？叶母看叶飞不说话，直接轻轻拍了下叶飞后脑勺道：行了，你们好好聊聊，人家是女孩子，你脾气别那么冲。等客厅里面就剩下自己3个人后，叶飞直接后仰靠在沙发上，翘起2郎腿。我都已经不干了，你们还要追到我家里？怎么，公司那么大，总不至于连个保安都招不起吧？林婉如听着叶飞的嘲讽，赶紧挪动屁股坐到叶飞身边。我把真相都已经告诉我姐了，我姐知道自己错了。叶飞不等林婉如把话说完，便直接开口打断了林婉如的话。既然是她道歉，为什么她不说话？林婉晴看叶飞挑衅的目光一直在自己身上打转，眉头微皱道：
你别得寸进尺。得寸进尺。叶飞直接轻笑出声，拜托，被冤枉的是我，你可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林婉晴被叶飞对的眼神明显有点不悦，两个人目光在半空交织，站位十足。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对不起。叶飞听着从林婉晴微不可闻的声音，故意道：你说什么？叶飞，你够了。我够什么？别忘了，你们来是为了什么？林婉晴盯着叶飞看了许久，最终深吸了一口气，硬是从牙缝里挤出来了3个字：对不起。说什么大声点，我听不见。林婉晴胸口不停上下起伏，显然是被气得不轻。就在叶飞以为林婉晴快要发火的时候，林婉晴却突然加大声音道：对不起。叶飞愣住了，卧槽，这踏马竟然真道歉了。不对啊，这娘们人设是不是有点崩？林婉晴看叶飞没说话，只是一个劲地盯着自己看，强忍着怒气道：我说对不起，这下满意了吗？叶飞忍不住摸了摸鼻子，当然可以，歉都道了，要是自己再揪着不放，那就是他的问题了。不过下一秒，叶飞便正了正神色，直接问道：说吧，你们找我到底为了什么？林婉晴如果只是因为孙浩的事和自己道歉，完全没有必要在自己家门口等这么长时间，甚至在看到自己跑了之后，还堂而皇之的在自己家等着他回来。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两个人找他肯定还有其他事。林婉如和林婉晴在听到叶飞的话之后，互相对视了一眼，尤其是林婉如直接一把挽住了叶飞胳膊，撒娇道：哎呀，我们找你就是单纯的想道歉，你不要把我们想的这么复杂好不好？叶飞低头看向林婉如，笑了笑。就在林婉如放松警惕的时候，却突然脸色一变道：你觉得我会相信吗？林婉如还想解释，耳边却传来林婉晴的声音：行了，瞒不过他的。林婉如瘪了瘪嘴，默默松开抱着叶飞胳膊的手。叶飞则是饶有兴趣地盯着林婉晴，用眼神示意林婉晴有话就说。林婉晴也没拖泥带水，直接问道：我想知道你和楚娇到底是什么关系？叶飞端起桌上水杯润了润嗓子：这是我的私事，既然你觉得是私事，那我们就来说点其他的吧，愿闻其详。林婉晴目光灼灼盯着叶飞道：因为你楚家特意针对我们林家，如今已经影响到了林氏集团的整体经济，叶飞用手做了一个打住的姿势，所以你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去帮你们给楚娇说好话。刚开始还以为是兴师问罪，搞了半天才发现是上门道歉，怪不得林婉晴都愿意低声下气说对不起，现在看来这两个明显是有求于自己啊。林婉如张嘴刚准备开口，林婉晴便率先说道：此事因你而起，难道你不应该对此事负责吗？叶飞闻言瞬间笑了：我一个什么能力都没有的平民小百姓，你凭什么认为我会有这么大的面子？我都已经听说了。叶飞止住笑问道：听说什么？楚娇喜欢你？叶飞刚喝进去的水都差点喷出来。不是，谁告诉你的？只要你能让楚家撤手，条件随便你提。我都说了，我没那么大面子。林婉晴闻言直接从包里掏出一张支票放在叶飞面前的桌子上。500万。叶飞微微一愣，哎，不是。林婉晴不等叶飞把话说完，又掏出一张支票放在叶飞面前。600万。你到底能不能听懂我的话？这压根就不是钱的事。林婉晴继续掏出一张支票放在叶飞面前桌子上。700万。叶飞看着林婉晴一个劲往自己面前放支票的举动，有点无语。有钱人都喜欢用钱砸人吗？要是不够，我可以再加。叶飞深吸了一口气，直接从口袋掏出楚瑞之前给的支票扔在面前桌子上。来，我给你钱，以后别出现在我面前了，行不行？叶飞本来想把古玩店老板的支票扔给林婉晴，不过转念一想，那才300万，对自己来说很多，可在林婉晴面前实在是不够看的。楚瑞给的就不一样了，好多零，比林婉晴扔出来的这些支票加起来还要多。林婉晴没想到叶飞会有这个举动，一时之间愣住了。从小到大一直都是他林婉晴用钱砸别人，这还是第一次有一个男人用钱砸自己，目的竟然是想让自己以后不要出现在他面前。这对于林婉晴来说不仅仅是打击，更像是一种侮辱。林婉如眼尖看到叶飞扔出来的支票上面盖章好像有点眼熟，好奇拿起来瞅了眼，瞬间声音都有点比劈叉了。你竟然有楚家支票？林婉如一把将支票拍在桌子上，冲叶飞质问道：说你是不是背着我入赘了？林婉晴本来还沉浸在自己的情绪中，突然看到林婉如情绪这么激动，目光顺势转向支票。下一秒，林婉晴瞳孔也猛然放大，叶飞怎么会有楚家支票？还这么多钱？难道叶飞不仅和楚娇有关系，甚至和楚家也牵扯上了？我和你说话呢，你别给我当耳旁风。
林婉如气鼓鼓地揪着叶飞耳朵，小脸通红道：“说，你和楚娇到底是什么关系？”叶飞没想到林婉如会突然动手，顿时被疼得龇牙咧嘴。我和她什么关系？凭什么要告诉你？林婉如被叶飞对的一愣，手也不自觉松开。他说的没错，自己和他什么关系都没有，凭什么管东管西？只是林婉如却觉得心里有点不太好受，整个人坐在沙发上沉默不语。不过很快，林婉如便抬头看着叶飞，小手握成拳头，信誓旦旦道：“以前没关系，以后就不一定了。叶飞，我要你当我男朋友，要不我当你女朋友也行。”楚娇能出手对付林家，绝对是因为当时自己和楚娇抢夺叶飞。林婉如在心里暗自发誓，既然如此，自己一定要把叶飞争过来，到时候好好杀楚娇锐气。可林婉晴却直接被林婉如这番话给吓到了，人都差点从沙发上弹起来。你说什么？自己这妹妹疯了吧？竟然要追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愣头小子，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林婉晴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结果下一秒就听到了叶飞拒绝的话，脑子都差点不够用了。自己妹妹表白，竟然还被拒绝了。不是，他叶飞凭什么看不上自己妹妹？林婉如闻言强势抱上叶飞胳膊：“我不管，你必须当我男朋友，不然信不信我揍你啊！”说话间，林婉如还不忘记挥了挥自己并没有任何威慑力的拳头。林婉晴看了看面无表情的叶飞和抱着叶飞不撒手的林婉如，整个人往后瘫在沙发里，眼神就跟中邪一样。疯了，这绝对是都疯了。叶飞对于林婉如的死缠烂打实在是没有办法，只能好言相劝道：“你能不能先放开我？”林婉如死死抱着叶飞胳膊：“我不。”叶飞无奈叹了口气，用下巴指了指林婉晴的方向。林婉如好奇顺着看了过去，就看到林婉晴正坐在沙发上，生无可恋地看着自己，小脸一红，赶紧松开手。被堂姐看到这一幕，真的是丢脸丢大发了。闹够了没有？林婉如听着林婉晴询问，低垂着脑袋，双手搅动着裙摆，半天没有说话。叶飞则是一边整理着自己衣服，一边开口道：“你们两个还有事吗？没事的话就回去吧。”林婉如还想开口说些什么，可是目光在触及到林婉晴的时候，又默默闭上嘴巴。林婉晴坐直身子：“我刚说的，你可以考虑一下，对你来说只不过是一句话的事。”叶飞扭头看向林婉晴：“你就对我这么有信心？”林婉晴想了想，轻轻摇了摇头。叶飞顿时就被林婉晴的举动给逗乐了：“那你还让我去说？”可林婉晴却继续道：“我对你确实没有什么信心，可这件事毕竟因你而起，不管怎样，你总得出面，不能因为你个人原因连累到其他人，你说对吧？”叶飞本想说关自己屁事，可下一秒林婉晴便继续道：“我们有一家公司专门针对老弱病残，你也知道，他们这种人很难在社会上找到工作，若是我们经济上遭受到打压，很有可能导致他们失业。”林婉晴的这一番话让叶飞不得不重新思量。虽说林婉晴有点像是在对自己进行道德绑架，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如果那些人失业，恐怕连自身生存都是问题。叶飞想到这里，才妥协般的点了点头道：“我试试。”不等林婉晴开口，叶飞便继续道：“不过能不能成功，我不敢保证。”林婉晴站起身道：“好，我替那些人谢谢你，已经很晚了，我们就不打扰了。”话音落下，林婉晴也不管林婉如愿不愿意，直接拉着林婉如就往出走。等两人离开，叶飞躺在沙发上看着天花板，整件事分明不是自己所导致，为什么他心里反而有一股莫名的内疚感？叶飞盯着天花板看了许久，才掏出手机看了眼时间，才10点多，楚娇应该还没睡吧？叶飞心里这么想着，便翻出自己和楚瑞的对话框，盯着楚瑞发过来的楚娇手机号，叶飞迟疑了许久，却始终都没有按下拨通键。生意场上有来有往，叶飞根本就无法确定林氏集团所遭受的危机就一定是因为自己，万一只是正常的商业争斗，自己却因此去指责楚娇，是不是有点冤枉人？叶飞躺在沙发上，将手机放下又拿起，犹豫了半晌，最终还是拨打了楚娇电话。不管林婉晴说的是真是假，为了那些工人，自己就当发发善心了。不是，怎么不接就挂了？握着手机，叶飞不死心的继续拨打。这一次，电话另一边总算是传来了楚娇的声音。谁啊？叶飞听着楚娇满是疏离的声音，显示一愣，默默看了眼手机，下意识以为自己打错电话了。楚娇在面对自己的时候可不是这样。我刚说出一个字，楚娇却瞬间挂断电话，压根就不给叶飞表明身份的机会。叶飞不死心的继续拨打，这一次楚娇的声音明显极其不耐烦，到底还有完没完了？不知道大晚上扰民吗？信不信我人肉你？我是叶飞，你……叶飞刚说出自己名字，结果一整句话都没说完，楚娇态度瞬间来了个180度大转变。哎呀，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
是不是想我了？不等叶飞开口，楚娇的语气却突然变得疑惑起来。不对啊，你怎么有我手机号的？叶飞尴尬咳嗽了几声，才开口道：当时我去救你的时候，你给了我你手机号。对了，我有一件事想问问你。什么？你是不是针对林家出手了？当时林婉如和楚娇争夺自己的时候，林婉如说她威胁林婉如要对他们林氏动手，这才让林婉如离开。叶飞一直以为楚娇是在和自己开玩笑，现在看来这件事好像是真的。是我又怎样？谁让他不知死活的和我？楚娇话说了一半突然停住，语气瞬间变得委屈起来。你这是在因为那个死女人来质问我吗？叶飞不知为何，楚娇分明是委屈巴巴的语气，可他却听得背后发凉，赶紧开口道：当然不是，我就是好奇问问。楚娇哼了一声，不是最好，等我收购了他们公司，第一件事就是把他们总公司改成厕所，还是免费的那种。叶飞顿时就有点汗颜了，这丫头还真是狠。叶飞想劝楚娇不要乱来，可看现在情况，愣是什么都不敢说。楚娇因为吃醋都能这么搞，要是自己再替林氏说好话，恐怕林氏只会更惨。现在只能希望林氏能人多一点，撑到楚娇撒完气才好。毕竟楚瑞不是傻子，肯定不会。叶飞突然想到楚瑞，赶紧冲楚娇说道：那个啥，我突然想到一点事，先挂了。哎，我还。楚娇话还没说完，叶飞便已经挂断电话。下一秒，叶飞直接给楚瑞发个微信：你知道楚娇对林氏动手吗？楚娇容易意气用事，但是楚瑞不会。要是楚瑞知道楚娇这番行为，肯定会对之进行制止。毕竟商场如战场，虽然楚家位列之首，可在搞垮林氏的同时，自身也会遭受到损伤。叶飞这个消息刚发过去，楚瑞语音就打了过来：你说什么？娇娇对林氏动手？楚瑞听完叶飞讲述，沉默了许久，才低沉着声音道：好，这件事我知道了，你放心，交给我来解决。挂断电话，楚瑞头疼地揉了揉太阳穴，这丫头就不能让自己省点心吗？深吸了一口气，楚瑞打开门，径直走向楚娇房间。而另一边，叶飞躺在自己房间，心里开始忐忑不安。自己给楚瑞打电话，有点像是告黑状的感觉，会不会不太好？叶飞心里念头还没想完，手机铃声却突兀响起。拿起手机看了眼，屏幕上赫然显示着2个字：楚娇。叶飞盯着手机看了半晌，愣是半天都没有下一步举动。楚娇现在给自己打电话，到底是因为什么？叶飞心知肚明。叶飞原本想着只要自己不理会，等后面见楚娇说自己睡着了就行，可手机却在锲而不舍地一直在响。为了不吵到自己老妈休息，叶飞只能深吸了一口气，随后按下接听键。只是手机还没放到耳边，里面就传来楚娇气急败坏的声音：叶飞，你到底是什么意思？竟然给我哥告状？你知不知道我刚才被骂惨了？叶飞尴尬地摸了摸鼻子，没有说话。楚娇现在还在气头上，看叶飞半天不说话，心里就更气了。说话哑巴了是不是？嘴上说着什么事都没有，结果转头就向着那个女人：叶飞啊叶飞，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的狗男人。说你们到底什么时候看对眼了？我哪里比不上那个女人了？你凭什么？楚娇小嘴巴巴说个不停，叶飞只能抿着嘴默默承受楚娇的怒火。这件事因他而起，是他搞了黑状，楚娇生气很正常。叶飞心里想着，只要自己让楚娇把心里那股火气发泄出来，这件事也就差不多过去了。可对于楚娇来说，她都已经被气成了这样，结果叶飞却连屁都不放一个，这无疑是在给自己火上浇油。叶飞，你娇娇。楚娇话刚说了一半，叶飞就听到另一边传来楚瑞的声音。下一秒，楚娇声音立刻小了下去，就连语气也软了许多。哥，你怎么来了？你声音那么大，我在房间都能听到你的声音。娇娇，这件事本就是你错了，意气用事，沉不住气，冲动之下很容易毁掉自身很多东西。如果不是叶飞，两家争斗，我们利益也会受到损伤，这一点你心里难道不清楚吗？可是没什么好可是的。楚瑞声音顿时变得严肃起来。这件事和叶飞无关，如果真要说的话，叶飞也算是帮你在做弥补，这么显而易见的事，你难道还想不明白吗？电话另一边许久都没有传来任何动静。叶飞握着手机，内心犹豫要不要开口说几句的时候，楚娇却突然开口道：我知道了，我这就去给叶飞道歉。叶飞听到楚娇这句话之后，心里猛地一凉，给自己道歉，这是想来找事吧？吓得叶飞赶紧开口喊道：不用，没必要道歉。楚瑞听到了叶飞的话，也开口说道：既然叶……可楚瑞话还没说完，楚娇便小脸板平，义正言辞道：不行，必须道歉，而且还必须当面道歉，这样方能彰显我的诚意。行了，我这就去给叶飞道歉。话音落下，楚娇直接越过楚瑞就往出跑。楚瑞伸手想要阻拦，
可最终还是迟了一步。看着楚娇离开的背影，楚瑞默默在心里给叶飞捏了一把冷汗。楚娇跑出别墅，坐在车上的时候，冲着还没挂断的手机甜腻腻说道：“乖乖在家里等着我啊。”话软，但是暗藏杀意。叶飞看楚娇说完这句话，便直接挂断电话，压根就不给自己开口的机会，心里只觉得自己这次恐怕是要凶多吉少了。都说3个女人1台戏，他现在可算是深有体会。而另一边，楚娇心里其实知道楚瑞说的都是实话，可心里就是感觉到憋屈。林婉如那个女人长得虽然还算不错，可凭什么自己比？尤其是叶飞，凭什么要帮那个女人？本来他想的就是利用一点事情牵绊住林婉如，好让她没有时间来骚扰叶飞而已。可为什么所有人都要向着一个外人呢？楚娇心里越想越是觉得委屈，直接一脚油门踩到底，车子在黑夜中都已经开出了残影。好在晚上人不是很多，否则的话，等楚娇好不容易到达叶飞家门口的时候，却开始踟蹰起来。因为楚娇在开往叶飞家的途中，情绪已经不像刚开始那么激动，冷静下来也想了很多。她虽是娇生惯养长大，可对于那些尔虞我诈的商场却是从小耳濡目染。正是因为如此，楚娇自然知道其中厉害，也知道自己干了多么愚蠢的一件事。可心里知道归知道，但对于那种情感上的东西，楚娇却依旧介怀。我到底该不该进去？楚娇看了眼大门，内心开始摇摆不定。叶飞虽然躺在床上，却敏锐听到了大门外不停响起的叹息声，也通过透视眼看到楚娇已经徘徊在外面许久。当耳边再次响起楚娇叹息的时候，叶飞也忍不住跟着叹了一口气，随后认命搬起身朝门口走去。楚娇站在门口还在纠结，门却被咯吱一声打开，猛地抬头就看到叶飞正眼神无奈地看着自己。叶飞对上楚娇迷茫且诧异的眼神，真是又好气又好笑，微微侧身道：“进来吧。”大晚上穿这么少，鼻尖都被冻得通红，看来这丫头真是被自己给气得不轻。楚娇在愣神之后瞬间反应过来，本来已经压制住的火气，却在看到叶飞的时候猛然疯长，直接伸手在叶飞腰间狠狠拧了一把，咬牙切齿道：“叶飞，你还真是好样的。”叶飞被楚娇拧得生疼，忍不住闷哼了一声：“你们女人怎么就爱动手动脚？”叶飞不说这句话还好，一说这句话，楚娇下手就更狠了：“我们女人，来，你告诉我还有谁？”叶飞看到自己说漏嘴，赶紧一把抓住楚娇手腕道：“当然是我妈了。”楚娇瞪了叶飞一眼，没有说话，只是小脸气鼓鼓的，就跟河豚一样。叶飞先是回头看了眼自己老妈房间，看到老妈没有被吵醒，才松了口气，随后脱下外套披在楚娇身上。现在就算是夏天，晚上也冷，先披上吧。刚才楚娇在拧他的时候，叶飞明显能够感受到楚娇指尖上传来的冰凉。这件事是他理亏，希望能借此博得楚娇好感，趁早消气吧。楚娇没想到叶飞在这个时候竟然还在关心自己，内心深处划过一抹悸动。谁稀罕你的衣服了？话虽如此，可楚娇脸却悄然红了。叶飞眼角带笑道：“是，你不稀罕。行了，先进来吧。”楚娇白了叶飞一眼：“等会进去再跟你算账。”等叶飞将楚娇带进房间的时候，这才惊讶发现楚娇竟然只穿了一件睡裙。由于刚才动作幅度比较大，衣领处有点松垮，肩带也有点下滑。虽说有自己衣服的遮挡，可雪白的锁骨仍若隐若现。再加上叶飞比较高，低头间，楚娇察觉到叶飞目光，脸疼的一下就更红了，猛地伸手将衣领往上拽了拽：“看什么看？不许看！我去给你倒杯水。”叶飞慌忙转身，却不小心撞到了书桌上的相框，照片啪嗒落地，可叶飞慌乱中早已离开。楚娇嘟了嘟嘴，弯腰将照片捡起来，刚准备放回原地的时候，却发现照片上是一个穿着白色沙滩裙，戴着一顶遮阳草帽，对着镜头笑得正甜的女孩子，背面竟然还用铅笔写的一行小字：“送给最特别的你。”楚娇拿着照片，内心有点酸楚，暗自嘀咕道：“他该不会是有女朋友了吧？”叶飞这个时候端着一杯水回来了，看到楚娇手里的照片，显示愣了一下，随后走过去，不着痕迹地将照片从楚娇手里抽出：“来，先喝点热水暖暖。”楚娇并没有接，只是用手指了指照片背后小字：“这是女朋友送的。”话虽然是这么问，可楚娇心却早已提了起来，内心不断祈祷，可千万不要是女朋友啊，她可不想当臭名昭著的小三。叶飞低头看了眼手里照片，随意嗯了声，不过很快便解释道：“准确一点来说，应该是前女友。”楚娇听到叶飞说前女友，悬着的心这才稍微放下，不过很快又猛地提了起来：“前女友？那你还留着干什么？总不会是心里放不下，所以睹物思人吧？”叶飞没好气地瞥了楚娇一眼：“没来得及而已。”说话间，叶飞随手将照片扔到了垃圾桶。既然已经分手，
家里就不应该留着前女友的任何东西。看来确实应该找个时间，把家里关于苏希月的东西全部整理整理扔出去了。楚娇看着叶飞的举动，好奇问道：“你们为什么分手？”“因为出轨。”“出轨？”楚娇声音忍不住陡然提高，反应过来之后，赶紧吐了吐舌头：“你出轨，他出轨？”叶飞看着楚娇的眼神就有点无语了，摊开双手：“你看我像是会出轨的人吗？”楚娇先是上下打量了叶飞几眼，随后摇头道：“那你也太惨了。”叶飞没理会楚娇眼神里的同情，自顾自在床边坐下：“我还好，惨的应该是她男朋友。”啊！楚娇小脑袋瓜转悠了半天，实在是没想明白叶飞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于是便追问道：“你不是说对方是你女朋友吗？”叶飞重重吐出一口浊气，扯出一抹笑容道：“我一直以为他只谈了我一个，后来才知道他有男朋友。那你是被莫名其妙当小三了？”“不是。”“那是什么？”“我是小六。”楚娇眼神复杂盯着叶飞，一口气差点都没提上来。这也太劲爆了吧！那他叫什么？刘月或者苏希月也行。楚娇越是听着叶飞的话，越是一头雾水。什么叫也行？叶飞扭头看向楚娇，脸上疲惫尽显。因为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说自己叫刘月，后来我才知道他叫苏希月。楚娇默默上前几步，在叶飞身边坐下，再次开口的时候，语气明显已经没有了之前的锐气，反而多了几分同情。“你放心，我以后绝对不会给你戴绿帽子。”叶飞，对了。楚娇猛地站起身，双手叉腰站在叶飞面前，说：“我和那个叫林婉如的，你到底选谁？”叶飞懵了：“不是，你怎么突然开始扯这个了？不是过来兴师问罪的吗？怎么突然开始问自己选择哪一个了？这踏马还不如直接因为刚才的事骂直接自己一顿。别废话，我就问你选择哪一个？”叶飞抿着嘴巴保持沉默，这种感觉简直就是在将自己千刀万剐。叶飞深吸了一口气，抬头看着楚娇，刚准备说话，却发现楚娇脸色红得有点不太正常。细看之下，叶飞发现楚娇不止脸红，就连身体其他地方也隐约透露着淡淡的粉色。难不成这家伙感冒了？叶飞心里这么想着，便开口问道：“你没事吧？”楚娇还以为叶飞是想岔开话题，直接双手捧着叶飞脸颊道：“告诉我，你选谁？”叶飞感受着楚娇手心传来的温度，内心暗道一声不好。一路上吹风受凉，现在好了，绝对是感冒了。你，叶飞刚说了一个字，楚娇却突然身体一软，朝叶飞怀里栽了下去。下一秒，叶飞捂着某处，猛地从床上跳起。卧槽！刚才楚娇栽下去的时候，膝盖磕在了叶飞双腿之间。楚娇有叶飞当人肉垫，没什么大事。可那一瞬，叶飞却感觉自己蛋都要碎了。楚娇在叶飞起身的时候，没站稳，跪坐在地上，上半边身子趴在床边，红着脸颊，眼神略带迷离道：“你怎么了？”叶飞疼得厉害，不过身为男人，还是强撑着站起身，硬是从牙缝里挤出了2个字：“没事。”就在叶飞扭头看向楚娇的时候，却发现楚娇坐在地上，穿着睡裙，香肩半露，裙摆滑落在大腿处，堪堪遮掩住她的臀部。而她披在楚娇身上的衣服，不知何时已经滑落在地上，可楚娇小手还在不自觉地扒拉着自己衣领。这么热的天，你就算是心疼电费，也不至于不开空调吧？叶飞默默抬头看了眼空调，上面赫然显示着22摄氏度。眼看楚娇双手还在不断扯着衣服，叶飞赶紧上前抓起外套，一把裹住楚娇。你别！叶飞话未说完，楚娇睡裙上的肩带却已经被啪的一声扯断。我难受。叶飞看楚娇话说了一半就没了动静，低头就看到楚娇已经晕过去了，吓得打横抱起楚娇就往出冲。家里有感冒药，可楚娇这情况明显有点严重，还是去医院比较妥当。只是当叶飞看到楚娇车的时候，再次无声叹了口气。敞篷是拉风，但是还需谨防感冒。眼看还有5-6分钟就到医院了，结果前面却出现了查酒驾的。一个女警走过来拦住叶飞道：“先生你好，请。”女警话未说完，却猛然看到了坐在副驾驶昏迷不醒的楚娇，瞳孔陡然收缩，立刻语气严肃改口道：“请你下车配合检查。”叶飞看了眼楚娇，知道女警肯定是误会了，赶紧开口解释道：“他是我朋友，生病了，我……”只是叶飞话刚说了一半，女警便再次严厉道：“请下车配合检查。”女警不傻，坐在副驾驶的女人不仅没有意识，甚至肩带都断了。要说自愿，鬼都不信。叶飞也想配合检查，可楚娇身体容不得耽搁。看着前面绿灯，叶飞心一狠，一脚油门就冲了出去，去踏马的下车配合检查。在人命面前，检查倒是算个屁啊！
更何况要是楚娇在自己这里出了事，后果他可承担不起。女警没想到叶飞竟然这么猛，直接逃匿，立马拿起对讲机。下一秒，叶飞就看到身后跟了2辆警车，大喇叭还不停喊着请靠边停车。叶飞看了眼后视镜，忍不住骂道：老子停个锤子！好不容易飙到医院，叶飞抱着楚娇就往下冲，直到将楚娇交到护士手里，叶飞才松了口气。可这口气还没有完全输出去，叶飞却感觉手腕一凉，低头就看到了2个明晃晃的银手镯。你被逮捕了，请配合我们走一趟。我犯什么事了？凭什么抓我？可女警却看都不看叶飞一眼，看着旁边同事道：等会我亲自审问。我真的是在救。女警看了叶飞一眼，直接打断了叶飞的话：要是再不配合，那就是妨碍公务了。叶飞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哑巴吃黄连。等叶飞坐在警局的时候，女警站在叶飞面前，伸手敲了敲桌子，厉声道：说姓名住址，到底对那个女孩做了什么？叶飞看了女警一眼：我都说了自己是在救人，但是你什么证据都没有就抓我，难道不怕冤枉好人吗？女警看叶飞都已经被自己铐住了，还这么嚣张，语气也不耐烦起来。我劝你还是坦白从宽。我从宽？什么从宽？叶飞目光直视女警，毫不客气道：都说了我们认识，我倒是想问问你，不分青红皂白就对我进行逮捕，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对得起身上这身警服吗？女警刚想开口，一个男警察却走了进来，特别殷勤地递给女警一瓶水。陆佳佳是吧？局长有事找你，这里我来就行。陆佳佳没有接话，盯着男警质问道：你是谁？我怎么没在警局见过你？男警笑道：我叫钱枫，刚转过来的。陆佳佳看了眼对方一眼，这才转身离开。只是走到门口的时候，还不忘记回头说道：等我回来，我会自己审。门刚被关上，钱枫脸上笑容却突然消失，转而挂上了一抹阴狠。叶飞，这次你跑不掉了。叶飞看着钱枫眼神里毫不隐匿的杀心，瞬间警惕起来。你是谁？我们好像不认识吧？钱枫拿着电棍拧，笑着走进叶飞。没关系，我认识你就行了。叶飞眼看电棍就要戳到自己，赶紧侧身躲过，只是腕上手铐还是有点阻碍叶飞行动。躲闪的瞬间，叶飞赶紧打开透视眼查看对方信息。钱枫，小混混，3年前被孙浩赛进警局，孙浩表弟兼走狗。叶飞知道钱枫和孙浩关系之后，脑海瞬间明朗起来。应该是孙浩知道了自己被逮捕的消息，所以动用关系将钱枫调了过来，目的就是想搞自己。你好歹也是人民警察，我要是真出事了，你觉得你能逃得脱干系吗？钱枫听着叶飞的质问，哈哈大笑道：这就不用你管了，还是先关心你自己吧。说话间，钱枫拿着电棍又朝叶飞扑了过来。就在这时，叶飞突然感觉全身充满力气，好像手铐也无法禁锢住自己。叶飞下意识双手握拳用力拉扯，下一秒手铐硬生生被叶飞所崩开。钱枫都已经扑到叶飞面前，却被这一幕吓得止住脚。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叶飞一边活动着手腕，一边靠近钱枫。我怎么做到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还是先关心自己吧。同样的话，叶飞直接还给了钱枫。不等钱枫反应过来，叶飞直接一拳砸了过去。当了警察又怎么样？无非就是披着一层皮，为非作歹。钱枫在没当警察之前，那也是混社会的，好歹有2下子，在被打了一圈之后，瞬间便握拳想要打回去。可无奈叶飞开挂了，钱枫的举动在叶飞面前跟小孩子一样慢。没一会儿功夫，钱枫就被打趴在了地下。叶飞伸手重重拍了拍钱枫背上的尘土，随后一屁股坐了下去。你他妈！叶飞看到钱枫还不服气，直接一巴掌打到了钱枫脑袋上。喊什么喊？消停点！钱枫自知不敌叶飞，瞬间趴在地上不说话了。而另一边，陆佳佳去找了局长。局长刚见到陆佳佳，便焦急问道：你刚才是不是抓了一个人？陆佳佳好奇道：局长，怎么了？快来看看，是不是这个人？就是他，局长，你干什么去？局长在陆佳佳点头的一瞬间就起身往出冲，嘴里还不停念叨着：完了，这下真完了。陆佳佳满头雾水跟在局长身后，想问却不敢。叶飞敏锐听到外面传来脚步声，好像还是朝着自己这个方向来的，瞬间起身，还不忘记将钱枫也拽起来，一边迅速整理好钱枫着装，一边随意抓了抓手头发，扯了扯衣服，还不忘记拿起之间被崩开的手铐将自己给铐了回去。钱枫看着叶飞这番举动有点懵，你这是干什么？叶飞冲钱枫笑了笑：兄弟，祝你好运。话音落下，叶飞便顺着墙壁滑坐了下去，整个人看上去狼狈不堪且奄奄一息，就像是刚刚才经历完一场非人折磨。局长破门而入时，
领带歪斜，额头浸满汗珠，身后跟着气喘吁吁的陆佳佳。当看到瘫坐在地的叶飞的时候，局长脸色瞬间煞白，3步并作2步冲上前，想要将叶飞扶起来。钱枫看着局长点头哈腰的模样，喉结剧烈滚动。他怎么也没想到，平日里威风八面的局长，此刻竟像只受惊的鹌鹑。陆佳佳更是瞪大了眼睛，手里的记录本啪嗒一声掉在地上。他自从当了警察到现在，还从未见过局长对一个嫌疑人如此失态。局长，他袭击我。钱枫迅速反应过来，指着叶飞，声音却不自觉发颤道：他袭警，他住口！局长猛地转身，脸上青筋暴起，只是扭头看向叶飞的时候，脸上却挂着讨好的笑。你没事吧？来，先坐下。陆佳佳彻底懵了，捡起记录本的手都在发抖。能让局长这么对待，看来叶飞身份不一般，自己这次可能捅大篓子了。陆佳佳想到这里，忍不住看了叶飞一眼，恰好看到叶飞手腕上的手铐在灯光下晃得刺眼。局长看叶飞不说话也不动，伸手擦了擦额头，冷汗道：我这就带你去医院。不用了。叶飞声音虚弱，却带着几分玩味，无非就是被这位前警官关照了一下而已。叶飞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抬眼看向钱枫，故意咬中了最后2个字的音节。钱枫瞬间变了脸色，刚想开口，却被局长一个眼神所制止。陆佳佳见状，赶紧小跑到钱枫身边，小声埋怨道：我不是说了等我回来，你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对于陆佳佳的指责，钱枫再也忍不住了，直接指着叶飞道：局长，我连他一个手指头度没有碰到，都是他在单方面打我。叶飞对此只是慢悠悠将双手举起。局长看着眼前这一幕，内心火气就更大了。你是说他戴着手铐打了你？怎么，你当我是傻子不成？一个灰尘土脸坐在地上，衣服凌乱，另外一个完好无损，甚至衣服连褶皱都没有。钱枫说叶飞打他，这跟和自己说他明天就是国家主席了有什么区别？叶飞看局长在自己面前点头哈腰，就知道背后肯定有人关照，底气瞬间变足了起来。坐在椅子上翘着2郎腿，故意问道：能否问一句事情都查清楚了？局长闻言赶紧点头道：误会，这都是误会啊，是手底下人有眼不识泰山，我这就放。叶飞不等局长把话说完，便直接开口打断了局长的话：所以我这一顿打就白挨了。陆佳佳对叶飞本来就带有偏见，看叶飞一而再再而三得寸进尺，忍不住说道：都已经说了是误会，是我把你抓进来的，大不了你打我一顿好了。叶飞挑眉看向陆佳佳，嘴角勾起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陆警官好大的官威，一句误会就能抹平所有。照这么说，以后警察抓人随便扣个罪名，再轻飘飘道个歉就能了事。陆佳佳脸色涨红道：当时你拒检逃逸，副驾女子人昏迷不醒，而且还衣着不整，换做任何一个警察都会采取强制措施，所以这就是钱枫能对我私刑逼供的理由。叶飞目光直视陆佳佳，眼神里面的压迫感让陆佳佳有点不敢和他对视。要不我们再换个话题，为什么一个小混混能进警局，还能在审讯室里对别人用刑？小混混！局长和陆佳佳互相对视了一眼，同时看到了对方眼神里面的震惊，尤其是局长眼神诧异道：这不可能吧？叶飞是在自己警局出的事，如果现在又爆出刚调过来的警察是小混混，自己估计是真的别想继续坐在这个位置上了。不可能！叶飞冷哼一声继续道：您难道真不知道他和孙浩的关系吗？钱枫和孙浩关系摆在那里，就算孙浩有心帮钱枫隐瞒，可若是想要调查，不可能没有一点蛛丝马迹。更何况钱枫为人处事这么高调，叶飞可不相信局长一点都不知情。局长知道这件事不给叶飞一个交代，叶飞肯定不会罢休，于是闭上眼询问道：那依你所看，这件事应该怎么处理？叶飞眼神扫视过陆佳佳和钱枫，毫不客气道：一个开除，一个给我道歉。陆佳佳觉得叶飞是自己招惹上的，就算钱枫再怎么样，也不能因为自己被开除。上前一步，陆佳佳刚准备开口，叶飞便瞥向陆佳佳：我劝你想清楚再求情。你知道他之前干过什么事吗？小混混都能当警察，传出去可真是让人笑掉大牙。陆佳佳站在原地，欲言又止。叶飞之所以步步紧逼，则是因为自己这次如果什么都不计较，只会让隐藏在背后的孙浩觉得自己软弱好欺。既然如此，倒不如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若是想对付自己，当然可以，但是在此之前，也请他们先掂量掂量自己的实力。局长沉默了许久，才开口道：好。钱枫听到自己要被开除，瞬间急了：局长，你怎么能因为他开除我？我哥可是给了你很多。钱枫话刚说了一半，局长便一巴掌打了上去，怒吼道：闭嘴！如今之计，只能放弃钱枫，才能保全自己。
否则按照叶飞的性格，自己铁定也得搭进去。钱枫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只不过是答应孙浩过来搞叶飞，竟然连唯一体面的工作都没了，甚至连他孙浩的面子也不管用。叶飞看钱枫眼神喷火看着自己，故意将手放在桌子上，都这么久了，是不是可以给我解开了？局长猛地一脚踹在钱枫腿上，钥匙呢？快点给我！重获自由后，叶飞揉了揉手腕，将目光放到陆佳佳身上。还有你呢？陆佳佳看了眼局长，随后才不情不愿道：对不起。叶飞满意的点了点头。那陆警官，我现在可以走了吗？陆佳佳硬是挤出一抹笑容道：当然可以。叶飞在路过钱枫的时候特意停下脚步，伸手拍了拍对方肩膀，极其嚣张道：我是打你了，可你有证据吗？证据？钱枫喃喃自语了一句，随后猛地大叫起来：有证据，局长，我真的有证据，就是他单方面揍我。叶飞眼神戏谑盯着钱枫，静静看着钱枫的表演，而钱枫则是特别紧激动地跑到其中一个角落，指着上面的监控喊道：这里有监控，监控可以证明我说的都是真的。可局长却只是深深叹了口气，随后语重心长道：你现在已经不是我们内部人员了，没有权利也没有资格查看我们这里的监控。陆佳佳看了局长一眼，不过却识趣的什么话都没有说。钱枫还想垂死挣扎，可局长却表情严肃看向钱枫，语气凝重道：所有的一切都是误会，叶先生也已经对你不再计较，你要是再继续下去……局长把话说到这里就没有继续往下说了，只是眼神里面的威胁却特别明显。钱枫内心就算是有再多不甘，可事情都已经到了这步，也只能将不甘全部咽下去。局长看钱枫总算是消停了，赶紧冲叶飞笑道：叶先生，我送您出去。叶飞在离开的时候故意回头看了钱枫一眼，这里确实是有监控，可那又如何？谁能让他看？局长一直将叶飞送到门口，离开的时候还不忘对叶飞表达着自己的歉意。叶先生，这件事都是误会，我也已经按照你的意思办了，你看。叶飞闻言直接开口说道：放心吧，我也不是什么小气的人，都过去了。局长笑着点了点头，没有多说。聪明人的对话往往都是点到为止。叶飞抬头看了眼天空，也不知道楚娇现在怎么样了。刚准备掏出手机给楚娇打个电话问问，却看到一辆黑色商务车突然停到了自己面前。叶飞还以为自己挡路了，默默挪开脚步，但下一秒车窗缓慢降下，露出王岩精致的面容。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就准备躲吗？叶飞听着王岩的打趣，忍不住笑道：哪里的话？王岩面带笑容道：上来吧。叶飞拉开车门坐进去，心里却开始犯嘀咕，难不成将自己从警局捞出来的人其实是王岩？可王岩为什么要帮自己？叶飞心里还在犯嘀咕，耳边却突然传来王岩的声音：叶先生。叶飞猛地抬头：叫我叶飞就好。王岩并没有反驳，只是轻轻点了点头，随后继续道：叶飞，上次的事谢谢你，医生说了小泉中暑昏厥，如果不是你及时出手，恐怕……对于上次的事，王岩心里还存有愧疚。叶飞是在救人，可自己却不分青红皂白，直接给了叶飞一巴掌。要不是叶飞，自己和儿子恐怕已经天人相隔了。王岩心里这么想着，便继续道：我为自己之前的举动给你道歉，对不起。叶飞毫不在意地摆了摆手：举手之劳，刚何况我也没放在心上。微微停顿了一下，叶飞继续道：不过这次我是真的要感谢你了。王岩笑了笑，没有接话。小泉这段时间一直吵着闹着说要建就了他的那个叔叔，甚至连东西也不吃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能不能麻烦你跟我去一趟？叶飞想了想，才开口道：好。无论怎样，这次是王岩将自己从警局救了出来，而且还让他狐假虎威了一把，于情于理，这个忙自己都应该帮。王岩看叶飞同意，便冲司机道：去医院。一路上叶飞和王岩都没有再说一句话，气氛倒也显得诡异的平和。什么？你说他被抓进警局了？另一边，楚娇醒过来后却一直都没见到叶飞身影，甚至打电话也没人接，便忍不住问了一旁护士，可护士却说送他进来的那个人被警察带走了。楚娇整个人都有点懵，双手紧紧抓着护士胳膊，焦急道：你会不会看错了？你情绪先别激动。护士一边帮楚娇调整着吊瓶，一边继续道：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他在送你过来的时候身后跟着好几辆警车，刚把你交到我们手里，人就被拷走了。楚娇顿时一头雾水，刚把自己送进医院，结果叶飞就被带走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楚娇心里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起身就想往下床，却被护士给一把按住了。你现在身体有点虚弱，吊瓶打完才能离开。楚娇被护士按在床上，内心虽然焦急，却也知道自己现在什么都干不了。
只能从枕头包里掏出手机给楚瑞打了个电话。楚瑞本来刚处理完文件准备休息，却看到楚娇给自己打电话，刚按下接听键，另一边就传来楚娇迫切的声音：“哥，叶飞被抓走了。”楚瑞有点没反应过来，赶紧追问道：“被抓走了？被谁抓走了？姑姑吗？但是姑姑速度不应该这么快啊。”“不是姑姑，是被警察局的人给抓走了。”“什么？被警察局的人给抓走了？”楚瑞特意将手机拿远看了眼显示，确定是楚娇打的没有错，才低沉着声音继续问道：“到底是什么情况？好端端的，怎么会被警察给抓走呢？”楚娇急得都快哭出来了：“我也不知道啊，我生病了，昏迷之后叶飞把我送到医院，刚才我听护士说叶飞刚把我送到医院就被警察带走了，具体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啊。你别着急，这件事交给我，我来处理。”楚娇这边因为叶飞的事都快急死了，但叶飞却靠着窗户在晃晃悠悠中睡得正香。王岩刚看完笔记本上的文件准备休息一下，却在无意间扭头的时候看到叶飞，先是一愣，随后勾了勾嘴角。在自己车上还能睡得这么香甜，他估计是第一个了。不知不觉间，王岩心里对叶飞倒是升起了一抹欣赏，可王岩不知道叶飞哪里是胆量过人，分明就是折腾了这么久，累了而已。伴随着一个转弯，叶飞身子晃动了下，王岩肩膀也随之一沉。他竟然睡在自己肩膀上了。王岩盯着叶飞的睡颜看了一会，轻轻咳嗽了几声。叶飞模模糊糊睁开眼，却发现自己靠在王岩肩膀，猛地坐起身：“不好意思，我就是太困了没注意。”王岩看了叶飞一眼，嗯了声，随后说道：“我们已经到地方了。”叶飞看了看四周围，这才发现已经到了医院门口，下意识问道：“不去你家吗？”话刚说出口，叶飞就感觉到了不对劲，赶紧开口解释道：“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以为你会让私人医生照顾小泉。”王岩闻言笑道：“我平日里比较忙，小泉嫌弃家里太冷清了，还不如医院热闹。”叶飞了然地笑了笑，但是在准备进去的时候，王岩却突然说道：“叶先生，我能拜托你一件事吗？”叶飞停下脚步，好奇看向王岩。对上叶飞视线，王岩竟有点不好意思了：“等会进去的时候，你能不能不要提起小泉身上的伤？”叶飞还以为王岩要拜托自己什么，没想到只是这件事。想答应，可叶飞又好奇究竟是为了什么。王岩看出叶飞内心疑惑，便自顾自解释道：“我很少在家，小泉都是由保姆照顾，我也是经过上一次的事才知道保姆对小泉不好，虽说已经换了一个人，可我还是怕小泉会难受。”叶飞刚开始还以为王岩不让自己提，是因为这些伤和他有关，没想到是自己多想了。于是叶飞点头道：“好，我答应你。”病房门推开时，屋内正传来碗勺碰撞的叮当声。保姆举着儿童餐勺，无奈地看着把脸埋进枕头的小泉：“小少爷，再不吃饭，营养就跟不上了。”“不吃不吃。”小泉闷声抗议，踢开被子，露出通红的眼尾：“我要等救我的叔叔来。”叶飞看着调皮的小泉，故意笑着打趣道：“是在等我吗？”小泉听到门口传来声音，猛地扭头，就看到叶飞正面带笑容盯着自己看，直接大叫一声，就朝叶飞扑了过来，紧紧抱住叶飞的腰：“叔叔，妈妈真的把你找来了。”叶飞揉了揉小泉脑袋：“怎么，我不来，你就打算把自己饿着吗？”小泉赶紧晃了晃自己脑袋：“怎么会，我可是男子汉，怎么可能做出这么蠢的事？”小泉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还不忘记用嫌弃的目光看着叶飞，似乎是在嫌弃叶飞小瞧自己。王岩倚在门框上，嘴角不自觉扬起温柔弧度。好久都没有看到过小泉这么对一个人撒娇了，就算是在面对他的时候，王岩也能感觉小泉在想撒娇的时候对自己有着明显克制。“小泉，你……”王岩刚开口，手机铃声却突兀地响了起来，尴尬地给了叶飞一个笑容。王岩赶紧走到一旁按下接通键。没一会功夫，等王岩回来的时候，叶飞就看到王岩表情比较凝重，好奇问道：“怎么了？”只是在话说出口的时候，叶飞就觉得自己越界了。他和王岩什么的关系都没有，如今过来看小泉也是出于人道主义，凭什么过问王岩的事情？更何况对于这种大人物来说，所有事都是私密，自己倒是显得有点分不清身份地位了。但王岩却并没有在意，反而在看了眼小泉后语气略带歉意说道：“实在是不好意思，公司有点急事需要我回去处理，能不能麻烦你在这里陪陪小泉？”叶飞在听完王岩的话，忍不住低头看了眼小泉，就看到了小泉眼神里面的期待。不过楚娇现在也在医院，叶飞实在是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为了避免叶飞拒绝，王岩赶紧补充了一句：“小泉真的很喜欢你。”小泉见状紧紧拉着叶飞的手，叶飞无奈只能点了点头，自己先留下来陪小泉，等会再去看楚娇。再说了，楚娇那么大的一个人，
就算没有他，也能照顾好自己。王岩看到叶飞同意，只来得及说句谢谢，便急匆匆离开。在王岩离开之后，小泉拉着叶飞的手走到床边，伸手拍了拍床铺，示意叶飞坐下。叶飞看着小泉小大人的模样，忍着笑意道：“我觉得你还是先把饭吃了吧。”小泉顺着叶飞的目光看了一眼小碗，随后对保姆说道：“我和叔叔要聊天，等会再吃。”保姆神色有点为难，不过最终还是端着小碗离开。等病房里就剩下自己和叶飞之后，小泉赶紧扒开被子：“谁说我要饿着自己了？我有的吃，只是不想吃饭而已。”叶飞看到小泉被子底下满满当当的全是零食，突然有点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这都是你藏的吗？小泉摇了摇头，随后在叶飞惊讶的目光中打开放在一旁的柜子，满脸得意道：“还有这些？”叶飞抿着嘴巴，愣是盯着小泉看了半天。光吃零食没有营养。你……不等叶飞把话说完，小泉便伸出一根手指在叶飞面前晃了晃：“你说的不对。”“哪里不对了？”小泉双手背在身后，一边晃着自己小脑袋，一边说道：“人为什么要吃饭？就是为了活着，至于身体所要补充的营养。”小泉话在说到这里的时候，伸手指了指挂在一旁的营养液：“我这段时间天天都要挂这个东西，营养早就已经够了。既然这样，我为什么不能吃我想吃的？”叶飞一时之间被小泉给说的无从反驳，但饭还是要吃的，光吃零食怎么行？ No No No！ 小泉再次伸出食指在叶飞面前晃了晃：“科学家说过了，所有东西都要讲究一个均衡，人体所需要的营养成分也是一样，我营养已经够了，就算是再吃再补，身体也吸收不了，更何况我才多大啊？”叶飞伸手抓了抓后脑勺：“不是，怎么有种他在挨训的感觉？王岩是大佬，所以大佬生出来的孩子也是大佬吗？”小泉看叶飞一直盯着自己看，板着小脸说道：“叔叔，没事多读读书吧，书中自有黄金屋。”叶飞被小泉一本正经的模样逗得哭笑不得，刚想再劝，病房灯光却突然闪烁起来。小泉脸上笑容瞬间消失，下意识抓住叶飞的衣角：“叔叔！”话音未落，走廊里传来重物倒地的闷响，紧接着是凌乱的脚步声。叶飞瞳孔微缩，开启透视眼，穿透墙壁，只见5个戴着黑色面罩、手持电击棍的壮汉正朝着病房逼近。“小泉，听我说。”叶飞蹲下身，双手按住小泉的肩膀道：“等会不管发生什么，都躲在床底下别出来。”小泉眼神里虽然闪过恐惧，但还是用力点了点头，迅速钻进床底下。对方看上去就不是什么好人，而且目的明确，直奔小泉病房。叶飞不傻，知道他们肯定是冲着小泉来的。门把手开始剧烈晃动，叶飞抄起一旁的金属椅，死死抵在门后。伴随着砰的一声巨响，房门被暴力踹开。为首的壮汉一脚踢飞椅子，却迎面撞上叶飞的直拳。可惜对方早有防备，侧身躲开攻击，反手甩出电棍。电光闪烁间，叶飞险之又险地避开，抓住对方手腕猛地一扭，只听咔嚓一声，壮汉惨叫着倒地。战斗的声响惊动了隔壁病房，突然响起的尖叫声让叶飞心头一紧。就在叶飞分神的刹那，另一个壮汉趁机扑来，电棍擦着叶飞的手臂划过，烧焦的布料味瞬间弥漫。烧焦的布料味还未散去，第3个壮汉已经从侧面袭来，手中电棍甚至还带着破空声。叶飞猛地一个后踢踹在对方胸口，愣是将对方给踹飞了出去。这5个人感觉他们不是叶飞对手，于是互相对视了一眼，迅速呈包围状将叶飞团团围住。叶飞眼神扫视了一圈这5个人，冷笑道：“打群架是吧？来啊！”为首的在听到叶飞这句话之后瞥了旁边一眼，对方在接收到这个眼神之后，直接举起电棍就朝叶飞冲了过去。但是这一个人在和叶飞对了几招后便退到刚才的位置，与此同时又有一个人顶了上来。叶飞心里清楚，他们是想对自己启用车轮战，借此来消耗自己体力，却没有任何办法，只能感受自己身体力量缓慢流失。过了一会，叶飞动作越来越慢，就连出拳的力气也变得没之前凌厉了。为首的人见状大哈哈大笑起来：“你刚才不是挺牛逼的吗？怎么现在不行了？”叶飞刚想开口，可对方却趁叶飞不注意，直接一脚踹到了叶飞肚子上。叶飞猝不及防被一脚踹趴在地，想起身却被一脚踩在背上。“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干什么？”为首的听到叶飞竟然还敢质问自己，用脚尖重重碾了碾，疼得叶飞忍不住闷哼了一声：“既然你要强出头，我们弟兄几个怎么能不成全你？”话音落下，为首的就便举起电棍就想往叶飞脸上按。小泉躲在床底下，看到这一幕，焦急的想要钻出来，可叶飞却趴在地上，微不可见的对小泉摇了摇头。这群人心狠手辣，小泉还是个孩子，如果真落到他们手里，恐怕……但是就在电棍即将到达叶飞脸上的时候，
叶飞却突然感觉一股奇特的力量涌遍自己全身，力量源泉在接近枯竭的时候被瞬间灌满，刚才的酸痛也一扫而空。电光距离叶飞的眼球仅剩半寸的时候，叶飞迅速翻滚躲过，随即精准扣住对方手腕内侧。为首壮汉还没反应过来，叶飞却已经借势起身，抓着对方手腕，将电棍狠狠对回他的胸口。高压电流瞬间炸开，下一秒对方便躺在地上，口吐白沫，四肢疯狂抽搐。剩下的4个人见到自己大哥成了这个样子，顿时一阵心虚，面面相觑，想上但是不敢。叶飞甩了甩手腕，眼神却死死盯着对面这4个人，声音冰冷道：接下来该你们了。叶飞这辈子最厌恶2种人，一种是对女人动手，另一种便是对小孩动手。所以在话音落下的时候，叶飞压根就没有给对面4个人反应的机会，直接冲了过去。10几个呼吸间，剩下的4个便齐刷刷躺在了地上。叶飞一脚踩在刚才对自己动粗的人胸口，硬是将对方从半昏迷状态给踩清醒了。我警告你，最好别。为首的还想放狠话，可是目光在触及到地上其他人的时候瞬间止住，脖子僵硬看向叶飞，结结巴巴道：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叶飞居高临下看着对方，直接一脚踩到了他脸上。别废话，说你们来这里想干什么？对方扭头不想说话，叶飞直接一拳砸在了对方脸上，抬手时指尖沾染了一抹猩红。说。叶飞只是一个字，对方却浑身哆嗦了一下，犹豫道：我们也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此话一出，叶飞便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了。王氏可是4大家族之一，却被一个女人掌权，其他人心里或多或少都有点不太服气。更何况王岩将小泉安排进的医院，安保问题肯定严谨，可还是被人钻了空子。唯一的解释便是想对小泉动手的是他们自己人。叶飞想到这里，便看了眼门口的位置，都滚！家族斗争便让他们家族内部解决。只是，叔叔，你没事吧？小泉却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床底爬了出来，头发乱糟糟的盯着叶飞道：叔叔，他们是冲我来的，这次是我连累你了。叶飞看向小泉，忍不住问道：你不害怕吗？小泉抬头在看向叶飞的时候，眼神中竟然带着一抹只有成年人才会出现的淡然。早就习惯了，早就习惯了。不是，这他娘的是什么破习惯啊？叶飞刚想开口，小泉便继续说道：我从小到大经历过很多事，你不懂。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小泉还默默叹了口气，双手背在身后轻轻摇了摇头。叶飞没忍住，直接伸手揉向小泉脑袋。你说你才多大，怎么一副老谋深算的样子？小泉啪的一声拍开叶飞的手，脑袋一偏，小脸上写满严肃。不要随便摸一个男人的脑袋，这是不尊重。那副认真的模样，配上沾着灰尘的脸颊和翘起的呆毛，莫名透着股反差萌。叶飞忍不住大笑出声，弯腰和小泉平视，故意逗他道：哟，还男人呢？你这小身板顶多算个糯米团子，离男人还差着10万8千里。说着说着，叶飞还伸手捏了捏小泉的脸颊。我已经8岁了。小泉涨红着脸躲开，后背却不小心撞到病床栏杆。看了叶飞一眼，小泉强装镇定地整理了下皱巴巴的病号服，扬起下巴道：而且我会个斗术，还能看懂摩斯密码。上次行，小大人。叶飞举起双手做投降状，只是嘴里还是忍不住嘀咕了一句：小孩子这么严肃可不太好。小泉在听到叶飞这句话之后，眼神里面却突然流露出一抹伤神，不过很快便扬起脸道：我妈那么厉害，我也得努力才能不拖我妈后腿。叶飞盯着小泉，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懂事是好事，可对于小泉这个年纪来说，却有点让人心疼了。叶飞下意识伸手想揉小泉脑袋，可手却停在小泉头顶上空，迟疑了下，最终还是收了回来。你，叶飞。叶飞刚说出来一个字，门后却传来一个充满怒气的声音。猛地扭头就看到楚娇双手叉腰站在门口，眼神喷火盯着自己。亏我在得知你被抓进禁局之后那么担心，结果你出来了也不知道来医院看我。你。叶飞看了小泉一眼，赶紧开口解释道：这件事我也是身不由己，等会我再给你解释。当着小泉的面，叶飞不想说那么多，可落在楚娇眼里就成了叶飞不想搭理自己，火气瞬间就更盛了，直接上前一把揪住叶飞耳朵：我警告你，你最好是。楚娇刚准备好好教训叶飞一通，却突然发现有个小孩正坐在床边，眼睛圆溜溜地盯着自己。只是楚娇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为什么这小孩在看着自己的时候，眼神里竟然有抹鄙夷。楚娇给了叶飞一个秋后算账的眼神，随后缓缓松开手。毕竟当着小孩子的面，还是要顾及一下形象。可就在楚娇松开手的时候，小泉却突然说道：我说姐姐，
男人都喜欢温柔小意的，你这么凶，男人怎么会喜欢你？楚娇，这小孩真是太不讨喜了。叶飞见状，尴尬笑了笑，赶紧转移话题道：对了，你怎么会找到这里？楚娇瞥了叶飞一眼，没好气道：我醒来知道你的消息，直接给我哥打了电话。白眼刚翻完，楚娇便猛然反应过来，赶紧将叶飞拉到一边，小声道：我不是跟你说了，让你离王岩那女人远点，你怎么就是不听？为什么要离我远点？王岩在公司得知小泉消息后，便急匆匆赶了回来，结果刚走到门口，就听到楚娇对叶飞说的话。楚娇下意识回头，小脸瞬间通红，说人坏话还被逮个正着，2个字，尴尬。叶飞知道楚娇脾气，为了避免出事，赶紧抓着楚娇手腕往出走。这里的事相信你已经听说了，剩下的你去处理，我有点私事，就先走了哈。楚娇看着叶飞，还想说些什么，却被叶飞硬拽走。来到一处空旷地，楚娇一把甩开叶飞的手。你为什么向着他？不是，我又向着谁了？叶飞眼神无语看向楚娇，叹了口气道：我的姑奶奶啊，你闹脾气能不能看看场合？身体不好就休息，别。对了，我找你还真有一件事。楚娇不等叶飞把话说完，赶紧一拍脑袋，双手紧紧抓着叶飞的胳膊，语气焦急道：我哥让我告诉你，姑姑他。话越是说到最后，楚娇越是有点支支吾吾，不过最后还是狠心说道：姑姑已经找人对你下手了。叶飞面无表情看着楚娇：我知道了。当初因为楚娇得罪楚映雪的时候，叶飞就知道会有这一天，现在无非是猜测被验证了而已。楚娇沉默了一会，声音却突然小了下来：其实你只要和我在一起，有了这个名头，姑姑就算想对你动手也得掂量掂量。叶飞没有说话，自己可是大老爷们，怎么可能因为这么一点威胁就去依靠个女人？楚娇还想说些什么，可叶飞手机铃声却突然响了起来，只能识趣闭上嘴巴。叶飞掏出手机，看到是王婶来电，内心有点好奇，王婶找自己能有什么事？该不会是老妈出事了吧？叶飞想到这里，赶紧按下接听键。小叶，你赶紧回来一趟。叶飞听到王婶焦急的声音，看了楚娇一眼，强忍着情绪问道：王婶，怎么了？可王婶却没有明说，只是一个劲的重复让叶飞赶紧回来。其实在这个时候，叶飞心里已经有了猜测，于是在挂断电话后，随后拦了辆出租车，硬是将楚娇给塞了进去。我这边有点事，外面不安全，你先回去。不等楚娇开口，叶飞便上了另一辆出租车。一路上，叶飞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既然楚映雪要对自己动手，自然早就将自己包括身边人调查了个清清楚楚，老妈便是自己软肋。若是叶飞不敢继续往下想了，只是在内心一个劲的祈祷老妈没事。只是当叶飞好不容易赶到的时候，心还是忍不住漏了半拍。妈！叶飞猛地冲进去，撞开房门，满地狼藉瞬间映入眼帘。茶几被掀翻，老妈常坐的藤椅断了条腿，地上甚至还有明显的拖拽痕迹。叶飞见状，眼睛瞬间红了，内心充满了杀意。楚映雪，楚映雪，楚映雪，感动自己老妈，她必须死。就在叶飞握紧拳头准备去找楚映雪算账的时候，门口却小心翼翼探出来一个脑袋，轻声道：小叶，你可算是回来了。王婶。叶飞先是一愣，随后赶紧冲过去，双手紧紧抓着王婶的肩膀，焦急问道：王婶，我妈呢？我妈是不是出事了？王婶反应迅速的一把抓住叶飞手腕，将他拽到了自己家里。在关门的时候，还不忘记左右看了看，似乎在确定周围有没有什么人盯着这里。叶飞光是看着王婶这番举动，心就已经揪了起来。王婶平日里大大咧咧乐呵呵的一个人，突然之间变得这么谨慎，说什么事都没发生，这怎么可能？难不成真的是自己老妈出事了？王婶在确定四周围相对安全了之后，才来到叶飞面前，迟疑着问道：小叶，你最近在外面有没有得罪什么人？叶飞在听到王婶这句话的时候，下意识就觉得肯定是楚映雪抓走了自己老妈，不过还是耐着性子询问道：王婶，你这么着急让我回来，而且我家里还是那个样，你老实告诉我，是不是我妈出事了？王婶看着叶飞焦急的眼神，迟疑了一会，才缓缓开口说道：我早上准备喊你妈去赶集，结果刚出门就看到5、6个人站在你家门口，我还以为是你家亲戚来了，就回去打算喊你叔陪我去，但是没一会，隔壁就……话在说到这里的时候，王婶忍不住缩了缩脖子，明显是被刚才的事给吓到了。叶飞焦急道：怎么了？接下来怎么了？王婶心有余悸地看向叶飞，但是没一会，隔壁就传来东西被摔的声音，我想去看情况，不过还没出门，就看到你妈被装进麻袋送上了一辆面包车。叶飞感觉太阳穴突突直跳，喉间泛起心田，死死攥住王婶肩膀。那辆车什么样子？有没有车牌号？
王婶被晃得牙齿打颤，哆嗦着从围裙口袋掏出半张纸条。车窗贴了黑膜，我只记下了后4位7493。皱巴巴的纸角还沾着泥土，显然是王婶貌似趴在墙根记下的。叶飞将纸条握在手心，强忍着怒气道：王婶，谢谢你。说完这句话之后，叶飞转身就走。王婶见状，身后想拦住叶飞，可最终还是什么都没有说。叶飞是个孝顺的好孩子，如今他妈出了这种事，若是不管不顾，那才真是枉为人子。而叶飞在回家后便拿着纸条坐在一片狼藉中，手指对纸条进行反复摩擦。尽管叶飞心里觉得一定是楚映雪抓了自己老妈，可仅仅只是凭着车牌后4位，一点证据都没有。叶飞点燃一根烟，猛吸了一口，随后任由香烟在自己指尖明明灭灭。当最后一丝烟灰落在地上，叶飞扔掉烟头，翻出王岩之前给自己的名片，直接拨打了过去。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帮我查一个车牌号的归属，不过我只有后4位。是，对我很重要。好，多谢你了。挂断电话后，叶飞抽出一根烟，再次点燃。其实叶飞不是没想过去找楚瑞帮自己查车牌号，可楚映雪无论怎样和楚瑞他们都是一家人，就算楚瑞嘴上说着不会留情，可碍于老爷子，他也绝对不会做得太过分。事关老妈，叶飞不敢去赌，也不想去赌。没一会功夫，王岩便将电话打了回来。在叶飞接通之后，王岩严肃的声音在另一边响起：叶飞，我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查这个车牌号，但是我想告诉你，这背后的主人不是你能招惹的。叶飞听着王岩语气里慢慢的全是警告，知道王岩是为了自己好，不过还是谢绝了王岩好意。事关我家人安危，就算是要我的命，我也毫不犹豫。既然叶飞都已经把话说到了这个地步，王岩也不好多说什么。沉默了好一会，电话另一边才再次传来王岩的声音：车牌号主人是楚家的人。王岩话音刚落，叶飞便直接说道：是楚映雪，对吗？叶飞虽说是询问，可心里却早已有了答案。王岩嗯了一声，不过还是开口劝道：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到底有什么矛盾，不过以你现在的能力，想要和他抗衡，无疑是以卵击石。叶飞没有接王岩的话，只是淡淡说道：这件事多谢你了。王岩见自己劝不动叶飞，便也没有多说。挂断电话，叶飞突然勾了勾嘴角：以卵击石吗？但是那又如何？谁说皮肤注定不能撼树？他本不想卷入这场争斗之中，可无奈有人却偏偏不让他好过。缓缓站起身，叶飞脚步坚定地朝门口走去。楚映雪既然敢对自己老妈下手，那就得做好承担自己怒火的准备。只是在此之前，他必须做好完全准备。你说谁来找我？林婉晴坐在办公桌前，眼神疑惑看着秘书。他没有听错吧？叶飞竟然主动来找自己了。秘书点了点头，继续道：来人说自己叫叶飞，还说只要我跟你说了这个名字，你就一定会见他。林婉晴内心一阵无语，他到底哪里来的自信，凭什么觉得自己一定会见他？告诉他，我……林婉晴话刚说了一半，却突然转了个弯，让他上来吧。在秘书转身离开之后，林婉晴坐在老板椅上开始发呆。叶飞就算是找人，也应该是找林婉如，怎么直接来找自己了？难不成是有事相求？可找林婉如不是成功率更大吗？就在林婉晴内心还在胡思乱想的时候，秘书带叶飞过来了。林小姐，人已经带到了，有事你喊我。在秘书离开之后，叶飞直接来到林婉晴面前，双手撑在桌子上，身子微微前倾，将林婉晴笼罩在自己阴影里。林婉晴感受着叶飞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强势压迫感，有点不太舒服，微微皱了皱眉，不过还是开口问道：找我有什么事？叶飞没有回答林婉晴的话，反而居高临下，目光直视林婉晴。在林婉晴快要不耐烦的前一秒，叶飞总算是开口说话了：有兴趣做个交易吗？交易？林婉晴看着叶飞微微皱眉，为什么不找林婉如？论关系，叶飞和林婉如关系比自己亲密，如果要合作的话，林婉晴认为叶飞找林婉如会比自己合适，可为什么偏偏找上自己？叶飞双手撑在桌上，盯着林婉晴看了一会，随后轻笑出声：想必不用我多说，如果真论办事的话，他不如你杀伐果断。微微停顿了下，叶飞继续说道：而且论胆识，我找你比找他合适。叶飞心里清楚，虽说楚家老爷子喜欢自己，也认了自己当干儿子，可楚映雪和他们毕竟是血脉相连，血浓于水的亲情是怎么样都割舍不断的。但林氏不一样，和楚家虽有合作，可在利益场上哪有永远的朋友？相信自己，只要给林氏一个机会，别说林婉晴了，就连林氏其他人也会动心。林婉晴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茶杯边缘，你倒是看得起我。叶飞没有说话，只是静静看着林婉晴。过了好一会，林婉晴才继续开口道：说吧，
想合作什么？叶飞勾了勾嘴角，眼神冷漠道：我要你帮我对付楚映雪。林婉晴握着茶杯的手骤然收紧，骨节泛白，杯中茶水泛起细密涟漪。林婉晴抬眼直视叶飞，红唇勾起一抹嘲讽：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不等叶飞开口，林婉晴缓缓站起身，走到落地窗前，盯着外面的风景。叶飞，你倒是说说，我凭什么要为了你去得罪楚家？林婉晴双手抱胸，身姿笔挺，只是周身却散发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寒意。叶飞神色凝重，毫不退缩地迎着林婉晴冰冷的目光，沉声道：我说了，这是一次互利共赢的合作。林婉晴微微挑眉，眼中闪过一抹转瞬即逝的轻蔑，似在嘲笑叶飞的不自量力。叶飞深吸一口气，继续说道：我到时候会想办法混进楚映雪那里，而你只需在关键时刻为我提供必要协助，整个过程我保证不会让林家暴露分毫。林婉晴目光灼灼盯着叶飞，随后道：不是互利共赢吗？我能得到什么？可叶飞却直接冲林婉晴摇了摇头，目前为止你没有任何唾手可得的东西。林婉晴抿嘴看着叶飞，上一秒还说互利互赢，结果现在又说自己什么都得不到，这不是摆明了把自己当消遣吗？但林婉晴也没有生气，反而重新走回到老板椅旁坐下。再次抬头的时候，林婉晴眼神里也多了几分玩味。所以呢，无力、无权、无钱，反而还要自己冒着风险去帮助叶飞。林婉晴觉得自己不傻，为什么非要入这没有任何好处局？可下一秒，叶飞的话却让林婉晴开始重新思考起来。短期来看，你确实什么都得不到，可后续呢？林家在楚家的长期压制下，发展多有掣肘。楚映雪在楚家好歹也有着一定的势力，到时候楚家肯定会小乱一波。林家虽然是海城4大家族之一，却是万年老二，届时林家便可乘势而起，重塑城中商业格局。在未来竞争中，林家将占据绝对主动。叶飞紧紧盯着林婉晴，试图从她那冷若冰霜的脸上捕捉到一丝松动的迹象。林婉晴静静听着叶飞的话，心中暗自思索，叶飞所说的确实不错，若真能借此机会打压楚家，林家的发展必将迎来新的契机，但同时风险也高，一旦失败，后果不堪设想。叶飞没有继续相劝，反而在林婉晴面前坐下，自顾自地倒了杯茶润润嗓子。林婉晴是个聪明人，自己话已至此，她知道怎么做才对家族更有利。毕竟林氏可是家族企业，家族更上一层楼，她才能跟着沾光。可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林婉晴却始终都没有再开口。叶飞担心时间耽搁的越长，自己老妈越是危险，于是倒了杯茶推到林婉晴面前。况且这件事对你也有利。林婉晴抬头，虽没有说话，却用眼神示意叶飞继续说：林氏继承人还没有定下，这就代表不仅仅是你，其他人也有机会掌权，你甘心吗？林婉晴突然轻笑出声道：叶飞，你凭什么认为扳倒楚映雪就能让我稳坐林氏继承人之位？因为我也算半个楚家人。楚老爷子认了我当干儿子，楚瑞兄妹都对楚映雪不满，这些够合作吗？林婉晴瞳孔猛地放大，她当时带着林婉如去找叶飞的时候，叶飞却始终都不说自己和楚娇到底是什么关系。没有想到最后竟然憋了个大的。林婉晴在短暂的震惊后便回过神来，手指有一下没一下地敲打着桌子。过了好一会，林婉晴才站起身，冲着叶飞伸出右手道：合作愉快。叶飞在从林婉晴那里离开后，直奔楚映雪别墅。要是自己老妈真是被楚映雪带走，那就代表他一定在等着自己主动送上门。果不其然，当叶飞还没靠近别墅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了紧张的气氛。打开透视眼，叶飞内心一阵无语。别墅里密密麻麻，全部都是5大3粗的汉子，一部分拿着枪，另一部分则是拿着甩棍等近身搏斗的东西。有必要这么防着自己吗？这是摆明了武器不行就靠蛮力征服吗？叶飞在进去别墅之前，特意给楚瑞和楚娇发了条短信。虽说楚映雪是他们2个的姑姑，可叶飞却不想一棒子打死一片人。消息一发，是非对错就留给他们2个评判，刚好自己也可以借此看清楚这2人到底会帮谁。将手机静音装进口袋，叶飞甚至连脚步都没停，直接推门走了进去。明知是局，但他却有不得不来的理由。楚映雪坐在这群人中间，在门被推开的一瞬间，眼神赞赏地盯着叶飞鼓掌。孤身前来，有魄力。叶飞扫视了一圈四周围，神色淡然道：你不就是在等着我前来赴约吗？楚映雪听着叶飞的话，故意笑道：瞧你说的这是哪里话，上次你在我这搞出来的动静可不小，我怎么可能会邀请你来赴约？叶飞看到楚映雪还给自己在这里装，也没有惯着他，直接毫不客气道：抓了我妈，不就是逼着我来见你吗？
楚映雪指尖绕着耳后的碎发，夸张的掩唇而笑，流金耳坠随着动作晃出细碎的光。冤枉啊！我不过是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闲散人，怎么担得起这罪名？看叶飞没有说话，楚映雪故意盯着叶飞继续道：你现在好歹也应该喊我一声姑姑，怎么这就打算把脏水往姑姑身上泼了？叶飞看着楚映雪，直接甩出一张纸条，上面的4个数字7493在波斯地毯上格外刺目。你别告诉我这不是你名下的车牌号？楚映雪的目光落在纸条上，笑意更深了，只是眼底掠过一丝阴鸷。弯腰捡起纸条，指尖轻轻摩挲着皱巴巴的指角，突然抬头看向叶飞，嘴角勾起一抹怜悯。傻孩子，楚家名下有上百辆车，姑姑哪里记得住这么多车牌？说话间，楚映雪将纸条撕成碎片，指甲划过叶飞脸颊。不过你这么关心姑姑的车，不如陪我去车库看看，说不定能找到点惊喜。叶飞反手扣住楚映雪手腕，少跟我兜圈子，到了现在你还打算继续装下去？楚映雪突然轻笑出声，挣脱叶飞的桎梏，走到酒柜前倒了2杯红酒。就算人在我手里又如何？将其中一杯推给叶飞，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去做，我保证他毫发无损。话音未落，楚映雪突然凑近叶飞，温热的呼吸扫过叶飞耳畔。不然你猜我会先剁掉他哪根手指？你敢？叶飞迅速掐住楚映雪的脖颈，将他重重抵在镶嵌着大理石的酒柜上。3秒内告诉我妈在哪，否则……其他人见楚映雪被叶飞抓着手里，有几个下意识就想动手，可楚映雪却摆手示意地方退下，随后冲着叶飞毫不在意道：有本事你就动手啊，你真以为我不敢吗？楚映雪被掐得呼吸困难，却仍扯动嘴角露出扭曲的笑，喉间发出气音道：你动我一下，他就会被注射药，药剂杀了我，你连他的尸体都找不到。叶飞的指甲几乎掐进楚映雪颈侧的动脉，可最终理智还是占据了上风，猛地松手将楚映雪甩到一边。你到底怎么才肯放了我妈？楚映雪在旁人的搀扶下缓缓起身，虽然狼狈，可眼里却闪着势在必得的光。我要你帮我拿到楚家大权。叶飞闻言，直接用一副看傻子的眼神看着楚映雪。你觉得我有这么大权力吗？你确实是没有这么大的权力。楚映雪重新坐回到椅子上，面带笑容盯着叶飞。不知为何，叶飞总觉得楚映雪没憋什么好屁。果不其然，下一秒楚映雪便继续说道：可是倘若他们都死了呢？叶飞浑身的血液瞬间凝固，死死盯着楚映雪。你什么意思？楚映雪慢条斯理地整理着被弄乱的发丝，耳坠轻轻晃动。楚家老爷子年事已高，楚瑞兄妹看似风光，实则根基不稳，只要他们意外身亡，楚家群龙无首，大权还不是手到擒来？你疯了！叶飞一拳砸在桌上，红酒杯剧烈震颤。为了权力，连亲骨肉都不放过。亲骨肉！楚映雪突然爆发出一阵尖锐的笑声。楚瑞那蠢货坏我多少次好事，楚娇更是吃里扒外。楚映雪猛地将酒杯摔在地上，碎片溅到叶飞脚边。至于哥哥，他早就该把位置让出来了。叶飞后退半步，后背抵上冰凉的墙壁。他突然意识到，眼前这个女人远比自己想象中更疯狂。可老妈还在这女人手里，他别无选择。我凭什么相信你？叶飞深吸了一口气，继续道：就算我照做，怎么保证你会放我妈？楚映雪闻言，眼底笑意就更深了。你觉得自己有和我讨价还价的资格吗？叶飞双手握成拳头，他这辈子最讨厌被人威胁。可我这里这么多人，你真的有信心可以从中取胜吗？楚映雪看了眼叶飞紧握着的拳头，轻笑出声：要不你可以试试看。叶飞手握紧松开，松开握紧，最终全身就像是被卸去全部力气似的，有气无力道：好，我答应你，但你必须保证我们安全。楚映雪点了点头：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放心，只是接下来应该怎么做，你不用我多说吧。叶飞看了楚映雪一眼，转身离开。老妈这次是救不出来了，可为了救人而去害人，叶飞也做不到，只能在楚映雪没有对自己老妈动手之前，先想办法将老妈救出来。在马路上漫无目的地游荡了好一会，叶飞掏出手机，就看到上面几十个未接来电，全部都是楚瑞和楚娇的。叶飞不想理会，刚准备将手机装进口袋，楚瑞电话却再次打了过来。迟疑了下，叶飞最终还是选择接听。叶飞，你妈的事我已经知道了，你先别冲动。叶飞听到楚瑞在电话接听的第一时间就说这句话，内心一阵冷笑。果然，他们才是一家人。无论怎样，他们永远都是血浓于水，而自己始终是个外人。这件事我们一起想办法，你要是贸然行事，很有可能让阿姨受伤。你放心，这件事我绝对是站在你这边。叶飞都已经做好了自己孤军奋战的准备，可没想到楚瑞竟然会说这番话，
一时之间有点愣在原地。不等叶飞开口，楚瑞便继续说道：“你先过来，我们都在等着你。”“都在等我？”“是，我们都在等你。你先回来，我们一起商量对策。”挂断电话，叶飞抬头看了眼天空，内心却突然迷茫起来。我真的可以相信你们吗？在原地站了许久，叶飞最终还是决定先去楚家。毕竟楚瑞都已经亲自打了电话过来，是福是祸也得先去看了再说。等叶飞赶到楚家的时候，就看到楚娇一直站在门口等着自己。楚娇在得知叶飞等会过来的时候，就一直站在门口等待。现在看到叶飞出现，赶紧小跑着过去，一把抱住叶飞胳膊就往里面拉，语气焦急道：“你可算是来了，放心，这件事我们都会帮你。”叶飞低头看着楚娇，没有说话，任由楚娇抱着自己胳膊往里走。刚到客厅，叶飞就看到老爷子和楚瑞坐在沙发上，也不知道说些什么。楚娇一边拉着叶飞往沙发边走，一边开口喊道：“爸，哥，叶飞来了。”话音落下，老爷子和楚瑞同时抬头看向叶飞。老爷子光是看着叶飞身上的寒意，心里就已经大概知道了些什么，于是看了眼一旁的沙发：“坐吧。”叶飞没有说话，顺着老爷子的话坐在沙发上。之间1分1秒过去，可叶飞和老爷子却始终一句话都没有说，只是互相看着对方。楚娇见状，忍不住伸手轻轻捅了捅楚瑞，小声道：“哥，他们怎么都不说话啊？”楚瑞看了楚娇一眼，小声回应道：“别说话。”楚娇瘪了瘪嘴，心里不服气，却什么都没有说。过了好一会，老爷子总算是开口了：“你已经去过映雪那里吧？”虽是询问，可老爷子语气却异常笃定。叶飞犹豫了下，然后点了点头。楚娇看着叶飞的举动，顿时就有点坐不住了，声音陡然提高道：“什么？你去姑姑那里了？你没事吧？”说话间，楚娇拉着叶飞的胳膊就想上下检查。叶飞摇头拒绝了楚娇的好意，随后扭头看向老爷子，直接问道：“你们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楚映雪带走自己老妈这件事，叶飞没有告诉任何人，更何况楚映雪既然想要他暗地里对老爷子和楚瑞还有楚娇下手，肯定不希望他们知道自己和他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威胁也好，利诱也罢。所以他们到底是怎么知道自己老妈被带走这件事的？究竟是意外，还是自己身边有他们的人在一直对他进行监视？老爷子看叶飞眼神锐利地看着自己，突然爽朗地笑了起来：“放心吧，我们对你没有恶意。至于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我是年纪大了，但是还没有到老糊涂的地步，楚家的事哪一件不知道呢？”叶飞听着老爷子模棱两可的回答，心里警钟大作。老爷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在警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在他掌握之中吗？一时之间，空气再次陷入到沉默之中。哎呀，爸哥，你们就不能不打哑谜吗？我相信叶飞不会做对不起我们的事。楚娇突然跺了跺脚，不服气地看了眼老爷子和楚瑞，随后直接冲叶飞说道：“你在姑姑那里的事我们都知道了，你是怎么想的？”老爷子耳后，楚瑞看楚娇竟然把话说得这么快，都无奈叹息。虽说女大不中留，可这胳膊肘拐的也太快了。叶飞猛地反应过来，那里有你们的人？老爷子看着叶飞道：“楚家的每一寸土地都有我的眼睛。”没有明说，却似乎早已说明一切。过了许久，叶飞才艰难开口道：“他让我对你们3个下手，只要你们死了，他就可以独掌大权。于是你假装答应，但是心里却在想着其他办法。你怎么知道？”老爷子看着叶飞震惊的表情笑了笑：“不过他可不是傻的，你瞒不过他。”叶飞低头苦涩的笑了笑：“难不成真让我对你们下手，或者看着我妈不管不顾吗？”叶飞脸上挂着无奈的笑容，可眼角余光却在观察着这里的每一个人。漂亮话谁都会说，可到底怎么做，那就不一定了。就在叶飞内心还在胡思乱想的时候，老爷子却突然叹了口气，语气也开始变得惆怅起来：“自从映雪对我和楚娇下手的时候，我便已经没有了这个妹妹。小叶，你现在也算是半个楚家人，放心，我一定会帮你救出你妈。”叶飞盯着老爷子看了许久，内心防备才逐渐退去一些，不过还是问出来了内心疑问：“可她毕竟是你的妹妹，他们的姑姑。”老爷子知道叶飞想说什么，眼神突然变得凌厉起来：“可你也别忘了，我才是楚家真正的掌权者。”老爷子指尖叩击着沙发扶手，周身气势从一个和蔼的老人瞬间转变。30年前，我从27个竞争者中接过楚家权杖时，就亲手折断了所有妄图攀附的藤蔓。楚家能在腥风血雨里始终在海城为首，靠的不是血脉亲情，是刀刃向内的决断。你真的舍得吗？没有什么舍得舍不得。老爷子眼睛犹如锁定猎物般盯着叶飞，但凡有一天他们2个损害了楚氏利益，我也会毫不犹豫舍弃。在这个圈子里，利益才是至高无上。楚瑞和楚娇很早就知道这个道理，
所以并没有对老爷子的话进行反驳，只是低垂着脑袋沉默不语。叶飞做了许久的心理斗争，才开口问道：那你接下来打算让我怎么做？老爷子看着叶飞，斩钉截铁地说了8个字：如他所愿，对我下药。什么？叶飞看老爷子也不像是疯了，赶紧问道：你分明知道。老爷子没等叶飞把话说完，便冲叶飞摆了摆手，直接打断了叶飞接下来的话。既然他想夺权，那我给他这个机会，你不仅仅是要给我下药，给他们2个也得下药。叶飞一开始脑子还没有转过弯，现在听着老爷子的话，瞬间了然道：你的意思是引他暴露野心，然后再出手？看到老爷子点头，叶飞赶紧继续道：可我妈还在他手里，这个你放心，谁说看管你妈的就不能是我们自己人呢？叶飞猛地抬头看向老爷子，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来。楚娇慢慢挪动屁股，在叶飞身边坐下。你放心，我爸都安排好了。叶飞看了楚娇一眼，深吸一口气，扭头看向老爷子。接下来我该怎么做？听完老爷子的讲述，叶飞心里有种怪不得老爷子能掌权这么多年的感觉。在意亲情，可该下手的时候却依旧不拖泥带水，甚至直接斩草除根。这魄力一般人还真学不来。这个先不着急，暂且维持原样，该干什么干什么。哦，对了，老爷子笑眯眯地看着叶飞说道：我听说你眼光毒辣，刚好我这里几个宝贝，你来帮我看看。叶飞看老爷子突然之间转变话题，整个人先是一愣，随后下意识开口询问道：这也和计划有关系吗？老爷子哈哈大笑道：没关系，就是单纯想让你帮我长长眼罢了。楚娇在一旁咬着唇拼命憋笑。我爸自从得知某人用10万在你这里买了金缕血黄，就老想让你帮他看看宝贝。在说到某人这2个字的时候，楚娇特意咬中了音节。叶飞内心无语，这怎么还夹带私人情绪？就在楚娇说话间，老爷子从博古架上小心翼翼捧下一尊青铜鼎，鼎身刻着狰狞的饕餮纹。叶飞在老爷子递来的瞬间便开启了透视眼。青铜鼎真品的饕餮纹眼角有3道折痕，这个只有2道，确认为假货，某黑心小作坊仿制品，价值100元。你看看我这小青铜鼎怎么样？叶飞看着老爷子递过的青铜鼎，尴尬摸了摸鼻子，随后伸手接过。拿出来的第一件宝贝就是假货，自己应该怎么说？不过为了彰显自己的专业性，叶飞还是装模作样的拿着青铜鼎看了半天。楚娇看叶飞端详了许久都没有说话，忍不住在一旁嘀咕道：这可是爸最喜欢东西之一，每次来人都要炫耀一下，要是假的那可就尴尬了。正所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叶飞拿着小青铜鼎的手都有点不太稳当了。老爷子看出来了叶飞眼里的犹豫，心里顿时咯噔一下，自己该不会真买到假货了吧？实话实说便好。叶飞听着老爷子的话，轻轻咳嗽了几声，随后老老实实开口道：假货？假货？这怎么可能？楚娇本来还满脸自豪地看着叶飞，结果下一秒叶飞却说是假货，楚娇就有点坐不住了。要不你再仔细看看，这可是我哥当初花大价钱买回来的，许多收藏家也估量过它的价值，怎么可能是假的呢？叶飞指了指小青铜鼎道：真品的饕餮纹眼角有3道折痕，这个只有2道。简短一句话，却已经对这个宝贝盖章定论。楚瑞站在一旁看着叶飞手里的小青铜鼎，脸上表情也有了丝丝皲裂，不过还是忍住了。老爷子对于叶飞的回答虽然意外，却也相对淡定，直接转身拿出来了一幅画卷。看老爷子笑意盈盈地展开画卷，楚娇立刻凑上前去，指尖点着卷面上的山水道：这是裘英的《玉洞仙缘图》，当时在拍卖会上可是拍出来了天价。叶飞目光扫过画中清崖碧水，乍看之下笔墨苍润，构图严谨，竟挑不出半分瑕疵。但是在开启透视眼后，《玉洞仙缘图》假货。楚娇看叶飞又开始沉默不语，迟疑道：这该不会也是假的吧？叶飞看了眼老爷子和楚瑞，犹豫着点了点头。楚娇难以置信地凑到画卷前，反复端详着卷面上的山水，声音带着一丝颤抖道：怎么会？这可是姑姑当时……话说了一半，楚娇就没有继续往下说了。叶飞深吸一口气，将画卷微微倾斜，对着灯光说道：你们看，卷丝的经纬线排列过于规整，真正历经数百年的古画，卷面会有自然的磨损和变形。透视眼扫过卷面，落在画中仙童手持的珊瑚之上，珊瑚珠的光泽过于均匀，明显是现代合成材料，而真正的明代红珊瑚会有天然的重铸纹理。更关键的是，画卷边缘的球音落款处墨汁渗入卷丝的深度不一，显然是分2次补笔完成，绝非一气呵成的真迹。笔意虽像球音，但落款的10周印章用的却是这派刀法，与球音惯用的吴派篆刻不符。老爷子伸手轻轻抚摸着画卷，突然冷笑出声：好个楚映雪！当初楚映雪将这幅画送来的时候，
还附着一封自称是海外收藏家的信，言辞恳切，说仰慕楚家已久，愿低价转让。现在想来，从头到尾就是个圈套。老爷子盯着画卷上的朱砂落款看了许久，突然转身走向里屋，红木的板在他脚下发出吱呀声。楚娇下意识攥紧叶飞的手腕，掌心全是冷汗。那是我爸的私人藏品室，我和哥甚至都没有进去过。楚瑞一向沉着稳重，但看着老爷子背影的时候，眼神里也满是震惊。难不成他想那私人收藏室的东西出来吗？过了没一会，老爷子便抱了一个保险柜出来，三人脸色同时变得严肃起来。能被放在私人收藏室还要用保险柜锁住的东西，肯定不一般。老爷子一边用指纹打开保险柜，一边开口道：小叶，你来帮我看看这个。三人齐刷刷将目光放到了保险柜上。保险柜打开的瞬间，楚娇猛地捂住嘴，就连见多识广的楚瑞也忍不住瞳孔骤缩。保险柜竟然是一顶凤冠，点翠工艺制成的凤凰展翅欲飞，每片羽毛上都缀着米粒大小的钻石，在灯光下折射出七彩光芒。叶飞虽然没用透视眼，可对这顶凤冠却很是眼熟。有文记载，冠饰翠龙9，金凤4，中翼龙衔大珠1，上有翠盖，下垂珠节，余接口衔珠滴，珠翠云40片，大珠花、小珠花数如旧。三帛并是以金龙、翠云皆垂珠滴，翠口圈一副，上是珠宝钿花12，翠钿如其数，脱里金口圈一副，珠翠面花5式，珠牌环一对。这竟然是孝端皇后的凤冠。可老爷子却只是看着叶飞淡笑不语。九龙9凤冠可是国宝，老爷子到底是怎么弄到的？叶飞为了验证心理猜测，直接开启透视眼。这是仿品。老爷子笑着点了点头，伸手轻轻拍了拍叶飞的肩膀道：不错，眼力确实不错。话音落下，老爷子转身从保险柜里取出一份烫金的文件，封面上楚氏珍宝阁的 logo 赫然入目。既然能看穿真假，那这双眼睛就不该只盯着古董。楚氏旗下的望春楼典当行，现在岂归你管？叶飞猛地抬头，刚要开口拒绝，老爷子却突然收敛笑意，目光如刀般剜过来。不过前提是你要有那个能力接手。叶飞对老爷子的话有点不太理解，既然想让自己接手，又为什么要问自己敢不敢？难不成其中还隐藏着什么内情？就在叶飞内心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楚瑞却突然开口说话了。望春楼虽说是楚氏集团旗下所拥有，可这些年却一直都在姑姑名下。楚瑞的话说到这里就没有继续往下说了，不过叶飞心里清楚，既然望春楼一直是楚映雪在管理，那自己想要接收的话肯定会遭到诸多阻挠。老爷子看叶飞一直都没有回应，便继续道：你要是选择拒绝，我也不怪你，只是大丈夫应立于天地之间，我可以让你借势往上爬，但我不能拉着往上走。老爷子的话让叶飞心里不停发颤，男人要么在刀尖上跳舞，要么在坟墓里安息。我接。叶飞目光灼灼盯着老爷子，只要你能护住我妈，什么刀山火海我都敢去闯一闯。老爷子在听到叶飞话的时候丝毫都不感觉到意外，直接将文件递到叶飞手里，签了字，你就是望春楼的新主人。微微停顿了一下，老爷子继续道：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在从楚家出来的时候，叶飞看着手里的地址有点发呆，自己怎么莫名其妙就接手了这么一个烫手山芋？不过接都接了，既来之则安之，倒不如先去望春楼看看。滚滚滚，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叶飞刚走进望春楼，结果一句话都还没说，就被一个工作人员推着往出走。猛地侧身，工作人员瞬间一个踉跄，看着叶飞的眼神也不善起来。我说你。话未说完，工作人员就看到了叶飞亮出来的文件，推搡动作骤然凝固，手指悬在半空，脸色瞬间变得尴尬，就连说话也开始结结巴巴起来。你是？叶飞单手插兜，任由对方的目光在自己身上扫来扫去，突然轻笑出声道：现在知道怕了，刚才推我的时候手可挺利索啊。说话间，叶飞看了眼对方胸口的工作牌，声音轻慢却带着穿透力道：吴阳是吧？到底是我不该来，还是你不该留？大厅里顿时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聚集在叶飞身上，有一个甚至悄咪咪转过身，掏出手机，也不知道在给谁打着电话。叶飞看到了，却什么都没说。楚映雪在望春楼掌权这么多年，若说没有心腹，肯定不可能。吴阳能在望春楼干这么久，自然猴精。都说新官上任3把火，对方刚来真是树威的时候，自己现在正好撞在枪口上，可不就成了他杀鸡儆猴的活靶子吗？吴阳想到这里，直接唰的一下跪在地上，不等叶飞反应过来，啪啪啪就给了自己几巴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是我有眼无珠，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就饶了我这一次吧。叶飞挑眉看着吴阳，这货倒是个能屈能伸的主。叶飞心里想过杀鸡给猴看，不过转念一想，
最终还是弯腰将吴阳轻轻扶起。大家都是为了在这里讨一口饭吃，何来尊卑贵贱？不过，你这对待客人的态度，今后可得改改。毕竟我们是开门做生意的，顾客就是上帝这个道理，你得懂。吴阳一边擦着额头冷汗，一边点头，杀鸡儆猴固然可以更快树立威严，却有弊端。大家对你只是惧怕，却没有真心。古代皇帝都是得民心者得天下，更何况是自己。叶飞一边状似漫不经心地拍着吴阳身上并不存在的尘土，一边说道：“这里负责人是谁？”吴阳闻言，眼神颤颤巍巍地朝一边看去。叶飞扭头，巧了，这不就是刚才偷摸打电话的那个吗？望春楼负责人看叶飞盯着自己，赶紧整理了下衣服，带着讨好的笑走向叶飞。只是人还没有走到叶飞跟前，耳边就传来叶飞毫不留情的声音：“他被辞退了，从今疑惑，你就是这里的负责人。”叶飞话虽然轻飘飘的，可吴阳却被砸得有点晕。他只不过是一个小店员，现在摇身一变，竟然直接成了负责人。吴阳呆立当场，膝盖还保持着下跪的微曲姿势，大脑却已经被巨大的震惊冲击得一片空白。周围的工作人员更是倒吸一口凉气。我……吴阳额头上新冒的冷汗顺着鼻尖滴落，结结巴巴了半天，却始终都没有憋出来一句完整的话。叶飞眼神扫视了一圈四周围，随后拍着吴阳的肩膀道：“让你当你就当，别让我失望。”原负责人看叶飞毫不犹豫就撤了自己的职，脸色骤变，刚想开口辩解，却被叶飞一个冰冷的眼神堵了回去。“你刚才打电话给谁了？”叶飞轻飘飘的一句话，让原负责人双腿瞬间发软。他怎么知道自己刚才打电话了？不过尽管如此，原负责人还是梗着脖子不服气的嚷道：“你凭什么撤我的职？我可告诉你，我是楚小姐的人，你真以为自己坐在这个位置上就可以顶替楚小姐了吗？”叶飞盯着原负责人，一步步走向对方。“我知道你刚才是给楚映雪打了电话，不过你真以为他能护得住你这条忠心耿耿的狗吗？”叶飞勾起嘴角，突然凑近原负责人，压低声音道：“望春楼的天已经变了。”原负责人被叶飞的话吓得脸色煞白，但仍嘴硬道：“哼，你别太得意，楚小姐马上就到，到时候有你好看的。”叶飞冷笑一声，没有理会，而是转身看向吴阳：“吴阳，从现在起，你就是望春楼的负责人，好好干，我相信你能胜任这个职位。”吴阳这才回过神来，激动的声音都有些颤抖：“老板，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叶飞点了点头，然后目光再次扫向周围的工作人员，大声说道：“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心里不服气，或者觉得我这个新老板来路不明，但我告诉你们，从今天起，望春楼在我的管理下只会越来越好。谁要是愿意好好干，我叶飞一定不会亏待大家。但要是有人还想着像以前一样耍些小动作，那就别怪我不客气。”工作人员们面面相觑，一时之间，大厅里安静的针落可闻。就在这时，一阵高跟鞋的声音从门口传来。只见楚映雪穿着一身精致的黑色套装，迈着优雅而急促的步伐走了进来。一进来就眼神冰冷的死死盯着叶飞，好大的威风，刚接手就急着铲除异己。叶飞却丝毫不惧，直接迎上楚映雪的目光：“望春楼现在已经归我管了，这是老爷子的意思，我作为新老板，自然有权对人事进行调整。”楚映雪冷哼道：“那又如何？望春楼在我手里经营多年，岂是你一个毛头小子说接管就能接管的？你以为拿哥哥来压我，我就会怕你？”原负责人见状，直接扑通一声跪在楚映雪面前，抓住楚映雪的裙摆哭嚎道：“楚小姐救我，他就是个外人，凭什么骑在我们头上？”楚映雪嫌恶地甩开对方的手，目光重新落在叶飞身上：“你既然要动我的人，是不是总得给我个交代？”“交代？”叶飞低头看了眼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原负责人，满脸不屑道：“这里现在我做主，无非是开除一个员工而已，需要给谁交代？”“你……”眼看原负责人还抓着自己裙摆不松手，楚映雪直接一脚踹开：“废物！”楚映雪心里清楚，望春楼就算是自己在经营，却始终属于楚家，而老爷子是掌权者，自己无非是在替楚家打理望春楼罢了。就这么拱手相让，还是有点不太甘心。但事已至此，生气无用。于是楚映雪上前几步，用手抵在叶飞胸口，强忍着怒意说道：“要不聊聊？俗话说得好，伸手不打笑脸人。”楚映雪已经转变态度，叶飞便点头回应。只是刚到包间的时候，楚映雪却瞬间变了脸色，直逼叶飞道：“你这么做，难道就不担心你妈安危吗？担心又能怎么样？你能放了他吗？”叶飞耸了耸肩膀，自顾自坐到椅子上，翘起二郎腿，继续道：“放心，合作我都记得，但是在此之前，我难道就不能捞点好处吗？”楚映雪被叶飞气得脸色通红：“我都已经说过了，只要我成为楚家掌权者，自然……”
叶飞不等楚映雪把话说完，猛地站起身，直接打断了楚映雪接下来的话。等你成了楚家掌权者，会不会兑现承诺还不一定呢。叶飞目光灼灼地盯着楚映雪，毫不退缩地继续道：楚家内部争权夺利，局势变幻莫测，谁知道你坐上掌权者之位后会不会过河拆桥？我总得为自己和我妈谋点实实在在的保障。楚映雪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心中的怒火。叶飞，你不要太过分，我既然跟你合作，就有合作的诚意。望春楼对你来说不过是个烫手山芋，你接手它只会给自己惹麻烦。叶飞却不以为然地笑了笑，是不是烫手山芋，试过才知道。而且我倒觉得这是个机会，一个让我站稳脚跟的机会。楚映雪被叶飞气的胸口不停上下起伏，可如今只有叶飞能够接近老爷子，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确实受制于叶飞。好，既然你执意如此，那我们就来谈谈条件。楚映雪内心纠结了许久，最终还是下定决心道：望春楼虽然现在名义上归你，但这么多年都是我在经营，很多人脉和资源你根本不了解，你要是想把它经营好，少不了我的帮助。叶飞心中一动，自己对望春楼的运营细节知之甚少，楚映雪的人脉和经验或许真能派上用场，但他心里也清楚，楚映雪肯定不会无条件帮忙，于是故意挑眉问道：你想谈什么条件？我可以帮你，但你得答应我，在望春楼的经营决策上要跟我商量，重大事务的决策权还是归我，你只是负责日常管理，而且每个月望春楼的盈利我要拿走30%。叶飞心中冷笑，楚映雪这算盘打得倒是精，既想保住自己在其中的利益和话语权，又想让自己当这个出头鸟。你的条件太苛刻了，决策权都归你，我这个老板岂不是形同虚设？而且盈利分你30%，这比例太高了，我最多给你1%，并且在日常经营中我有绝对的自主决策权。楚映雪闻言脸色猛地一沉，叶飞，你别不识好歹，没有我的帮助，望春楼的生意很快就会一落千丈，到时候你什么都捞不着，那又如何？失去了我不吃亏，得到了那就是我赚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反正折腾来折腾去都是楚家的产业，自己一个外人有什么好怂的？楚映雪盯着叶飞看了半晌，硬是被气笑了。你信不信只要我一句话，你就得跟你妈天人永隔了？楚映雪话音刚落，叶飞猛地一把掐住她的手腕，力度大的让她发出一声闷哼。你大可以试试看。叶飞俯身逼近楚映雪，眼神中带着狠意，可说出口的话却是前所未有的柔和。一条事不关己的人命和整个楚家相比，以你的聪明才智，难道还分不清楚孰轻孰重吗？楚映雪被叶飞掐住手腕的瞬间，瞳孔猛然收缩，指甲几乎要抠进掌心。她能感受到对方指节的力道，那不是虚张声势，而是真正能捏碎她腕骨的狠劲。楚映雪内心虽惊涛骇浪，却强撑着不露出半分惧意。叶飞，你敢动我？叶飞并未松手，反而微微加大了力道，嘴角勾起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我敢不敢？你心里应该有数。楚映雪，你我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你若真想让我和我妈死，早在之前就动手了，何必等到现在？说到底，你还需要我帮你接近老爷子，拿到楚家的掌权之位。楚映雪闻言，眼神微微一滞，心中的怒火被这番话浇灭了几分。她不得不承认，叶飞确实看透了她的心思。楚映雪沉默了许久，才冷声道：放开我，我们好好谈。叶飞松开手，坐回椅子上，翘起二郎腿，一副悠然自得的模样看着楚映雪。其实楚映雪现在心里并不比叶飞好受，本以为抓了叶飞老妈就可以掌控她为自己所用，结果没有想到叶飞竟然这么狠，倒是颇有一种鱼死网破的架势。为了一个望春楼，让计划全然泡汤，不值当。楚映雪想到这里，重新恢复之前优雅的模样。你说的对，既然大家现在都是合作，我可以将望春楼拱手相让，甚至还可以给你提供帮助，让你尽快在这里站稳脚跟。只是话在说到这里的时候，楚映雪却突然停了下来，意味深长地看着叶飞，指尖轻轻叩击着桌面，涂着单扣的指甲与木质桌面碰撞出清脆声响，仿佛在丈量这场博弈的筹码重量。只是什么？只是合作总得有个章程。你要望春楼的控制权，我要楚家掌权者的位置，互不干涉又互为屏障，我可以让步，但是在此之前，你总得先给我看到你的价值，不是吗？叶飞没有说话，只是在内心仔细揣摩着楚映雪的话。楚映雪所谓的看到价值，绝非易事。说吧，你想要我怎么做？叶飞在问这句话的时候，目光紧紧锁住楚映雪。楚映雪微微一笑，笑容看似温和，却暗藏锋芒，缓缓起身走到窗边，背对着叶飞，似乎在斟酌着用词。楚家内部的局势错综复杂，哥哥虽然将望春楼给了你，但其他家族成员未必会轻易认可，他们一直对楚家掌权之位虎视眈眈，也对望春楼垂涎已久。
楚映雪转过身，眼神中闪过一丝狠厉。我要你想办法，在即将到来的楚家家族会议上让他们出丑，最好能让他们在哥哥面前彻底失宠，这样我成为掌权者的阻碍就会减少许多。叶飞闻言，心里顿时一惊。楚家家族会议想必是楚家内部权力斗争的重要场合，楚映雪此举无疑是想借自己之手打压竞争对手，但这也意味着自己将直接卷入楚家的核心纷争之中。你这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啊！叶飞皱眉看向楚映雪，继续道：楚家家族会议，我一个外人怎么可能轻易插手你们的内部纷争？而且能争夺掌权者的想必也不是吃素的，你这是想让我当马前卒？楚映雪走回桌前，坐下身来，端起茶杯轻抿一口，眼神却始终没有离开叶飞。我自然会给你提供一些他们的把柄，但如何利用这些把柄让他们出丑，就要看你的本事了。叶飞抿着嘴巴盯着楚映雪看了许久，最终深叹了口气，妥协般说道：这件事风险太大，楚映雪不等叶飞把话说完，便直接轻笑出声，别忘了，在选择合作的那一刻，你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叶飞没有理会楚映雪，反而自顾自继续说道：我要是折里面了，对你来说也没有好处，倒不如我送你另外一份大礼。楚映雪听着叶飞的话，倒是来了兴趣。比如呢？我可以让你和林氏合作。楚映雪闻言，顿时哈哈大笑起来。你觉得我会在意和林氏合作吗？叶飞看着笑得前仰后合的楚映雪，神色未动。等楚映雪笑得差不多了，叶飞才缓缓开口道：你自然在意，林氏表面上是商业集团，可背后的势力盘根错节，楚家内部斗争激烈，要是能和林氏合作，对你争夺掌权之位无疑是一大助力。楚映雪眼中闪过一丝狐疑，盯着对方看了许久，才开口道：我凭什么相信你？你现在只能相信我。叶飞微微一笑，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楚映雪，不慌不忙地继续说道：实不相瞒，我和林氏的千金林婉晴有些交情，之前与她有过几次接触，她对我还算信任，我可以从中周旋，促成你与林氏的合作。而且林氏在某些业务上与楚家互补，一旦合作成功，不仅能增强你的实力，还能让你在家族会议上多一份底气。楚映雪微微皱眉，心中暗自思索着叶飞所言的可行性。林氏的影响力，楚映雪自然清楚，若真能与之合作，确实能在楚家内部斗争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但与此同时，楚映雪又担心叶飞别有用心。毕竟根据目前情况来看，叶飞的能力和手段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期。如果只有他妈这一个筹码，还真不一定能制衡住叶飞。你说你和林婉晴有交情，这交情深厚到能让他轻易答应与我合作？叶飞，你可别拿这种事开玩笑。若你只是为了推脱让我在家族会议上使绊子一事，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叶飞迎上楚映雪的目光，坦然道：我自然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我们既然要合作，就该拿出合作的诚意。若是连这点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那还谈什么合作？在楚映雪还在纠结的时候，叶飞又扔出来了一枚炸弹。我知道你看不上林氏，可林氏好歹也是海城4大家族之一，家族和家族之间的合作，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合作，压根就无法相提并论，您说是吗？楚映雪沉思许久，心中权衡利弊，最终还是咬咬牙同意了叶飞的提议。好，我就暂且相信你一次。叶飞见状，心中暗喜，却依旧不动声色道：这件事就交给我来安排，你今后佳音便是。楚映雪虽然有些疑虑，但此刻也只能选择相信叶飞，于是点了点头，算是默许。在楚映雪离开后，叶飞坐在椅子上思考了一会，直接起身。他并没有去找林婉晴，而是转身来到了老爷子的住处。见到老爷子后，叶飞将自己与楚映雪的对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老爷子。所以你是打算化被动为主动？叶飞听到老爷子的话，轻轻摇了摇头。欲想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老爷子眼中闪过一丝赞赏，看着叶飞缓缓说道：你能有此想法，倒是出乎我的意料。既然如此，你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吧。得到老爷子的支持，叶飞心中底气更足。几天后，楚家假借拓展业务增进与各界交流为名，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海城各界名流纷纷受邀参加，林氏家族自然也在邀请之列。宴会上，名流们身着华丽的服饰，手持香槟，谈笑风生。叶飞身着一袭定制的黑色西装，身姿挺拔，眼神锐利，在人群中格外引人注目。其中一个梳着油头的男人却在看到叶飞的时候阴阳怪气地说道：哟，这就是叶飞吧？听说接管了望春楼，还成了老爷子的干儿子。正所谓来者不善，叶飞直接打开透视眼查看对方信息。楚生，楚家旁系老三，野心勃勃，注意，此人不怀好意。不怀好意？这他娘的还用提醒？狗都能看出来这货就是来挑事的吧？叶飞冲着对方微微一笑，却并没有动怒，反而语气柔和道：
我确实叶飞，前段时间也不知道怎么就入了老爷子的眼，是有什么意见吗？言语间看似尊敬，实则暗藏锋芒。说自己当然可以，但自己可是老爷子看中的人，他要是有本事，就连带着老爷子一起骂呗。楚生当然不敢在老爷子头上动土，于是冷哼一声道：不过是一个外人而已，也敢在楚家的地盘上指手画脚，真以为接管了望春楼就了不起了？叶飞向前一步，目光扫视众人，缓缓说道：你似乎对我有些误解，我虽为外人，但一心为楚家着想。不等楚生开口，叶飞便继续道：我记得老爷子说过，从今往后我也算是半个楚家人，你现在说我只是一个外人，到底是看不起老爷子的决定，还是说你压根就是看不起老爷子？楚生的脸色瞬间涨成猪肝色，手中的香槟杯剧烈晃动，周围的宾客们倒吸一口凉气，纷纷后退半步。谁都知道老爷子最忌讳别人质疑他的决策，尤其是在这种公开场合。你少血口喷人！楚生额角青筋暴起，伸手想抓叶飞的衣领，却被叶飞轻松侧身避开。叶飞指尖轻弹对方手腕，楚生顿时感到一阵酸麻，香槟杯咚的一声掉落在地。看来你喝多了。叶飞掏出手啪擦了擦指尖，目光扫向不远处的老爷子，后者正端着青瓷茶杯，嘴角噙着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叶飞心中有数，于是冲着楚生继续道：既然不胜酒力，不如让管家送您去醒酒室，要是闹出什么笑话，传出去可不好听。楚生踉跄着后退2步，撞在身后的紫檀雕花屏风上，发出沉闷的声响，满脸通红地瞪着叶飞，却在触及老爷子似笑非笑的目光时，喉间突然哽住。宴会厅里响起此起彼伏的窃窃私语，像无数根细针扎在他耳膜上。楚老三，老爷子的声音突然响起，惊得楚生浑身一颤。听说你上个月在缅甸赌时输了3000万。全场顿时鸦雀无声。楚生的瞳孔剧烈收缩，额角的冷汗顺着下巴滴落。那件事他做得极为隐秘，老爷子到底是怎么知道的？叶飞心中暗笑，表面却不动声色。老爷子这是明显在利用楚生给自己立威。既然是老爷子一番好意，那自己就接着。果不其然，下一秒老爷子放下茶杯，慢条斯理地继续说道：楚家的子弟若是连这点自制力都没有，不如去祠堂抄20遍楚氏家训，好好醒醒酒。伯父，我……楚生扑通跪地，膝盖磕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闷响。求你给我个机会，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机会？老爷子挑眉看着楚生道：你赌石时怎么不想想楚家的脸面？现在知道怕了。话音落下，老爷子直接挥了挥手，2名保镖立刻上前架住楚生。被拖走前，楚生怨毒地瞪着叶飞，却只换来后者礼貌的微笑。让各位见笑了。老爷子环视四周，楚家向来赏罚分明，若有得罪之处，还望海涵。大家继续，不要为这点事扰了兴致。老爷子话音刚落，宴会厅的气氛骤然缓和，宾客们纷纷端起酒杯，试图用谈笑掩盖方才的尴尬。叶飞站在原地，目光不经意间扫过人群中脸色铁青的楚家旁系。老爷子这件事虽然是在给自己立威，可换个角度去想，却也让自己得罪了楚家所有旁系。对自己一个外人都这么看重，这些人很难不担心在这场继承人争斗中，他们会被率先踢出局。真是好手段。楚映雪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了叶飞身边，借楚生立威，既敲打了旁系，又坐实了你半个楚家人的身份，一箭双雕。楚映雪虽和老爷子已经撕破脸，可这毕竟是背地里的事。至于明面上，大家还维持着以往的融洽。我这些手段在你面前，难道不是班门弄斧吗？叶飞，你别忘了许诺我的事。周围有人经过，楚映雪短暂恢复了笑意盈盈的模样。等人走后，楚映雪脸上笑容瞬间消失。我到现在可连一个林家人都没看见，诓我可是要承担后果的。叶飞看着楚映雪，眼中闪过一丝自信的光芒，轻声说道：稍安勿躁，林氏家族向来行事谨慎，他们一定会在合适的时机出现，我既然答应了你，就一定会做到。不过你也知道，促成这样的合作并非易事，需要一些时间来安排。楚映雪冷哼一声，没有说话，只是眼神里面威胁的意味却并没有减少半分。叶飞没有回应楚映雪的威胁，而是将目光投向宴会厅的大门。就在这时，一阵轻微的骚动传来，只见林婉晴在几位林氏家族长辈的陪同下缓缓走进宴会厅。林婉晴身着一件淡紫色的晚礼服，优雅高贵，宛如夜空中最璀璨的星辰，瞬间吸引了全场的目光。楚映雪看到林婉晴的那一刻，眼中闪过一丝惊喜，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压低声音对叶飞说道：看来你还真有几分本事。叶飞微微一笑，没有说话，径直朝着林婉晴走去。其他人看到叶飞竟然直接走向林婉晴，私底下都在暗自嘀咕，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难不成他和林氏也有关系？不知道啊，看这架势，指不定是真的。话可别说的那么满，万一等会打脸，可就不好了。叶飞将这些人的窃窃私语听在耳里，却没有理会，反而来到林婉晴面前笑道：“我还以为你不来了。”林婉晴微笑着回应道：“路上有点事耽搁了。”周围的宾客们看到叶飞与林婉晴如此熟稔，纷纷露出惊讶的表情，尤其是楚家的旁系子弟们，心中更是五味杂陈。他们原本以为叶飞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外人，没想到他竟然能与林氏家族的人关系如此亲密。叶飞当着众人的面，特意将林婉晴引到了楚映雪面前。两个人刚寒暄了几句，楚娇便故意小跑过来，满脸不可思议地盯着叶飞道：“你怎么能这样？你难道不知道？”话说了一半，楚娇就没有继续往下说了，只是看着叶飞的眼神很是受伤。叶飞故意装作一副尴尬的模样，将拳头放在嘴边咳嗽了几声，随后才小声道：“你别闹，我闹。”楚娇闻言，看着叶飞的眼神就更加不可思议了。“你分明知道。”够了！叶飞猛地呵斥住楚娇：“现在是合作，你能不能别捣乱？”楚娇被叶飞呵斥的眼眶通红，指尖紧紧攥住裙摆，昂贵的真丝面料在掌心揉出褶皱，忽然转身看向楚映雪，声音里带着破釜沉舟的决绝：“姑姑，你这么做良心真的会安吗？”楚映雪知道楚娇是什么意思，却只是挑了挑眉，嘴角依旧挂着淡淡的笑容：“我的好侄女，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身在这个家族，你就该有这种觉悟。”楚娇眼神恶狠狠地瞪了叶飞和楚映雪一眼，直接气愤转身离开。只是在路过叶飞的时候，楚娇小手悄悄擦过叶飞背部挠了挠。叶飞内心无语，不过脸上还是装作一副羞愧难当的模样。其实这些都是当初商量好的，毕竟他能得老爷子喜爱，被认作干儿子，就已经足够证明老爷子等人对他的信任。如今楚映雪已经和他们撕破脸，自己又和楚映雪搅合在一起，换做任何一个正常人都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要是无动于衷，才是真的有鬼。楚映雪扭头看了叶飞一眼，对于眼前这一幕很是满意。林婉晴虽然没有参与到这件事情之中，不过凭借她的聪明才智，还是猜出来了一个大概，于是故意装作不解的样子询问道：“这是？”叶飞还没有来得及开口，楚映雪便笑着说道：“小孩子闹下脾气，林小姐不要介意，要不我们借一步聊聊。”林婉晴看了叶飞一眼，点了点头。在两人离开的时候，叶飞刚想追上去，楚映雪却突然停下脚步，冲叶飞小声说道：“剩下的交给我就行。”叶飞站在原地，静静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虽然无论他们说了什么，林婉晴最后都会告诉自己，可楚映雪这卸磨杀驴的举动是不是也太快了？怎么拿捏不住这步棋了？身后突然传来楚瑞的声音，叶飞甚至连头都没有回，直接说道：“不是。”缓缓扭头，叶飞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他怕是不知道这出戏他只是配角。楚瑞端着酒杯的手顿了顿，眼神里面闪过一丝玩味：“我这个姑姑向来贪心不足，这次我倒是也想看看她能玩出什么花样。”叶飞扫了一眼四周围：“我劝你还是离我远点，不然这出戏可就唱不下去了。”叶飞心里清楚，按照楚映雪的性格，肯定还在自己身边安插了其他眼线，要是被楚映雪知道他们是联合起来玩他，肯定会直接反扑。楚瑞轻轻一笑，举起酒杯浅酌一口，漫不经心地说道：“放心，我还不至于搅了你的局，不过你可得小心点，姑姑那个人一旦察觉到什么风吹草动，手段可不会留情。”说完，楚瑞便若无其事转身混入了人群之中。叶飞看着楚瑞离去的背影，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楚瑞虽然看似站在他这边，但在这楚家复杂的局势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算计和目的，谁又能真正信任呢？没过多久，楚映雪和林婉晴从偏厅走了出来。楚映雪脸上带着志得意满的笑容，而林婉晴虽然神色如常，但微微蹙起的眉头还是泄露了她内心的一丝不悦。叶飞无奈叹了口气，看来楚映雪在刚才的谈话中没少耍手段。林婉晴看到叶飞，不着痕迹地朝他使了个眼色。叶飞心领神会，找了个借口，带着林婉晴来到了宴会厅的一个安静角落。“你们聊得怎么样？”林婉晴听着叶飞的询问，眉头皱得就更紧了，抬头看着叶飞，眼神里闪着叶飞所看不明的情绪。叶飞顿时一头雾水，赶紧追问道：“怎么了？你们到底说了什么啊？”林婉晴眼神复杂盯着叶飞，实在是没有忍住，开口道：“那就是一个疯子。”叶飞心头一紧，赶紧开口询问道：“他到底说了什么？”林婉晴性子向来冷淡，如今却被楚映雪气成了这个样子，相信楚映雪肯定是说了什么特别过分的话。林婉晴深吸一口气，语气带着难以抑制的愤怒道：“他既然提出要我在今后的合作中让出70%利润，还说楚家在商界的人脉足以让林氏高枕无忧，若不答应，
就联合其他家族对林氏进行商业打压。叶飞脸色瞬间阴沉下来，楚映雪的贪婪远超他的想象。他知道楚映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但如此狮子大开口，显然是想将林婉晴彻底掌控。无论林婉晴答应或者是不答应，今日大家都亲眼见到他们两个密谈，岂不是凭借他楚映雪一张嘴随便说了？别生气。叶飞抬头揉了揉额头，继续道：这只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这件事我会。林婉晴不等叶飞把话说完，便抬眼望着叶飞，直接打断了他的话。他在谈话中还提到了你，他说你不过是他手中的棋子，等合作谈成，就会让你在楚家彻底失去立足之地。我选择和他合作才是最明智的选择。叶飞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他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不过他恐怕忘了谁才是这场戏的真正导演。那你接下来怎么办？林婉晴犹豫着说道。他的条件我根本不可能答应。叶飞沉思片刻，目光坚定道：我们按原计划进行。楚映雪在楚家的势力虽然不小，但老爷子才是楚家真正的掌舵人，只要有老爷子在，他就翻不起什么风浪。正说着，远处传来一阵骚动，只见楚映雪正和几个商界大佬谈笑风生，眼神时不时朝叶飞和林婉晴这边瞥来，里面满是得意。他现在肯定以为胜券在握了，就让他得意一会儿吧。叶飞低头，嘴角微微勾起，别气坏了身子，还是那句话，他越是疯狂，越容易露出破绽。林婉晴平复了下情绪，压低声音道：可他手中确实握着不少楚家资源，那些和楚家有利益纠葛的家族，说不定真会听他挑唆。叶飞眼神瞬间冷了下来，楚映雪这番话显然是想从心理上击垮林婉晴，为后续施压铺路，于是冷笑一声道：他怕是高估了自己。楚映雪此举意在搅乱局势，逼林婉晴就范。你别担心，楚映雪虽有些资源，但还不足以一手遮天。叶飞目光如炬，紧紧盯着楚映雪那边，仿佛要将她看穿。老爷子在楚家威望极高，肯定不会坐视楚映雪胡来。林婉晴微微点头，只是神色依然凝重。他是借着这场宴会掩盖自己和叶飞的目的，如今林氏其他人还不知道他和叶飞的密谋，只是看到他和楚映雪单独聊天，想到这里，林婉晴就有点头疼。等会回去之后，恐怕又是免不了一场盘问。他朝你过来了，我先走了。叶飞刚抬头，就看到楚映雪朝自己走了过来，强忍着内心不悦，硬是挤出一抹笑容。你们在聊什么呢？叶飞听到楚映雪竟然先发制人，脸上笑容就有点维持不住了。这老妖婆怕不是有毒吧？怎么，我们两个说下悄悄话，你也要知道吗？楚映雪对于叶飞的回答并不意外，反而冲着右方举了举酒杯。我可警告你，他有未婚夫，别到时候偷鸡不成蚀把米，可就不好了。叶飞顺着楚映雪的目光看了过去，就看到孙浩正眼神怨毒地盯着自己，这倒是有点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的感觉了。哟，这眼神怎么看着可是像要吃人。叶飞看楚映雪站在一旁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样子，故意当着他的面给了孙浩一个挑衅的眼神，随后压低声音小声道：好歹现在也要叫你一声姑姑，怎么，姑姑该不会打算坐视不理？可楚映雪却在听到叶飞的话之后捂唇轻笑道：这是你们小辈之间的事，姑姑可不好插手别人的情情爱爱。在楚映雪说话间，孙浩已经端着酒杯走了过来。敢和我喝一杯吗？叶飞并没有搭理孙浩，只是盯着孙浩手里的酒杯看。楚映雪端着香槟杯，指尖轻轻抹下杯壁，眼尾余光将叶飞与孙浩的交锋尽收眼底。他当然知道孙浩在酒里动了手脚，毕竟孙浩和叶飞之间的恩怨，楚映雪早就知道了。如今孙浩想让叶飞在大庭广众之下出丑，也情有可原。至于他不沾亲不带故，无非是利益合作而已，何必在意？由于楚映雪在旁边，孙浩不敢放肆，只能忍着怒意笑道：我们孙家虽然比不得楚家权势，可好歹也算是数一数二，怎么连杯酒都不配和你喝了吗？叶飞听到孙浩这句话，总算是抬起眼皮看了孙浩一眼，直接扔过去了一句话：知道就好。孙浩的脸色瞬间涨成猪肝色，手中的酒杯剧烈晃动，溅出几滴在昂贵的地毯上。楚映雪见状，嘴角的笑意更浓，故意用只有两人能听见的声音道：叶飞，你只是哥哥认的干儿子，不宜和孙家结怨，一杯酒而已，又有何妨？叶飞闻言转头看向楚映雪，目光似笑非笑道：姑姑心疼孙少，不如我把这杯酒转敬您如何？说话间，叶飞指尖轻推酒杯，酒杯瞬间变到了楚映雪面前。楚映雪的笑容僵在脸上，指甲几乎掐进掌心。她当然知道酒杯里有孙浩下的药，却没想到叶飞会把矛头转向自己。怎么，姑姑不敢喝？叶飞挑眉靠近楚映雪，用只有两个人才能听到的声音继续说道：还是说姑姑早就知道这酒有问题？楚映雪忽然意识到自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地步，喝与不喝都是事。楚映雪硬着头皮举起酒杯，
余光瞥见孙浩额头的冷汗，心中暗骂废物。酒液触及舌尖的瞬间，楚映雪突然手腕一抖，酒杯咚的一声落在地上。抱歉，手滑了。楚映雪强作镇定地扯了扯嘴角，看来我确实不胜酒力。不胜酒力。叶飞面带笑容看着楚映雪，可我却听说姑姑酒量极好，可是连喝几瓶白的都面不改色的女强人。话音刚落，叶飞眼神陡然一变，还是说这杯酒里的东西让姑姑您不得不手滑？楚映雪心中猛地一顿，叶飞这番话无疑是在暗示酒有问题，而且话里话外都在暗示他和孙浩狼狈为奸。楚映雪想到这里，强装镇定，冷哼一声道：叶飞，你这是什么意思？难不成你怀疑我和他合谋害你？你不过是哥哥认的干儿子，还真把自己当成楚家的主子了。孙浩也回过神来，赶忙帮腔道：叶飞，你别在这里血口喷人，不过是一杯酒而已，你不喝也就算了，何必在这里胡搅蛮缠？叶飞却不慌不忙，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胡搅蛮缠？孙浩，你这么着急撇清关系，是不是心里有鬼？还有姑姑，您刚才的反应可有点奇怪啊。周围的宾客们听到这边的动静，纷纷投来好奇的目光，小声议论起来。楚映雪心中暗恨，如果再这样下去，事情恐怕会越闹越大，对她极为不利。叶飞，你不要在这里无理取闹，今日是楚家的宴会，你若在这般闹事，我可不会轻饶你。叶飞看到楚映雪试图用楚家的威严来压制自己，却丝毫不在意，故意提高音量说道：姑姑，我只是就事论事，这杯酒到底有没有问题，大家心里都有疑问，不如让他再倒一杯，我们重新来过，如何？孙浩脸色因为叶飞这句话瞬间变得尴尬起来，这酒里下的药要是喝下去，叶飞必定会在众人面前出丑，可现在要是重新倒酒，他的计划就彻底泡汤了，而且还可能暴露自己。孙浩色厉内荏地说道：叶飞，你别太过分。叶飞却步步紧逼：我过分？你既然敢邀请我喝酒，难道连这点胆量都没有？还是说你真在酒里做了手脚，不敢再倒一杯？就在孙浩不知如何是好的时，老爷子的声音却从人群后传来：这是怎么回事？众人闻言纷纷让出一条路。看到老爷子，楚映雪和孙浩心中一凛，尤其是孙浩脸上立刻换上恭敬的表情。叶飞见状，脸上忽然绽放出一抹灿烂的笑容，故作轻松的摆摆手，笑着说道：没事，就是大家开个小玩笑，有人想和我玩个喝酒的小游戏，结果姑姑在旁边反倒让大家误会了，这不差点把气氛给弄僵喽。老爷子微微皱眉，目光在叶飞和楚映雪还有孙浩三人脸上来回扫视，他自然不相信这仅仅只是个玩笑，但叶飞既然这么说，肯定有他的用意。哦，只是玩笑。老爷子似笑非笑地扫视了一眼孙浩和楚映雪，可别在宴会上闹出什么不愉快，大家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玩笑也要有个分寸。孙浩连忙点头哈腰，陪笑道：是，老爷子教训的是我不懂事，没把握好分寸，还望老爷子和各位海涵。话虽然是这么说，可孙浩心里却也在暗自庆幸叶飞没有将事情闹大，否则他今日在老爷子面前可不好收场。孙家虽然在海城也算是有头有脸，可和楚家比起来依旧不够看的。老爷子轻轻哼了一声，说道：既然是误会，那就都散了吧，别扫了大家的兴致。众人见老爷子发话，纷纷应和着渐渐散去，但仍有不少人时不时朝这边投来好奇的目光。楚映雪狠狠瞪了叶飞一眼，心中恼怒不已，却又不好发作，只能故意笑道：无非就是一杯酒而已。孙浩则凑到叶飞身边，压低声音说道：叶飞，今天算你运气好，不过你别得意，咱们的账以后慢慢算。叶飞看着孙浩，眼神里面的鄙夷怎么都掩盖不住。随时奉陪，但下次你可得想个高明点的手段，别再这么容易就被人看穿。孙浩咬咬牙，冷哼一声，转身快步离去。叶飞这才扭头看向楚映雪：姑姑还有什么事吗？楚映雪看了叶飞一眼，什么都没说，直接转身。待两人都走后，叶飞这才从香槟塔中取了一杯，自己有透视眼，想在他面前耍手段，也不看看够不够格。这下好了，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了吧？只是孙浩在楚映雪这里到底是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就算这件事和楚映雪没有关系，可他绝对知道孙浩在酒里动了手脚，不仅坐视不理，反而拱火看热闹。难不成自己和孙浩之间有矛盾，也能让他得利？叶飞这边晃着香槟胡思乱想，但另一边老爷子在不远处看向叶飞，眼中闪过一丝赞许：爸，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孙浩会对叶飞动手？老爷子回头看了楚瑞一眼，小辈之间的恩恩怨怨，岂是我一个老头子能管的？只是映雪最近有点太得意了，需要有人挫他的锐气。老爷子看了一眼叶飞，继续道：
何况叶飞比他想象的更聪明，他故意放过孙浩，是想钓出背后更大的鱼。楚瑞闻言，目光落在叶飞手中轻晃的香槟杯上，抿着嘴巴沉默许久，才压低声音开口询问道：“爸，你的意思是姑姑和孙家也有牵连？”老爷子意味深长地盯着楚瑞，良久才缓缓开口继续道：“这里的水比你想象的更深。楚映雪就算是和孙家没有什么牵连，但是孙浩呢？谁又能保证他们两个之间也能干干净净？毕竟自己这妹妹可是个无利不起早的人，没好处，甚至连热闹都不会看。那需要我？”老爷子不等楚瑞把话说完，便直接打断了他的话：“不需要，他可聪明着呢。这件事我们静观其变便好。能让楚映雪吃瘪的人可不多，叶飞算是其中一个。不过这也恰好证明叶飞或许在这件事上会给自己一个惊喜。哟，人挺多啊，不介意我也来凑个热闹吧。”在这个声音落下之后，四周围顿时一片寂静。叶飞忍不住抬头看了过去，只见一位身着墨绿丝绒旗袍的中年女子款步而来，耳垂上的南洋珍珠随步伐轻晃，旗袍开叉处露出的脚踝上，眉尾微挑，红唇似火，整个人散发着介于成熟与神秘之间的致命吸引力。叶飞神色微愣，他怎么来了？王岩走到叶飞面前的时候，看到叶飞还在发呆，忍不住眼含笑意道：“怎么不欢迎吗？”叶飞这才回过神来，赶紧笑道：“欢迎欢迎，当然欢迎。”顺手拿过一杯香槟递给王岩，在两人轻轻碰了碰杯之后，叶飞才好奇问道：“不过你个大忙人怎么有时间来这里？”王岩轻抿了一口香槟：“若是我说来给你壮士，你信吗？”叶飞微微一怔，随即笑道：“我自然信，不过你怎么知道我需要人壮士？难不成你有未卜先知的本事？”王岩轻轻摇头，美目流转，笑意盈盈地说道：“我虽没有未卜先知的本事，但对海城的局势多少有些了解。楚家内部斗争激烈，你一个外人突然入局，又搅和进这复杂的权力纷争中，必定树敌不少。我猜今天这宴会上少不了有人会给你使绊子。”叶飞心中一动，王岩看似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却精准的切中要害，心中不禁对王岩多了几分好奇与警惕，只是表面上却依旧笑着说道：“分析的真清楚。”叶飞看王岩只是笑着没有说话，便继续道：“好了，你来是找老爷子的吧？”王岩没好气的看了叶飞一眼：“都说了是来给你壮士的，你怎么就是不信呢？”叶飞忍不住苦笑道：“若真是来给我壮士，那我可太感动了。只是你这理由，我虽信，但也觉得有些意外。”王岩再次轻抿了一口香槟：“怎么，就许你在这楚家翻云覆雨，不许我来凑个热闹？”叶飞笑了笑，环顾四周后低声说道：“楚家的水可深着呢，你这一凑，万一溅一身泥，我可过意不去。”王岩却满不在乎地摆了摆手：“放心，我有分寸。其实这次来，除了给你壮士，也是有些消息要告诉你。”叶飞一听，顿时来了精神：“哦，什么消息？竟然搞得这么神秘？”王岩盯着叶飞看了好一会，随后才缓缓开口道：“小泉喜欢你，所以我想和你合作。”“和我合作？”叶飞对王岩的话明显感到非常意外，忍不住追问道：“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你不是还有望春楼吗？”王岩一句话，直接让叶飞愣在原地。老爷子确实是让自己掌管望春楼，可这和合作又有什么关系？你该不会还不知道吧？我该知道什么？你啊你，真是给你金山银山都不会用。王岩恨铁不成钢地看了我一眼，随后才不紧不慢道：“望春楼不仅仅是楚家存放宝贝的地方，更像是一个庞大的交易场所。”交易场所？叶飞看着王岩的眼神就更加疑惑了。什么意思？老爷子当时只说自己鉴定宝贝的本事不能埋没，于是让他管理望春楼。至于其他的，可是一点都没有说啊。正所谓天下生意有来有往，这是为商之道。望春楼在我们这个圈子里可是谈生意的敲门砖。看叶飞眼神依旧不理解地看着自己，王岩无奈叹了口气，继续道：“如果有人想求我办事，就必定会送礼，可这都是背地里的事，于是他们便会来望春楼。”王岩话说到这里就没有继续往下说了。不过叶飞差不多也明白了王岩话里的意思，有些东西大家可以心照不宣，但若是放到明面上就有点说不过去了。所以望春楼是一个很好的隐藏场所，这不就是买了宝贝，借着鉴赏的名义送出去，然后再退回给钱吗？叶飞琢磨明白后，眉头不禁皱得更紧，看了看四周围，随后压低声音小声说道：“这种交易方式虽说隐蔽，可一旦被曝光，那就是丑闻，对楚家声誉打击巨大，我不能让望春楼深陷这种事。”王延轻笑一声，眼中带着几分玩味：“你还是太天真，在海城这地界，想要站稳脚跟，有些手段是必要的，更何况望春楼的这种运作模式存在已久，各方都默认了，只要不触及底线，不会有人深究。”叶飞心中有些纠结，一方面
他不想望春楼沦为不正当交易的温床。另一方面，王岩所言似乎也有道理。在这复杂的商业和家族斗争环境中，有些事难以独善其身。王岩看叶飞一直在摇摆不定，于是继续道：我这次只是给你一个机会，不过你别忘了，就算没有我，这也是望春楼的生意之一。叶飞内心纠结了许久，最终还是开口问道：你想怎么合作？不请我跳支舞吗？啊？什么？这么多双眼睛看着呢，既然要给你造势做戏，不得做全套。叶飞总算是反应过来了，微微弯腰，特别绅士地伸出右手。王岩将手搭在叶飞手上，随即转身，另一只手稳稳放在叶飞肩头高跟鞋的细跟，在地板上敲出清脆声响，动作优雅又带着几分不容拒绝的强势。敢不敢当着所有人的面跳支让他们忘不了的舞？叶飞看着王岩眼中的挑衅与期待，心中涌起一股豪情，嘴角微微上扬道：有何不敢？随着舒缓的音乐响起，叶飞带着王岩滑入舞池中央，两人的舞姿优美流畅，每一个旋转，每一次交错都仿佛带着一种魔力，吸引着在场所有人的目光。宾客们原本还在各自交谈，此刻都不由自主地停下手中的动作，将视线投向这对舞池中耀眼的身影。楚映雪站在角落里，眼中闪过一丝嫉妒与不满，紧咬下唇，手中的酒杯被捏得咯咯作响。他怎么又跟王岩搞在一起了？所以他身上到底还有多少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此时此刻，楚映雪内心忍不住开始怀疑，自己真的能将叶飞当成一枚棋子吗？一枚可以完全掌控在手心的棋子。而叶飞和王岩在舞池中翩翩起舞，看似沉浸在舞蹈之中，实则在低声交谈。你还没说到底想怎么合作？我可以利用我的人脉和资源，为你引荐更多有实力的合作伙伴。当然，我这边的东西你必须优先摆在好位置。与此同时，我需要你在有客上门的时候为我的东西造势，并且你还需要每隔几天去看望小泉。这么看来，我需要付出的也挺多啊。我是个生意人，生意人无利不谈，但这件事对你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王岩仰头时，耳坠轻轻扫过叶飞手背，毕竟双赢的戏码才最精彩，难道不是吗？叶飞看着王岩眼神里的势在必得，勾了勾嘴角。既然如此，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与此同时，孙浩在不远处咬牙切齿地看着这一幕，气得脸色铁青，双眼几乎要喷出火来，心中暗自发誓：叶飞，你给我等着，我一定要让你为今天的所作所为付出惨痛代价。王岩在旋转间敏锐察觉到了孙浩这边的异样，眼中笑意就更深了。有人怕是已经惦记上你了？叶飞只是神色淡然地扫了孙浩一眼，嘴角浮现出一抹轻蔑的笑意道：那又如何？王岩看到叶飞如此自信，心中不禁对叶飞的胆识暗自赞赏，但还是提醒道：你虽是楚老爷子干儿子，可有些事不得不防。叶飞微微点头，却没有说话。他倒要看看孙浩到底能使出什么手段。这边宴会歌舞升平，可另一边楚生却气得一连砸了好几个杯子。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想到楚老爷子竟然因为叶飞惩治自己，还让自己在那么多名流面前丢面，楚生随手抓起最后一个杯子摔了下去。砸够了吗？楚冰双手环抱在胸前，靠着墙壁，满脸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楚生，你就算是把房子拆了又能怎么样？事已成定局，闹得越厉害，只会距离那个位子越来越远。楚生猛地抬头看向楚冰，脖颈青筋暴起，怒吼道：可我不甘心，凭什么那个外来的叶飞能得到老爷子的青睐，而我为楚家做了那么多，却什么都得不到，还被他羞辱？说嘶吼间，楚生再次抓起桌上的烟灰缸，狠狠砸向墙面。瓷片飞溅间，楚生眼底燃烧着近乎癫狂的怒意。凭什么让叶飞那杂种骑在我头上？楚冰微微皱眉，眼中闪过一丝不屑，慢条斯理地掸了掸西装上并不存在的灰尘，皮鞋碾过满地狼藉，缓缓走到楚生面前。有些事不需要自己动手就能达到目的，冲动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只会让你显得更加愚蠢。楚冰眼神鄙夷地上下打量了楚生几眼，这才继续说道：想要除掉一只苍蝇，何必弄脏自己的手？楚生听到楚冰的话，顿时来了精神。哥，你是不是有什么好办法？快告诉我，只要能弄死叶飞，让我做什么都行。楚冰意味深长地看着楚生道：你知道刚才宴会上发生了什么吗？哥，你问这个干什么？楚生没好气地看了楚冰一眼，随后继续道：我在这里气得砸东西，哪有心思管宴会上发生了什么？你就别卖关子了，快说吧。叶飞得罪孙浩了？什么？叶飞得罪孙浩？楚生听着楚冰的话，忍不住问道：这和搞死叶飞有什么关系？难道孙浩还能帮我们不成？楚冰一脸无语，忍不住骂道：你真是蠢到家了，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孙浩既然这么恨叶飞，我们为什么不联合他一起对付叶飞？楚生眼睛猛地一亮，这才恍然大悟，
兴奋地说道：“哥，还是你聪明。那我们该怎么和孙浩合作？直接去找他吗？”我说：“你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有的时候真怀疑你出生的时候是不是被抱错了。”楚冰无奈地揉了揉太阳穴，满脸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楚生：“老爷子现在正看中叶飞，我们要是直接去找孙浩，不就等于瞬间暴露了吗？麻烦你动动脑子好不好？”孙浩虽然恨叶飞，但他也不是什么傻缺。楚生被骂得缩了缩脖子，但还是有些不服气地嘟囔道：“那你说该怎么办嘛？总不能一直这么干等着。”楚冰深吸一口气，强忍着想要再骂楚生一顿的冲动。正所谓出其不意，才能攻其不备。楚冰话还没说完，就被楚生所打断。但是哥，我们不是在说怎么对付叶飞，你怎么又扯到孙浩头上了？楚冰这次实在是没有忍住，直接给了楚冰后脑勺一巴掌，说你蠢你还不信？要想不露痕迹的全身而退，我们手里就必须有孙浩不得不当我们马前卒的筹码。你，楚冰被楚生气的实在是说不下去了，重重吐出一口浊气，才强憋着说起，继续道：“你在楚家这么些年，到底学会了什么？就学会装逼泡妹是吗？楚家目前继承人还没有定下来，大家都是对手。楚冰之所以这么帮楚生，不仅仅因为楚生是自己亲弟弟，更是因为这货虽然有野心，但是脑子不太多。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们可以找到孙浩把柄，从而让他为我们所用？”楚冰看楚生总算是明白过来这个道理，冷哼道：“还算没有把脑子全部放在女人肚皮上。叶飞身上流淌着的虽然不是楚家血脉，可老爷子这个人只认能力不认人，看如今对叶飞的喜爱程度，还真有可能让叶飞来继承整个楚家。如今乾坤未定，楚冰也想拼一把。今后若是输给楚瑞，他甘心；可要是输给叶飞这个外人，他半夜都得坐起来问剧凭什么。记住，这件事一定要保密，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楚冰严肃地盯着楚生的眼睛，否则的话，死无葬身之地的可就是我们了。另一边，宴会厅里，叶飞和王岩的舞蹈已经结束。王岩轻轻整理了一下裙摆，低声说道：“看来有人已经按捺不住了。”叶飞嘴角微微上扬，目光扫过2楼的阴影处，就让他们先蹦跶一会儿，好戏才刚刚开始。说话间，叶飞端起一杯香槟，轻抿一口，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寒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斩草除根。只是当对方从阴影处走出的时候，叶飞仔细在脑海中回忆了下，没见过，不认识，干嘛这么看着自己？难不成自己上辈子杀他全家了？叶飞内心还在诧异，对方已经走到他面前，随后伸出右手：“你好，很高兴认识你。”楚冰看叶飞没动，只是盯着自己看，默默将手收了回去。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楚冰。什么？出殡？叶飞在听到楚冰名字的时候，明显有点没反应过来，嘀咕道：“怎么会有人叫这个名字？”王岩强忍着笑意道：“他叫楚冰，文武兵。”楚冰看出叶飞神色尴尬，于是故意笑道：“我这个名字有很多人念错，不必在意。对了，我过来就是想提醒你，孙浩这人心狠手辣，你今后可得小心点。”叶飞看着楚冰一脸精明样，就知道他绝对不会无缘无故提醒自己，不过还是笑着回应道：“多谢关心。”楚冰冲叶飞笑着点了点头，随后转身离开。王岩看了眼手表，好了，我也该离开了。一时之间，只剩下叶飞留在原地。孙浩一直在背地里盯着叶飞，看叶飞现在身边没人，于是故意找了个工作人员，凑到耳边交代了几句：“先生，有人邀请你去后花园一趟。”叶飞刚准备找个地方坐着休息下，却听到工作人员说自己有人相邀。是。叶飞还想问对方是谁，可惜话还没说完，工作人员却已经离开。犹豫了许久，叶飞最终还是决定独自前往。今天楚娇这丫头可是为了和自己演这一场戏，后续都没有出席宴会，说不定就是她邀请自己去后花园。楚娇，楚娇！叶飞来到后花园，一连呼唤了好几声，却始终都没有人回应。刚准备回去，却发现自己身后竟然站了一个身穿青衫的瘦弱男人。叶飞顿时满脸警惕地后退一步，和对方拉开距离。你是谁？此人虽瘦弱，可眼神锐利，下巴留着一缕山羊胡须，倒是颇有一种仙风道骨的感觉。叶飞自认为自身体质已经被强化许多，可现在却连对方到底是什么时候站在自己身后都不知道。对方在听到叶飞询问的时候，不仅没有回答，反而笑眯眯地问道：“敢为阁下可是叶飞？”叶飞下意识点了点头。不知为何，此人虽然在笑，可叶飞却还是感觉到了一股寒意，那是危险来临之前潜意识所给的反应。看叶飞点头，对方一边摸着自己的山羊胡须，一边继续笑道：“叶飞小友，我乃青山，如今受人之托前来给你一个教训，放心，不会危及性命。哎，你别走啊！”青山话还未说完，叶飞直接扭头就走。
叶飞光是看对方这架势，就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干翻他。与其打一场未知的仗，倒不如躲远点。可下一秒，青山便直接出现在了叶飞面前。叶飞猛地向后看去，自己离开时候的速度虽然不快，但也绝对不慢。他到底是怎么出现在自己面前？受谁之托？叶飞知道对方来者不善，自己恐怕是走不掉了，于是停下脚步。孙浩还是楚生，他如今得罪之人不多，青山看起来还算有点本事，能请得动他的不是楚生就是孙浩。可青山却笑着摇了摇头，恕我无可奉告，我们这一……叶飞不等青山把话说完，便直接一拳打了过去。不是楚生就是孙浩，既然无可奉告，还不让自己走，那就干脆先发制人。青山右手抬起，手掌微张，直接将叶飞拳头握在手心，甚至连身形都不曾晃动一下。你这小友怎么不讲武德呢？叶飞满脸震惊地盯着青山。怎么会？他知道对方不容小觑，所以这一拳在挥出去的时候算是用上了全身力气。青山掌心骤然发力，叶飞只感觉整条手臂像是被铁钳锁住，刺骨的疼痛顺着经脉直窜天灵盖。未等叶飞反应过来，青山另一只手直接点在叶飞肩颈穴。叶飞双腿一软，重重跪坐在石板路上。年轻人心急吃不了热豆腐。青山慢悠悠从袖中掏出一柄青铜小剑，在月光下泛着幽蓝冷光。放心，我下手会快一点，不让你有那么多痛苦。不过你要是乱动，下半辈子怕是要在轮椅上度过了。叶飞眼睁睁看着那柄青铜小剑距离自己手腕越来越近，内心突然升起一抹前所未有的绝望。难道自己今天就要交代在这里吗？就在青铜小剑即将接触到叶飞手腕的一瞬间，叶飞却突然感觉体内好像突然涌入了一股力量，而这股力量还在他的体内横冲直撞，迫切的想要寻求一个出口。叶飞有种预感，要是自己任由这股力量在自己体内放肆，自己一定会死。放心，青山已经对准叶飞手腕准备用力，可下一秒，叶飞却猛地站起身，直接一拳直冲他面门。想对我下手，你也配？可青山却并不把叶飞放在眼里，甚至连躲都不带躲一下。叶飞小友，你还是太心急了。话音落下，只见青山面前就像是有一堵看不见的围墙一样，硬生生挡住了叶飞的拳头。叶飞的拳头撞在无形屏障上，震得虎口发麻，鲜血顺着指缝滴落。可叶飞就跟感觉不到疼一样，打出一拳又一拳，可惜始终都未曾触碰青山分毫。叶飞知道再这么下去自己迟早耗尽体力，于是停了下来，目光直视青山。你到底是谁？青山听到叶飞询问自己这个问题，脸上依旧挂着和蔼的笑容。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小友不必浪费力气，你是奈何不了我的。看叶飞没说话，青山面带笑容，一步一步逼近叶飞。你怕是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武者，你的本领我已经见识到了，在其他人面前确实可以横着走，不过可惜了，你遇到的是我。叶飞没有说话，只是静静看着青山慢慢靠近自己。奈何不奈何的可不是你说了算。叶飞眼看青山即将来到面前，双手紧紧握成拳头。不管怎么样，自己的字典里从来都没有退缩二字。只是叶飞不知道，他大拇指上的祖龙之戒在接触到他鲜血的时候，就跟干渴许久的人一样，贪婪的大口吸食。随着祖龙之戒贪婪地吸食着叶飞的鲜血，戒指表面原本暗淡的纹路竟隐隐泛起微光。而叶飞此时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步步紧逼的青山身上，并未察觉到戒指的异样。青山看到叶飞依旧一副不肯屈服的模样，眼中闪过一丝赞赏，但很快又被冷漠取代。既然你执迷不悟，那就别怪我下手狠辣了。说罢，青山手中的青铜小剑光芒大盛，直接朝着叶飞的咽喉刺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祖龙之戒光芒大战，一道古朴而强大的气息瞬间以叶飞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开来。青山只感觉一股磅礴的力量迎面扑来，竟让他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几步。这是什么力量？青山满脸震惊，他怎么也没想到叶飞竟能突然爆发出如此强大的力量。叶飞同样一脸诧异，低头看向自己的大拇指，只见祖龙之戒光芒流转，似乎蕴含着无穷的力量。来不及细想，叶飞借着这股力量猛地冲向青山。这次他的速度比之前快了数倍，拳风呼啸，带着强大的压迫感。青山不敢再轻敌，试图抵挡叶飞的攻击。然而叶飞此刻的力量太过强大，每一拳都仿佛蕴含着千钧之力，青山渐渐有些抵挡不住。青山一边抵挡一边气喘吁吁地问道：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会有这么诡异的力量？这种力量不像是武者，倒像是一种从未见过的力量。叶飞冷哼了一声，并没有停下自己的拳头。我说过，奈何不奈何我可不是你说了算。话音落下，叶飞猛地凝聚力量，一拳重重地轰出，直接击中了青山的胸口。
青山闷哼一声，身体如炮弹一般飞了出去，重重地摔在地上，挣扎着想要起身，却感觉胸口剧痛，一口鲜血忍不住喷了出来。叶飞缓缓走到青山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就凭你也想动我，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此时的叶飞周身仿佛散发着一种无形的气场，将刚才的狼狈一扫而空，尽显强者风范。青山捂着胸口，满脸怨毒地看着叶飞，你别得意，今天是我大意了，下次你可没这么好运。叶飞蹲下身子，一把揪住青山的衣领，将他提了起来，冷笑道，还敢嘴硬，你以为还有下次？说到底是谁指使你来的，别逼我动手。叶飞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手上暗暗发力，青山顿时疼得龇牙咧嘴。青山心中害怕，却还是嘴硬道，我们武者有原则，我不会说的。叶飞眼神一寒，手上的力量又加大了几分，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说着说着，叶飞做事有要再给青山一拳。青山张了张嘴，欲言又止，不过最终还是闭上眼，视死如归道，你今天就算是打死我，我也不可能说。叶飞冷哼一声，将青山狠狠甩在地上。行了，你走吧。青山内心都已经做好了这次有来无回的准备，结果你要放了我。叶飞低头俯视青山道，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这次我不为难你，可若有下次。话未说完，叶飞便是一声冷哼，随后看都不看青山一眼，直接转身离开。能花大价钱请来武者对付自己的人，除了孙浩再无其他。毕竟楚生虽然恨自己，可楚家财政大权可不是他说了算，只有孙浩身为孙家唯一继承人，才能一出手就是这么大的手笔。至于为什么放过青山，那当然是仇人宜解不宜结。叶飞准备回去的时候，刚走出没多远，就察觉到附近有细微的动静，心中一动，继续装作若无其事的继续往前走。等走到一处假山的时候，叶飞猛地转身，一把揪住了从假山后悄悄探出头来的孙浩。孙浩，你鬼鬼祟祟的在这干什么？叶飞眼神冰冷，紧紧盯着孙浩，手上的力道不自觉加大，疼得孙浩脸都扭曲了。孙浩没想到叶飞竟然发现了自己，心中一阵慌乱，但还是强装镇定道，叶飞，你放开我，你凭什么抓我？我只是在这随便逛逛。随便逛逛？叶飞冷笑一声道，你觉得我会信吗？刚刚有人来对付我，现在你又出现在这里，难道这一切只是巧合？孙浩心中暗叫不好，但仍嘴硬道，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什么有人对付你，我根本不清楚，你可别血口喷人。叶飞手上又加了几分力，将孙浩拉到自己面前，几乎脸贴着脸，一字一顿地说道，孙浩，你就别装了，能请动武者来对付我的，除了你还能有谁？孙浩被叶飞的气势吓得有些心虚，但还是狡辩道，就算有人对付你，凭什么就说是我？你可别冤枉好人。冤枉好人？叶飞怒极反笑，直接挥出一拳，重重地砸在孙浩脸上。死不承认就以为我不知道是你吗？孙浩惨叫一声，整个人向后仰倒，鼻血瞬间喷涌而出。他挣扎着想要起身逃跑，却被叶飞一脚踩在胸口，动弹不得。孙浩一边挣扎一边大声喊道，叶飞，你敢打我？你那又如何？叶飞又是一拳打在孙浩肚子上，你三番五次针对我，今天我就让你知道招惹我的下场。叶飞心中积压已久的怒火此刻彻底爆发，拳头如雨点般落在孙浩身上。孙浩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只能蜷缩着身体不断发出痛苦的呻吟。叶飞，你别太过分，我不会放过你的，不会放过我。叶飞冷笑一声，手上的动作却没有丝毫停顿。谁不放过谁还不一定呢，现在我先好好教训教训你这个不长眼的东西。叶飞越打越气，想起之前孙浩对自己使的各种阴招，每一拳都用尽了全力。孙浩的惨叫声在寂静的花园里回荡，可叶飞丝毫没有停手的意思。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孙浩终于承受不住，开始求饶，我错了，放过我。错了，现在知道错了，晚了。叶飞又揍了好几拳，直到孙浩被揍得鼻青脸肿才停下。今天只是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如果再有下次，我绝对不会手下留情。刚走几步，叶飞又转身折返回去。你是我打的吗？孙浩被叶飞给吓了一跳，下意识手脚并用着往后挪了挪，连连摇头道，不是，是我天黑路滑不小心弄伤的。叶飞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伸手指向一旁水池，下巴微抬，你懂我意思？孙浩顺着叶飞手指的方向看向一旁的水池，心中满是惊恐与疑惑，却又不敢违抗，只能艰难地爬起身，一瘸一拐地朝水池挪去。到了池边，孙浩回头用哀求的眼神看着叶飞，似乎在询问是否真要如此。叶飞眉头一皱，不耐烦地呵斥道，还愣着干什么？
难道还需要我帮你吗？孙浩咬了咬牙，扑通一声直接跳进了水池里，冰冷的池水瞬间将他淹没。孙浩在水中扑腾了好几下，一连呛了好几口水。叶飞慢悠悠地走到池边，居高临下地看着在水中挣扎的孙浩，冷笑道：孙浩，记住今天的滋味，以后要是再敢对我动什么歪心思，这只是开胃小菜。孙浩好不容易从水中探出脑袋，狼狈地抹了一把脸上的水，咳嗽着求饶：我知道了。叶飞双手抱胸，满脸不屑地看着孙浩。这才要不是在宴会上，他真想直截了结孙浩。就在这时，不远处传来一阵脚步声，似乎有不少人正朝这边赶来。谁在那里？楚家的几个保镖听到孙浩的惨叫，循声而来，结果就看到叶飞站在池边，而孙浩则是狼狈不堪地站在水池里。保镖们先是一愣，随即反应过来，其中一个领头的保镖开口问道：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叶飞瞥了他们一眼，神色淡然道：他非要闹着去下面凉快凉快，与我何干？倒是你们不好好巡逻，在这里大呼小叫，要是惊扰了宾客，你们承担得起后果吗？保镖们面面相觑，他们刚才明明听到孙浩惨叫，可孙浩此时一脸惊恐地看着叶飞，连连点头道：对，是我自己想要下来凉快凉快，你们都给我滚！领头的保镖心中虽然疑惑，但孙浩都这么说了，他们也不好再多问，只能带着人悻悻离开。等保镖们走远，叶飞再次看向孙浩：今天的事最好别让第三个人知道，不然下次就不是掉进水里这么简单了。孙浩如小鸡啄米般拼命点头：是。叶飞拍了拍身上并不存在的灰尘，转身潇洒离去。孙浩看着叶飞的背影，眼中闪过一丝怨毒，但随即又被恐惧取代。毕竟孙浩也不傻，心里知道今天算是彻底栽在叶飞手上了，若想报仇，只能从长计议。可就这么放过叶飞，他心里却不甘心。此刻叶飞已经回到宴会大厅，宴会上依旧灯红酒绿，欢声笑语不断。他刚一踏入，便吸引了不少目光。只是叶飞神色镇定，步伐稳健，仿佛刚才在后花园的激烈冲突只是一场微不足道的小插曲。楚瑞正和几位世家子弟交谈，看到叶飞回来，眼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疑惑。不好意思，失陪一下。在经过叶飞身边的时候，楚瑞小声问道：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叶飞目视前方，甚至连脚步都没有停一下，压低声音轻声说道：有点小事，已经解决了，不用担心。两个人在外人看来只是擦肩而过，却早已背地里交换完了信息。就在这时，大厅的门突然被猛地推开，一阵冷风灌了进来。只见孙浩浑身湿漉漉地走了进来，头发凌乱，衣服紧紧贴在身上，狼狈不堪的模样与宴会上的华丽氛围格格不入。原本热闹的宴会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孙浩身上。孙浩眼神怨毒地扫过人群，最后定格在叶飞身上。他咬了咬牙，心中暗自嘀咕：叶飞，你给我等着，今天的耻辱我一定会加倍奉还。但当着众人的面，他又不敢发作，只能强忍着怒火。楚家老爷子此时也注意到了孙浩的异样，皱了皱眉头，从主位上起身，朝着孙浩走去。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弄成这副模样？孙浩听着楚老爷子关切的询问，心中一紧，赶紧挤出一抹笑容说道：实在抱歉，刚刚在后花园不小心掉进水里了，让您见笑了。此时此刻，孙浩就算是对叶飞有再多不满，却也不敢说出是叶飞所为，生怕叶飞再给他来个更狠的报复。楚老爷子微微点头，眼神中却闪过一丝狐疑，但也没有再多问。毕竟孙浩是孙家继承人，有些事情不好深究。于是拍了拍孙浩的肩膀，说道：既然如此，你还是先去换身衣服吧，别着凉了。孙浩感激地点了点头，在众人异样的目光中，灰溜溜地离开了宴会大厅。站在宴会厅外面，听着里面传来的欢声笑语和音乐声，孙浩眼神里面充满怨毒。他当然可以直接去换衣服，之所以要浑身湿漉漉地来这里一趟，就是为了让所有人都看到自己刚才那副惨样。毕竟叶飞也去过后花园，而且他们还是一前一后回来，要是说其中没有什么猫腻，谁信啊？孙浩刚转身准备离开，身后突然传来一阵清亮的笑声。孙少这是玩的哪出？跳水表演？可惜连水花压的都不漂亮。孙浩猛地扭头，就看到楚生正端着一杯红酒，慢悠悠地朝着自己走来。自己是孙家正儿八经的继承人，至于楚生，虽说楚家比自己家族牛逼，可在身份这一块，楚生远不及自己。孙浩想到这里，直接无视出声，转身离开。只是刚走了还没几步，却被楚生接下来的话给定在原地。孙少和林家婚约这么些年都没落实，若是被林家知道孙少在外有个私生子，楚生话在说到这里的时候就没有继续往下说了，只是端着酒杯意味深长地盯着孙浩的背影。果不其然，下一秒孙浩便直接转身折返回来。莫须有的事可不能乱说，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楚生晃了晃手中红酒杯，漫不经心道：“孙少何必这么大火气？我有点事，恰巧在城西私立医院看到了一份出生证明。”楚生故意拖长尾音，嘴角勾起意味深长的笑。林家千金最恨背叛，要是知道未婚夫金屋藏娇，两家联姻计划怕是要泡汤了。孙浩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藏在城郊的秘密竟会被楚生知晓。左右看了看，在确定周围没人之后，孙浩才压低声阴询问道：“你到底想干什么？”孙浩在说这番话的时候，眼中闪过一丝明显的杀意。聪明人自然知道怎么做。楚生并没有被孙浩的眼神所威胁，反而勾了勾嘴角，吊儿郎当的继续说道：“这里人多眼杂，不妨跟我走一趟。”孙浩心中恨意翻涌，却又不得不强压下去。楚生既然敢当面挑明，必然是有所依仗。此刻周围虽然看似无人，但说不定暗处就藏着楚生的眼线。权衡利弊之后，孙浩咬咬牙，决定先跟楚生走一趟，看看他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孙浩因沉着脸跟在楚生身后，两人穿过一条幽静的长廊，来到了一个偏僻的房间。楚生推开门，示意孙浩进去，随后自己也走了进来，反手关上了门。房间里灯光昏暗，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孙浩看楚生一直盯着自己不说话，便率先开口道：“你最好别耍什么花样，要不然我也不会让你好过。”楚生却不慌不忙找了个椅子坐下，翘起二郎腿，轻轻抿了一口红酒，这才慢悠悠地开口道：“孙少，何必动怒呢？我今天找你是想跟你谈一笔交易，一笔对你我都有利的交易。”孙浩冷哼一声道：“交易？我凭什么相信你？就凭你刚刚威胁我的那些话？”楚生笑了笑，却并没有否认：“孙少，你现在似乎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你在城郊藏着私生子这件事，一旦被林家知道，后果你比我更清楚，而我可以帮你保守这个秘密。”孙浩眼中闪过一丝犹豫，他确实不敢冒险让林家知道这件事，否则不仅联姻泡汤，他在孙家的地位也会岌岌可危。可就这么答应楚生，万一……孙浩思虑了许久，才警惕地问道：“你想要什么？”楚生眼中闪过一丝得逞的笑意，放下酒杯，坐直身子：“很简单，我要你帮我对付叶飞，只要我们联手，一定能把他扳倒。”孙浩心中一动，叶飞也是他的心头大患，若能借楚生之手除掉叶飞，倒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但他又担心楚生有其他阴谋，毕竟楚生也不是什么善茬。“我凭什么相信你？万一你只是利用我，事成之后再把我的秘密抖出去怎么办？这一点你完全放心，我楚生虽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但也知道什么叫互利共赢。只要我们合作成功，我保证不会泄露你半点秘密。而且叶飞倒台后，楚家的利益分配肯定会有变动，到时候若我坐上那个位置，还怕没有你的好处吗？”孙浩沉思良久，心中权衡着利弊，最终还是点了点头道：“好，我跟你合作，但丑话说在前头，要是你敢耍什么花样，我绝对不会放过你。”楚生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孙少果然爽快，既然如此，我们就好好商量一下计划。两人在昏暗的房间里低声密谋着，时不时传来几声冷笑。而此时的叶飞还不知道一场更大的危机正悄然向他逼近。在宴会大厅里，叶飞敏锐察觉到，经过孙浩刚才那一出，一些人的眼神对他有了微妙的变化。但叶飞并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反而在思索自己体内刚才那股力量到底是怎么回事。和青山交手的时候，那股力量就好像是突然出现，现在又突然消失。叶飞食指无意识摩擦着祖龙之戒，难不成这一切都和这个戒指有关？叶飞想到这里，便打算试试看能不能将祖龙之戒摘下来。可努力了半天，祖龙之戒还是稳稳套在叶飞大拇指上，甚至连松动都不带松动一下。就在这时，叶飞感觉手机响了一声，掏出来看了下，发现是楚瑞给自己发了条消息。他找我干什么？叶飞心里虽然疑惑，不过还是缓缓起身。刚来到一个相对私密的房间，楚瑞便直接问道：“孙浩那样子是你搞的吧？”虽说询问，可楚瑞语气里却满是笃定。叶飞对于这件事并没打算瞒着楚瑞，便直接道：“那是他自己找死。”楚瑞深吸了一口气，语重心长道：“可孙浩毕竟是孙家唯一的继承人，孙老爷子可是宝贝的紧。你……”话说了一半，楚瑞就没有继续往下说了，只是无奈叹了口气：“好了，都已经发生了，焦虑也没用。”叶飞一边说着，一边将手伸在楚瑞面前：“你看看这个，我……”叶飞本想着楚瑞见多识广，说不定可以帮自己看看祖龙之戒有什么问题，可话还没说完，楚瑞便眼神狐疑地盯着叶飞道：“你让我看什么？”叶飞闻言心头猛地一颤：“你看不到？祖龙之戒正明晃晃地戴在自己大拇指，楚瑞不应该看不到啊！”楚瑞看了看叶飞手，又看了看叶飞：“你手有什么好看的？难不成楚瑞真的看不到？”叶飞想到这里，便默默将手缩了回来，
岔开话题道：“没什么。对了，你知道武者吗？”嘴上虽然这么问，可叶飞还是下意识看了眼自己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伤呢？自己手上的伤口呢？怎么这么一会击，完好如初，甚至连皮肤也比之前光滑了许多。武者？你问这个干什么？楚瑞对于叶飞突如其来的问题显得有点震惊，不过还是回应道：“武者和武学不一样，他们可以做到常人所不能之事。他们分为先天武者和后天武者，而先天武者和后天武者各划分为1品到10品。除了先天武者和后天武者之外，相传还有宗师级别的武者，可这只存在于传说之中，没有人见过。至于到底有没有这个境界，压根就没人知道，你姑且听听就行。”叶飞低头听着楚瑞的讲解，内心忍不住开始猜测青山到底是什么品级。自己能打过青山，是不是代表他比武者还要厉害？对了，楚瑞猛地一拍叶飞肩膀，顿时将叶飞吓了一跳。怎么？楚瑞眼神凝重，盯着叶飞道：“记住，如果遇见武者，千万别得罪他们。可能你遇到的那些本事不强，但他们的后台却很记仇，也很护犊子。”叶飞尴尬地扯了扯嘴角，现在说这番话是不是有点太迟了？别说得罪了，他甚至还把人揍了一顿。那你知不知道一个叫青山的武者？青山？楚瑞皱眉沉思了会，随后道：“有点耳熟，好像是谁的关门小弟子，颇受宠爱。”楚瑞还想说些什么，结果就看到叶飞若有所思的，似乎在想着什么，心里顿时升起一抹不好的预感，试探性询问道：“叶飞，你该不会？”叶飞不等楚瑞把话说完，便赶紧摇了摇头道：“没事没事，我就是刚才在宴会的时候听别人聊天提起来武者了，便好奇问问。”楚瑞眼神狐疑地盯着叶飞端详了许久，随后才如释重负道：“没有就好。对了，楚家表面上看起来风光无限，可实际上暗潮涌动，你实在是不应该得罪他。”叶飞知道楚瑞指的是楚生，无奈耸了耸肩膀道：“我也不想惹事，可有人偏偏要往我身上撞，我也没办法。”楚瑞看着叶飞刚想开口，门外却有人敲了敲门。楚瑞走过去打开门，就看到一个工作人员正举止恭敬地站在门口。“楚少，老爷子请叶飞过去一趟。”“请我过去。”叶飞眼神疑惑地看了眼来人，随后问道：“有说找我是因为什么事吗？”来人摇了摇头。叶飞跟在来人身后，心中暗自揣测老爷子找自己的意图。很快，他们来到了老爷子的书房。书房内，楚老爷子正坐在宽大的书桌后，神色沉稳地看着走进来的叶飞。楚老爷子微微点头，示意叶飞坐下，目光上下打量了他一番，随后才缓缓开口道：“叶飞，想必你也知道，我们楚家在望春楼倾注了不少心血，明天望春楼会举办一场拍卖会，这拍卖会向来是楚家展示实力与底蕴的重要场合。既然你现在是望春楼的主人，这场拍卖会自然就由你操办。”叶飞微微一愣，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与犹豫，赶忙说道：“可我之前从未操办过拍卖会，实在是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万一搞砸了。”楚老爷子摆了摆手，脸上露出一丝鼓励的笑容：“我既然把这件事交给你，就相信你有这个能力，没经验可以学嘛，放手去办就行。望春楼里有不少经验丰富的老人，你可以向他们请教，而且这也是一个锻炼你的好机会，我相信你不会让我失望。”叶飞看老爷子似乎非要把这件事交在自己手上，只能点了点头。楚老爷子看叶飞答应，满意的笑了笑，继续道：“这次拍卖会会有不少商界名流世家大族前来，其中不乏一些对楚家心怀叵测之人。你不仅要保证拍卖会顺利进行，还要借此机会展示出望春楼的实力以及我们楚家的风范。”叶飞郑重的点点头，将老爷子的话牢记于心。还有，楚老爷子神色微微一凛，最近楚家内部不太安宁，你在操办拍卖会的同时，也要小心提防别有用心之人。还有孙浩，今天他在宴会上的表现很反常，你要多留个心眼。叶飞心中一紧，看来老爷子也察觉到孙浩的异样了。你放心，我会小心的。楚老爷子微微皱眉，似乎在思索着什么，片刻后说道：“孙家在商界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如果他真的想对你不利，恐怕不会轻易罢手。你要时刻保持警惕，遇到解决不了的事情，及时跟我说。”从书房出来后，叶飞重重吐出一口浊气。孙浩和楚生他们其实不足为惧，毕竟他们再怎么蹦跶，那也是在明面上。最应该防备的应该是楚映雪才对。这货就跟阴沟里的老鼠一样，虽然平日不见人，可你压根就不知道他会什么时候冷不丁蹦出来咬你一口，这才是最恶心的。拍卖会当天，望春楼张灯结彩，门口豪车云集，各界名流纷至沓来。叶飞身着一袭剪裁得体的黑色西装，风度翩翩地站在大厅中，有条不紊地指挥着现场的布置和接待工作。拍卖会即将开始，叶飞走上台，向众人致以开场词，声音洪亮，自信从容，
尽显望春楼主人的风范。但是在致辞过程中，叶飞总感觉背后有一道如芒在背的视线，让他浑身不自在。叶飞表面上不动声色，眼神却在人群中迅速扫视。很快，他便发现孙浩正站在角落里，眼神阴鸷地盯着他，嘴角挂着一丝不怀好意的冷笑。叶飞心中冷笑，正所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两人必定憋着坏水。但叶飞丝毫不惧，反而更加镇定自若。想看自己笑话，还是等下辈子吧。各位，现在拍卖会正式开始。第一件拍卖品是一件稀有的宋代官窑瓷器，造型精美，品相完好，底价50万。现在请大家开始竞拍。伴随着叶飞话音落下，竞拍者们纷纷举牌出价，现场气氛热烈非凡。就在价格一路飙升之时，一个尖锐的声音却突然响起：这瓷器看着怎么像是赝品啊？这么高的价格，你们望春楼不会是想坑我们吧？众人循声望去，只见一个戴着墨镜、打扮浮夸的年轻人正满脸质疑地看着台上的瓷器。叶飞微微一笑，不慌不忙地说道：这位先生，望春楼举办拍卖会多年，向来以诚信为本，所拍物品皆经过多位权威专家鉴定，绝无赝品之嫌。你若有疑虑，我们可以请专家当场再次鉴定。可年轻人却不依不饶：你们和专家说不定都是一伙的，今天这拍卖会我看就是一场骗局。叶飞眼中闪过一丝怒色，但仍保持着风度：先生，若无确凿证据，还请不要随意诋毁望春楼的声誉，否则我们将追究您的法律责任。这时孙浩在一旁煽风点火道：就是，这拍卖会怎么回事？我们可是冲着楚家的名声来的，要是搞出这种事，以后谁还敢来？叶飞心中冷笑，知道这一切都是孙浩和楚生的阴谋，于是大步走到那年轻人面前，直视着对方的眼睛说道：先生，既然你如此笃定这是赝品，想必你对瓷器鉴定很有心得，那不如你来说说这瓷器哪里像赝品了？要是你能说出个1、2、3来，我二话不说当场砸了这瓷器，并且向在场各位道歉。但要是你说不出个所以然，故意捣乱，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年轻人被叶飞的气势吓得一哆嗦，眼神开始闪躲，嘴里嘟囔着：我就是看着像赝品，我又不是专家，怎么说得清楚？孙浩看到年轻人逐渐落了下风，赶紧大声嚷道：怎么，你这是打算仗势欺人吗？叶飞猛地一个冷眼扔了过去，看来上次的教训还不够，不足以让孙浩尝教训。孙浩被叶飞冰冷的眼神看得心里一阵发怵，不过还是梗着脖子喊道：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们可是来花钱的，怎么买东西难道连质疑一下都不行吗？孙浩上次算是被叶飞给揍惨了，正所以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哪怕是现在说这番话的时候，甚至都不敢看叶飞的眼睛。与此同时，刚才那个年轻人就跟是受到了鼓舞一样，顿时激动起来：就是我可是花钱的，你总不能让我花大价钱买个假货回去吧？王本，二流子，靠小偷小摸为生，性格仗势欺人，身价兜里比脸都干净。叶飞，他本来想着用透视眼看看这货底细，没想到你踏马身上逼纹没有都敢来叫嚣去踏马的王本，这货应该叫忘本吧？孙浩这货该不会是被自己揍傻了吧？都敢找这种人了。叶飞伸手揉了揉眉心，眼神凌厉看向王本：你怀疑我们望春楼有假货，可以，我们也支持你找人鉴定，不过我们望春楼有个规矩，来人都要验资。你……王本不等叶飞把话说完就开始急了：你放屁，什么验资？我怎么不知道还有这规矩？叶飞冷笑一声道：就凭我是望春楼的主人，规则由我定。叶飞看王本半天都不说话，于是继续道：你口口声声质疑拍卖品是假货，却又拿不出证据，还在这里胡搅蛮缠，既然参与竞拍，就得遵守望春楼的规矩，这里可不是你撒野的地方。王本脸色涨得通红，他本就是个二流子，平日里小偷小摸，兜里确实比脸还干净，哪有资本可以验？此时被叶飞这么一逼，顿时恼羞成怒，跳着脚骂道：你这是故意刁难我，不就是个破拍卖会，老子还不稀罕了。不过你们望春楼卖假货的事，我一定要宣扬出去，让所有人都知道你们的真面目。叶飞眼神猛地一冷，上前一步，强大的气场瞬间将王本笼罩。你拿不出证据，还妄图污蔑，怎么是想进去蹲局子吗？王本受到叶飞威胁，直接大骂道：你这是狗眼看人低，什么破验资，就是你想赶我走的借口。我看你就是心里有鬼，不敢让我继续质疑这假货。叶飞伸手拍了拍王本肩膀，语气平和，其中却充满警告：我劝你最好不要考验我的耐心。叶飞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一个眼神示意，几个身材魁梧的保安立刻上前，就跟拎小鸡一样将王本架了起来。王本拼命挣扎，嘴里还骂骂咧咧，但在保安的强力压制下根本无济于事。孙浩见状，心中暗叫不好，却又不甘心就此罢手，
于是挤到前面，装作一副打抱不平的样子说道：“人家再不行也是客人，今天的事要是传出去，望春楼以后还怎么在商界立足？”叶飞转过身，目光如炬地盯着孙浩，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容：“孙浩，你少在这装模作样，你以为找个无赖来捣乱就能破坏拍卖会？”说完，叶飞再次看向王本，冷冷道：“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说出是谁指使你来的，我可以从轻发落，否则你今天就别想走出这望春楼。”王本被叶飞的气势吓得不轻，心中开始动摇。他本就是个贪生怕死之徒，为了一点小钱答应孙浩来捣乱，没想到会遇到如此强硬的叶飞。在叶飞的逼视下，王本的心理防线逐渐崩溃。说，伴随叶飞一声呵斥落下，王本彻底慌了神，扑通一声跪下，涕泪横流地指着孙浩：“是他给了我10万块，让我来闹场子，故意说瓷器是假的，他还说只要我闹得越大越好，事后再给我20万。我真的知道错了，求你饶了我吧，我不想坐牢啊！”此言一出，全场哗然，众人看向孙浩的眼神中充满了厌恶和鄙夷。孙浩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如同被当众扒光了衣服般难堪。他没想到王本这么轻易就把自己供了出来，但此刻孙浩心里也清楚，一旦承认，孙家必定会在商界沦为笑柄，被众人指指点点。事到如今，就算是装，也得强撑下去。想到这里，孙浩脸上故意露出愤怒的神情，指着王本骂道：“你这无赖，竟敢血口喷人！我与你素不相识，怎会指使你做这种事？分明是你故意污蔑我，想借此敲诈勒索。”众人听闻，不禁再次将信将疑地看向孙浩和王本。毕竟孙浩出身名门，而王本只是个无名小卒，看上去确实不像是能与孙浩搭上线的人。叶飞却丝毫不慌，眼神冰冷看着孙浩，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孙浩，到了现在你还想狡辩？若不是有人指使，他哪来的胆子敢在这望春楼闹事？刚刚他说的话，在场这么多人都听见了，你觉得大家会相信还是相信他？”孙浩心中慌乱，但仍硬着头皮说道：“他的话怎么能轻信？说不定是你指使他故意污蔑我，好让我在这场拍卖会上出丑。叶飞，你为了打压我，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叶飞顿时就被孙浩的不要脸给气笑了，上前一步直直地盯着孙浩的眼睛，仿佛要将他内心的虚伪看透。“孙浩，你这颠倒黑白的本事倒是见长，不过空口无凭。既然你说我指使他污蔑你，那你拿出证据来，否则仅凭你这几句毫无根据的话，就想洗脱嫌疑，未免太天真了吧？”孙浩被叶飞的目光看得心中发虚，不过还是硬着头皮道：“证据？你让这个无赖诬陷我，还让我拿证据？你这不是强词夺理吗？”叶飞冷哼一声，转身面向众人，大声说道：“各位，今天这场拍卖会本是一场商界盛会，却有人妄图破坏。望春楼向来公正，绝不会放过任何污蔑我们声誉的人，也不会冤枉任何一个清白之人。既然现在各执一词，那我只能请警方介入调查，相信以警方的能力，定能查明真相，到时候一切自有分晓。”孙浩一听要请警方介入，心中顿时慌了神。一旦警方介入，他指使王本的事很可能会败露，到那时孙家可就真的颜面扫地了。等等！孙浩连忙喊住叶飞，脸上的镇定再也维持不住，再次开口的时候，语气里面竟然有了死死哀求：“没必要把事情闹到警方那里吧？说不定这其中真有什么误会，我们可以私下解决。”叶飞冲着孙浩微微挑了挑眉，故意压低声音说道：“所以你这是做贼心虚了。”孙浩知道这件事自己必须给个说服，否则叶飞真有可能将事闹大，于是深吸了一口气，小声说道：“我承认这件事是我脑子一时犯抽，等会我们私底下自己解决，行吗？”在孙浩期待的目光下，叶飞直接摇了摇头：“不行。”不过为了避免继续耽搁下去会对望春楼有影响，叶飞便继续道：“我知道玉石坊是你名下产业，你懂我意思？你疯了？那……”孙浩被叶飞的狮子大张口给吓到了，声音忍不住陡然提高，但是话在说到一半的时候又给收住了，强忍着火气压低声音道：“你知不知道，那可是你如今还有的选吗？”叶飞不等孙浩把话说完便直接打断，随后勾起嘴角继续道：“要么你把玉石坊给我，要么你让孙家因你颜面扫地，孰轻孰重，你自己掂量着选吧。”孙浩面色一阵青一阵白，心中犹如翻江倒海。玉石坊可是他名下最赚钱的产业之一，若就这么拱手让给叶飞，他实在心有不甘。可要是不答应，一旦警方介入，事情败露，孙家在商界的地位必将一落千丈，到那时恐怕失去的就不仅仅是一个玉石坊了。叶飞看着孙浩纠结的模样，心中冷笑，再次催促道：“怎么还没想好？时间可不等人，再拖下去我可就要改变主意了。”
孙浩咬了咬牙，眼中闪过一丝怨毒，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屈服。此时此刻，他别无选择，只能先保住孙家的颜面，再谈其他。好，我答应你。孙浩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叶飞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拍了拍孙浩的肩膀，看似亲密，实则力道不小，疼得孙浩一阵龇牙咧嘴。这才对嘛，孙少果然是个识时务的人。孙浩强忍着肩膀的疼痛和心中的怒火，阴沉着脸不说话。叶飞却意犹未尽，继续说道：孙少，既然答应了，那就得痛快点。现在就你转让合同，你是觉得我会出尔反尔？那谁也说不准啊。孙浩心中暗骂叶飞无耻，但又不敢违抗，只能掏出手机联系自己的律师，让他尽快带着玉石坊的转让合同赶来。没过多久，律师匆匆赶到，在众人的注视下，孙浩极不情愿地在转让合同上签了字，将玉石坊的所有权拱手让给了叶飞。叶飞接过合同，仔细检查了一遍，确认无误后，满意的收了起来。孙少，合作愉快。哼！孙浩冷哼一声，转身就要离开。他现在真是一刻也不想再待在这里，忍受着奇耻大辱。等等！叶飞再次叫住孙浩，调侃道：你这么着急走干什么？拍卖会还没结束呢，接下来还有不少精彩的拍品，说不定孙少还能拍下几件，挽回点损失呢。趁着这个功夫，叶飞特意凑到孙浩耳边，小声说道：他们可都看着呢，你就这样离开，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心虚退场。孙浩眼含怒意盯着叶飞，硬是止住了离开的脚步。好不容易熬到拍卖会结束，孙浩为了表现出自己问心无愧，硬是忍到最后一个离场。另一边，楚生和楚斌在事情发生的第一时间就知道了孙浩这边的状况，尤其是得知孙浩竟然将自己玉石坊都送出去的时候，两个人都差点暴走。这孙浩是傻逼吗？让他去给叶飞找事，结果他跑去给叶飞送礼了。楚生气得一拳砸在墙上。哥，你确定这货能帮我们对付叶飞？楚生满脸怀疑地看向楚斌，眼神里写满了对孙浩能力的不屑。楚斌面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瞪了楚生一眼，没好气地说道：谁能想到他这么废物？原本以为他能给叶飞添点乱子，结果倒好，白白送了个玉石坊给人家，还搞得自己灰头土脸。楚生撇了撇嘴，冷哼一声道：就他那点本事，我早就说靠不住，现在好了，不仅没伤到叶飞分毫，反而让叶飞在众人面前出尽了风头，威望大增。就因为这件事，楚生不停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神色焦急又愤怒，嘴里不停地嘟囔着：不行，不能就这么算了，叶飞现在势头越来越猛，要是不尽快想办法打压他，以后恐怕会成为我们的心头大患。楚生在房间里转悠了好几圈，突然眼珠一转，凑到楚斌身边，低声说道：哥，我倒有个主意。叶飞不是刚得了孙浩的玉石坊吗？我们可以在这上面做做文章。哦，你有什么想法？说来听听。楚生脸上浮现出一丝阴险的笑容。我们可以散布谣言，说叶飞是用不正当手段抢走了孙浩的玉石坊，先败坏他的名声，同时再买通一些玉石界的人，在玉石坊的经营上给叶飞使绊子，让他自顾不暇。楚斌眼中闪过一丝赞许，沉思片刻后说道：这个主意不错，不过散布谣言要做的隐蔽些，不能让人轻易查到我们头上。至于买通玉石界的人，你有把握吗？楚生自信满满的拍了拍胸口：放心吧，哥，我在玉石界认识不少人，只要钱到位，他们肯定愿意帮忙。楚生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一丝狠厉。好，那就按你说的办。而叶飞这个时候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了别人的眼中刺，反而瘫坐在椅子上，盯着大拇指上的祖龙之戒发呆。拍卖会的后续事宜由其他人负责，现在最主要的还是搞清楚祖龙之戒到底是什么情况，到底是只有楚瑞看不到，还是只有自己才能看到？还有，当时和青山交手时候突然出现的那股力量，到底是不是因为祖龙之戒的缘故？恭喜啊，看你这次可是出了不小的风头。叶飞抬头就看到楚映雪正从门口走进来，于是赶紧坐直身体：你来干什么？我来干什么？楚映雪双手环抱在胸前，皱着眉头道：你当时答应我给他们3个下药，现在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怎么一点进展都没有？叶飞得知楚映雪来意，身子往后继续瘫在椅子上。难道我不需要时间吗？时间？楚映雪来到叶飞面前，居高临下盯着叶飞道：我已经没那么多耐心了，要么今天你动手，要么明天我对你妈动手，你自己好好想想吧。说完这句威胁之后，楚映雪转身就走，叶飞则是眼神凌厉盯着楚映雪离开的背影。很好，现在既然都开始威胁到自己头上了，既然他楚映雪上赶着找死，自己又岂能不帮他一把？叶飞想到这里，便直接掏出手机看了眼时间，随后给楚瑞发了条消息：我等会到。等叶飞来到楚家别墅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让楚瑞找了个绝对私密的房间，随后直接冲老爷子说道：楚映雪找我来，
所以我今天晚上必须对你们3个下手。在此之前，你们还有什么想交代的吗？什么？你说什么？楚娇满脸难以置信地盯着叶飞，双手直接抓住叶飞胳膊。这才几天，姑姑就已经这么迫不及待了吗？叶飞低头看了楚娇一眼，刚想开口，楚瑞却率先说道：怎么，都到了这个时候，你还对他心怀期待吗？楚娇被楚瑞对得无话可说，默默松开手，耷拉着脑袋站在一旁。叶飞看着楚娇的模样有点心疼，不过依旧什么安慰的话都没有说。这种事他一个外人不好插手。空气之中是许久的沉默，最终还是叶飞率先开口打破僵局。就算是作假，我们也得装得像一点。你们在被我下药之后，身体状况肯定会出现问题，所以有什么担忧的最好提前安排，万一……楚老爷子不等叶飞把话说完，便直接开口道：倒也不必这么麻烦，只要对外宣称我一个人身体状况出现问题就行了。叶飞还想开口，楚老爷子却直接冲叶飞摆了摆手，示意叶飞听自己继续说。你当真以为应雪对你有信任吗？如果他说下手，我们3个就被你得手了，他对你的怀疑只多不少。叶飞在脑海暗自思索着楚老爷子的话，这话说的好像也没错，按照楚映雪的心性，无论自己无论成功或者不成功，好像都是个麻烦事。嗨，楚老爷子握着拳头轻轻咳嗽了几声，随后才继续说道：办事情哪有那么容易，只我一个出事，倘若映雪闻起来，你就说这件事情难度比较大，你也是费了好大力才得手一个，总归能打消一点他对你的怀疑。叶飞微微点头，觉得楚老爷子所言极是，这样既能满足楚映雪看到成果的期待，又不至于让他对自己完全放下戒心，同时也给后续的行动留下了足够的周旋空间。还是你考虑的周全。楚瑞在一旁赞同地说道。如此一来，我们还可以利用姑姑对叶飞的怀疑，反过来观察他的行动，看看他背后到底还有哪些势力在支持他。楚娇抬起头，眼中依旧带着一丝担忧。可是爸，万一姑姑真的做出什么过激的举动怎么办？楚老爷子微微一笑，眼中透着坚定与自信。娇娇，不用担心，我在楚家这么多年也不是吃素的，况且还有叶飞和楚瑞在一旁协助，不会有事的。楚娇左右看了看，最终还是咬唇点了点头。而叶飞为了演戏逼真，特意在楚家别墅待了一晚上。等第二天天还没亮的时候，楚瑞便已经将楚老爷子身体状况突然出现问题的消息放了出去。消息如同长了翅膀一般，迅速在楚家内部以及相关圈子里传开。楚映雪得知后，心中暗喜，表面上却装出一副心急如焚的样子，立刻动身前往楚家别墅探望。甚至在路上的时候，楚映雪都在盘算，若是楚老爷子真的倒下，自己接下来该如何一步步掌控楚家的大权。等楚映雪赶到楚家别墅的时候，天刚蒙蒙亮，还没有进去，就看到别墅内气氛凝重，下人们神色匆匆，心中更是笃定楚老爷子怕是真的出了事。楚映雪将脸上笑容收敛，故作焦急的快步走向楚老爷子的房间。刚到门口，便听到里面传来楚老爷子剧烈的咳嗽声。楚映雪赶紧推门而入道：哥，你没事吧？他在来的时候还在怀疑这件事会不会有假，叶飞怎么可能这么快得手？可现在看到楚老爷子躺在床上，面色苍白，双眼紧闭，虚弱至极的模样，还是忍不住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楚映雪走上前，假惺惺地握住楚老爷子的手，声音颤抖地说道：哥，你这是怎么了？怎么突然就成这样了？楚老爷子微微睁开双眼，有气无力地看了楚映雪一眼，没有说话。楚映雪看现在只有叶飞一个人在这里，于是起身压低声音道：楚瑞和楚娇呢？你为什么没有得手？叶飞心中冷笑，不由感慨，楚映雪这女人还真是心狠。我好不容易才找到机会下药，能成功让老爷子中招，已经是万幸了。你要是觉得简单，你可以自己上。楚映雪皱了皱眉头，心中半信半疑，但她又觉得自己手里有叶飞软肋，她似乎也没有胆量欺骗自己。就在楚映雪内心还在思索的时候，楚娇却突然红着眼睛出现了，在看到楚映雪的瞬间，直接就想往楚映雪身上扑。你还有脸来？亏我那么信任你，结果你呢？你竟然对爸爸下狠手！叶飞见状，眼疾手快，一把抱住楚娇。冷静，你先冷静一点。楚娇在叶飞怀里不停挣扎冷静。你让我怎么冷静？楚映雪一开始内心还有怀疑，但是现在看到楚娇这个样子，疑惑瞬间全部消散，故意擦了擦眼睛，满脸悲痛地对楚娇说道：娇娇，不管姑姑之前怎么样，可是已至此，我们最主要的还是保住你爸留下的产业，不是吗？可楚娇却丝毫都不买楚映雪的账，依旧挣扎着想要往楚映雪这里冲。你到底安的什么心？你敢说我爸这样不是你搞的？楚映雪眼神失望地看着楚娇道：姑姑上次是受人蒙骗，所以才会做出那种事，你可是姑姑从小看着长大的人，姑姑到底是怎样的为人，
你难道不知道吗？楚娇还想继续骂，可叶飞却在楚娇耳边小声说道：行了，差不多就行了，该演下一步了。楚娇闻言停下郑重，脸上流露出复杂的神色，再次抬头看向楚映雪的时候，眼神里面则是满满的委屈。你说的都是真的？楚映雪点了点头。要是假的，姑姑会这么早来看你爸吗？楚娇还想开口，楚映雪却突然察觉到了不对劲，故意生气道：你哥也真是的，自己爸都这样了，竟然连个人影都不见，真是。楚娇不等楚映雪把话说完，眼泪便直接掉了下来。姑姑，我爸半夜突然吐血，我哥忙了一晚上，早上的时候身体撑不住晕了，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呜。楚娇装作一副六神无主的样子，焦急地看着楚映雪。楚映雪心中越发笃定，觉得这是自己掌控局势的好机会，于是满脸心疼地将楚映雪搂进怀里。这段时间楚家就由我来主持大局，你放心，肯定会没事的。楚娇悄咪咪抬头和叶飞对视一眼，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嘲讽，随后哽咽道：都听姑姑的。楚映雪满意的点点头，轻抚着楚娇后背，眼中却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贪婪与得意。她觉得一切都在按照自己的计划顺利进行，楚家大权已然在向她招手。娇娇啊，你放心，姑姑一定会把楚家打理好，绝对不会让你爸的心血付诸东流。楚映雪故作慈爱地看着楚娇，心里却盘算着如何尽快将楚家的核心权力握在手中。楚娇抽噎着说道：那就全靠姑姑了。只是身体却不着痕迹地从楚映雪怀中挣脱出来。楚映雪假惺惺地拍了拍楚娇手背道：你这孩子也别太伤心了，去休息一下吧，这里有姑姑看着。话虽然是这么说，可楚映雪心里却巴不得楚娇赶紧离开，好让她能进一步谋划自己的大业。好吧，姑姑。楚娇擦了擦眼泪，转身离开房间，还不忘回头担忧地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病恹恹的楚老爷子。楚映雪看着楚娇离去的背影，脸上的假笑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脸的冷酷与算计，转身看向依旧守在楚老爷子床边的叶飞。叶飞，这段时间你就多留意一下楚家其他人的动向。叶飞低着头，心中却暗自冷笑，楚映雪还真是迫不及待地开始发号施令了。楚映雪看叶飞不说话，于是皱着眉头继续问道：对了，你之前说下药不容易，那有没有想办法解决楚瑞和楚娇？总不能一直让他们逍遥在外，万一他们搞出什么乱子，可就麻烦了。叶飞心中一动，知道这是进一步迷惑楚映雪的好机会，于是故意装出一副为难的样子说道：我实在找不到机会下手。微微停顿了下，叶飞才继续说道：你难道连楚瑞和楚娇两个人都对付不了吗？楚映雪盯着叶飞看了好一会，心里总觉得什么地方有点不太对劲，但一时之间也想不起来。叶飞则坦然地迎着楚映雪的目光，心中暗自警惕，丝毫不敢露出破绽。好吧，你尽快想办法，现在楚家正是关键时期，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楚映雪纠结了许久，最终还是选择相信了叶飞。叶飞看楚映雪离开，这才冲着床上楚老爷子轻声说道：他已经走了。躺在床上的楚老爷子缓缓睁开眼睛，眼中锐利的光芒瞬间驱散了之前佯装的虚弱。叶飞看了眼老爷子，继续低声说道：他相信了我们的演戏，现在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谋划掌控楚家大权的事了。楚老爷子长叹一口气，眼中满是失望与痛心。这么多年，我虽一心为楚家，却也从未亏待过他，没想到他为了权力，竟如此丧心病狂。叶飞微微皱眉，面露担忧之色道：我有些担心，楚瑞虽说一直在暗中准备，但楚映雪老谋深算，楚瑞真的能抗衡他吗？楚老爷子神色镇定，眼中透着对楚瑞的信任。这点你完全可以放心，瑞儿虽说年纪尚小，但他自小就展现出非凡的智慧和果敢，这些年我也有意培养他，他有着雷霆手腕，绝非泛泛之辈。映雪以为一切尽在掌握，却不知自己早已踏入我们布下的局，还真不一定会让他落得好。叶飞内心虽然疑惑，不过楚老爷子都已经这么说了，叶飞也不好多说什么。对了，楚老爷子突然出声望向叶飞，按照我对映雪的了解，他不仅不信你，可能还会让你成为马前卒，在这一点上你须得做好准备。叶飞刚点了点头，耳边就再次传来楚老爷子的声音：拍卖会上的事我都知道了，你想保住望春楼威望是好事，想立威也没错，可孙家那些老家伙都孙浩宝贝的紧，你就算心里知道内情，也应该让面子上过得去才是。叶飞能够理解楚老爷子的顾虑，可他跟孙浩之间的恩怨早就已经结下，别说维持表面关系了，恐怕孙浩背地里弄死自己的心思都有。叶飞想到这里，只能扯出一抹笑容道：其实我早就已经让瑞儿帮你准备了一份厚礼，你等会拿着去孙家一趟。叶飞差点都已经自己听错了，惊呼道：什么？让我去孙家？楚老爷子意味深长地盯着叶飞看了好一会，随后才语重心长道：
冤家宜解不宜结。叶飞抿着嘴巴，半天都没有说话。他知道老爷子是为了自己好，可去给孙浩登门道歉，心里实在是膈应的慌。叶飞，我知道你不愿意，正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孙家那些老家伙，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无非就是低个头而已。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也自当能屈能伸。楚老爷子话在说到最后的时候，重重咳嗽了几声。叶飞赶紧伸手拍了拍楚老爷子，看楚老爷子咳嗽的没那么厉害了，叶飞顺手倒了杯水递到楚老爷子面前。好，我知道了。叶飞现在也算是想开了，就当是为了让楚老爷子安心，自己走一趟便是了。楚老爷子看叶飞答应，这才重新闭上眼。好了，你去忙吧，既然是做戏，那当然要做全套。叶飞点了点头，在离开的时候还不忘记冲楚老爷子说道，既然做戏做全套，该忌口的时候还是忍忍吧。楚老爷子躺在床上，眼皮微动了动，默默将手边鸡蛋糕往被子里挪了挪。人到老年就喜欢吃点甜的，结果还被抓个正着。楚映雪刚才趴在床边抓着自己手的时候，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就已经足够证明楚映雪的心思已经全部扑在了楚家权力上。楚老爷子本来还想着只要将楚映雪权力全部剥夺，大不了自己养她一辈子，现在看来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啊。而叶飞在离开刚准备去找楚瑞，结果保姆就捧着一个盒子过来了。叶先生，这是楚少让我交给你的东西。不用说，叶飞都知道这就是楚老爷子让自己送给孙浩的东西了，好奇打开看了眼。百年野山餐，根须完整，品质上乘，价值800万。叶飞拿着野山餐，有着一瞬间的恍惚，这么贵重的东西让自己去送给孙浩，他孙浩到底是配得上野山餐，还是配得上自己给他道歉？送他上路还差不多。保姆看到叶飞在接过野山餐后便脸色难看，忍不住迟疑着问道，叶先生，请问还有什么事吗？叶飞这才回过神来，默默将装着野山餐的盒子盖上。没事。保姆刚准备转身离开，结果就像是突然想到什么一样，回头看着叶飞道，楚少让我转告你一句话，别负了心意。叶飞看保姆在说完这句话之后便转身离开，嘴角忍不住挂上了一抹苦涩的笑容。楚瑞这句话很明显，不就是让自己顺着楚老爷子的意思去做吗？叶飞无奈叹了口气，抱着盒子认命往出走。结果刚走出门，一个中年男人就径直朝他走了过来。叶先生，您好，有人让我送您去孙家。叶飞此刻内心是真的憋屈，自己一个大活人又不打算跑了，有必要这么防着自己吗？不过叶飞也是在底层奋斗过的，知道这些人也是听命令办事，身不由己。内心虽然不爽，身体却很是诚实的朝车子走了过去。好不容易到达孙家，叶飞愣是在别墅门口站了许久，最终还是保安看不过去了，直接走过去冲叶飞问道，你好，请问是找什么人吗？按理说有人鬼鬼祟祟在这里晃悠，保安第一时间就应该将对方抓起来，可叶飞穿着打扮都不像普通人，他一个月就那么点工资，没必要做这种有可能搭上自己的活。叶飞刚想开口，结果就看到孙浩突然开门出来，赶紧指着孙浩大声喊道，孙浩，你过来。孙浩才在叶飞这里吃了瘪，好不容易约了个妹子准备出去乐呵乐呵，结果刚出门就听到叶飞的声音，抬头就看到叶飞正站在自己家门口冲自己招手，魂都差点吓没了，条件反射性就想关门回去。叶飞看了保安一眼，笑道，我找他。话音落下，叶飞人已经出现在了孙浩面前，硬是用手挡住了即将关闭的门。孙浩已经对叶飞产生了心理阴影，现在看到叶飞这个举动，吓得说话都开始不太利索了。叶飞，你想干什么？叶飞瞥了战战兢兢的孙浩一眼，随后径直推门走了进去。我不想干什么，就是单纯来给你送礼而已。送礼？孙浩有点没反应过来，回过神后直接喊道，你别装了，你会给我送礼？你想送我上西天还差不多。叶飞听着孙浩的话，心里顿时觉得这货好歹还有点自知之明，伸手拍了拍孙浩肩膀，自顾自坐在沙发上，随后才不紧不慢道，其实我也不想来，就是老爷子非要我来给你道个歉，送个礼，我也没办法。孙浩满脸狐疑，眼神在叶飞和他手中的礼盒之间来回游移，冷笑一声道，你觉得我会信你这套说辞？老爷子会突然好心让你给我道歉送礼，骗鬼呢？你到底憋着什么坏？痛快点说，别在这跟我弯弯绕绕。叶飞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似有似无的嘲讽笑容，打开手中礼盒，露出那诸品香绝佳的野山餐。在灯光下，野山餐散发着独特的光泽。瞧瞧这野山餐，年份久远，可是老爷子的珍藏，特意让我转交给你赔罪。孙浩看着那野山餐，眼中闪过一丝贪婪，但很快又警惕起来，双臂抱胸道，别以为拿个破餐就能打发我，你之前让我在拍卖会上颜面扫地，又抢走我的玉石方，
现在突然来这一出，谁知道你背后藏着什么阴谋？叶飞翘起二郎腿，一脸悠然地靠在沙发上，目光轻蔑地扫了孙浩一眼。孙浩，你还真是胆小如鼠，不过是送个礼道个歉，你就吓得像只惊弓之鸟，怎么，在你心里我就这么可怕？孙浩被叶飞的话激怒，脸涨得通红，大声吼道：叶飞，你少在这冷嘲热讽，我会怕你？笑话，你别以为有楚家撑腰就能为所欲为。叶飞不紧不慢地站起身，一步一步逼近孙浩，居高临下地看着孙浩，强大的气场让孙浩不自觉地往后退。为所欲为？孙浩，你也不看看自己到底几斤几两？之前在拍卖会上，我不屑于你耍的那些小把戏，所以拿了玉石方就不和你一般见识了。这次要不是老爷子开口，你觉得你配让我亲自登门？孙浩咬着牙，心中又气又怕，但仍嘴硬道：你别嚣张，今天你既然来了，就把话说明白，到底想怎样？叶飞冷哼一声，回到沙发旁，拿起野山餐礼盒，再次打开，盯着野山餐说道：这野山餐你爱要不要？不过我还是奉劝你一句，最好不要不识好歹。就在孙浩犹豫之际，叶飞突然将礼盒重重地扔在孙浩脚下，野山餐盒子直接在地上弹了一下。叶飞眼神犀利地看着孙浩，声音冰冷道：脸是个好东西，你可以不要，但是我给你，你他妈的就得拿着。操！这株野山餐给孙浩，叶飞是真的感觉到肉疼，倒不如趁着孙浩不知好歹的时候直接毁了，反正不能便宜他。孙浩看到叶飞的举动，直接懵了。不是，你送我东西还要摔了？不是说好的给自己赔礼道歉吗？道歉没有，礼物倒是给了，结果自己还没拿到手又给摔了，这他娘的哪里是赔礼道歉，这是来自己家里砸场子吧？孙浩越想越气，直接冲叶飞怒吼道：叶飞，你他妈到底是来干什么的？既然是道歉，总得有个道歉的样子吧？你也配？叶飞直接给了孙浩一个鄙夷的眼神。我来就已经是很给你面子了。叶飞，你他妈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吗？孙浩话刚骂了一半，门口便走进来了2个人。女人在看到叶飞的时候明显一愣，随后语气轻柔询问道：小浩，这位是？叶飞看这2人穿着气度不凡，赶紧打开透视眼。郭娟，孙浩母亲，性格温婉；孙明志，孙浩父亲，孙家掌权人，性格狠辣。孙浩见自己爸妈回来，顿时就跟找到主心骨一样。爸妈，他……叶飞不等孙浩把话说完，便直接朝郭娟和孙明志鞠了一躬，语气歉意道：叔叔阿姨，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和孙浩发生了一点小冲突，这次是特意过来赔礼道歉的。结果叶飞话在说到这里的时候就没有继续往下说了，反而眼神特别幽怨地看了一眼地上被摔得七零八落的野山餐。郭娟眉头微蹙，视线从叶飞身上移到地上的野山餐，心中不禁疑惑，这里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孙明志则一脸严肃，目光如炬地盯着叶飞，沉声道：你就是叶飞吧？我倒是听过你的名字，今个来我孙家到底什么意思？叶飞脸上立刻堆满谦卑的笑容，恭敬地说道：孙叔叔，实在对不住，之前和孙浩有些误会，老爷子知道后大发雷霆，非要我带着这株珍藏多年的野山餐来给孙浩赔罪。结果孙浩他……话在说到最后的时候，叶飞还不忘记眼神惋惜地看了眼野山餐，重重叹了口气。孙浩看到叶飞这番容易误导人的举动，顿时就在一旁急得直跳脚。爸妈，别听他胡说，他根本不是来道歉的，他一进门就各种羞辱我，还把送我的东西故意摔了，哪有这样赔礼道歉的？孙明志瞪了孙浩一眼，呵斥道：你给我住嘴，听听人家怎么说。随后又看向叶飞，眼神中透着审视。你说老爷子让你来，哪个老爷子？叶飞腰杆挺直，不卑不亢地回应道：当然是我干爹，他觉得我做事欠考虑，让孙浩丢了面子，所以责令我来赔礼。孙明志听闻是楚老爷子，神色微微一动。楚家在海城的地位举足轻重，他不得不慎重对待。郭娟轻轻叹了口气，上前捡起地上的野山餐，摇头道：这么好的东西摔坏了多可惜，年轻人既然来道歉，还是要真诚些。叶飞连忙点头，一副虚心受教的模样。阿姨教训的是，我刚刚实在太冲动了，孙浩对我成见太深，一见面就恶语相向，我心里委屈没忍住。孙浩气得满脸通红。你血口喷人，明明是你！孙明志再次打断孙浩道：够了，平时就叫你稳重些，别惹是生非，你偏不听，这次说不定真是你先挑起的事。叶飞心中暗喜，表面上却依旧一脸愧疚。叔叔阿姨，不管怎样，今天这事儿是我没处理好，这野山餐虽已摔坏，可也是我的一点心意，还望叔叔阿姨和孙浩能收下。郭娟看了看手中受损的野山餐，又看了看叶飞，有些犹豫。
孙明志则思索了一会，缓缓开口说道：“叶飞，既然是楚老爷子的意思，今儿这事儿我们也不好深究，只是以后做事，你还是要留几分余地。大家都在海城，抬头不见低头见。”叶飞赶紧点了点头。孙叔叔教训的是，以后我一定注意。今天实在抱歉，打扰叔叔阿姨了，我这就到此。说罢，叶飞又深深鞠了一躬。做事要走。孙浩见状，哪肯罢休，感觉大声喊道：“叶飞，你就这么走了？把我家当什么地方了？”叶飞停下脚步，转过身，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无奈与尴尬。那你还想怎样？我已经道歉了，礼物也送了，虽然摔了，但也是老爷子的心意。要不这样，你说个数，我再给你补偿补偿，就当是赔个不是。孙浩听到叶飞的话，还以为叶飞是认怂了，心中顿时涌起一股得意。刚想狮子大开口，孙明志却抢先说道：“行了，今天的事就到此为止，以后大家和和气气的，别再生事端。”孙明志心里门清，绝对不能因为孙浩的意气用事而得罪楚家，更何况叶飞背后还有楚老爷子撑腰。虽然楚老爷子现在，可楚瑞和楚娇和叶飞走得很近，而且楚瑞还是很有可能独揽楚家大权，得罪叶飞不值当。叶飞微微一笑，点头道：“孙叔叔深明大义，那我就先行告辞了。”等叶飞走后，孙浩再也忍不住了，直接抱怨道：“爸，你怎么就这么轻易放过他了？他让我丢了那么大的脸，还抢走我的玉石坊，不能就这么算了。”“嗨，不就是一个玉石坊？”孙明志话说了一半，突然反应过了不对劲，顿时大惊失色，急忙问道：“你说什么？他抢走了你的玉石坊？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孙浩咬牙切齿地将拍卖会那天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孙明志。从他原本打算在拍卖会上给叶飞使绊子，到叶飞如何巧妙化解，最后还威逼他签下玉石坊转让合同，说得绘声绘色，满脸的愤恨与不甘。孙明志听完孙浩的讲述，脸色愈发阴沉，来回踱步，心中思索着其中的利弊。过了好一会儿，孙明志才停下脚步，盯着孙浩，语气严肃地说道：“小浩，你这次可真是惹上大麻烦了。这叶飞背后既然有楚家撑腰，我们就不能轻举妄动。玉石坊虽重要，但若是因此与楚家交恶，那孙家在海城的地位可就岌岌可危了。”孙浩着急地说道：“爸，难道就这么算了？那可是我最赚钱的产业之一啊！”孙明志皱着眉头，冷哼一声道：“不算了，还能怎样？你以为楚家是吃素的？现在只能先忍下这口气，然后再从长计议。你也是，做事之前怎么不想想后果？”郭娟在一旁也忧心忡忡道：“老公，这事儿就这么算了吗？”小浩心里肯定憋屈，而且那玉石坊对我们家来说也不是个小数目。孙明志无奈地叹了口气：“我也不想就这么算了，可现在形势比人强。”孙浩不甘心地握紧拳头：“爸，可是我咽不下这口气，咽不下这口气。”孙志明被气得直接给了孙浩一巴掌：“咽不下也得咽，做事的时候怎么不相信后果？”孙浩满脸憋屈地盯着孙志明：“爸，我现在也难受啊，你还打我？”郭娟心疼的赶紧找出冰块替孙浩敷脸，还不忘记冲孙志明埋怨道：“儿子心里都已经很难受了，你不想想办法，还打他，就算是把他打死，能把玉石坊要回来吗？”孙志明恨铁不成钢的看了眼郭娟和孙浩，他现在可算是理解什么叫做慈母多半了。不过另一边，叶飞在离开的时候心情倒是特别好，甚至还吹起了口哨。反正楚老爷子交代的自己都已经做到了，至于过程不必理会。不过叶飞在得意的同时，心里却还有一个顾虑，若是楚老爷子知道了自己只是打着赔礼道歉的名头，实则赔礼道歉的事却一点都没干，岂不是无法交代？就在叶飞心里还在思索应该怎么处理后续事情的时候，心中却突然涌起一抹非常不好的预感。果然，下一秒叶飞手机铃声就响了起来。卧槽，他怎么会突然给我打电话？盯着手机屏幕上赫然显示的林婉如3个字，叶飞总觉得没什么好事，本不想接，但又觉得不太礼貌，纠结许久，最终还是按下接听键。叶飞，你到底还瞒着我什么？电话还没凑到耳边，里面就传来林婉如生气的质问。叶飞有点懵，不是，我又瞒你什么了？呵呵。叶飞话音刚落，电话里就直接传来林婉如的冷笑声：“你宴会凭什么只邀请我姐？怎么，是我不配吗？”叶飞听着林婉如这带着明显醋意与质问的话语，心中顿时哭笑不得，赶紧解释道：“你误会了，这事不是你想的那样，宴会邀请名单不是我定的，我……”叶飞话还没有说完，林婉如在电话那头冷哼一声：“怎么，我就这么让你嫌弃，连去宴会的资格都没有？”叶飞现在可算是理解了什么叫做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了。先不说宴会不宴会的了，当时我找你姐是真的有事，你就别闹了行不行？我闹？林婉如在听到叶飞说自己闹的时候，声音陡然提高道：“
我怎么就……啊，你们是谁？你……电话另一边突然传来一阵嘈杂，隐隐约约能听到林婉如的挣扎声和几个陌生男人的呵斥声。叶飞直觉林婉如肯定是出事了，赶紧冲着手机大声喊道：怎么了？你那边发生什么事了？可下一秒，叶飞就听到林婉如手机好像被摔了出去，随后传来一阵嘟嘟嘟的提示音。虽说叶飞和林婉如交情并没有那么好，可见死不救，他还是做不到。于是叶飞凭借刚才和林婉如打电话时候那边传来的鸟叫音，迅速判断出林婉如应该就在不远处那片常能听到这种鸟鸣的山林。情况紧急，叶飞也来不及多想，立刻冲到路边打了个车，一路上不断催促司机开快些。车刚在山林附近停下，叶飞便迫不及待地付了钱跳下车，瞬间开启透视眼，在山林中快速扫视周围，树木繁茂，草丛密集，想要一下子找到林婉如并非易事。叶飞一边在山林中穿梭，一边仔细聆听周围的动静。突然，叶飞透过层层枝叶看到林婉如被几个凶神恶煞的男人架着往更深处拖。林婉如头发凌乱，眼神中满是惊恐与无助，正努力挣脱着那些人的束缚，而这些人腰间好像都别着枪。如果这个时候贸然行动，只会让林婉如陷入更危险的境地。没办法，叶飞只能屏住呼吸，悄咪咪地朝着他们的方向挪动。在靠近的途中，叶飞还听到了这几人的对话：大哥，这妞可是林家的人，咱们绑她会不会惹上大麻烦？被称作大哥的男人直接吐了口唾沫，骂道：怕什么？咱们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只要把这女人藏好，等雇主把钱打过来，咱们就远走高飞，直接离开海城，到时候还不是继续逍遥快活。林婉如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微微抬起头，目光扫向叶飞藏身的方向。叶飞心中一惊，赶忙朝林婉如使了个眼色，示意她不要声张。林婉如心领神会，强忍着恐惧，没有露出异样。另一个绑匪突然紧张地说道：大哥，我怎么感觉好像有人在附近？大哥瞪了对方一眼，毫不客气地骂道：你小子别自己吓自己，这荒郊野岭地哪有人？赶紧把这女人看好，别让她跑了。叶飞知道不能再等下去了，否则还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变故。于是迅速观察周围的环境，发现不远处有一块巨石，只要能利用好这块巨石作为掩护，快速冲过去，或许有机会在绑匪开枪之前制服他们。叶飞深吸一口气，在心中默默计算着距离和时机。可就在这个时候，短信提示音却突然响了一下，一瞬间叶飞脑子都快要炸开了。绑匪们瞬间警觉，如同一群嗅到猎物的饿狼，齐刷刷地将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叶飞藏身的方向。谁在那儿？给老子滚出来！叶飞暗骂了一句手机傻逼，随后毫无惧意地直接走了出去，表情就像是来散步一样。哟，几位这么大火气干嘛？叶飞双手插兜，脸上挂着看似轻松的笑容，可眼神却如鹰隼般锐利，紧紧盯着几个绑匪。你是谁？想干什么？绑匪头子警惕地将林婉如又往身前拉了拉，手中的枪抵得更紧了。林婉如疼得轻轻皱眉。我来带走他。叶飞语气平淡，仿佛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你以为你是谁？就凭你一个人，也想从我们手里救人？绑匪头子不屑冷笑，他身后的小弟们也跟着哄笑起来，可手中的枪却丝毫没有放松警惕。就凭我，足够了。绑匪头子眼神鄙夷地上下打量着叶飞，眼神里面明显透露着不自量力。叶飞无视绑匪头子的眼神，继续道：对方无论出多少钱，我出双倍，放了他。绑匪头子瞬间乐了：小子，老子要是只图钱，让这妞家人拿钱来赎，不是来钱更快。说话间，绑匪头子摸上林婉如脸颊：老子还没有玩过富家小姐，看在你还算有胆量的份上，要不让你免费观摩观摩也行啊，哈哈哈！找死！叶飞话音未落，整个人已经冲向离他最近的一个绑匪。这个绑匪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叶飞一记凌厉的手刀砍在手腕上。枪在即将落地的时候，叶飞勾起脚尖，直接将枪挑到了自己手里，随后顺势一脚将这个绑匪踢得向后飞出数米，重重地摔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绑匪头子见叶飞如此勇猛，心中有些慌乱，直接用枪紧紧顶着林婉如的头，大声喊道：再动手我就崩了他！叶飞停下脚步，双眼紧紧盯着绑匪头子，自己速度就算再快，可枪口现在就抵在林婉如太阳穴上，此时此刻必须先稳住对方，确保林婉如的安全。你冷静点。叶飞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和一些，不过其中还是隐藏着压抑的威胁。你要是敢动他一根头发，我保重，你们绝对走不出这片山林。绑匪头子冷笑一声，虽然心中忌惮叶飞的身手，但嘴上依旧强硬。少废话，你以为我会怕你？识相的就赶紧把枪放下，然后滚得远远的，不然我真的开枪了。叶飞权衡着局势，知道不能再刺激绑匪头子，
于是缓缓蹲下身子，将手中的枪放在地上，但目光始终没有从绑匪头子身上移开。现在你可以放他吧。绑匪头子哪肯轻易放人，大声命令道：“把枪踢过来。”叶飞看了土匪头子一眼，随后将枪踢向对方。枪在地上滑行了一段距离后，停在绑匪头子脚边。绑匪头子嘴角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弯腰去捡枪。就在他的手即将碰到枪的瞬间，叶飞突然发力，一脚将地上的一块石头踢向绑匪头子。石头如炮弹般飞速射去，正中绑匪头子的手腕。啊！绑匪头子惨叫一声，手中的枪再次掉落。叶飞则是趁机冲了上去，一把抓住绑匪头子的衣领，将他整个人提了起来，然后用力一甩，绑匪头子便重重地撞在一棵树上，昏死过去。其他几个绑匪见状，互相对视了一眼，直接朝叶飞开枪。叶飞本不想暴露，可现在情况危急，已经顾不上其他，只能在将林婉如推开的瞬间开始透视眼的减速功能。刹那间，整个世界在叶飞眼中仿佛放慢了速度，子弹的轨迹清晰可见，空中子弹飞舞，可叶飞每一次的躲避都精准无比，子弹擦着他的衣角飞过，却始终无法伤到他分毫。一个绑匪看到眼前这一幕，手都开始控制不住的发抖，这人是怪物吗？怎么可能躲得开子弹？另一个绑匪咬牙切齿地喊道：“管他是不是怪物，不能让他活着，不然我们都得死。”说话间，对方更加疯狂地扣动扳机，将弹匣里的子弹倾泻而出。叶飞看准时机，直接冲向这个绑匪。绑匪还没来得及反应，叶飞一记凌厉的勾拳便已经重重击中了他的下巴。只听咔嚓一声，绑匪下巴瞬间脱臼，整个人也像沙袋一样向后倒去。剩下的几个绑匪吓得脸色惨白，脚步不由自主地往后退。其中一个绑匪颤抖着声音道：“要不我们撤吧，这人太邪门了。”另一个绑匪虽然也害怕，但仍心存侥幸：“不行，任务还没完成，雇主不会放过我们的，拼了！”说完，几人对视一眼，直接呈包夹之势朝叶飞扑来。叶飞嘴角勾起一抹冷笑，等两人靠近，叶飞猛地侧身一闪，躲过左边绑匪的攻击，同时抬腿一脚将右边的绑匪踢飞出去，紧接着顺势抓住左边绑匪的手臂，用力一扭，直接折断了对方胳膊。这些人已经发现了他的秘密，正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若是让这些人活着离开，恐怕接下来惨的就要是自己了。叶飞想到这里，上前将枪从已经昏迷的土匪头子手里夺走，随后对准这些人。这些人知道自己不是叶飞对手，眼露惊恐，直接扑通一下齐刷刷跪在了叶飞面前。那个先前还喊着拼了的绑匪，此时声音都带着哭腔道：“大哥，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您就饶了我们吧，我们也是被人指使的，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啊。”另一个绑匪也跟着一边磕头嚎道：“是啊，您大人有大量，放我们一条生路吧，我们保证以后绝对不敢再出现在您面前，今天的事我们就烂在肚子里。”其他几个也不傻，磕得一个比一个快，生怕慢一点就要命丧黄泉了。叶飞心中不禁冷笑，这些人刚刚还对林婉如下狠手，现在面临死亡威胁便如此懦弱求饶。他没有杀过人，下意识还是想放他们一马，可他却不敢赌，要是今天的事被传出去，自己又会是怎样的下场？叶飞想到这里，闭上眼深吸了一口气，随后语气无奈地开口道：“下辈子投个好胎吧。”话音落下，叶飞手指缓缓扣动扳机，几声枪响回荡在山林间，鲜血瞬间在地上蔓延开来。解决完绑匪，叶飞深吸一口气，收起枪，转身走向林婉如。林婉如目睹了这一切，吓得脸色惨白，身体忍不住颤抖。他没想过有人会恐怖成这个样子，竟然还能躲子弹，看着叶飞的眼神更是像看着某种怪物一样，双眼瞪得滚圆，眼中满是惊恐与难以置信。叶飞看到林婉如眼神中除了劫后余生的后怕，更多的是对自己的陌生与畏惧，心里顿时就不是个滋味了。林婉如，叶飞缓缓朝林婉如靠近，试图安抚她的情绪，可林婉如却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这微小的动作如同一把锐利的剑，直直刺进叶飞的心里。叶飞停下脚步，脸上露出一丝苦笑：“你别怕，我还是原来的叶飞，刚刚只是情况太危急，我……”林婉如嘴唇微微颤抖，嗫嚅着问道：“你到底是什么人？怎么会有这样的能力？这根本不像是普通人能做到的。”叶飞叹了口气，犹豫了许久，才缓缓开口说道：“其实我拥有一些特殊的能力，就像刚刚你看到的这样，但这些能力我从来都只用来保护身边的人，今天要不是为了救你，我也不会轻易暴露。这些绑匪本就作恶多端，所以死有余辜，可若是为了保守秘密对林婉如下手，叶飞做不到。”万般无奈之下，叶飞只能选择暂且透露一部分。林婉如看着叶飞，眼中的惊恐并未完全消散。
但听了叶飞的解释，却也稍微缓和了一些。沉默了半晌，林婉如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我不是害怕你，只是这一切太突然了，我一时间有些消化不了。叶飞理解地点点头，开口道：你要是心里实在害怕，就先别想这些了。今天你受惊不小，我们先离开这。林婉如轻轻嗯了一声，刚想迈出脚步，却发现脚裸疼得厉害，不禁嘶了一声，脸上露出痛苦的神情。叶飞见状，立刻关切地蹲下身子查看林婉如的脚踝。只见林婉如的脚踝已经红肿起来，想必是刚刚在挣扎过程中扭伤了。叶飞眉头微皱道：你这伤得不轻，我背你出去吧。林婉如犹豫了一下，轻轻点了点头。叶飞小心地将林婉如背到背上，站起身，稳稳地背着林婉如朝着山林外走去。一路上，林婉如虽然没有再表现出明显的恐惧，但叶飞能感觉到她的身体依旧有些僵硬，知道她还没有完全从刚才的惊吓中缓过来。走出山林后，叶飞叫了辆车，将林婉如送回她的住处。到了家门口，林婉如转身看着叶飞，眼中带着一丝复杂的神情说道：叶飞，今天真的谢谢你，如果不是你，我……叶飞笑着摇了摇头道：不客气，只是希望你可以替我保守住这个秘密。林婉如盯着叶飞犹豫了好一会，随后才迟疑着询问道：我们能聊聊吗？叶飞微微一愣，随即点了点头道：好。其实叶飞心里早就知道自己在林婉如这里怕是瞒不住了，既然如此，早问晚问都是问，倒不如干脆利落一点。林婉如将叶飞带到自己房间，还不忘记将门反锁，随后坐在沙发上深吸一口气，似乎在努力组织着语言。片刻后才缓缓开口到今天发生的事情，对我来说冲击太大了，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世界上真的会有像你这样拥有特殊能力的人。林婉如话在说到这里的时候微微顿了顿，抬眼看向叶飞，目光中带着一丝探寻，继续道：不过我很好奇，你这种能力是怎么来的？叶飞闻言装状似无奈地耸了耸肩膀：我也不知道，突然之间就这样了。林婉如紧皱眉头，眼神疑惑地盯着叶飞，明显不相信他说的话。怎么可能突然就这样？难道之前就没有什么异常或者什么契机吗？如果真要说契机的话，好像还真有一个。什么？叶飞没有说话，只是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林婉如。林婉如被叶飞这么盯着，顿时就有点不好意思了，于是试探性地问道：你看我干什么？总不至于这个契机还和我有关吧？叶飞点了点头：还真和你有点关系。林婉如听到叶飞这句话，整个人都懵住了，声音忍不住陡然提高道：和我有关？由于情绪激动的缘故，林婉如不小心扯到了角落，顿时疼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叶飞见状赶紧开口道：要不还是先给你上点药吧。林婉如指了指一旁柜子：那里有药膏，你帮我拿一下。叶飞赶忙走到柜子旁，拿过药膏回到林婉如身边：你给我吧，我……林婉如话还没有说完，便看到叶飞蹲下身子，小心翼翼地托起自己受伤的脚踝，脸瞬间红了，结结巴巴道：你要干什么？我自己来就好。叶飞抬头看了林婉如一眼：你还是好好坐着吧。说话间，叶飞将红花油轻轻倒在手心，揉搓温热后，缓缓涂抹在林婉如红肿的部位，手法轻柔而专业。林婉如微微皱眉，咬着嘴唇忍受着疼痛，但注意力还是被叶飞刚才的话吸引，迫不及待地问道：快说，到底怎么和我有关了？你可别吓唬我。叶飞一边继续着手里的动作，一边开口道：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开车撞了我吗？林婉如微微一怔，努力回忆后，脸上露出恍然之色：啊，我想起来了，那天我着急去参加一个会议，不小心撞到了你，当时还特别担心你受伤。难道那次撞人撞出你这特殊能力了？林婉如半开玩笑地看着叶飞，可眼神里仍带着一丝探究。叶飞轻轻点头，手上涂抹药膏的动作不停，继续说道：从那之后，我就发现自己好像有点不一样了，具体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林婉如惊讶地张大嘴巴：这也太不可思议了！这么说，真的是因为撞到你，才让你有了这些能力？可这也不符合常理啊！叶飞苦笑着道：这种能力本来就不符合常理，用常理看待肯定没用，发生的太过离奇，我也只能接受了。林婉如满脸好奇，赶紧接着问道：那这能力有没有什么后遗症？应该不会对身体有什么伤害吧？林婉如眼中满是担忧。刚刚得知叶飞因为自己才有了这些特殊能力，不自觉的就对叶飞多了几分关切。叶飞一边轻轻按摩着林婉如的脚踝，让药膏更好的吸收，一边思索着说道：目前来说，倒还没发现什么明显的后遗症，只是每次过度使用能力后，会感觉身体有些疲惫，像是体力被大量消耗了一样，但只要休息一段时间就能恢复过来。林婉如微微皱眉，
语气愧疚地说道：“那今天你为了救我，用了这么多次能力，是不是很累啊？都怪我，要不是因为我……”说着说着，林婉如就有点说不下去了，内心早就已经被内疚所淹没，就连眼眶也忍不住微微泛红。叶飞光是看林婉如这个样子，就知道这丫头在想什么，于是抬头看着林婉如，眼中带着一丝调侃道：“如果真觉得愧疚，就帮我守好这个秘密。要是别人知道我有这种特殊能力，还不得把我抓起来，像研究珍稀动物似的，关在实验室里，天天各种测试，那我可就惨了，说不定以后都没自由了，只能像个猴子一样被人围观。”林婉如被叶飞这生动的描述逗得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紧张担忧的情绪也随之缓解了不少，没好气的白了叶飞一眼道：“你就别贫嘴了，我还在这担心你呢，你倒好，还有心思开玩笑。不过你放心，你的秘密我肯定守得死死的，绝对不会让第三个人知道。”叶飞缓缓站起身，将药膏放在桌上，冲着林婉如挑眉道：“这可是你说的，要是食言，可要把自己赔给我啊！”林婉如脸颊疼得一下红透了，像熟透的苹果般低垂着头，指尖无意识地搅着沙发上的流苏。叶飞那句半真半假的调侃，像颗投入心湖的石子，荡开圈圈涟漪，让他原本因愧疚而紧绷的神经突然多了几分微妙的慌乱。谁要赔给你？叶飞看着林婉如这负羞赧的模样，心里掠过一丝暖意。他本意是想化解林婉如的愧疚，却没想到意外触碰到了某种柔软的界限。房间里的空气仿佛凝滞了，只有窗外偶尔传来的车流声衬得此刻的安静格外清晰。对了，你的脚。叶飞率先打破沉默，视线落回林婉如红肿的脚踝。明天最好去医院拍个片子，万一伤到骨头就麻烦了。林婉如顺着他的目光低头，这才发现脚踝的红肿似乎消了些，盯着角落看了许久，林婉如才轻轻嗯了一声。对了，叶飞突然开口道：“那些人为什么要绑架你？”林婉如抬头看了叶飞一眼，随后嘴角露出几抹苦笑：“那是因为我知道了一个秘密。”秘密？什么秘密？可在叶飞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林婉如却突然低头抿嘴，保持沉默。与此同时，脸上的表情还特别纠结，就跟遇到了什么难以启齿的事一样。叶飞看林婉如表情这么扭曲，也不好意思继续追问，起身刚想离开，林婉如却突然开口说道：“这件事和孙浩有关。”孙浩？叶飞闻言又坐回到了沙发上，语气疑惑道：“你的意思是孙浩让人绑架了你？”林婉如轻轻点了点头，不过很快又摇了摇头，想了想又继续点了点头。叶飞这下是彻底被林婉如给弄蒙圈了。哎，不是，你这又是点头又是摇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林婉如盯着叶飞张了张嘴，欲言又止，最终还是缓缓开口说道：“我不确定这件事就是孙浩干的，可8、9不离10。”叶飞没有开口，只是用眼神示意林婉如继续往下说：“之前你不是说听到有人谈论孙浩有个私生子，我和我姐聊起来过这事，可我姐却不相信，于是我便私底下偷偷调查。”林婉如话在说到这里的时候就没有继续往下说了，整个人好像是陷入到了某种沉思之中。过了好一会，林婉如才继续道：“直到前几天，我真的找到了孙浩的私生子，只是……”叶飞不等林婉如把话说完，便直接开口道：“只是你被孙浩发现了。”林婉如默默点了点头。我在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想着眼见为实，于是便亲自去看了下，结果刚好撞到孙浩，他跪地求我不要告诉我姐，还说这一切都是误会，是那个女人趁他喝醉。叶飞忍不住冷笑出声，虽说他也是男人，可对于这种喝醉酒的烂借口实在是不以为耻。男人如果真喝醉了，那玩意是硬不起来的。所谓的酒后乱性，无非就是打着酒的名义为自己找推辞罢了。你把这件事告诉你姐了吗？林婉如摇了摇头。我姐自从宴会回来后就一直特别忙，我连人影都没见，这段时间一直在纠结要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我大伯，所以这件事目前为止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对吗？可以这么说，怎么，有什么问题吗？叶飞嘴角勾起一抹冷笑道：“有问题，太有问题了。你好好想想，既然这件事只有你一个人知道，那么解决他有私生子的事就可以得到很好隐瞒，不是吗？所以你的意思是对我下手的真是孙浩？”林婉如眼神震惊盯着叶飞，说话都开始有点不利索了。可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就算这样，顶多退婚就是。为什么？因为林婉晴和孙浩是家族联姻，若是因为这种事情退婚，你知道对家族生意影响有多大吗？林婉如眼泪唰的一下就下来了，她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从小到大一直孙浩哥长孙浩哥短的人，竟然因为这件事就想杀了自己。你说会不会都是误会？其实就是……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在心存侥幸什么？叶飞直接厉声打断了林婉如的话：“你也是个聪明人，在你家族这种环境里面长大，不可能连这一点都看不清吧？
你难道真自欺欺人到他把你弄死吗？林婉如抬头看向叶飞，眼泪止不住的往下落，却一言不发。他知道，他也清楚，只是一时之间有点接受不了罢了。叶飞盯着林婉如看了许久，最终还是扯过一张纸巾递到林婉如面前。哭是解决不了事情的，你还是想想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吧。叶飞并不想参与到这件事中，插手他人因果必然会受到因果的反噬，更别提是感情债了。林婉如接过纸巾擦了擦眼泪，哽咽道：你让我一个人好好想想。叶飞拍了拍林婉如肩膀，语重心长道：想清楚再做决定，不过无论任何时候，自己的安全都是第一位。在从林婉如家离开后，叶飞忍不住回头看了眼林婉如所居住的别墅。孙浩的事对林婉如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可同样糟心的还有他，直接将秘密暴露给林婉如，也不知道是对还是错。不过好在他刚才只是坦白了一点，并没有全盘托出。只是这件事现在已经被林婉如所知晓，今后呢，是不是还会有其他人？叶飞内心纠结了许久，暗自骂道：去他妈的，走一步看一步，活人总不能让尿给憋死吧。手机铃声在这个时候突然响起，叶飞不耐烦地掏出手机，却发现是林婉如打过来的，猛地回头看了眼别墅，不是自己刚离开，这就给自己打电话了。叶飞满心狐疑，按下接听键，下一秒就听到里面传来林婉如略带恳求的声音：叶飞，你能不能暂时帮我守住这个秘密，不要告诉给其他人。叶飞握着手机的指节微微收紧，别墅的落地窗映出林婉如模糊的侧影。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告诉别人？叶飞语气满是无奈道：你的秘密我不会说，就像我的秘密你也会守着，不是吗？林婉如沉默了几秒，突然笑了一声：我们现在也算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了。这比喻有些笨拙，却让叶飞莫名心安。拴在一根绳上，叶飞低声重复了一遍，语气就更加无奈了。孙浩都敢派人绑架你了，你怎么还这么心大？电话那边林婉如的呼吸瞬间顿住了，随即传来布料摩擦的细碎声响。林婉如的声音突然沙哑：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毕竟他们的婚事又牵扯着整个林氏集团。叶飞不等林婉如把话说完，便直接打断了他的话：所以你打算装聋作哑，等他下次直接把你沉江吗？林婉如的天真在这场博弈里只会是送命的筹码。沉默像潮水般漫过听筒，久到叶飞以为信号断了，才听见林婉如带着哭腔的低语：我看到他跪在地上求我的样子，他说那个孩子是意外，说他最爱的还是我姐，我现在也很纠结。意外？叶飞嗤笑一声，脑海里闪过孙浩那张虚伪的脸。孙浩的司机隔三差五就会给那个女人送点钱过去，这些他也说是意外吗？电话那头猛地吸气，林婉如的声音带着难以置信的颤抖：你怎么知道？叶飞忍不住伸手揉了揉太阳穴，自己只不过是随口一说，结果还他娘的直接给说中了。而电话那头的林婉如同样惊讶的语气都变了调，急切地反问道：你难道早就知道孙浩一直派人给那女人送钱，为什么一直都不说？叶飞苦笑着坦白道：我刚才真的只不过是随口一说，就是看你对孙浩还心存幻想，想让你早点下定决心，别再被他的表象迷惑，没想到这家伙还真是如此行径。手机另一边半天都没有传来林婉如的声音，过了好一会，林婉如声音带着一丝疲惫与无奈，缓缓开口道：孙浩说那孩子体弱多病，情况很不乐观，虽然这个孩子的到来是个意外，但毕竟是他的亲生骨肉，他又实在不能不管不顾，所以一直让司机定期送钱过去，说是想尽量弥补自己作为父亲的责任。林婉如在将话说到这里的时候微微停顿了下，随后叹了口气，继续说道：他当时跪在我面前苦苦哀求我，看在这么多年一起长大的情分上，千万不要把这件事宣扬出去，还信誓旦旦地保证他一定会处理好，不会让我姐受到伤害，也不会影响到家族。叶飞听闻忍不住冷哼一声：他处理好？他打算怎么处理？难道就是继续瞒着你姐，像个没事人一样，暗中维持这种见不得人的关系，任由谎言越变越大？我劝你可别再天真了，孙浩这次能狠下心派人绑架你，就能看出他为了隐瞒这个秘密已经丧失了底线，什么丧心病狂的事都做得出来。算了，这是你们家的私事，我也不好插手，到时候记得去检查一下脚踝，没事的话我就先挂了。叶飞在说完这番话之后瞪了好一会，电话另一边都没有传来任何声音，于是直接挂断电话。他是真的不想管这件事，能说出这么多也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若是林婉如听不进去，他也没有办法，毕竟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合作已经达成，承诺却始终都不兑现，叶先生，你这可非君子所为啊。叶飞猛地扭头，就看到王岩不知道什么时候正站在自己身后。你，小泉一直吵着要见你，没有办法，我只能亲自来请一趟了。
叶飞听完王岩的话，这才想起自己和王岩之间的约定，笑容顿时就有点尴尬了。不好意思，这段时间实在是太忙了。王岩不等叶飞把话说完，便笑道：“我知道叶先生是个大忙人，不知叶先生现在能不能挤出一点时间出来？”叶飞看着王岩那似笑非笑的表情，心中暗叹一声，自己承诺的事却一直拖着没办，这件事确实是他理亏。行，我跟你走一趟。叶飞刚坐上车，王岩脸上的笑容瞬间收敛，整个人都变得严肃起来。上次的事，多谢你。叶飞知道王岩指的是什么，犹豫了下，最终还是说道：“小泉他过于成熟了，如果是其他孩子遇到这种事，第一时间就会哇哇大哭。可小泉不仅能够镇定自若地安慰自己，甚至脸上连一丝害怕的情绪都没有。不是说成熟不好，只是这件事其实也怪我。”王岩看了叶飞一眼，随后将视线放到窗外，刚才严肃的气息陡然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化不开的忧伤。当初小泉父亲出了车祸，公司被别有用心的人给惦记上了，没有办法，我只能独自撑起这个重担，去和那帮老家活斗。也正是因为如此忽略了小泉，那些人见对付不了我，于是便……王岩话在说到这里的时候就没有继续往下说了。不过叶飞也已经了解了大概，身为女人，想要独自撑起公司本就艰难，更别说是在这种情况下。只是可怜小泉这个孩子了。叶飞盯着王岩侧脸看了许久，随后才低沉着声音问道：“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王岩将脑袋缓缓转过来，盯着叶飞道：“因为小泉很喜欢你。”叶飞不解，小泉喜欢自己和告诉自己这些有什么必要关联吗？王岩似乎是看出来了叶飞眼神里的不解，继续道：“或许是因为小时候的经历，现在的小泉很少吐露自己内心，更别说信任了。我之所以告诉你这么多，其实也有赌的成分。”叶飞诧异道：“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赌什么？”王岩轻轻叹了口气，目光柔和地看向叶飞，缓缓说道：“我愿意相信小泉没有看错人。叶飞，自从上次你救了小泉，他就经常在我面前提起你，说你很厉害，让他有安全感。我知道他是真的喜欢你，信任你。”叶飞微微一愣，心中涌起股复杂的情绪。他没想到自己一次无心的救助，竟让小泉对他如此信赖。不过尽管如此，叶飞还是有些疑惑。可是这和你告诉我这些有什么关系呢？叶飞，小泉经历了太多同龄人不该经历的事，他表面上很坚强，但内心其实很脆弱。我担心他再次受到伤害。我告诉你这些，是希望你如果能走进他的生活，渐渐开导他，至少让他的人生不要仅仅局限于自己的小世界里面。叶飞心中一动，看着王岩认真的样子，郑重地点了点头：“我可以答应你，只要小泉愿意，我一定会把他当成自己的弟弟一样对待。”王岩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欣慰的笑容：“那就好，其实我也很感激你。你不知道，小泉很久都没有这么开心过了。”叶飞抿着嘴巴沉默了许久，最终还是没忍住追问道：“所以你在赌什么？”王岩笑意僵硬在脸上，深叹了口气道：“我只有小泉这么一个儿子，若是被那些老家伙知道，纵使我有天大的能力，恐怕也保不住公司了。”叶飞闻言，内心猛地一颤。都说爱之深，便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王岩为了小泉，将这件事告诉自己，无疑是把自己身价全部交付在了自己手上。若是自己心机不纯，岂不是？叶飞想到这里，语气也忍不住变得严肃起来：“你就这么相信我吗？难道就不怕？我说了，我原因相信小泉没有看错人。”王岩打断叶飞的话，目光灼灼盯着叶飞道：“我见过了太多太多的尔虞我诈，你的眼神很干净，为了小泉，我愿意赌一把。”叶飞低垂着脑袋，许久都没有说话。这份信任太沉重了。车子在此刻缓缓停下，叶飞抬头就发现车子已经行驶到了一个别致的庄园，而小泉正趴在不远处的小石头桌上，也不知道在干些什么。叶飞没有动，只是目光却透过车窗一直注视着小泉。为了小泉，我可以付出一切代价。耳边突然传来王岩的声音。叶飞扭头刚准备开口说话，可声音却卡在了嗓子眼。只见王岩原本整齐的领口不知何时松开了2颗纽扣，一侧香肩若隐若现地探了出来，抬手轻轻捋了捋耳边的发丝，这个不经意的动作让那半露的香肩更加明显地展露出来，恰似一朵半开的花蕊，散发着难以言喻的魅力。叶飞反应过来之后，猛地别过脑袋：“你这是干什么？”叶飞承认，王岩虽然有个孩子，可身上却有一份成熟女人的魅力。可是，只要你可以帮助到小泉，我什么都可以付出，包括我自己。王岩其实在做这种事的时候，内心也特别纠结，可为了小泉，他什么都可以做。叶飞叹了口气，伸手将王岩滑落的衣服拉拢，随后语气郑重道：“我能够理解你对小泉的感情，可我不是这样的人，我也很喜欢小泉，所以这件事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王岩闻言面露羞愧，这件事倒是显得他小人了。叶飞为了避免气氛更加尴尬，于是拉开车门走了出去。小泉，小泉听到叶飞的呼唤，猛地扭头，眼睛顿时就开始发亮，直接小跑着来到叶飞面前。叔叔，你怎么来了？是不是想我了？叶飞微微弯腰，伸手揉了揉小泉脸颊，笑道：是啊，想你了。小泉努力挣脱叶飞魔爪，随后抬头，一边揉着自己脸颊，一边埋怨道：上次才说了不要揉我脑袋，现在又开始揉我脸，你们大人真是麻烦。叶飞，这小屁孩真是人小鬼大，你刚才趴在那里干什么呢？小泉听到叶飞询问，抓着叶飞的手将他带到桌前，伸出小手指了指。诺。叶飞好奇低头，就看到桌上摆放了一个比较大的玻璃缸，而玻璃缸里面密密麻麻全是蚂蚁，倒是颇有一种蚂蚁王国的感觉。玻璃缸里的蚂蚁正沿着树枝浇筑的微型城池攀爬，透明穹顶下，它们用触角传递信息的轨迹在阳光下形成银色丝线。小泉蹲在石桌前，鼻尖几乎要碰到玻璃壁，手里捏着片被蚜虫蜜露浸湿的嫩叶，小心翼翼塞进缸内。这是切叶蚁。小泉手指点着一群搬运叶片的工蚁，头也不抬地解释道：他们会把叶子发酵成蘑菇农场，像不像妈妈公司里的工程师？叶飞蹲下身，看着缸内复杂的生态系统，用石膏雕成的假山洞穴里，以后正躺在卵堆上，工蚁们往来穿梭的路线精准的如同电路板。这哪是孩子的玩物，分明就是个微缩的精密社会。叶飞忍不住好奇问道：你从哪弄来的这些？小泉高傲地扬起自己小脑袋道：我自己养的，怎么样，厉害吧？叶飞顺手准备揉揉小泉脑袋，不过想到小泉之前的话，又将手给默默缩了回去。怎么突然想起来养蚂蚁了？因为蚂蚁比人好。小泉虽然目光一直注视着这些蚂蚁，可小脸上却满是落寞。蚂蚁分工明确，不会互相残杀，可人就不一样了。叶飞，这小屁孩怎么老是说一些让自己接不上的话？就在叶飞心里琢磨着自己应该怎么说的时候，之前在医院的那个保姆走了过来，先是看了叶飞一眼，随后笑着冲小泉说道：小泉少爷，我已经把饭热了3次了，要不还是吃点吧。小泉看都不看保姆一眼，只是一个劲地逗弄着蚂蚁。保姆不死心地继续道：多少吃一点好吗？小泉依旧不理会保姆。保姆话刚说出来一个字，小泉便紧皱眉头，抬起头，眼神里面竟然是不属于这个年纪的凌厉。我说了不吃。保姆被小泉这个眼神给吓得愣在原地，双脚像是被定住了一般，无法挪动。他张了张嘴，还想再劝劝小泉吃饭，可小泉却直勾勾盯着他，愣是看得保姆心里发毛，再也不敢说出半个字。空气里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沉默，唯有玻璃缸中蚂蚁爬行时细微的窸窣声。王岩不知何时已整理好衣衫，缓步走到石桌旁，看着儿子倔强的背影，眼底闪过一丝痛楚，声音却依旧温柔道：小泉，妈妈今天特意让厨房做了你最爱吃的糖醋排骨。小泉没有理会王岩，只是将目光依旧放在蚂蚁身上，仿佛外界的一切都与他无关。玻璃缸内的切叶已正搬运着叶片经过城堡，银色的触角在阳光下划出细碎的光。王岩伸出手想要摸摸小泉的头，可手伸到一半又停住了，最终无奈的垂落。对于小泉，王岩现在是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只能用求助的目光看向叶飞。叶飞内心无奈叹了口气，伸手轻轻拍了拍小泉的肩膀：为什么不吃饭？难道不饿吗？小泉终于抬起头看了叶飞一眼，眼神中带着一丝落寞与倔强，小声说道：我不想吃。叶飞注意到小泉攥紧衣角的小手微微发抖，突然想起王岩说过的话，小泉经历了太多不该承受的事，所以在心性上可能和同龄孩子不一样。叶飞想到这里便蹲下身，让自己的视线与玻璃缸平齐，指着正在搬运叶片的蚂蚁群笑道：小泉，你看这只蚂蚁多笨，背着叶子都快站不稳了。小泉抿着唇，睫毛微微颤动，显然被吸引了注意力。叶飞眼角余光瞥到了小泉的反应，于是继续压低声音道：他肯定是没吃饱饭，要是有力气怎么会走得这么慢？蚂蚁不会生病。小泉声音闷闷的突然开口道：人吃了饭还是会受伤，会背。话音戛然而止，小泉的手指无意识的在玻璃缸上划出几道水痕。叶飞心头一震，意识到这孩子看似孤僻的行为背后藏着难以言说的恐惧。可是蚂蚁会羡慕人类。叶飞从口袋里掏出一颗水果糖，剥开糖纸放在石桌上。你看，他们永远尝不到这么甜的东西，也没办法像你一样用这么漂亮的玻璃缸给他们建一座城。说话间，叶飞将糖轻轻放到了玻璃缸的边缘。玻璃缸里的蚁群突然骚动起来，几只工蚁发现了糖粒，触角兴奋地摆动。小泉虽然没有开口说话，可视线却一直放在那颗水果糖上，明显是在思索着什么。王岩在一旁直接为叶飞捏了一把冷汗。
小泉脾气在倔起来的时候，颇有一种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不理会的架势。也不知道叶飞能不能。王岩心里念头还没想完，就看到小泉微微抬头看向叶飞，小声道：“叔叔，你吃饭了吗？要不要和我一起用餐？”叶飞对于小泉突如其来的邀请有点没反应过来，刚想开口，就看到王岩一个劲给自己使眼色，只能笑道：“那叔叔可要谢谢小泉的款待了。”再去客厅的时候，王岩看了一眼小泉，随后压低声音小声说道：“谢谢你。”叶飞有点疑惑：“你这又是在谢我什么？你是第一个可以劝动小泉，甚至还可以获得小泉邀请的人。”叶飞微微一愣，轻声回应道：“别客气，我只是做了我力所能及的。小泉这孩子心思细腻，我不过是顺着他的想法来罢了。”三人移步客厅，餐桌上饭菜虽已微凉，但依旧香气四溢。小泉默默走到餐桌边坐下，王岩与叶飞也跟着入座。用餐时，气氛逐渐变得轻松。小泉不再如之前般抗拒，偶尔还主动与叶飞分享他对蚂蚁习性的新发现。叶飞耐心倾听，不时提出有趣的问题，逗得小泉咯咯直笑。王岩看着儿子久违的笑容，眼眶不禁微微湿润，心中对叶飞的感激又多了几分。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就在叶飞即将离开的时候，小泉却突然喊住叶飞：“叔叔，你等一下。”叶飞停下脚步，扭头，眼神疑惑看向小泉：“怎么了？叔叔，这个是我送给你的礼物。”说话间，小泉从身后掏出来一个精致的展示屏，里面赫然是一只金光闪闪的蚂蚁工艺品。叶飞诧异地将展示屏接过来，刚想开口询问小泉为什么要送自己这个，结果小泉却突然开口了：“叔叔，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一只蚂蚁，送给你，以后我们就算是朋友了，对吗？”叶飞看着掌心泛着温润光泽的蚂蚁工艺品，瓶中金色蚁身雕刻的栩栩如生，连触角末端的弧度都纤毫毕现。小泉仰头望着叶飞，眼底难得有了期待的光亮，像被雨水浸透的星星突然开始闪烁。“小泉，这是我收到过最珍贵的礼物。”叶飞微微蹲下身子与小泉平视，故意语气轻松反问道：“怎么？难道小泉现在才把叔叔当作朋友吗？”小泉先是一愣，随后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眼中闪烁着兴奋与喜悦的光芒。“太好了，叶叔叔，我从来没有朋友，以后你就是我最好的朋友。”叶飞轻轻摸了摸小泉的头，这一次小泉竟然罕见的没有躲开。王岩在一旁看着这一幕，心中既欣慰又感动。叶飞看了看手中的蚂蚁工艺品，冲小泉挑了挑眉：“不过小泉送我这么珍贵的礼物，我也得好好回礼才行。”小泉闻言，眼神满是期待的询问道：“那叔叔打算送我什么礼物？”叶飞故作神秘地看着小泉，笑道：“这是个秘密，等叔叔下次来找小泉的时候，再把礼物带给你，怎么样？”小泉用力点了点头：“叔叔，这可是我们的君子之约，你可不能食言啊！”叶飞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这小屁孩竟然还知道什么是君子之约。好好，叔叔一定不会食言。可下一秒，叶飞就有点笑不出来了。只见小泉默默将目光放在王岩身上，语气凝重询问道：“妈妈，如果叶叔叔是你给我找的新爸爸的话，倒也不是不可以。”叶飞和王岩瞬间满脸通红，尴尬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王岩看了叶飞一眼，赶紧冲小泉解释道：“别乱说，妈妈和你叶叔叔也只是朋友关系。”小泉却歪着脑袋，嘴角带着一抹狡黠的笑意，用一种我都懂但是就不说的眼神看着叶飞和王岩。这眼神让叶飞和王岩愈发窘迫，两人站在原地手足无措。许久，小泉才故作大度的摆摆手，像个小大人般说道：“好啦好啦，我相信你们还不行吗？叶叔叔，你可别忘了我们的君子之约，礼物可一定要带哦。”叶飞看小泉总算是岔开话题，赶紧开口道：“忘不了忘不了，叔叔肯定记着。”王岩轻舒一口气，蹲下身子对小泉说：“小泉真乖，妈妈和叶叔叔还有重要的事要谈，你先自己玩一会儿好不好？”小泉懂事的点点头，又跑去看他的蚂蚁了。王岩和叶飞移步到一旁，王岩满脸愧疚道：“叶飞，实在抱歉，我也没想到小泉他……”话说了一半，王岩就没有继续往下说了，只是表情依旧尴尬。叶飞笑了笑，虽有些不自然，但还是说道：“没事，童言无忌嘛。”送走叶飞后，庄园的雕花铁门缓缓闭合，将最后一缕夕阳的余晖也挡在外面。“小泉。”王岩来到小泉身旁坐下，试图让语气听起来温和些。“今天的话，我知道了。”小泉突然打断王岩，声音闷闷地说道：“不该说叶叔叔当我爸爸的事。”小泉垂着头，刘海遮住了眼睛。“可我就是想让他留下来。”王岩的呼吸一滞，伸手想去抚摸儿子的头发，却在半空停住。这个动作已经被小泉拒绝过太多次。沉默片刻，王岩轻声道：“小泉，有些话不能随便说，
尤其是因为会给你添麻烦吗？这边王岩还在纠结应该怎么和小泉讨论这个话题，而另一边叶飞心情同样纠结。你很闲吗？叶飞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楚映雪，莫名感觉到烦躁。这女人绝对是有什么魔力，一种看见她就想对她动手的魔力。叶飞话明显已经说得非常不客气了，可楚映雪却跟没意识到一样，冲着叶飞勾了勾嘴角。我知道你有野心，难道一个小小的望春楼和玉石坊就可以让你心满意足了吗？叶飞目光直视楚映雪，直接问道。你什么意思啊？楚映雪缓步向前逼近叶飞，声音蛊惑道。你难道不想拥有更多的权利？难道不想体会一下人上人的生活？叶飞目光警惕盯着楚映雪，满脑子都是这女人又在搞什么鬼。男人都喜欢权利，叶飞，我就不信你不上钩。叶飞耳边突然传来楚映雪的声音，可眼前楚映雪连嘴都没有张，她该不会是出现什么幻听了吧？楚映雪看叶飞一个劲地盯着自己看，微微皱了皱眉。你看我干什么？与此同时，叶飞耳朵里又出现了楚映雪的声音。这小子该不会看出什么了吧？不可能，绝对。叶飞总算是明白了，自己刚才听到的应该就是楚映雪的心声，可为什么这次听到一半却没有声音了？难不成是自己这个功能刚显现，所以时灵时不灵吗？叶飞对于突然发生的情况还有点摸不着头脑，但落在楚映雪眼里就成了叶飞对自己的探究。楚映雪眼神不悦地咳嗽几声道，叶飞，只要你听话，刚才那些我都可以给你。当叶飞听到楚映雪说让自己听话的时候，叶飞心里就大概知道楚映雪想干什么了。用权力地位想要，无非是他一口吃不下整个楚氏，所以打算拉拢自己，让自己当马前卒罢了。你想让我怎么做？楚映雪用一副识时务者为俊杰的眼神看着叶飞。我就喜欢你这种聪明人，董事会里还有一些老家伙不好搞，我需要你帮我坐上那个位置，事成之后我许诺你的一定会实现。叶飞闻言内心只剩下了冷笑。话说得好听，倘若自己真信了，恐怕楚映雪坐上那个位置的第一件事就是想方设法弄死自己。毕竟瞎子在恢复光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扔掉拐杖。叶飞低垂着脑袋，故意装作一副自己正在思考的模样，许久之后才抬头看向楚映雪说道，我可以答应你，不过在此之前我也要你帮我一件事。什么事？我要你帮我对付孙浩。叶飞表情愤恨看向楚映雪，满脸不甘道，孙浩一直想着对付我，与其被他下黑手，倒不如线下为强。楚映雪在听到叶飞这番话之后，脸上表情明显有点纠结。孙浩和他可是一伙，如果答应叶飞，岂不是代表他要自断一臂？可若是不答应，楚映雪心中快速权衡利弊，脸上闪过一丝犹豫，但很快又恢复镇定，皮笑肉不笑地说道，叶飞，孙浩怎么说也是孙家唯一继承人，让我对付他，这有点难办啊。叶飞冷哼一声，眼中闪过一丝不屑，难办？你要是连这点事都办不成，还谈什么给我权力，让我做人上人？我看你也不过如此，根本没什么诚意。其实叶飞也并非一定要把孙浩搞进来，只是玉石坊的事自己没有给其他人说过，这件事孙浩丢脸肯定也不会四处宣扬。可楚映雪却还是知道玉石坊现在属于自己，这就足够证明孙浩和楚映雪关系匪浅。既然如此，他倒是想要看看狗咬狗的好戏了。楚映雪脸色猛地一沉，明显被叶飞这几句话激得有些恼怒，但他深知叶飞现在对自己的计划很重要，只能强压下怒火，咬牙道，孙家好歹也是海城4大家族氏之一，要不你换个药？叶飞不等楚映雪把话说完，嘴角便勾起一抹嘲讽的笑，直接打断了他的话。哦，这么说你是没这个能力咯？那咱们也别浪费时间了，我看你还是另请高明吧。说着，叶飞做事就要转身离开。等等！楚映雪喊住叶飞，而此时叶飞有一次听到了楚映雪的心声，孙浩那蠢货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次正好借叶飞的手，只要我……叶飞刚听到一半又开始没声了，气得他只想骂句卧槽。你他娘的倒是靠谱点成不？楚映雪喊住叶飞，脸上堆满了牵强的笑容。先别急着走嘛，我不是说不帮你对付孙浩，只是这事儿得从长计议。孙家势力庞大，贸然出手，我们可能都会吃亏。叶飞停下脚步，转过身来，脸上带着玩味的神情。从长计议？我可没那么多耐心，你到底能不能办？给个痛快话。楚映雪咬了咬牙，心中虽恨得牙痒痒，但还是强忍着说道，我可以想办法。这就对了嘛。叶飞面带笑容看着楚映雪，这个世界上哪有办不成的事，无非就是看用不用心，你说对吧？叶飞这一句话可谓是一语双关，不仅是在暗示孙浩这件事，更是在暗示楚映雪，若是他有心帮自己，那自己也能帮他，否则的话一切都是空谈。楚映雪不傻，
当然听出来了叶飞的言外之意，只能笑了笑，没有接话。哦，对了，叶飞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猛地一拍脑袋，继续道：“在孙浩这件事上，我倒是有一点想法。”楚映雪闻言顿时来了兴趣，赶忙问道：“不妨说说。”叶飞笑了笑，不紧不慢道：“你可以从孙浩私生子下手。”私生子？楚映雪眼睛猛地瞪大，满脸难以置信道：“孙浩竟然还有私生子？”叶飞盯着楚映雪看了半晌，似乎是在衡量楚映雪到底是真震惊还是假震惊。楚映雪和孙浩是一伙，他虽不知道这两人到底合作了什么，楚映雪不至于连这么大的消息都不知道吧？除非孙浩对楚映雪也有所隐瞒。叶飞盯着楚映雪，心中快速思索，看楚映雪这反应，似乎真不知道孙浩有私生子这件事。这倒也不奇怪，孙浩说不定也防着楚映雪一手，毕竟这种事要是传出去，对他在孙家的地位影响极大。叶飞点点头，继续说道：“没错，孙浩有个私生子，一直被他藏得很好，我也是费了好大劲才查到，这可是个能狠狠打击孙浩的把柄。你确定消息可靠？私生子现在在哪？”叶飞故作神秘地笑了笑，随后才不紧不慢道：“消息绝对可靠，但这私生子在哪，暂时还不能告诉你。我得确认你是真心想帮我对付孙浩，而不是利用这个消息去和他谈判。”楚映雪闻言脸色微变，眼神中闪过一丝不悦，却又不得不压下情绪，嘴角勉强扯出一抹笑：“叶飞，你这是信不过我？那你说说，打算让我怎么做？”叶飞双臂抱胸道：“很简单，你把孙浩有私生子的消息散布出去，闹得越大越好，最好能传到海城每一个角落，尤其是他那联姻对象林家，要是知道未来女婿有这种丑事，这场婚约怕是要黄。”楚映雪瞳孔猛地一缩，下意识反驳道：“闹得人尽皆知，你疯了？这动静太大，到时候孙家肯定会疯狂反扑，不仅孙浩不会善罢甘休，孙家那些老东西也不会坐视不理，万一事情失控，我也会被牵连。”话一出口，楚映雪便后悔自己太过急切，连忙补充道：“我是说做事的循序渐进，免得打草惊蛇。”叶飞似笑非笑地看着楚映雪，心中早已看透她的顾虑，于是上前一步，压低声音道：“楚映雪，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孙浩背后有孙家，要是不把事情闹大，凭我们这点手段根本动不了他。林家在海城地位超然，一旦联姻告吹，孙家颜面扫地，孙浩在家族内的地位也会一落千丈，到那时你再出手，岂不是轻而易举？”楚映雪咬着嘴唇，内心十分纠结。话是这么说，可这风险也太大了，况且林氏可不是好惹的，要是因为这事儿得罪了林氏，我以后在商界也不好立足啊。叶飞冷笑一声道：“你以为现在你和孙浩合作，就不得罪林氏了？若是以后让林氏知道你早就清楚孙浩干了什么，去。”话在说到这里的时候，叶飞特意停了下来，当看到楚映雪脸色铁黑的时候，才继续道：“你觉得你还有好日子过？”楚映雪心中猛地一凉，叶飞的话直接戳中了她的痛点。楚映雪当然知道孙浩野心勃勃，自己和他合作也不过是互相利用，一旦孙浩得势，自己必然会成为他的眼中钉，毕竟没有一个男人愿意屈居人下。楚映雪内心进行着天人交战，叶飞说的也并非一点道理都没有，可这是一旦闹大，谁也无法预料后果。若孙家真的疯狂报复，自己独占楚家的计划很可能毁于一旦。楚映雪深吸了一口气，强装镇定，冷哼一声道：“你说得轻巧，要是事情闹得不可收拾，你能保证全身而退？”叶飞轻笑一声，目光中满是自信道：“我既然敢这么说，自然有应对之策。”话在说到这里的时候，叶飞故意眼神鄙夷的上下打量了楚映雪几眼：“倒是你，要是连这点风险都不敢冒，就别谈什么掌控处事，做人上人了。”叶飞这一番话如同一把利刃，直直戳中楚映雪的软肋。他努力这么久，不就是为了在楚家独揽大权吗？如今哥哥突然出事，楚瑞也由于焦虑一病不起。虽说有楚娇的信任，可在董事会上还是很难得到那些老家伙的支持，甚至那些老家伙还在怀疑是他对哥哥下手。叶飞是哥哥极为信任且重视的人，如果可以得到叶飞的支持，那些流言蜚语便可不攻自破。楚映雪想到这里，最终还是决定赌一把。只是孙浩和林家有联姻，这一闹势必会牵扯两家，叶飞的目的绝对不简单。楚映雪低头思索了许久，直接抬头看向叶飞问道：“把孙家和林家都牵扯进去，势必会引起不小的轰动，你到底想要下怎样的一盘大棋？”叶飞目光直视楚映雪，勾了勾嘴角，眼神里面流露出一抹玩味：“风浪越大，鱼才会越贵，难道不是吗？”楚映雪被叶飞的话给惊到了：“你竟然想？”楚映雪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叶飞，仿佛此刻才真正认识眼前这个人。
尤其是当楚映雪对上叶飞那玩味眼神的时候，更是让他隐隐猜到了叶飞心中那盘庞大的棋局，但又不敢确定。叶飞轻轻一笑，没有直接回应楚映雪，而是缓缓说道：在这商场之中，想要获取巨大的利益，就必须要有足够的胆识和谋略。孙家和林家在海城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可一旦他们之间出现裂痕，引发的连锁反应将是巨大的。话在说到这里的时候，叶飞就没有继续往下说了。楚映雪是个聪明人，应该能够听懂自己的言外之意。楚映雪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犹豫了许久，才试探性的冲叶飞询问道：你该不会是想趁孙家和林家混乱之际，从中谋取利益，甚至想让他们两败俱伤，你好坐收渔翁之利？叶飞眼中闪过一丝赞赏，没想到楚映雪这么快就猜到了自己的部分意图，却也只是笑了笑，并没有回答楚映雪的问题。楚映雪心中一凛，她意识到叶飞的野心远比自己想象的要大。原本以为叶飞只是想借自己之手对付孙浩，却没想到他的目标竟是搅动整个海城商界的风云。但同时他也看到了机会，如果能跟着叶飞参与这场大博弈，自己或许真的能实现掌控处事的梦想。毕竟叶飞若是想要坐收渔翁之利，便势必要搞得海里浪花不停，而这些浪花在翻涌的时候带上来的可就不只是鹬蚌了，但是这风险确实是太大了。叶飞对于楚映雪的担忧却有点不以为然，现在要做的就是利用好孙浩私生子这个关键把柄，将消息巧妙地散布出去，引发孙家和林家的矛盾。至于其他的，你就不用管了，我自有打算。楚映雪没有第一时间回应叶飞，反而在内心思考，叶飞的计划虽然冒险，但诱惑实在太大，倒是可以放手一搏。楚映雪思索片刻后才继续说道：好，我跟你合作，但丑话说在前头，一旦计划出现问题，危及到我的利益，我会毫不犹豫地退出，甚至不惜与你为敌。叶飞笑道：没问题，只要你按照计划行事，我们就是利益共同体。事成之后，你我都将获得巨大的好处。现在你先去安排散布孙浩私生子的消息，记住要做的隐秘，又要确保消息能迅速扩散。去踏马的甚至不惜与自己为敌，说的他楚映雪什么时候把他当成自己人一样。果然女人的嘴里没一句实话。楚映雪盯着叶飞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睛，忽然意识到眼前这个男人其实也挺可怕的。他要的不是简单的权势，而是搅动整个海城的格局。只是现在两个人已经搅合在了一起，想要分开怕是比较难了。楚映雪在离开之前还不忘记回头看了叶飞一眼，事已至此，还是先把握住能把握的再说，比如楚家大权。而叶飞则是站在原地看着楚映雪坐车离开的背影，也不知道在想着什么。林家与孙家联姻背后藏着半个海城的资源网，婚约一旦破裂，那些暗潮涌动的利益链就会露出破绽。反正他现在已经被卷入这场是非之中，背后早已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自己。既然如此，凭什么他不能争一争？眼看车子渐渐消失在视线中，叶飞缓缓勾起嘴角，喃喃自语道：楚映雪，你想的没错，男人都拒绝不了权势，我想要的可不是你的施舍，我要的可是当整个海城的主人。手机铃声突兀地响了起来，叶飞看了眼来电显示，直接挂断。都不认识，给自己打什么打？不过下一秒对方又打了过来，叶飞没好气地按下接听键。谁啊？不，老板，店里出事了。叶飞听着电话另一边传来焦急的声音，这才反应过来这是吴阳的声音，赶紧询问道：出事了？出什么事了？有个人拿了件龙袍过来，说是传家宝，但我们鉴定过了，那就是个仿品，结果对方现在坐在门口死活不走，非说我们把他传家宝给调包了。叶飞直接被气笑了。怎么，这么一点小事你都解决不了吗？看来我确实应该好好考虑，你是不适合这个位置了。这摆明了就是对方耍无赖。身为店里负责人，要是连这点小事都搞不定，干脆直接让位给有能力的人算了。吴阳明显能够听到叶飞语气里的不满，语气顿时就变得幽怨起来。老板，不是我不能处理，实在是什么？电话另一边吴阳沉默了好一会，才继续说道：他说老板你下了床就不认人，还说和老板你关系匪浅，我们实在是不敢贸然处理啊。叶飞差一点一口气没喘过来。造谣，这他娘的赤裸裸的造谣！你等着，我马上过来。挂断电话，叶飞随手拦了辆车，直奔望春楼。马德，今天他非得看看到底是哪个说自己下了床不认人。只是刚下车，叶飞就愣住了。男人，耍无赖的竟然是个男人，而且看着坐在地上撒泼的背影，好像有点熟悉。叶飞脑海中瞬间浮现出一个人影，试探性喊道：李远！坐在地上的男人本来还在叫骂着今天必须给自己个交代，
结果听到身后传来声音，猛地回头就看到叶飞正眼神探究地看着自己。短暂错愕之后，男人赶紧从地上爬了起来，盯着叶飞看了好一会。你是叶飞？听到对方确认，叶飞笑着拍了拍对方肩膀道：李远，你这是……叶飞话在说到这里的时候就没有继续往下说了，心里虽然知道李远这是在干什么，不过明面上还是要给对方留点面子。李远先是回头看了眼店里，随后冲叶飞开口道：兄弟，别提了，这家是个黑店，这不，刚才就把我家祖传的东西给调包了。叶飞闻言故意装作一副吃惊的表情询问道：真的假的？可不是嘛。李远伸手指了指扔在地上的假龙袍，而且这个店老板也黑心，我怀疑他们不止一次这么干。李远话刚说了一半就戛然而止，满眼愤怒地盯着叶飞身后道：他就是这里的负责人。叶飞回头就看到吴阳正小跑着过来，却并没有理会，反而继续冲李远说道：你放心，如果是店里员工的问题，我一定让他们给你个交代。李远看了叶飞一眼，没好气道：天下乌鸦一般黑，能招收这样的员工就已经足够证明他们老板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兄弟，等会。李远话还没有说完，吴阳便已经到了面前，语气特别恭敬地冲叶飞喊道：老板。李远视线在吴阳和叶飞身上不停打转，表情就跟吃了屎一样。过了许久，李远才结结巴巴道：你是这里老板？叶飞笑着点了点头道：李远，你先别急，这是我既然来了，肯定给你个说法，要不我们进去好好说，行不？李远看了看叶飞，又瞅了瞅地上的龙袍，犹豫了下，不过最后还是点头道：行，看在兄弟的面子上，我就进去说，但你要是不给我个满意的答复，我可不会善罢甘休。叶飞看了一眼旁边人，交代道：你过来，先把人带去我办公室。等李远走远后，叶飞才扭头看向吴阳，说说吧。吴阳一脸委屈地说道：这人非说我们调包他东西，可我们鉴定流程都是正规的，而且他那个东西本来就是仿的，假的厉害。我们……吴阳话刚说了一半，叶飞便直接打断了他的话：好了，这件事我来解决。对了，你去沏2杯好茶送过来。等叶飞到办公室的时候，就看到李远坐在沙发上左看右看，一副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李远看到叶飞进来，顿时变得局促起来，眼睛盯着地面，甚至都不敢看叶飞一眼。吴阳很快端着2杯热气腾腾的茶进来，轻轻放在茶几上，然后退了出去。叶飞轻抿了口茶水，不紧不慢道：李远，你说这龙袍是你祖传的，有什么证据吗？望春楼在海城也开了不少年，信誉一向良好，可不能平白无故就被人冤枉调包。李远一听顿时急了，赶紧从兜里掏出一个泛黄的纸包地给叶飞：你看，这是我家传下来的关于这龙袍的记载，上面详细记录了龙袍的来历和特征，绝对错不了。叶飞接过纸包展开看了看，上面确实密密麻麻写了不少字，但纸张虽旧，字迹却显得有些新。叶飞心中冷笑，这李远怕是做了不少准备，不过他也不着急拆穿，而是把纸包地给李远：李远，我们这么多年交情，你说实话，是不是遇到什么难处了？有困难跟兄弟说，别整这些没用的。李远听到叶飞这话，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但还是嘴硬道：我能有什么难处？我就是要讨个公道，他们不能欺负人。叶飞叹了口气，继续道：我们是小学认识，之后一直到大学都是同一个学校，也算是好兄弟。你家里有没有龙袍？你当真以为我会不知道吗？曾经的兄弟情，叶飞一直记在心里。如果李远是因为有什么难处才这么做，叶飞愿意给他一个机会。可李远却在听到叶飞这番话之后，立刻跳起来，势头白脸道：你胡说！我爷爷临终前亲口说的，这龙袍是光绪年间。光绪年间的龙袍会用现代化学染料。叶飞只抬头看向李远，声音疲惫道：还有，你看这纸包边缘的裁切痕迹，标准的激光切割纹路，还有这字迹。说话间，叶飞突然抓起茶几上的钢笔，在白纸上临摹记载上的字体。流体字讲究鼓励遒劲，你这横画收尾的顿笔，分明是用美工笔写的。叶飞看着李远，眼神里透着一丝失望。按照正常流程，我应该报警，让警方来调查这件事。李远听到叶飞说报警的时候，眼神里面顿时透露出一抹心虚。叶飞故意装作没看见的样子，继续说道：况且望春楼里到处都是监控，就算是检验区也不例外。李远，我们是兄弟，所以我才将你带来私聊，你明白吗？李远低垂着脑袋，沉默了许久，才突然开口道：只要你帮我，事成之后我分你一半，成不？叶飞闻言直接摇了摇头。虽然我是这里老板，可无信不立，这件事要是传出去，你让望春楼以后怎么在海城立足？叶飞看李远又是半天不说话，于是坐到李远身边，放缓了语气：我们这么多年的兄弟，你如果有什么困难，身为兄弟，
我肯定是要帮的。你过得好，我自然会为你开心，但我不希望你是用坑蒙拐骗的方式赚钱。李远抬起头，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犹豫再三后，终于长叹一口气道：我赌博输了个精光，还欠了一屁股高利贷，那些催债的天天跟着我实在没办法了，才出此下策，想讹点钱还债。我知道错了。叶飞眉头紧皱，眼中闪过一丝失望。李远，赌博本就是错，你还借高利贷，这不是把自己往绝路上逼吗？而且你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更是错上加错。李远低下头，双手抱头，懊悔不已。我知道，我真的知道错了，可现在我该怎么办？那些高利贷的人放话，要是再不还钱，就要对我家人动手了。叶飞看着李远这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最终还是心生不忍。我可以帮你还了这笔债，但你必须答应我，从此以后彻底戒掉赌博，重新做人。李远猛地抬起头，眼中满是惊喜与感激。叶飞，你真的愿意帮我？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碰赌博了，要是再犯，天打雷劈。这钱就算是我借的，我以后一定还。叶飞叹了口气，起身从一旁的保险柜拿出来一张支票递给李远，希望你说到做到。李远将手在衣服上蹭了好几下，这才小心翼翼地将支票接过去，随后小心翼翼地端起桌上茶杯道：谢谢，我以茶代酒，敬您。叶飞看着李远那小心翼翼的模样，心中突然泛起酸楚。昔日亲密无间的兄弟，没想到再次见面，他竟然用上了您字，仿佛两人之间隔了一层无形的厚障壁，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却无能为力。叶飞强忍着心中的情绪，挤出一丝笑容说道：李远，我们之间没必要这么客气，以前的我们可不是这样的。李远苦笑着看着叶飞，眼神中满是愧疚。我实在没脸像以前那样跟你相处，我。李远结结巴巴了半天，却始终都没有说出来一句完整的话。叶飞轻轻叹了口气，语重心长道：李远，我理解你现在心里不好受，但车到山前必有路，你何必非得用这种极端的办法？李远低头不语，手指不停地搓着衣角，过了好一会儿，才缓缓开口道：叶飞，我知道错了，我这些年赌博，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还差点连累你和你的店，我真不是人。说着，李远抬手就往自己脸上扇去。叶飞赶忙抓住他的手：别这样，现在知道错了就好，凡事还得往前看，先把这坎儿迈过去了再说其他。对了，你说你欠了高利贷，具体多少？我心里好有个底。李远咬了咬牙，声音低的叶飞都差点听不到了。300万，我本来想着讹一笔钱能还上一部分，没想到。说话间，李远还不忘记小心翼翼地用眼角余光瞥了叶飞一眼。叶飞将李远的小心翼翼尽收眼底，内心只剩下了无奈苦笑。你自己填吧。叶飞将桌上笔递到李远面前，在对上李远诧异眼神的时候，语气无奈道：我给你的是空支票，你自己填上300万，我给你盖章，不过我可说好了，你必须戒赌。李远眼中满是感动与自责，赶紧小鸡啄米地点了点头。叶飞，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这份恩情。叶飞笑着松开李远的手，拍了拍他的肩膀道：报答什么的就别提了，我们是兄弟，说这些就见外了。你现在最要紧的就是把高利贷还了，然后安安心心过日子。对了，你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以后有什么打算？李远微微低下头，略带羞愧地说：以前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运营，后来因为赌博，工作也丢了，现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叶飞盯着李远思索了好一会，才开口道：既然你现在没有工作，那你愿不愿意来我这里帮忙？李远在听到叶飞这番话的时候，眼神明显有点犹豫。叶飞看出来了李远的纠结，便直接问道：你是有什么顾虑吗？李远冲着叶飞挤出一抹尴尬的笑容：我不懂这些玩意，实在是。话在说到这里的时候，李远就没有继续往下说了，只是脸上的表情很是尴尬。望春楼里全是宝贝，有的人也会拿着古董来这里出售，他什么都不懂，万一赔钱了怎么办？叶飞看到李远的顾虑竟然是在这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一边笑一边拍着李远肩膀道：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我给你安排的地方绝对容易上手。什么？玉石坊？什么？玉石坊？李远眼睛猛地瞪大，呼吸都忍不住慢了半拍。你说的玉石坊是海城中心的那个吗？叶飞没好气地白了李远一眼。难不成海城还有其他敢自称为玉石坊的吗？海城之所以只有一个敢叫玉石坊的，其实还要归功于孙浩，毕竟这货比较霸道，觉得一枝独秀才最能赚钱。李远在得到叶飞确切的回答后，愣是低垂着脑袋，半天都没有说一个字。大家年纪相仿，不仅仅是同学，更是兄弟。曾经两人站在同一起跑线，如今自己却落魄至此，还要靠叶飞接济与帮扶。一时之间，李远心中五味杂陈。
叶飞看着李远低头不语，知道他心中定是思绪万千，便拍了拍李远的肩膀，语气故作轻松地说道：别想太多，人生总有起起落落，这不过是你一时低谷，只要振作起来，没什么过不去的坎儿。李远抬起头看向叶飞，眼神里面划过一抹感激和羞愧。我明白，你给我的这次机会，我一定好好珍惜。只是我怕自己一时半会儿适应不了玉石坊的工作。叶飞笑道：这有什么难的？玉石坊虽然听起来专业性强，其实说白了就是赌石，有客人选中石头，你负责记录好就行了。而且我会让几个有经验的老员工带你，有他们帮衬，上手很快的。在看到孙浩总算是点了点头之后，叶飞这才亲自给李远倒了杯茶，先喝口茶润润嗓子，回去处理下事情。我会给玉石坊的人打好招呼，明天你直接过去就行了。好好，我这就回去处理。叶飞看着李远诚惶诚恐离开的背影，默默端起茶杯抿了一口。他之所以想让李远去玉石坊，本质上还是不放心。玉石坊在孙浩手里经营了那么多年，如今虽到了自己手里，可里面全部都是孙浩的人，能继续运营，可这里面到底有多少水分，叶飞却是一点都不知道。甚至有可能最后玉石坊盈利的钱全部到了孙浩口袋，他则是给做嫁衣的那个。所以为了完全掌控玉石坊，最主要的就是往里面安插自己的眼线，随后将里面全部都换成自己人。而现在李远就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叶飞将空茶杯放到桌上，缓缓起身。望春楼的事情已经解决，接下来就是楚家那档子破事了。也不知道楚映雪到底是哪里来的自信，觉得他能和那些老家伙对掏。不过想要杀鸡，就必须得先把鸡养肥。那些老家伙不听自己的，难道还不听楚老爷子的吗？反正都是演戏，他倒是不介意多拉一些人下水。叶飞想到这里，懒洋洋地伸了个懒腰，看来这潭水还得继续搅得浑浊一点啊。叶飞来到楚家，直奔老爷子房间，结果进去的时候就看到楚娇正在和楚老爷子说些什么。看到叶飞的突然出现，楚老爷子和楚娇也是一脸诧异。你怎么来了？是姑姑那边又出什么问题了吗？叶飞没有隐瞒，直接将楚映雪的打算说了一遍。楚娇被气得瞬间握紧了拳头，他还真是想得美。楚老爷子则是盯着叶飞，似乎是在思索什么。过了半晌，楚老爷子突然开口道：我倒是觉得你可以顺着映雪的思路去走一遍。叶飞看着楚老爷子刚想开口，楚娇便在一旁有点不乐意了。爸，姑姑她……不过楚娇的话还没有说完，便被楚老爷子给直接打断。你只负责演好你的那场戏就行，其他的不要多管。楚娇闻言有点不太乐意，不过还是嘟着嘴巴没有说话。叶飞看了楚娇一眼，直截了当道：所以你的意思是趁着这一场戏直接将他的人全部揪出来？楚老爷子眼神赞许地看了叶飞一眼，随后点了点头。没错，董事会里肯定有映雪的人，刚好可以借着这次机会看看董事会里面到底有多少蛀虫。叶飞刚想开口，却突然发现这段时间好像一直都没有见到楚瑞，便好奇询问道：对了，楚瑞呢？楚娇瘪了瘪嘴，没好气道：哥说欲想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这段时间他装病，让姑姑以为自己即将大权在握，然后再去打他的出其不意。叶飞听闻楚瑞的打算，心中不禁对他多了几分赞赏。楚瑞看似是装病不问世事，实则却是在暗中布局，这份心机和谋略确实不容小觑。叶飞思考了一会，还是忍住不胡说道：我担心楚映雪已经那边有所察觉，毕竟他心思缜密，一旦发现我们在背后搞动作，恐怕会提前收手，那我们的计划就功亏一篑了。楚老爷子眼中闪过一丝狡黠，缓缓说道：所以这出戏要演得逼真些，你去跟映雪说，为了能让计划顺利进行，需要先在楚氏内部做一次全面的资产评估，这样既能让他觉得你在真心帮他，又能借此机会摸清董事会里那些人的底细。叶飞眼睛一亮，立刻明白了楚老爷子的用意，赶紧点头道：高见啊，如此一来，既能让楚映雪放松警惕，又能以评估之名查看各项账目，说不定还能揪出隐藏在暗处的内鬼。楚老爷子微笑着看向叶飞，眼神中满是信任道：叶飞啊，你这年轻人心思灵活，我相信你能把这件事办好。微微停顿了下，楚老爷子继续说道：我会让董事会里那些信得过的人，到时候在明面上支持你，如此一来，既能稳住楚映雪，又能让他放松警惕，以为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不过在此之前，你可能还是要费一番功夫。叶飞心里知道楚老爷子这番话是什么意思，于是点头嗯了一声。就算是要放水，那也不能上来就放，好歹也得演演戏吧，不然就是摆明了把楚映雪当傻子玩了。不过商场如战场，瞬息万变，即便有了那些人的支持，到时候恐怕也会遇到各种突发状况，还得靠随机应变。耳边突然传来楚老爷子的声音，叶飞流露出势在必得的笑容，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楚老爷子盯着叶飞看了许久，
表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语重心长道：“等事情结束后，我会将我楚氏1%的股份转让给你。”对于楚老爷子这一番突如其来的话，叶飞有点摸不着头脑。好端端的，突然提这个干什么？可不等叶飞开口，楚老爷子便继续道：“这是你应得的。”叶飞看着楚老爷子深邃的目光，最终还是点了点头。好，叶飞这孩子。就在这时，叶飞突然听到了楚老爷子的心声，可又是只听到半截，这就让叶飞有点抓狂了。自己他娘的咋了啊？不要老留给自己半拉子成不成？不得不说，楚映雪的速度就是快。叶飞和楚老爷子才商量完接下来应该怎么做，结果当天晚上就收到了第二天开董事会的消息。第二天，叶飞刚踏入董事会会议室，就感觉里面的气氛特别压抑，而楚映雪则是坐在主位上，一身黑色西装，尽显气场。看到人员都齐了，楚映雪轻轻咳嗽了几声。各位，今天为什么聚集在这里，相信大家心里都清楚。我斗胆一下，这段时间我为楚氏殚精竭虑，四处奔波，劳苦功高。如今公司面临诸多困境，我自认为是最有能力，也是最适合坐上这个位置，带领楚氏走出困境，迈向新高度的人选。会议室里顿时议论纷纷。楚映雪这些年确实为公司付出不少，她的能力大家也是有目共睹，我觉得她能担此重任。话虽如此，但仅凭这些就决定让她上位，是不是太草率了？公司的未来可不是小事，需要慎重考虑。叶飞静静地坐在位置上，眼神看似平静，实则在暗中观察着每一个人的表情和反应。他知道这是楚映雪试图进一步巩固自己在董事会地位的手段，而自己不过是他计划中的一枚棋子。楚映雪讲完后，偷偷给叶飞使了个眼色，示意他表态支持自己。叶飞刚准备开口，一位身材微胖、面色严肃的董事突然站起身来，目光直逼叶飞，大声说道：“叶飞，你毕竟不是楚家人，看在老爷子的份上，能允许你进来都不错了，哪里还有你说话的份？”这时，楚老爷子安排支持叶飞的几位董事互相对视了一眼，却始终都没有一个人开口替叶飞说话，反而私底下交头接耳。楚老爷子都说了，让我们支持叶飞，现在要出声吗？再等等，若是连这点小风暴都接不住，我们支持也是白搭。说的在理，那我们就再等等。叶飞耳力惊人，早就将这些窃窃私语听在耳里，顺带也记住了哪些才是真正的自己人。其实对于这一切，叶飞心中早有预料。只见叶飞脸上依旧保持着沉稳的笑容，缓缓起身，不卑不亢地反驳道：“这位先生，我理解你对楚氏家族传承的重视，但商场如战场，难道你们还要仅仅局限于家族血脉，而忽视真正能带领楚氏更上一层楼的人吗？我虽不是楚家人，但我对楚氏的发展尽心尽力，这段时间我所做的努力，大家也都看在眼里。我相信，能力和对楚氏的贡献，才是决定能否为楚氏掌舵的关键因素，而非血脉。”那位胖董事冷哼一声道：“说得轻巧，你不过是打着为楚氏好的旗号，实则谋取自己的利益，谁知道你背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叶飞闻言，脸上的笑容瞬间收敛，取而代之的是一抹冰冷的嘲讽。他缓缓抬起眼，目光如利剑般直刺胖董事，冷笑一声道：“我不过是就事论事，这位董事却如此激动，反应这般剧烈。”话在说到这里的时候，叶飞故意顿了顿，环视一圈会议室里众人的表情，语气陡然加重道：“该不会别有用心，想借着家族血脉搞独裁的人，其实是你吧？”胖董事脸色瞬间涨得通红，猛地一拍桌子站起来：“你胡说八道什么？我对楚氏忠心耿耿，轮得到你一个外人质疑？忠心？”叶飞嗤笑一声，向前走了2步，逼近胖董事。楚映雪可是楚老爷子一脉相承的血脉至亲，他为楚氏奔波付出，难道不比你更有资格谈忠心？叶飞目光如炬，紧紧盯着胖董事，继续发难。胖董事背对得满脸通红，嘴唇哆哆嗦嗦，却愣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叶飞见状，眼神凌厉地扫过众人，直言道：“既然现在大家各执一词，争论不下，楚氏又不能一直群龙无首，不如这样，先让楚映雪暂代这个位置，带领大家处理公司事务。”微微停顿了下，叶飞故意装作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道：“对了，老爷子也是这么想的，各位若是还有意见，不妨亲自去问问老爷子。在场的董事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竟无一人敢再出声反驳。”这场关于楚氏掌权人的争论，竟被叶飞以如此强硬的姿态一锤定音。会议结束，众人陆续离开会议室。当走到无人的走廊时，楚映雪猛地拉住叶飞，厉声质问道：“叶飞，你刚才在会议室里为什么只说让我暂代？为什么不支持我直接坐上那个位置？”叶飞缓缓转过身，眼神冰冷地看着楚映雪，语气带着一丝嘲讽道：“暂代，暂代都不错了，怎么，你还真以为自己能坐上那个位置吧？董事会里那些老狐狸，哪个是真心服你的？没有绝对的实力和筹码，
就算给你位置，你也坐不稳。楚映雪被说的一怔，脸色瞬间变得异常难看。然而还没等楚映雪开口反驳，叶飞却突然上前一步，眼神锐利盯着楚映雪质问道：我问你，我妈什么时候放了？楚映雪眼神闪烁了一下，随即强作镇定地说道：急什么？等我真正成为楚氏掌权人的时候，自然会放了她。等你真正掌权。叶飞闻言，眼中寒光一闪，突然伸出手，一把狠狠掐住了楚映雪的脖子，将她猛地按在墙上。别跟我玩这套，我没那么多耐心陪你耗。叶飞的力道极大，楚映雪被掐得喘不过气，脸色瞬间涨红，眼中充满了惊恐。叶飞手上的劲道丝毫不减，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楚映雪，一字一顿地说道：你最好搞清楚，从你用我妈威胁我的那一刻起，你就已经把我逼到了绝路。别以为我不敢跟你鱼死网破，你以为掌控楚氏大权就能高枕无忧？信不信我有100种方法，让你在这权力的宝座上坐得如针毡，生不如死。楚映雪双手拼命地掰着叶飞的手，双脚乱蹬，却怎么也挣脱不开。她的眼神中除了惊恐，还多了一丝绝望，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声音，似乎想要说些什么，却怎么也发不出声。叶飞微微松了松手指，却依旧没有完全放开，冷冷地说道：说话。楚映雪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道：叶飞，你别冲动，我真的是打算掌权后就放了你妈，我发誓。叶飞冷笑一声道：发誓？你的誓言在我这里一文不值，你这种不择手段的人根本就没有信誉可言。说话间，叶飞再次收紧手指，楚映雪又开始剧烈挣扎起来。我再给你一次机会，现在就放了我妈，我可以考虑继续配合你，不然我现在就把你的丑恶嘴脸公之于众。要是让董事会那些人知道你为了权力竟然做出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到时候你觉得你还有机会掌权吗？其实楚映雪现在心里也特别纠结，一旦叶飞将此事宣扬出去，他这么久以来的谋划就全都毁了。可若是放人，他以后还怎么让叶飞替自己做事？楚映雪纠结了许久，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你先放开我这就联系他们放人。叶飞眼神中满是不屑，却还是缓缓松开了手，居高临下的看着瘫在地上的楚映雪，语气冰冷道：别耍什么花样，我要是发现我妈有一点损伤，或者你敢食言，我保证楚氏将会是你的噩梦开始的地方。楚映雪抬头看了叶飞一眼，掏出手机发了条消息，随后才冲叶飞说道：我已经让放人了，现在你满意了吗？最好是这样，我警告你，从现在开始你给我老实点，别以为你那些小把戏能瞒得过我，我既然能配合你走到这一步，也能在关键时刻把你拉下马。楚映雪虽然不甘心，却也没有办法，毕竟现在她还需要叶飞的帮助。从地上站起身，楚映雪突然看着叶飞轻笑出声：人我已经放了，也希望你不要食言。叶飞看着楚映雪没有说话，楚映雪也不想自讨没趣，瞪了叶飞一眼后便转身离开。叶飞心里清楚，楚映雪最后那句话是在提醒他不要忘了继续帮他，可与虎谋皮，哪一个有过好下场？叶飞站在原地，静静盯着楚映雪离开的背影。他必须死，敢绑架自己老妈一次，就会有无数次。叶飞不想给自己留下这么一个隐患。收回思绪，叶飞刚准备掏出手机给楚瑞和楚老爷子汇报下董事会的事，却发现有10几个李远的未接来电。在去董事会之前，叶飞特意将手机静音，结果这么一会，李远就打了这么多电话，难不成是出什么事了？叶飞想到这里，赶紧给李远回了个电话。下一秒，电话另一边就传来李远鬼哭狼嚎的声音：兄弟，救命啊！我在你介绍的地方被打了，他们来了，他们又过来了。还没等叶飞问清楚情况，电话那头便传来一阵嘈杂的打斗声，伴随着李远的惨叫，电话突然挂断。叶飞脸色瞬间阴沉下来，心中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李远向来机灵，若非遇到极其棘手的情况，绝不会这般惊慌失措。可他介绍李远去的是自己名下御十方，怎么还？叶飞来不及多想，立刻朝御十方赶去。等叶飞赶到那处地方时，只看到现场一片狼藉，桌椅翻倒在地，玻璃碎片散落一地，几个壮汉正围着李远拳打脚踢。李远拳缩在地上，用手护住头部，身上已满是伤痕，嘴角还挂着一丝血迹。叶飞眼中闪过一丝愤怒，大声喊道：住手！几个壮汉听到声音，停下手中的动作，转头看向叶飞。其中一个满脸横肉，脖子上挂着大金链子的男人冷笑一声，满眼鄙夷道：你又是哪根葱？少在这里多管闲事！叶飞没有理会他，径直走向李远。那几个壮汉见状，竟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对方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势竟然让他们莫名感到一阵寒意。怎么样，能站起来吗？李远虚弱地睁开眼睛，看到叶飞刚想开口，却突然剧烈咳嗽起来。此时大金链子男人回过神来，
见叶飞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觉得面子上挂不住，顿时恼羞成怒的吼道：“小子，我跟你说话呢，你聋了还是怎么着？敢在老子面前充老大，今天就让你知道多管闲事的下场。”叶飞缓缓站起身，眼神如扫过这几个壮汉，语气冰冷道：“你们最好想清楚，招惹我可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大金链子男人上下打量着叶飞，突然爆发出一阵狂笑，肥硕的肚子笑得直颤。小子，装模作样给谁看呢？还敢威胁老子？我看你是没睡醒吧？大金链子男人抹了把笑出来的眼泪，故意挺了挺胸膛。金链子在灯光下晃的刺眼，老子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就凭你也想吓唬我？说话间，对方斜眼看着叶飞，脸上满是不屑道：“听好了，老子不打无名之辈，要打也得让你死个明白。你先报上名号，让老子看看你到底是哪根葱。”叶飞眼神冷冽如冰，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弧度，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带着一股无形的威压：“叶飞，叶飞。”大金链子男人先是一愣，随即皱起眉头，似乎在脑海里搜索这个名字。几秒钟后，他猛地瞪大了眼睛，脸上的肥肉都吓得抖了起来。老板！大金链子男人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眼睛瞪得滚圆，原本嚣张跋扈的气焰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周围几个壮汉面面相觑，不明白大金链子男人为何突然变得如此惊恐。其中一个壮汉朝大金链子男人使了个眼色，小声问道：“金哥，咋回事啊？这小子到底是谁？”金哥狠狠地瞪了对方一眼，低声骂道：“你个蠢货！他就是这玉石坊的新老板。”叶飞将李远扶到一边坐下，随后直接缓步走到金哥面前：“你是孙浩的人？”虽是询问，可叶飞语气里却满是笃定。金哥在听到叶飞这句话的时候，压身明显透露着心虚，不过还是梗着脖子反驳道：“老板，我们都是这里员工，玉石坊都是您的，我们当然也都是您的人啊。”叶飞看到金哥虽然在说这番话的时候语气特别恭敬，可眼神里面却满是不屑，知道这货是看不起自己，却也没有发作，只是上下打量了金哥几眼，继续说道：“真是说的比唱的还要好听，不过我倒是想问你，为什么出手打人？”金哥看叶飞没有计较刚才的事，底气瞬间就起来了，先是看了李远一眼，随后理直气壮道：“这个人过来就出言不逊，说是我们老板让他过来上班，但我们都没有收到这个消息，所以直接动手。”叶飞不等金哥把话说完，便直接打断了金哥的话。看到金哥还想点头，叶飞直接一脚就踹到了金哥肚子上，硬是将他踹飞出去了好几米远。就算他说的是假话，可来者都是客，你身为员工便可以随意殴打顾客，那我身为这里老板，是不是杀了你也没人管？金哥被踹得蜷缩在地上，双手捂着肚子，嘴里发出痛苦的呻吟。他怎么也没想到叶飞说动手就动手，而且下手如此狠辣。周围几个壮汉见状，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几步。叶飞冷冷地看着地上的金哥，一步一步缓缓走近，每一步都仿佛踏在金哥的心上。来到金哥面前的时候，叶飞一脚踩到了金哥背上。我看你是在这玉石坊待得太舒服了，连最基本的规矩都忘了，顾客至上这4个字，你是一个字都没往心里去。金哥艰难地抬起头，脸上满是痛苦和不甘，却又不敢再反驳。刚才不是很嚣张吗？不是不把我放在眼里吗？怎么现在这副孬种样？叶飞低头看向金哥，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笑意。你不是说我兄弟出言不逊吗？那我现在问你，你哪只眼睛看到他出言不逊了？哪只耳朵听到了？说啊！金哥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孙浩只说让他在玉石坊没事搞点动静，怎么他娘的绝口不提新老板是个狠角色？马德，这次要被坑惨了。叶飞冷哼一声，脚尖重重碾着金哥的背。说不出来了。我知道你是听从孙浩命令办事，但今天我就让你知道，在这玉石坊到底谁说了算。说话间，叶飞蹲下身子，一把揪住金哥的衣领，直接将他提了起来。一旁几个壮汉看到叶飞举动，有几个甚至吓得尿了出来。金哥膀大腰圆，200多斤人站在那里，就算是用力撞都不一定能撞飞。可这位新老板不仅将金哥一脚踹飞，还单手将他提了起来，这他娘的绝对不是人。叶飞单手揪着金哥的衣领，像拎小鸡仔似的将他200多斤的身子提离地面，径直走到李远面前。看着他，叶飞声音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压。缓缓松开手，金哥扑通一声摔在李远脚边，额头磕在碎裂的瓷砖上，蹦出一串血花。叶飞居高临下的看着蜷缩成一团的金哥，对李远扬了扬下巴。他刚才怎么揍你的，你就怎么打回来。李远愣住了，虽说李远身上青肿交错，嘴角还挂着血渍，但此刻看着眼前瑟瑟发抖的金哥，眼神里虽有恨意，却也透着犹豫。叶飞瞥了李远一眼，
直接吐出一个字：打。这声打像重锤敲在李远心上，也敲碎了金哥最后一丝侥幸。金哥连滚带爬想往后缩，嘴里胡乱求饶道：老板，我错了，饶了我吧。错了。叶飞冷笑，上前一步，皮鞋精准地踩在金哥手腕上。只听咔嚓一声脆响，伴随着金哥撕心裂肺的惨叫，他的手腕以诡异的角度扭曲起来。现在知道错了。叶飞脚下加力，碾得碎玻璃碴深深扎进金哥手背。我兄弟被你按在地上打的时候，你怎么没想过错了？李远看着金哥痛苦扭曲的脸，又摸了摸自己肋骨处的剧痛，眼神逐渐变得狠厉，咬着牙从地上撑起身，捡起一根断裂的实木椅腿，手臂因愤怒和疼痛微微颤抖。对，就这样。叶飞退后半步，双手环抱在胸前，语气带着一丝鼓励道：别给我丢人。金哥见状吓得魂飞魄散，拼命用没被踩住的手去挡。哥，我给你磕头，给你赔钱，10万，不，20万，迟了。李远低吼一声，用尽全身力气将椅腿砸下，伴随着砰的一声闷响，椅腿狠狠砸在金哥大腿上，骨头碎裂的声音清晰可闻。金哥眼睛一翻，差点晕过去，冷汗瞬间浸透了后背。继续。叶飞的声音像冰锥一样刺入金哥耳膜。李远喘着粗气，又举起椅腿，朝着金哥另一条腿砸去。店里回荡着金哥凄厉的惨叫和骨头断裂的声响，几个壮汉吓得瘫在地上，连滚都不敢滚。李远双眼通红，一下又一下地挥舞着椅腿。金哥的惨叫声在浴室方内回荡，叶飞则静静地站在一旁，眼神冰冷地看着这一切。终于，李远停下了手中的动作，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手中的椅腿已经沾满了鲜血，滴滴答答地落在地上。金哥躺在血泊之中，双腿扭曲变形，双手也骨折得不成样子，整个人奄奄一息，只剩微弱的身影。叶飞缓缓蹲下身子，看着半死不活的金哥，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笑意。怎么，这就不行了？说话间，叶飞伸手捏住金哥的下巴，迫使他抬起头与自己对视。金哥看到叶飞还不肯放过自己，赶紧嘴里含糊不清的求饶道：老板，我真的知道错了，求您饶了我。叶飞看着金哥涕泪横流的丑态，突然轻笑出声，指尖骤然发力，捏碎了对方2颗后槽牙，随后满脸嫌弃的将手在金哥衣服上蹭了蹭。金哥疼得眼球暴突，血水混着碎牙沫从嘴角涌出，却连惨叫都发不出来，只能像濒死的青蛙般呵呵作响。我希望以后你们可以认清楚自己的身份，若是再做出那种不知道自己主人是谁的事。话在说到这里的时候，叶飞就没有继续往下说了，只是眼神里面威胁的意味特别明显。金哥和另外几个忙不迭地点了点头。叶飞满意的看着这几个人的举动，随后走向李远。走吧，我先带你去医院。叶飞在车上的时候察觉到李远的异样，微微侧头问道：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说？李远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开口说道：叶飞，我就是觉得是不是做的有点太狠了？虽然他们刚才对我动手，我也很气，但这样把人打成重伤。叶飞轻笑一声，目光坚定地注视着前方，缓缓开口道：有些人就喜欢蹬鼻子上脸，你对他们仁慈，他们只会觉得你好欺负，若是不震慑住他们，今后可是会出大问题的。微微停顿了下，叶飞继续道：更何况我不能时刻待在那里，我需要一个自己人帮我留在御史方看着生意。若是这次不能帮你立威，你觉得谁会服从你的管理？李远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他知道叶飞说的有道理，只是一直以来叶飞的性格都较为温和，这个样子的叶飞他还是第一次见。虽说叶飞有魄力是好事，可心里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来进行缓冲。叶飞知道李远在想什么，却没有继续解释。过了好一会，车子才在医院门口稳稳停下。叶飞赶紧打开车门，小心扶李远下车。两人走进医院，急诊室里人来人往，充斥着消毒水的味道。叶飞带着李远挂了号，很快便轮到李远检查。医生是个戴着眼镜、面容和蔼的中年人，他一边仔细地查看李远身上的伤口，一边询问受伤的经过。李远有一搭没一搭地回答着，眼睛却时不时看向站在一旁的叶飞。检查完毕，医生一边在病历上记录，一边说道：还好，都是些皮外伤，有几处软组织挫伤，不过问题不大，回去好好休息，按时涂抹药膏，吃点消炎药，过段时间就会好的。叶飞闻言，紧绷的神经微微放松。是他让李远去御石方，若是李远出了什么事，他实在是没法给李远家人交代。更何况这次相逢李远虽然，可目前为止他需要迫切地在御石方安插自己心腹，从而掌控御石方所有权力。毕竟望春楼是处氏旗下，自己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管理者，但御石方就不一样了，那实实在在是他的产业。从医院出来，叶飞在李远离开前还不忘记叮嘱道：这段时间你在家好好养伤，放心，给你算工伤，
休养期间也算工资。目送李远上车离开，叶飞突然觉得自己好像缺个代步工具，每次遇事都是打车，好像有点不太方便。正好前面不远处有家奔驰店，叶飞便决定进去看看。反正除了料理望春楼老爷子给的固定工资外，他手里也有几百万的闲钱，买辆奔驰轻轻松松。只是刚进门，叶飞就看到苏西月正挽着一个老男人的胳膊，笑得正欢。感觉到晦气，叶飞打算去其他地方看看，结果苏西月却注意到了这边动静，直接语气讽刺地喊了声：哟，这不是我那废物前男友吗？叶飞听到苏西月的声音，脚步顿住，缓缓转过身，神色平静，眼神中却透着一丝不屑，看向苏西月和他身旁的老男人，就看到对方大腹便便，头发稀疏，油光满面，穿着一身看似昂贵却搭配的俗不可耐的西装，此刻正用一种审视的目光打量着自己。苏西月看叶飞打量着自己两人，挑衅地扬起下巴，继续嘲讽道：怎么，看到我和张总在一起，连车都不敢看了？也是，就你那点本事，估计这辈子都买不起这里的车。叶飞嘴角微微勾起，露出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苏西月，看来离开我之后，你的眼光变得越发独特了。说话间，叶飞眼神有意无意地扫过苏西月口中所谓的张总。张总听到叶飞这番话，眼神脸色顿时阴沉下来，不悦地看着叶飞，质问道：你小子什么意思？叶飞没有理会张总，而是看着苏西月，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气场道：还有，苏西月，麻烦你嘴巴放干净点，我买不买车跟你没关系，倒是你为了钱连基本的尊严都不要了，还真是让人刮目相看。苏西月被叶飞的话气得脸色涨红，怒骂道：你个废物，有什么资格说我？张总随便一根手指头都比你有钱，再看看你，浑身上下哪一点能比得上张总？张总得意地笑了笑，搂着苏西月的腰，挑衅地看着叶飞，大手甚至还顺着苏西月的衣领往里钻。小子，做人嘛，最重要的还是得识趣。叶飞冷笑一声，眼神鄙夷地再次上下扫射张总几眼，随后不紧不慢道：你就是张总？看你这副暴发户的样子，也就能骗骗苏西月这种没见识的人。这种被叶飞的话激怒，上前一步，指着叶飞的鼻子骂道：你这不知死活的东西，知道我是谁吗？信不信我让你在这里混不下去？叶飞毫不畏惧，上前一步，直接拍开老男人的手，声音冰冷地对了回去：我管你是谁，在我面前耀武扬威，你还不够格？周围的人听到动静，纷纷围了过来。奔驰店的销售人员也面露尴尬，却又不敢上前阻拦，毕竟他们一个月工资也就那么点钱，没必要把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苏西月依靠在这种怀里，胸口紧紧贴着张总，一边用手轻轻给对方顺气，一边用眼角余光瞥向叶飞：叶飞，这就是你不对了，这样吧，只要你给张总道个歉，我可以帮你在张总面前说说好话。叶飞双手抱胸，看着苏西月的眼神就更加鄙夷了。道歉？你们也配？不过你们要是给我跪下磕几个响头的话，我倒是可以考虑不跟你们计较。张总被叶飞的话给气得浑身发抖，怒吼道：你简直狂妄至极！你知道我在这城里有多大的势力吗？叶飞轻蔑地一笑道：势力？你要是有本事就尽管使出来，别只会在这里狗吠。正在僵持之际，奔驰店的经理匆匆赶来。经理在看到张总的一瞬间，脸色顿时变得恭敬起来，连忙询问道：张总，您这是怎么了？老男人指着叶飞，愤怒道：这小子太嚣张了，必须让他给我道歉。不对，让他给我跪下道歉。经理看了眼叶飞，刚想开口，叶飞却率先开口道：经理，你来的正好，今天我是来买车的，只要你们能把这两人赶走，我立刻全款买一辆你们店里最贵的车。经理听到叶飞要买自己这里最贵的车，眼睛顿时亮了起来。虽然张总是店里的常客，但叶飞这一单可是全款买最贵的车，提成可不是小数目。张总看经理竟然开始犹豫，气得直接怒吼道：我也买，我他妈地买2辆。一辆和2辆相比，肯定是2辆好，再加上张总身份摆在那里。而另一个，经理想到这里，立刻对张总说道：张总您稍等，这件事我来解决。胡声音落下，经理便表情严肃地朝叶飞走了过去。我说你！叶飞不等经理把话说完，直接将之前楚瑞给自己的金卡啪的一声甩到经理脸上，金卡擦着经理的脸颊滑落，掉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经理脸上瞬间怒气高涨，他虽然只是一个小经理，却也没受过这种委屈。刚想发火，却突然看到地上的金卡。经理先是一愣，随即反应过来，脸上立刻堆满了谄媚的笑容，忙不迭地弯腰捡起金卡，双手恭敬地递给叶飞，眼神中满是敬畏与讨好。哎，这位先生实在是多有得罪，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您这样的贵客光临，那是我们店莫大的荣幸。
说话间，经理赶紧转身对旁边的销售人员大声喊道：“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给这位先生清场，还有，把模型全部拿出来供这位先生挑选。”张总看着经理态度180度的大转变，气得脸都紫了，暴跳如雷的大骂道：“你个狗眼看人低的东西，老子！”可经理却看都不看张总一眼，只顾着对叶飞点头哈腰：“先生，您别跟这等人一般见识，我这就把他们赶出去，保证不让他们打扰您看车。”叶飞神色从容地接过金卡，随意揣进兜里。动作快点，别让我等太久，耽误了我买车的心情。经理连忙点头应道：“是，先生稍等。”说话间，经理一挥手，几个保安立刻从旁边跑了过来。经理指着张总和苏希月怒喝道：“把这2个人给我赶出去，以后不许他们再踏进店里一步。”张总气得浑身发抖，用手指着经理和叶飞，语无伦次地骂道：“你们给我等着，赶我走！你们！”相比较于张总的愤怒，苏希月心情也好不到哪里去。苏希月眼神震惊地盯着叶飞，满脸的难以置信。叶飞不是个穷逼吗？当初和他在一起的时候，甚至请自己吃个399的牛排都得省吃俭用半个月，怎么会？苏希月心里这么想着，便直接喊了出来：“叶飞，你当初对我那么抠搜，原来都是装的。我知道你爱我，只要你以后依旧对我好，把钱全部交给我保管，我倒也不是不能跟你复合。”叶飞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没忍住直接笑出声，眼神里的嘲讽几乎要溢出来。复合？苏希月，你被人搂着腰的时候怎么没想过复合？背着我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没想过复合？现在看我有钱了就想回来，你当我这是垃圾回收站吗？叶飞往前一步，居高临下的看着苏希月，语气冰冷的继续说道：“当初请你吃399的牛排，是觉得你只配得上这个价，现在吗？”叶飞话在说到这里的时候，故意顿了顿，瞥了眼苏希月身上俗气的名牌包，你连给我提鞋都不配。张总本来就被叶飞搞得一肚子火气，现在听着苏希月当着自己的面对叶飞说出这种话，顿时气得七窍生烟，猛地抬手，啪的一声便重重地给了苏希月一巴掌。苏希月的脸瞬间红肿起来。张总还是不解气，直接冲着苏希月破口大骂道：“你个不要脸的婊子，竟敢当着老子的面勾引别的男人，你当老子是什么？”骂完，张总又狠狠瞪了叶飞一眼，愤恨地转身离开，嘴里还嘟囔道：“你们都给老子等着，老子不会就这么算了。”清脆的耳光声在店里回荡，苏希月被打得一个趔趄，脸颊瞬间红肿起来。她捂着脸，下意识眼泪汪汪地看向叶飞，想从叶飞眼里找到一丝心疼，希望叶飞还能像以前一样心疼自己，过来安慰她。然而叶飞只是冷冷地看着她，眼神里满是嘲讽，就像在看一场滑稽的闹剧。苏希月见状，心中涌起一股不甘。叶飞，苏希月带着哭腔踉跄着想去拉叶飞衣角：“你看他打我，你以前最见不得我受委屈的。”看叶飞不理会自己，苏希月咬了咬牙，竟扭动着身躯抱住叶飞手臂，娇声说道：“叶飞，你别这么绝情嘛，我知道错了，以前是我不好，我不该离开你，你看我现在知道错了，你就原谅我吧。”说话间，苏希月还故意将胸口往叶飞身上蹭。叶飞满脸厌恶，一把将苏希月推开。苏希月一个踉跄，差点摔倒在地。叶飞瞥了一眼狼狈不堪的苏希月，冷笑道：“苏希月，你还要不要脸？我现在看到你就觉得恶心，你以为用这种下贱的手段就能挽回什么？你错得离谱。”苏希月见势若没用，眼神突然变得妖媚起来，故意挺了挺胸，用发嗲的声音继续说道：“叶飞，我知道你还喜欢我，你看我是不是比以前更漂亮了？只要你肯原谅我……”苏希月一边说，一边伸手想去勾叶飞的脖子，可叶飞猛地抓住苏希月的手腕，力道大的让她疼得尖叫出声。在苏希月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叶飞直接眼神冰冷地甩开苏希月的胳膊，像是碰了什么脏东西似的，还在衣服上擦了好几下。收起你那套恶心的把戏，真是令人作呕。苏希月稳住身形，脸上露出一丝怨毒的神色，但转瞬又换上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哭哭啼啼地看着叶飞继续道：“叶飞，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以后会改的，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吗？”叶飞不再理会苏希月，反而转头对经理说道：“不是说要清场吗？怎么还留着一只在这里乱叫？万一咬人了怎么办？”经理擦了擦额头汗水，连忙点头哈腰道：“您稍等，马上就好。”苏希月见叶飞对自己不理不睬，心中又气又急，他还想再说些什么，可保安已经抓着苏希月的胳膊往出拉。苏希月一边挣扎，一边还在大声喊道：“叶飞，你不能这么对我，我虽然做了对不起你的事，但我是爱你的。”叶飞转身坐在椅子上，静静看着苏希月被拽走，内心只觉得一阵好笑，自己当初到底有多瞎眼，竟然会看上这种女人。“先生，
这是我们店里的所有车型模型，这几款性能比较好。经理此刻已经将车模摆在了叶飞面前，开始一个介绍。叶飞端着茶杯，表面上不动声色，似乎是在听着经理的讲解，实际上做就已经神游太空了。自己手里加起来才几百万，刚才说要顶配的也只不过是放狠话，现在如果真要拿下，恐怕还是有点困难。眼看经理还在满脸热情的介绍，叶飞随后指了一辆询问道：“这款什么价位？”经理顺着叶飞手指的方向看了一眼，眼神里面的笑意就更加明显了，甚至连腰也往下弯了弯。“先生，您可真是好眼光，这款车无论是性能还是……说价格。”“是，这款车售价800万。”叶飞听着经理的报价，表情有着一瞬间的凝固。他想过贵，但是没想过竟然这么贵。手里资金和楚老爷子给发的管理望春楼薪水全部加起来，也才300多万。经理看叶飞没说话，便语气恭敬地继续道：“先生，要不我先带你去看看这辆车。”叶飞不好拒绝，只能点了点头。当坐到车里的时候，叶飞才明白贵果然有贵的道理。这款车身线条流畅，您看这里全部是改装过的，还有这……叶飞每听经理讲解一个部分，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奢侈，真的是太奢侈了。先生，您要是觉得满意，我这就让人去帮您把车清洗一下，办理手续，您直接就可以开走了。叶飞摸了摸鼻子，刚想开口，耳边却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你也看中这款车了？眼光不错嘛。”叶飞回头就看到王岩正踩着高跟鞋往这边走，一袭红色鱼尾长裙像是一朵随风摇摆的玫瑰花，散发着致命诱惑。王岩来到叶飞面前的时候，眼神扫视了一眼车身，随后挑眉道：“我还在好奇到底是谁有这么大面子情场，原来是你。”微微停顿了下，王岩继续道：“喜欢这辆？”叶飞刚想开口，王岩便看向一旁经理：“去把车洗洗，直接给这位先生办理手续吧。”叶飞听到王岩的话，赶紧说道：“你也喜欢这辆吗？既然这样，我就……”叶飞刚想说自己不夺人所好，结果下一秒就看到王岩冲自己笑了笑，语气轻飘飘道：“一辆车而已，就当是我送你的玩具了。”叶飞一脸错愕地看着王岩，连忙摆手道：“这可不行，这么贵重的礼物我真的不能收，你知道的，无功不受禄啊。”王岩却不以为然，轻笑着凑近叶飞道：“你就别跟我客气了，我送你车，一是看你确实喜欢，二呢，朋友之间送个礼物很正常，再说了，这对我来说真不算什么。”叶飞还是坚定地摇头，正要再次拒绝，王岩却突然板起脸，佯装生气道：“叶飞，你要是再拒绝，可就太见外了。你是不是觉得我王岩送的东西你看不上？”叶飞见状有些无奈，一时之间竟不知如何是好。王岩见叶飞犹豫，赶紧趁热打铁的继续说道：“就这么说定了，你要是心里过意不去，以后多帮我去教导小泉就行。”叶飞看着王岩执着的眼神，叹了口气，认真道：“我是真的喜欢小泉，不图什么回报。”叶飞，王岩突然打断叶飞，目光沉沉的落在他脸上，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郑重：“对我来说，小泉比任何东西都重要。”话在说到这里的时候，王岩微微停顿了一下，随后才继续道：“你让他变得开朗，愿意打开心扉，这对我而言是无价的，收下吧，就当是我这个当妈的对孩子恩人的一点心意。”王岩都已经把话说到了这个地步，叶飞只能罢到了嘴边的拒绝又咽了回去。他知道王岩心意已决，再推辞反而显得矫情。最终叶飞只能无奈的点了点头道：“那好吧，但下不为例，不然我可真不好意思再去见小泉了。”“行，下不为例。”王岩话音刚落，他的手机铃声骤然响起，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来电显示，微微皱眉，对叶飞说道：“实在不好意思，公司还有点急事需要我去处理，我得先走一步了。”叶飞理解的点了点头：“你快去吧，公司的事要紧。”经理这个时候已经把车洗好了，看着递在自己面前的车钥匙，叶飞伸手接过，看着王岩离去的方向，微微叹了口气，随即便坐进新车，发动引擎，朝着家的方向驶去。一路上叶飞的思绪有些纷乱，虽然楚映雪看在小泉面子上送了自己一辆车，可他不能心安理得接受，以后得找个机会把这钱还回去。只是800万，也不知道自己多久才能还上。当叶飞的车缓缓驶进家门的时候，却看到家门口停着一辆警车，闪烁的警灯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刺眼。叶飞心中一惊，诧异之情涌上心头，一种不祥的预感在心底蔓延开来，急忙将车停在一旁，匆匆下车，快步朝着家门口走去。刚走到门口的时候，叶飞就听到里面传来老妈和一个女生说话的声音：“老妈回来了。”另一个是谁？难不成是楚映雪不死心，专门派人看着自己老妈？叶飞想到这里，赶紧深吸一口气，推门进去。
结果就看到一个女警正坐在沙发上和老妈相谈甚欢。女警在看到叶飞的时候，猛地站起身，一脸惊讶地喊道：“是你！”叶飞定睛一看，也愣住了。这女警竟然是之前在警局有过一面之缘的陆佳佳。老妈看着两人惊讶的表情，好奇询问道：“你们认识？”陆佳佳刚准备开口，叶飞便抢先一步说道：“之前在警局有过一面之缘。”陆佳佳冷笑一声，径直走到叶飞面前，眼神审视地盯着叶飞看了一会，直接质问道：“你和这位阿姨是什么关系？”叶飞硬着头皮回答：“我是她儿子。”儿子？陆佳佳的声音陡然拔高，指着叶母的手都有些发颤：“你竟然把自己亲妈一个人扔在高速路上，车来车往的，万一出点事怎么办？有你这么当儿子的吗？”叶飞猛地看向自己老妈，没想到楚映雪信誓旦旦说放人，竟背地里耍这种阴招。叶飞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愤怒，敢伤害自己老妈，看来楚映雪真是活得不耐烦了。不过当着陆佳佳的面，叶飞什么都没说，只是默默听着陆佳佳一顿劈头盖脸的指责。叶母在一旁看了看陆佳佳，又看了看叶飞，忍不住伸手拉了拉陆佳佳：“姑娘，这件事和我儿子没关系，我儿子给我报了个旅游团，结果那个旅游团车在半路上坏了，我寻思顺着路走到服务区，这才……”陆佳佳听着叶母的解释，眼神狐疑打量了叶飞好几眼，随后拉着叶母的手到一边，小声问道：“阿姨，你不用包庇他，如果你真受了委屈就和我说，我一定给你做主。”叶母哭笑不得的反手握住陆佳佳：“姑娘，阿姨说的都是实话。”叶飞在一旁将陆佳佳自以为的悄悄话听在耳朵里，心里是真无语。这妞到底对自己有多大误会，现在都开始觉得自己话对老妈不利了。不过老妈刚才说旅游，难道是楚映雪为了掩人耳目特意找出来的幌子？叶飞想了想，最终还是否认了这个念头。楚映雪哪里会这么好心？倒是楚老爷子说看着自己老妈的都是自己人，难不成？叶飞内心还在猜测，结果陆佳佳便脸色阴沉的朝叶飞走了过来：“以后找点靠谱的旅游团，老人家年纪大了，万一真出了什么事，有你哭的时候。”叶飞刚想点头，叶母便轻轻推了叶飞一下：“陆警官送我回来的时候，一路上嘘寒问暖，你去请人家吃顿饭表达感谢。”陆佳佳不等叶飞开口，便瞪了叶飞一眼，随后冲叶母笑道：“阿姨，这是我的职责，不用麻烦了，没有其他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叶母眼看陆佳佳离开，赶紧再次轻轻推了叶飞一下：“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啊！”叶飞内心有很多东西想问老妈，可听着老妈的催促，只能将疑惑暂且压下：“别推了别推了，我去还不行吗？”叶飞无奈叹了口气，追出去的时候刚好看到陆佳佳准备上车，情急之下赶紧伸手想要抓住陆佳佳，只是这一下叶飞好巧不巧的刚好抓在陆佳佳后背，隔着一层布料，似乎还抓到了什么宽一点的东西。一瞬间，叶飞和陆佳佳同时愣住了。叶飞刚想松手，却见陆佳佳满脸涨得通红，双眼仿佛要喷出火来，二话不说直接反身就要动手。叶飞心中暗叫不好，下意识的伸手抓住陆佳佳的手腕，赶紧急切的解释道：“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就是着急喊住你，没控制好。”但是陆佳佳根本不听叶飞的解释，怒喝道：“你个流氓！”话音刚落，陆佳佳便猛地挣脱叶飞的手，直接朝着叶飞来了一套凌厉的军体拳。叶飞满脸憋屈，只能左躲右闪，狼狈地避开陆佳佳的攻击，一边躲闪一边大声喊道：“你先冷静冷静啊，听我解释。”可陆佳佳此时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根本不听叶飞的话，拳拳朝着叶飞要害攻去。叶飞一边闪躲一边无奈地喊道：“我劝你别逼我还手啊！”陆佳佳充耳不闻，攻势反而更加猛烈。叶飞心中叫苦不迭，自己明明是无心之失，怎么就惹得这位姑奶奶如此大动肝火？眼看陆佳佳直接朝着紫霞三路袭击而来，叶飞瞅准一个空当，侧身一闪，直接躲开了陆佳佳这一记迅猛的直拳。陆佳佳这一拳用力过猛，收拾不及，差点摔倒在地。叶飞下意识伸手一把将陆佳佳揽进怀里，可陆佳佳是面朝地面往下栽，叶飞这一出手直接稳稳抓在了陆佳佳胸上。刹那间，时间仿佛都凝固了。陆佳佳直接瞪大双眼，脸上先是一阵惊愕，紧接着羞愤交加，整张脸涨得几乎要滴出血来，整个人被气得浑身发抖，话都有点说不完整了。你……叶飞也犹如遭了雷击，整个人僵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手像是被烫到了一般，瞬间弹开。这真的是意外中的意外，我只是想拉住你。叶飞想要解释，可陆佳佳却气得扬起手，用尽全身力气朝着叶飞脸上扇去。伴随着啪的一声脆响，叶飞脸上瞬间浮现出一个鲜红的巴掌印。你个流氓，我今天非把你带回警局不可！陆佳佳一边满眼愤恨地盯着叶飞，一边伸手就要去掏腰间的手铐。
叶飞赶紧下意识地伸手挡住陆佳佳掏手铐的动作。你还是先冷静下。再说了，这四周围也没别人看见，要是闹到警局，对你的声誉也不好。陆佳佳不等叶飞把话说完，便直接厉声打断了叶飞。你还有脸提声誉？叶飞心里都快无语死了，自己今天真是倒了8辈子霉了，怎么接二连三的出这种状况？不过叶飞心里清楚，陆佳佳现在整个人都在气头上，自己说的再多也只会越描越黑。想到这里，叶飞直接将双手伸出来，凑到陆佳佳面前，吊儿郎当道：既然你非要说我耍流氓，那我也无话可说，你考吧。陆佳佳看着叶飞伸过来的手腕，气得胸口剧烈起伏，手铐的金属链在她指尖晃得哗啦作响。盯着叶飞看了好一会，陆佳佳深吸一口气，突然冷笑一声道：考你，便宜你了。话音未落，陆佳佳猛地抬腿朝叶飞膝盖内侧踹去，叶飞毫无防备，踉跄着后退了好几步，后腰撞在身后的梧桐树干上。我告诉你，陆佳佳步步紧逼道，别以为装无赖就能蒙混过关，今天这事必须说清楚，你刚才是不是故意的？陆佳佳的指尖几乎戳到叶飞鼻尖，语气里的怒火还没消，眼底却隐约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叶飞捂着发疼的后腰，苦着脸摇头道：大姐，我对天发誓，要真是故意的，我出门就被车撞。话没说完，叶飞就被陆佳佳狠狠瞪了一眼。叶飞对上陆佳佳眼神，赶紧改口道：行，算我倒霉行了吧？要不你说怎么办？陆佳佳暴毙盯着叶飞，半晌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跟我去趟医院。叶飞听到陆佳佳这句话，瞬间愣住了。去医院？我这巴掌印虽然疼，但不至于。不是看你。陆佳佳没好气的直接打断了叶飞的话：我刚才收拾的时候扭到脚踝了，你得负责送我去。叶飞这才注意到陆佳佳好像崴了脚，此刻正悄悄把重心往另一条腿上挪。坐我的车去医院吧。陆佳佳瞥了叶飞一眼：谁稀罕坐你车？叶飞闻言直接伸手指了指一旁警车：你是觉得你现在能开车，还是觉得坐警车去医院很拉风？陆佳佳盯着警车看了一会，最终还是左右看了看，皱着眉头询问道：你的车在哪里？叶飞伸手指了指不远处那辆崭新的奔驰。陆佳佳顿时震惊地瞪大了眼睛，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这是你的车？叶飞有些尴尬地点了点头道：刚买不久。陆佳佳狐疑地看了叶飞一眼，似乎在判断他说的是不是真话，下意识地想走过去，结果刚一抬脚，脚踝处传来的剧痛让他忍不住轻呼出声，身体也跟着一晃。叶飞见状，急忙上前一把扶住陆佳佳，可下一秒，陆佳佳便一把推开叶飞：离我远点，别碰我。叶飞看着陆佳佳，顿时便有种狗咬吕洞宾的感觉，后退几步，双手环抱在胸前，冲车的位置抬了抬下巴：行，我不碰你，那你自己往过蹦吧。陆佳佳再次瞪了叶飞一眼，随后单脚慢慢往车前蹦，但是蹦了没几步却突然停下，随后扭头冲着叶飞大喊道：我说你这个人到底还有没有同情心啊？叶飞伸手揉了揉眉心，重重吐出一口浊气：碰他骂自己流氓，不管他又说自己没有同情心，女人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怎么一点道理都不讲？叶飞抿着嘴巴盯住陆佳佳看了一会，直接大步走过去，一把便将陆佳佳扛在肩上。陆佳佳双脚猛然离地，在经过短暂的错愕之后，开始剧烈挣扎。你想干什么？赶紧放我下来！叶飞也没客气，一巴掌重重拍在了陆佳佳屁股上。安静点！陆佳佳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巴掌打得浑身一僵，脸颊瞬间从羞愤转为爆红，挣扎的动作在停顿了半秒之后，随即是更为猛烈的反抗。你敢打我？你找死！陆佳佳的拳头雨点般砸在叶飞后背上，奈何被扛在肩头使不上力气，反而让叶飞走得更稳了。叶飞扛着他大步走向奔驰，语气里带着几分不耐烦的戏谑：再动信不信我把你扔路边？反正我这耍流氓的罪名也洗不清了，不如破罐子破摔。叶飞话音刚落，陆佳佳的动作果然一致，咬牙切齿地瞪着叶飞的后脑勺，却只能乖乖被扛着走。来到车边，叶飞轻轻将陆佳佳放在副驾驶座上，快速帮她系好安全带。陆佳佳此刻气得胸口剧烈起伏，眼睛瞪得仿佛要喷出火来，恶狠狠地盯着叶飞：你给我等着，今天的事没完。叶飞也不恼，关上车门，绕到驾驶座坐了进去，一边发动车子，一边转头笑着对陆佳佳说道：陆警官，我真不是故意冒犯你，这不是着急送你去医院吗？你放心，等你脚伤好了，要打要罚我都接着。陆佳佳冷哼一声，别过头去不看叶飞。很快车子来到医院，叶飞又扛着陆佳佳进了急诊室。医生检查后，给陆佳佳的脚踝做了简单处理，开了些药，叮嘱了注意事项。叶飞正扶着陆佳佳准备走出急诊室，突然一个身影风风火火地冲了过来。叶飞定睛一看，
竟然是苏西月。只见苏西月双眼通红，头发有些凌乱，伸手直直地指着陆佳佳，质问道：“是不是因为有了这个女人，你才不理会我？你说啊！”叶飞一脸懵逼，完全没想到苏西月会突然冒出来，还说出这种话，皱着眉头，不耐烦地说道：“你别在这里胡闹，赶紧走！”苏西月却不管不顾，伸手就要去拽叶飞的胳膊，指甲上闪亮的水钻差点刮到陆佳佳的脸。我胡闹？你搂着别的女人来医院，还敢说我胡闹？叶飞，你说过只爱我一个的。陆佳佳哭得梨花带雨，声音越来越大，引得周围几个护士纷纷探头张望。陆佳佳原本还因为被叶飞扛着又打了他屁股而满心恼怒，此刻看到这一幕，却忍不住幸灾乐祸起来，抱着胳膊在一旁看好戏，还不忘调侃道：“哟，这又是哪一出啊？”叶飞额角青筋跳了跳，正想把苏西月推开，苏西月却突然拔高音量，带着哭腔哀求道：“叶飞，我知道错了，我不该跟你吵架，你回来好不好？我保证以后都听你的。我身材好花样多，比这个女人强多了。”噗呲，叶飞还没反应过来，陆佳佳倒是没忍住，直接笑出了声。看到叶飞和苏西月看过来的眼神，赶紧用手捂住嘴，只是肩膀却抖得越来越厉害了。叶飞的脸彻底黑了。苏西月，你闹够了没有？我跟你早就结束了，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我不滚！苏西月见撒娇没用，干脆撒起泼来，突然转向陆佳佳，上下打量了陆佳佳好几眼，眼神里满是嫉妒和轻蔑。你就是那个狐狸精，看你这土气的样子，哪里配得上叶飞？我劝你赶紧离开他，不然有你好果子吃。陆佳佳挑了挑眉，刚想开口对回去，叶飞却先一步开口说道：“我的事轮不到你管。”叶飞眼神里的狠厉让苏西月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但苏西月很快又鼓起勇气，指着陆佳佳的鼻子骂道：“朋友，我看你就是个插足别人感情的小三，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叶飞的正牌女友。”苏西月话音刚落，叶飞怀中的陆佳佳突然低笑出声，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到众人耳中。抬眼看向苏西月，眼神带着几分玩味。正牌女友？哪个朝代的正牌？需要拿传国玉玺盖章认证吗？苏西月气得浑身发抖，尖叫道：“你算什么东西，敢这么跟我说话？叶飞，你就看着他这么欺负我？”陆佳佳抬起眼皮看了叶飞一眼，随后突然身子一软，娇滴滴地往叶飞怀里缩了缩，声音都带上了丝丝颤音：“哎呀，叶飞，他好凶啊，我被吓到了。”说话间，陆佳佳还不忘记偷偷抬眼瞄向苏西月，眼底闪着狡黠的挑衅光芒。叶飞低头看着怀里这只突然示弱的小刺猬，心里清楚陆佳佳这是在故意拱火，只能强忍着笑意，配合地收紧手臂，将陆佳佳打横抱起。走吧，别跟疯狗一般见识。陆佳佳本意是想看这两个人狗咬狗，没想到叶飞会突然来这么一出，刚准备让叶飞放自己下来，结果苏西月却突然发了疯似的扑了上来，张开双臂挡在两人面前。我知道你生我气，我真错了，我只不过是做了一件全天下女人都会犯的错，我以后一定改。苏西月当初离开叶飞，就是因为叶飞没钱，后来她也跟过好几个有钱的，但那些人压根就没有把她当人看，这就让苏西月更加无比怀念在叶飞身边的日子。更何况叶飞现在看起来比那些人还有权有势有钱。叶飞眉头一皱，抱住陆佳佳，侧身躲过他的拉扯，脚步未停。苏西月见拦不住，竟抬脚想踹向陆佳佳的伤腿，叶飞猛地看向苏西月，厉声道：“滚！”苏西月被叶飞那声厉喝震得浑身一僵，踹出去的脚悬在半空，眼睁睁看着叶飞抱住陆佳佳头也不回地走向电梯。此时此刻，苏西月是真的后悔了，却也只能看着两人的身影消失在电梯门后。而另一边，叶飞抱住陆佳佳出了医院，可叶飞没走向自己的奔驰，反而扬手拦了辆出租车，拉开车门将陆佳佳轻轻放了进去。陆佳佳看着他一系列动作，疑惑道：“你不送我了？”叶飞靠在车门上，低头看着陆佳佳，调侃道：“陆警官脚伤都处理好了，还需要我这个流氓贴身服务？”话在说到这里的时候，叶飞故意顿了顿，凑近车窗，压低声音询问道：“怎么，舍不得我了？”陆佳佳没好气的瞥了叶飞一眼：“你能不能别这么自作多情？”叶飞满脸笑意，继续打趣道：“我这不是实话实说吗？而且你看，我这新车刚到手，要是开出去送你，路上万一有点小磕碰，可不得心疼死我，还是出租车省心，直接给你送到地。”陆佳佳实在忍不住，翻了个白眼，觉得叶飞这理由简直牵强的离谱，懒得再跟叶飞废话，直接伸手关上车窗。可就在车窗即将完全关上的最后一秒，叶飞像是突然想起什么，赶紧说道：“对了，记得提醒你同事把警车开回去啊。”陆佳佳听到了叶飞的话，但没有回应，只是面无表情地坐在车里。出租车缓缓启动，逐渐驶离。叶飞看着出租车消失在街道尽头，
这才转身走向自己的奔驰。坐进车里，野府的表情逐渐变得严肃起来。他不明白自己老妈为什么会觉得他是旅游。就算看管老妈的是楚老爷子的人，可在楚映雪眼皮子底下，恐怕也不敢有太大动作。可自己老妈看起来也不像是在说谎。叶飞揉了揉太阳穴，试图理清这一团乱麻。思虑了许久，叶飞最终还是决定先从老妈口中了解更多细节，于是直接调转车头，朝着家的方向驶去。一路上，叶飞不断猜测着各种可能性，却始终没有一个合理的答案。叶飞在回去后，盯着叶母的卧室看了许久，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去问。不过后来转念一想，这件事实在是不宜继续往下拖。就算自己不问，难道王婶就不会问了吗？想到这里，叶飞直接推门走了进去。妈！叶母转过头，看到叶飞，脸上露出笑容。儿子，你回来了。叶飞走到老妈身边，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问道：妈，你跟我说实话，你真的是去旅游了吗？叶母愣了一下，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看着叶飞，眼中满是疑惑道：不是你给妈报的旅游团吗？叶飞为了避免自己老妈察觉到不对劲，便故意笑了笑道：妈，我还不是担心旅游团不靠谱吗？你看这次竟然能把人扔到马路边，我这心里实在不踏实，也不知道过去的那几天你怎么样。叶母听叶飞这么一说，脸上的疑惑顿时消散，露出释然的笑容。这几天在那虽说住的还不错，可一直待在房里也挺无聊的。旅游团的人一会儿说路线要调整，一会儿又说有突发状况，还说什么为了安全起见，最好不要出房间。好不容易出发了，车还给坏路上了，幸好陆警官出现，把妈送回来，不然妈还不知道要折腾多久呢。叶飞表面上陪着笑，心里却像被一块大石头压着。这所谓的旅游团，也不知道是楚老爷子的手笔，还是楚映雪的手笔。不过能把老妈糊弄过去，也算是一件好事。毕竟老人年纪大了，受不得什么惊吓。叶飞想到这里，便故作懊恼地垂了下脑袋。妈，以后我一定给你找靠谱的旅游团，让你可以舒舒服服地出去玩。叶母点了点头道：好啊，只要我儿子有心就行。不过你以后不要搞那种惊喜主题的旅游团了，直接从家里把人绑出去。妈刚开始还以为自己遇到绑架的了。叶飞听着叶母的抱怨，费力扯了扯嘴角，强挤出一抹笑容道：好，我知道了。微微停顿了下，叶飞才继续说道：折腾了这么久，你先好好休息。在离开的时候，叶飞还不忘记挂上房门，只是脸上笑容在房门关闭的瞬间变垮了。掏出手机，叶飞直接给楚瑞打了个电话。在接通后，叶飞不等楚瑞开口，便直接说道：找个地方，我们好好聊聊。楚瑞在另一边许久都没有说话，过了好一会才说道：我将位置发到你手机。挂断电话，没一会，楚瑞便将地址发到了叶飞手机。叶飞在看到地址的一瞬间便开车过去。刚进包间，楚瑞便开口道：那位现在看得很紧，你在这个节骨眼上就不能悠着点吗？叶飞一屁股坐在楚瑞面前，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楚瑞道：如果我不赞同老爷子的做法呢？楚瑞听着叶飞答非所问的回答，直接问了一句：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我不赞同老爷子对楚映雪的处置方法。叶飞话在说到这里的时候便停了下来，看楚瑞没有开口，便继续道：老爷子惦念亲情，最后的结果肯定是收回楚映雪所有权利和特权，但是依旧会养着她，我不赞同，我想要她的命。楚瑞面无表情盯着叶飞，挑眉道：你别忘了，楚映雪可是我的亲姑姑，你当着我的面说要置我姑姑于死地，难道就不怕我对你出手吗？叶飞闻言勾了勾嘴角，若论杀意，你会比我少。目光灼灼盯着楚瑞，叶飞继续道：我这次告诉你这件事，便已经做好了大家撕破脸的准备。楚瑞直视叶飞目光，却始终抿着嘴没有说话。过了好一会，楚瑞才缓缓开口道：如果你要做这种事，我不会阻拦你，相反，我还会助你一臂之力。说话间，楚瑞亲自倒了杯茶推到叶飞面前。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这个道理我懂。话在说到这里的时候，楚瑞眼神里划过一抹哀痛。你知道害我差点断子绝孙的那场车祸是谁主导的吗？叶飞在听到楚瑞这句话的时候，心里就已经想到了答案，却始终都没有开口，只是静静看着楚瑞，等待楚瑞亲自说出答案。楚瑞闭上眼，深吸了一口气。是我姑姑，她想利用车祸置我于死地，好给我爸一场重大打击，从而夺得大权。那一场车祸，我妻子肚子里的孩子没保住，就连我也……话在说到这里的时候，楚瑞几度哽咽。叶飞眉头紧皱，忍不住开口问道：这件事老爷子知道吗？知道。楚瑞扯出一抹苦笑：我爸把姑姑禁足了半年，然后就不了了之。抬头看着天花板，楚瑞重重吐出一口浊气，随后看向叶飞。姑姑跪在地上说：那是一场意外，她不知情，
恰好那段时间楚氏股票下滑严重，我爸为了楚氏，逼迫我发誓不得追究。我纵然心有不甘，但为了楚氏，也只能妥协。可叶飞，你不一样。叶飞看着楚瑞，指尖轻轻敲击着桌面，发出规律的叩响。楚映雪的手段，我早就领教过。叶飞端起楚瑞推来的茶杯，却不饮，只将茶水在杯中晃出一圈冷冽的光。当年他为了夺权，连亲侄子都能下此狠手，若是不能……话在说到这里的时候，叶飞微微停顿了下，冲着楚瑞勾了勾嘴角。别忘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楚瑞喉头滚动，眼底翻涌着压抑多年的恨意。我爸念及血缘，可……楚瑞猛地攥紧拳头道：血债必须用血来还。很好。叶飞忽然将茶杯重重顿在桌上，滚烫的茶水溅出几滴，在实木桌面上显现出刺目的痕迹。叶飞目光如电，直视着楚瑞，开口问道：你我这般背着老爷子做决定，就不怕老爷子怪罪下来？毕竟楚映雪是他的亲妹妹，即便他犯下诸多过错，老爷子真能眼睁睁看着他？叶飞话说了一半就没有继续往下说了，只是未说出口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楚瑞心知肚明。也正是因为如此，楚瑞只能苦涩地笑了笑，笑容中满是无奈与决绝，抿着嘴巴沉默许久，才缓缓开口说道：我又何尝不知此举风险巨大，但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我爸一生精明，将楚氏发展壮大，可在对待姑姑这件事上却始终念着亲情，但他却没想过姑姑的所作所为已经严重威胁到了楚家的未来。楚瑞深吸一口气，眼中闪过一丝坚定。我相信我爸终有一天会明白我的良苦用心，姑姑的野心如同毒瘤，若不及时切除，必将侵蚀整个楚家。我这么做不只是为了我自己，为了我的家人，更是为了楚家的未来。就算我爸一时怪罪，我也认了。叶不死心地追问道：那你有什么打算？楚映雪如今行事谨慎，想要轻易动他绝非易事。楚瑞抬头看了叶飞一眼，眼中闪过一丝算计的光芒。姑姑现在已经沉浸在独揽大权的美梦里，我们不妨给她制造一场大梦。叶飞眉头微皱问道：制造一场大梦，这是什么意思？楚瑞端起茶杯轻抿一口，不紧不慢地说道：你看，姑姑只是暂在那个位置，可除了她，还有其他人也对那个位置虎视眈眈。既然如此，倒不如我们煽风点火，让这些人之间的矛盾激化。叶飞眼中闪过一丝恍然，若有所思地说道：你是说我们从中挑拨，让那些觊觎这个位置的人主动出手，我们坐收渔利？楚瑞满意的点了点头。没错，姑姑这些年树敌不少，表面上那些人对她恭恭敬敬，实际上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我们可以暗中透露一些消息，让他们觉得楚映雪的地位并非牢不可破，同时再给他们提供一些证据，证明楚映雪正在谋划对付他们，逼得他们不得不先下手为强。叶飞忍不住夸赞道：妙啊，此计甚妙。楚映雪自以为掌控一切，却不知已在我们的算计之中，只要他与那些对手斗得不可开交，我们便可轻松入场，来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楚瑞眼中闪过一丝狠厉，冷笑道：姑姑平日里作威作福，是时候让她尝尝众叛亲离的滋味了。我已经物色好了2个最合适的人选，都是在楚家内部颇有势力，且与楚映雪积怨已久的。叶飞双手抱胸，自信满满道：那还等什么？立刻行动，给他来个措手不及。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到楚映雪那惊慌失措的表情了，想必一定很精彩。可楚瑞却在听到叶飞这番话之后轻轻摇了摇头：这件事还需要你出面。我出面？叶飞眼神疑惑看向楚瑞，在短暂的错愕后，这才询问道：你有什么想法？楚瑞神色凝重地看向叶飞：我身份敏感，不好在这个节骨眼出面，更何况我现在还在装病，若突然四处活动，难免会引起姑姑的怀疑。叶飞略一思索，觉得确实在理，点头认可了楚瑞的说法，随后便迫不及待地追问道：那你物色的人选是谁？楚瑞缓缓吐出2个名字：楚生和楚冰。楚生、楚冰。叶飞默念着这2个名字，试图从记忆中搜寻关于他们的信息。思考了一会，叶飞猛地看向楚瑞，眼中闪过一丝惊讶：楚生不就是当时宴会上给我找茬的那个人吗？楚瑞点了点头说道：没错，就是他。楚生和楚冰是亲兄弟，他们在楚家都有着不小的势力，而且2人性格都颇为自负。叶飞苦笑一声，无奈地说道：我当时已经把人得罪了，现在再去岂不是自讨没趣？人家说不定根本不愿意见我，更别说和我合作对付楚映雪了。楚瑞却不慌不忙地摆了摆手，脸上露出胸有成竹的笑容：正因为你之前和楚生有过冲突，这是在楚家传得沸沸扬扬，所以你现在去找他，反而更能取信于他。你的意思是？叶飞略微思索了一会，突然之间笑了起来：在楚生眼里，我和他有过节，又非楚家之人，现在却主动找上门去，他肯定会觉得我另有所图，而我到时候
只需表明是想借他之手，在楚家为自己谋条后路，这种说法符合常理，他大概率会相信。而且我是带着合作的诚意去的，再不经意间给他种下楚映雪想对他不利的矛头，不愁他不动心。楚瑞没有说话，只是笑看叶飞。叶飞端起茶杯润了润嗓子，不紧不慢地继续道：我不仅要去，还要大张旗鼓的去，最好让楚氏其他人都知道我去找了这两人。楚瑞勾了勾嘴角，人的本性就是贪婪，现在其他人没动手，无非就是在观望，若一人起事，其他必定跟风，毕竟这么一大块蛋糕，就算是不能独吞，能吃几口也不错啊。叶飞低头思索了一会，猛地一拍桌子站起身，我这就去找他们两个。叶飞刚握住门把手，身后却突然传来楚瑞急促的喊声，等一下。叶飞刚回头，就见楚瑞脸色骤变，猛地从椅子上站起，姑姑那边好像出事了。什么？叶飞还未反应过来，就被楚瑞一把拽住手腕，别问了，跟我走。楚瑞几乎是拖着叶飞往出冲，黑色劳斯莱斯在马路上疾驰，车内气压低的令人窒息。楚瑞死死盯着手机屏幕，指节不停敲击着方向盘。叶飞看楚瑞这个样子，忍不住好奇问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楚瑞盯着前方，甚至连头都没有回。娇娇刚才给我发消息，说孙浩去找了姑姑，两个人待在一起，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只知道在正争吵。没一会便传来呼救声，等撞门进去的时候，姑姑肚子上插了一把刀，现在人正在市中心医院急救。叶飞消化了许久，才算是接受了这个消息。其实叶飞心里知道，孙浩去找楚映雪，肯定是和自己让楚映雪散布孙浩私生子消息有关。可他没想到，孙浩竟然会这么快得知背后之人就是楚映雪，甚至还直接动手。难道是自己这步棋走得太急，导致局面失控了？但事已至此，叶飞也只能选择随机应变。很快，车子便如黑色利剑般冲进了医院停车场。两人火急火燎地奔向手术室，只见手术室门口已经围了不少楚家的人，众人神色各异，交头接耳，气氛紧张得如同一张拉满的弓。楚娇悄咪咪凑到楚瑞和叶飞身边，神色看不出来是喜是悲，而孙浩则是满身是血的坐在一旁椅子上，双目无神。楚瑞看了楚娇一眼，拉着楚娇到一旁，也不知道说些什么。而叶飞则是直接打开透视眼，穿过手术室的门往里看。血崩了，快点，止血钳，心跳缓慢，上一气，快点上一气。此刻手术室里面乱成一团，但是叶飞却通过透视眼看到了一件不得了的事。只见楚映雪头顶上空竟然缓慢浮现出一个血条，而且这个血条竟然在慢慢回血。叶飞心里猛地一惊，不是吧，这血条该不会就是生命条？看这架势，楚映雪很有可能会被救活。怎么会这样？耳边突然传来老爷子的怒吼声，叶飞收回视线，就看到老爷子坐在轮椅上被保镖推着过来。楚老爷子扫视在人群中扫视一圈，随后落在孙浩身上，说为什么要这么做？孙浩却对楚老爷子的话充耳不闻，只是静静地坐在椅子上，就跟失去灵魂一样。孙明志和郭娟看到楚老爷子震怒，赶紧上前陪着笑脸，尤其是孙明志谄媚的更是不像样。楚哥，这件事真是个意外。其实楚老爷子不等孙明志把话说完，便直接眼神凌厉地看了过去。意外？我妹妹现在正在里面抢救，结果你竟然告诉我这是意外。孙明志脸上笑容瞬间僵住，开口还想解释些什么，可楚老爷子却直接看都不看他一眼。而叶飞此时心思全部都在楚映雪身上，血条已经回到一半了，要是这次楚映雪还不死，今后或许就没有这么名正言顺的机会了。叶飞想到这里，便悄咪咪朝楚瑞挪了过去，这可是一个好机会。楚瑞看了叶飞一眼，顿时明白了叶飞意思，于是直接冲孙浩质问道，说我姑姑和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对我姑姑下手？孙浩在听到楚瑞这句质问的时候，总算是有了反应，微微抬头看向楚瑞，随后突然哈哈大笑起来，他不让我好过，我凭什么还要让他活？他该死，该死！话音落下，孙浩突然情绪失控的就往抢救室冲，其他人虽尽力阻拦，可大部分都是在装模作样。毕竟楚老爷子命不久矣，只要楚映雪一死，他们往上爬的几率也会大很多。不过郭娟和孙明志是真心想拦孙浩，可叶飞却故意装作没看清楚人一样，死死抓着孙明志和郭娟的胳膊不松手，嘴里还不断喊道，孙浩，你别冲动啊，人命关天，你千万别冲动啊！孙明志和郭娟都快被叶飞气死了，无奈叶飞力气实在是大，他们竟无法挣脱，只能眼睁睁看孙浩冲破层层阻碍，冲进抢救室。去死吧，你去死吧！抢救室里传来孙浩怒吼声和医生的惊呼声。叶飞眼看事情已经闹得差不多了，这才松开手，用透视眼看了眼里面。只是这一眼，叶飞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卧槽，孙浩太猛了，竟然直接用双手将楚映雪伤口撕开，还在不断往外掏东西。
不过好消息是，楚映雪头顶上的生命条正在迅速减弱，很快便只剩下薄薄一层。此时，整个走廊都因为抢救室里的变故陷入了一片混乱。楚老爷子气得浑身发抖，怒喝道：“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竟然让他冲了进去！”那些原本装模作样阻拦的人，此刻都低着头，不敢吭声。叶飞心中暗喜，表面上却装出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大声喊道：“快把孙浩拉开，不能让他再胡来！”然而叶飞却并没有真的冲上去，而是继续观察着楚映雪头顶血条的变化。血条已经降到了极低的程度，楚映雪似乎也在做着最后的挣扎。突然，抢救室里的仪器发出了尖锐的警报声，孙浩的怒吼声也戛然而止。片刻后，医生们面色凝重地走出了抢救室，其中一位主刀医生摘下口罩，对着楚老爷子无奈地摇了摇头：“抱歉，我们已经尽力了。”楚映雪虽然还剩下微弱的呼吸，可内脏都被扯得差不多了，他们就算是华佗在世，也于事无补。够了！楚老爷子猛地一拍轮椅扶手，声音因愤怒而颤抖：“把他给我拖出来！”几名保镖立刻冲上前，将已经杀红眼的孙浩死死按住。孙明志满脸绝望地盯着孙浩，直接上前一拳狠狠砸在了孙浩脸上：“你个畜生，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与此同时，叶飞脑海却突然多了一些东西，而且全部都和医术有关。叶飞甚至有种预感，别看楚映雪在外人看来必死无疑，可只要自己出手，一定可以救活他。可为什么要救？他要的不就是楚映雪死吗？只是楚映雪作恶多端，甚至敢对自己老妈下手。若是让他就这么死了，岂不是太便宜他了？叶飞想到这里，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在众人围着孙浩时，他却逆着人流走向抢救室。白大褂医生看到叶飞的举动，赶紧阻拦道：“你想干什么？让开！”叶飞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压。楚老爷子眼神复杂，看着叶飞，沉默许久，才沙哑着声音道：“让他去。”白大褂医生看出老爷子都这么说，只能默默退到一边。叶飞来到手术台前，看着孙浩的杰作，有点想吐，不过还是强忍着恶心，将东西塞回到楚映雪体内。随后俯身查看楚映雪仅剩一丝油漆的瞳孔，指尖精准点在她颈侧动脉，同时脑海中飞速闪过金针渡厄术的图谱。手术刀划破楚映雪胸前纱布，在众人惊呼声中刺入她心口3寸处。疯子，你在干什么？孙明志的怒吼撞在金属门板上，叶飞却充耳不闻，另一只手如叠穿花般从急救箱里抽出银质针9针，以肉眼难辨的速度刺入楚映雪周身大穴。心跳恢复，血压回升，护士尖叫着指向监护仪。所有人都呆立当场，看着楚映雪原本涣散的瞳孔重新聚焦。叶飞慢条斯理地随手扯过一旁纱巾，擦了擦手上血渍。想死很容易，但生不如死才最是痛苦。楚瑞盯着叶飞看了好一会，才开口询问道：“姑姑他？”楚瑞有点不太理解叶飞的脑回路了。既然想让楚映雪死，为什么现在还要救他？错过了这么一个名正言顺的机会，今后岂不是更为麻烦？叶飞用纱巾擦着指尖血渍，头也不抬地瞥了楚瑞一眼：“我又不是阎王，还能管他死不死？”说话间，叶飞将染血的纱巾扔到器械盘里，发出清脆的声响。不过是用几根针吊住他最后一口气罢了。楚老爷子猛地攥紧轮椅扶手，犹豫着询问道：“能撑多久？”叶飞慢悠悠直起身，嘴角勾起凉薄的弧度：“3天。”楚瑞猛地抬头，眼中闪过一丝恍然。叶飞这哪里是救人，分明是给楚映雪量身定做了一场活寡的戏码。楚瑞微微皱眉，看向手术台上气息微弱的楚映雪，心中五味杂陈。让楚映雪受尽折磨，想死想活都难，让她在这3天里清醒地感受着身体的痛苦，也感受着即将面临死亡的恐惧，这可比直接让她死去要残忍得多。楚老爷子沉默片刻，缓缓点头，眼神中既有对妹妹即将逝去的悲痛，又有对叶飞此举的一丝认可。毕竟楚映雪这些年的所作所为，确实让楚家蒙羞，也让不少人深受其害。这样的惩罚，或许对他来说，或许才是真正的报应。叶飞扫视了一圈四周围，忽然转身对楚老爷子说道：“这边既然保住了性命，接下来便是楚家内部事务，我一个外人就不掺和你们的家事了。”楚老爷子目光落在叶飞身上，半晌才沙哑着声音开口道：“好。”叶飞微微点头，转身时恰好撞见楚老爷子的目光如鹰隼般射向蜷缩在墙角的孙明志一家。孙明志膝盖一软，扑通一声跪在光洁的地砖上，膝盖与地面碰撞的声响让走廊里的窃窃私语瞬间凝固。“楚哥，楚哥饶命啊！”孙明志双手撑地，额头重重磕在地上。小浩他就是一时糊涂，是被楚映雪逼急了才失手的啊。
郭娟见状也慌忙跟着跪下，指甲几乎嵌进孙明志的胳膊。看在我们两家多年交情的份上，饶了小浩吧。逼急了，楚瑞冷哼一声，直接反问道：那我倒是想问问，我姑姑到底做了什么事，能够让他孙浩狗急跳墙，甚至不惜对我姑姑下死手？剩下的事，叶飞不想理会，便直接转身离开。可在叶飞走出医院的时候，身后却突然传来了楚娇的声音：叶飞，你等一下。叶飞停下脚步，回头看向楚娇，这件事是不是和你有关？叶飞听着楚娇犹豫的询问，表面不动声色，心里却直接咯噔一下。楚娇是不是知道了什么？不过孙浩刚才什么都没有说，该不会是这小丫头在诈自己吧？想到这里，叶飞便故意耸了耸肩膀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怎么，难不成是我亲手把刀递到孙浩手里，然后怂恿孙浩去对你姑姑下手吗？楚娇面对叶飞的反问，先是摇了摇头，随后抬头看向叶飞，迟疑道：我当时好奇，便趴在门口偷听，虽然听不真切，可隐约好像听到了你的名字。听到自己名字？叶飞皱起眉头，总觉得自己好像忽略了什么。不过当着楚娇的面，叶飞也没时间多想，只能继续道：听到我名字难道不正常吗？你不要忘了，私底下我扮演的可是楚映雪的人。楚娇一知半解的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好了，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看楚娇没有挽留，叶飞直接转身离开。可人是走了，心却早就已经落在了医院。孙浩情绪崩溃，肯定是和私生子有关，但目前为止外面都没有任何关于孙浩私生子的传言。突然间，叶飞脑海有了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那就是楚映雪并没有按照自己所说的去做，反而故作聪明的想要用这件事来拿捏孙浩。但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直接丢掉了自己小命。叶飞想到这里，忍不住低笑出声。他当时让楚映雪去散布言论，就是为了避免孙浩直接知道谁是背后推动者，可以最大程度保护自己和楚映雪安全。毕竟孙家和林家联姻可是牵扯甚广，一不留神，孙家受到的损害可不是一点半点。这么一想，叶飞倒是觉得孙浩这么冲动便也有意可循了。只是这件事过后，自己在楚家也算是积累了一些威望，没有任何一个家族愿意有一个外姓人独占一席之地。叶飞深叹了口气，突然有种兔死狐悲的感觉，看来是时候打造独属于我的势力了。念头刚升起，叶飞立马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自己从小长到大的好兄弟刘辉。叶飞想到这里，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掏出手机，翻出刘辉的号码便拨了过去。电话很快接通，叶飞笑着问道：最近怎么样？找到工作了没？找到了。叶飞忍不住追问道：哟，那你现在在哪里高就赚大钱啊？刘辉顿了顿，才开口说道：在一个 KTV 里面当安保。叶飞心里开始有点犹豫，刘辉都已经找到工作了，要是自己让刘辉辞职，会不会有点不太好？纠结了许久，叶飞最终还是打算先询问一下，如果刘辉不愿意，你自己再去找其他人。只是话还没说出口，刘辉却突然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如果我进去了，你会不会来看我？叶飞冷不丁听到刘辉这句话，先是一愣，随后赶紧问道：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刘辉突然开始支支吾吾起来。我……叶飞心里顿时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焦急地追问道：你快说啊，到底怎么了？别磨磨蹭蹭的。但是不管叶飞怎么追问，刘辉却就是一句话都不愿意说。叶飞深知刘辉的性格，他要是不想说，逼也没用。无奈之下，叶飞只能放缓语气询问道：你先告诉我你在哪家 KTV， 我这就过去。不等刘辉开口，叶飞便继续道：如果你还把我当兄弟的话，就不要瞒着我。刘辉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把 KTV 的名字和地址告诉了叶飞。夜色。叶飞挂断电话，迅速开车朝着刘辉所说的 KTV 赶去。一路上，叶飞眉头紧锁，脑海中不断猜测着各种可能。刘辉向来稳重，若非遇到了极为棘手的事，绝不会说出那样没头没脑的话。不多时，车子停在了 KTV 门口，叶飞大步流星地走进 KTV。KTV 内灯光昏暗，音乐声震耳欲聋。透过门上玻璃，叶飞隐约可以看到包厢里人们正疯狂扭动着身躯，有的甚至还在玩叠叠乐。叶飞皱了皱眉，这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场所，真不知道刘辉怎么会找这份工作。就在叶飞四处张望寻找刘辉的时候，一个服务员模样的人走过来，语气恭敬地询问道：先生，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叶飞看了对方一眼，直言道：我找刘辉，他是你们这儿的安保。服务员愣了一下，眼神中闪过一丝异样，随即说道：哦，你稍等，我帮你去找他。叶飞心中越发觉得不对劲，这服务员的反应是不是有点太过奇怪了？
于是直接说道：“我跟你一起去吧。”服务员眼神上下打量了叶飞几眼，没有说话，带着叶飞穿过一条狭窄的走廊，来到了员工休息室门口。诺，人就在这里了。叶飞看了服务员一眼，直接伸手推开门。休息室里，刘辉正坐在椅子上低垂着脑袋，看到叶飞进来，眼中闪过一丝慌乱。旁边还站着几个凶神恶煞的男人，在看到陌生人出现的时候，眼神中瞬间充满了警惕。叶飞一边往里面走，一边开口问道：“我人都来了，现在总该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吧？”刘辉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缓缓说道：“我惹上麻烦了，他们说要告我，我可能会坐牢。”叶飞闻言，直接看向那几个男人，笑道：“不知道我这兄弟到底得罪了你们哪里，竟然要把事情搞得这么严重。”其中一个身材魁梧、脸上有道疤的男人走上前，嚣张地说道：“你又是谁？这事和你没关系，识相的就赶紧滚。”叶飞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丝毫不惧对方的威胁：“我是刘辉的朋友，他的事就是我的事，有什么条件，你们不妨直说。”八脸男人打量了叶飞一番，见叶飞神情镇定，不像是好惹的主，心中也有些忌惮，不过还是满脸嚣张道：“哼，既然你想管闲事，那就拿出180万来，这事我们就既往不咎，否则就等着吃官司吧。”叶飞冲八脸男人摆了摆手，示意八脸男人稍安勿躁，随后才开口询问道：“你想让我们赔钱，至少也得让我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吧？”八脸男人听到叶飞的话，拳头握紧，满眼愤怒地看向刘辉：“他对我老婆下手。”叶飞在听到八脸男人这句话之后，忍不住看了刘辉一眼。卧槽，刘辉现在都已经开始这么猛了吗？不过当然了，叶飞肯定不相信刘辉是这样的人，于是直接说到：“这种事可不能乱说，证据呢？”八脸男人双眼一瞪，怒视着叶飞，像是被点燃了炮仗般叫嚷起来：“证据？老子亲眼看到的还不算证据。我老婆说来这 KTV 放松，我忙完事就来找她，结果一进包厢就看到你这好兄弟正跟我老婆在那搂搂抱抱动手动脚，裤子都快脱光了。”刘辉听到这里实在是忍不住了，想要从椅子上站起来，可刚站到一半却被身旁2个男人又给按了下去，只能冲扯着嗓子喊道：“你放屁！老子什么时候对你老婆动手动脚搂搂抱抱了？分明是老子进去检查设备的时候，被你老婆猛地按在沙发上，动手就要扒我裤子，结果不到1分钟你们就进来了。你敢说这不是你们给老子下的套？”八脸男人眼神不屑地瞥了刘辉一眼，直接道：“那你就不会反抗吗？身为一个大老爷们，如果你不乐意，还能被一个女人给扒光衣服压在身下。”刘辉闻言，脸上表情就瞬间开口扭曲了，再次开口的时候，音调都有点微微变形：“卧槽，你告诉我，那玩意是女人？那他妈就是个金刚啊！300多斤，压得老子都快喘不上气了，你让老子怎么反抗？老子就算是看中一条狗都不可能看中它，它就算是脱光了站老子面前，老子踏马地都硬不起来。”叶飞听完刘辉声嘶力竭的辩解，终于忍不住低头狂笑，肩膀都因为刚才的憋笑而剧烈颤抖。300斤，哈哈哈！兄弟你这是遇上重量级选手了。叶飞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直到看到八脸男人铁青的脸色才勉强收敛。八脸男人听到刘辉如此形容自己老婆，顿时气得七窍生烟，脸涨得通红，怒喝道：“你这混蛋，竟敢如此羞辱我老婆！”说话间，八脸男人撸起袖子，攥紧拳头，恶狠狠地朝着刘辉的脸就挥了过去，那架势恨不得一拳把刘辉打得满地找牙。叶飞眼疾手快，就在八脸男人的拳头即将落在刘辉脸上的前一秒，猛地伸出手，如铁钳一般死死地钳住对方，精准地抓住了八脸男人的手腕。任凭八脸男人如何用力挣扎，都无法挣脱分毫。叶飞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脸的冷峻。在我面前，你还敢动手？当我不存在吗？八脸男人又惊又怒，他怎么也没想到叶飞的反应如此迅速，力气还这般大，一边用力想要抽回自己的手，一边骂骂咧咧道：“你算什么东西，敢管老子的事？今天我非要教训这个不知死活的家伙！”叶飞冷哼一声，手上暗暗发力，直接将八脸男人的手腕捏得咔咔作响，疼得八脸男人脸色瞬间变得煞白，额头上豆大的汗珠噼里啪啦滚落，只是嘴里却还在强撑着骂骂咧咧。叶飞冷笑一声，一字一顿地说道：“仙人跳就仙人跳，非要搞出来这么多幺蛾子。不过我告诉你，这次你算是踢到铁板了。”说话间，叶飞手臂猛地一甩，八脸男人那魁梧的身躯不受控制地向后飞出，伴随着砰的一声，重重撞在身后的柜子上，柜子上的杂物随即噼里啪啦掉落一地。其余几个凶神恶煞的男人见状，脸色骤变，相互对视一眼后，纷纷从腰间抽出短棍，呈扇形朝着叶飞围了过来，嘴里还叫嚷道：“小子，敢动手，今天就让你躺着出去！”
叶飞却丝毫不惧，嘴角勾起一抹不屑的冷笑，从容不迫地活动了一下手腕，指关节被捏得咔咔作响。就凭你们几个也想让我躺着出去，真是痴人说梦。今天我倒要看看你们有多大能耐。刘辉看着那几个挥舞着短棍气势汹汹围上来的男人，心中满是担忧，赶紧冲着叶飞大声喊道：叶飞，这是我自己的事，他们冲着我来的，你赶紧走，别被我连累了。叶飞眉头一皱，满脸的不乐意，直接扭头瞪了刘辉一眼，大声说道：说什么屁话，我既然来了就没打算不管，想让我走不可能。刘辉见叶飞如此坚决，心急如焚，咬了咬牙便准备冲上去和那些人拼命。叶飞眼尖，余光瞥见刘辉的动作，头也不回的大声呵斥道：你给我坐着别动，别在这添乱影响我发挥，你就好好看着我怎么收拾这群小喽啰。刘辉愣在原地，看着叶飞那自信满满的背影，心中既感动又无奈，只能停下脚步坐回椅子上，但眼睛却紧紧盯着叶飞，时刻准备着在关键时刻冲上去。此时离叶飞最近的一个染着红头发的男人率先发难，双手高高举起短棍，朝着叶飞的头顶狠狠砸下。短棍带起一阵风声，可见这一击用了十足的力气，若是被砸中，恐怕脑袋都得开花。叶飞却不慌不忙，直接开启透视眼的慢放，随后站在原地动都不带动一下。红头发男人看到叶飞这个样子，心里顿时一喜，刚才还牛的一批，现在就被自己吓傻了。但是在短棍即将落下的瞬间，叶飞身形却突然向左一闪，轻松躲过这凌厉的一击。紧接着叶飞猛地伸出右手，一把抓住红头发男人的手臂，用力一扭，同时抬腿一脚踢在对方的膝盖后侧。红头发男人惨叫一声，扑通一声单膝跪地，手中的短棍也哐当一声掉落在地。刘辉刚才以为叶飞要吃亏，都准备上去帮叶飞挡着了，结果看到这一幕直接愣在原地。叶飞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悍了？不等其他人反应过来，叶飞顺势飞起一脚，将红头发男人踹得如球一般滚了出去，直接撞倒了另外两个男人。这一连串动作一气呵成，如行云流水般顺畅，更是看得刘辉目瞪口呆。剩下的几个男人见状，脸上露出一丝惧色，但在八脸男人的怒目注视下，还是硬着头皮再次围了上来。叶飞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主动出击。一时间喊叫声和痛呼声充斥着整个休息室，没一会功夫，这些男人便纷纷倒地呻吟，手中的短棍也散落一地。叶飞拍了拍身上并不存在的灰尘，目光冷冷地扫过众人，最后落在八脸男人身上。就这点本事也敢出来讹人？刘辉目瞪口呆地盯着地上这堆人看了许久，随后吞咽了口唾沫，慢慢挪动脚步到叶飞身边。你想问些什么？可刘辉却不知道该怎么问。叶飞扭头看了刘辉一眼，伸手拍了拍对方肩膀。放心，这事兄弟我铁定给你摆平。话音落下，叶飞便在口袋掏了掏，将陆佳佳的问诊单掏了出来，直接照着上面电话打了过去。过了好一会，陆佳佳才接通电话。喂，哪位？是我，叶飞。陆佳佳不可置信地将手机拿远看了下，随后语气疑惑道：你怎么会有我手机号？你问诊单上的，你脚踝怎么样了？陆佳佳很意外叶飞会询问自己伤势，不过还是礼貌回答道：好多了。好多了那就行，你现在来一趟夜色 KTV， 对了，记得多带几个手铐，顺带让你同事跟着来一下。电话另一边半天都没有动静，过了好一会才传来陆佳佳的惊呼声：你想干什么？我们可是公安，不办私事啊。叶飞无奈苦笑道：我知道，放心吧，我不会坑你，就是打算送你一个功勋罢了。陆佳佳在电话那头愣了愣，满脸狐疑道：送我功勋？你没开玩笑吧？这夜色 KTV 能有什么大案子？叶飞嘴角微微上扬，带着几分自信与调侃说道：信不信由你，要是错过这次机会，以后后悔可别怨我。我告诉你，这可是个涉及敲诈勒索的团伙，你带兄弟们来，人赃并获，这功勋不就到手了？陆佳佳心中一动，虽然觉得叶飞这话有些夸张，但语气如此笃定，心中难免存了几分期待。犹豫了片刻，陆佳佳才开口说道：行，我就信你这一次，要是你敢耍我，看我怎么收拾你。说完，陆佳佳便挂断电话。八脸男人看到叶飞竟然打电话给警察局的人，直接扯着嗓子大喊道：我劝你最好放了我们，不然等我大哥过来了，一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叶飞将手机收回口袋，目光重新落在八脸男人身上，脸上带着一抹玩味的笑容。我现在给你个机会，让你大哥也一起过来，等会可就有热闹看了。八脸男人虽然心中有些畏惧，但还是嘴硬道：哼，你别得意，我大哥来了，有你哭的时候。叶飞没有理会他的叫嚣，拉过一把椅子坐下，翘起二郎腿，悠闲地等待逐陆佳佳等人的到来。刘辉站在一旁，看着叶飞这副胸有成竹的模样，心中不禁对自己这位兄弟越发佩服。
刚才叶飞那神乎其技的身手已经让他大开眼界，现在叶飞又如此淡定地安排一切，仿佛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没过多久，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警笛声，由远及近。片刻后，陆佳佳带着一队警察风风火火地冲进了休息室。他穿着警服，英姿飒爽，眼神中带着几分审视与疑惑，扫过屋内横七竖八躺着的众人，最后将目光落在叶飞身上。你搞什么名堂？这些人就是你说的敲诈勒索团伙？叶飞站起身，笑着指了指八脸男人等人，笑着说道：没错，就是他们。这伙人用仙人跳的手段陷害我兄弟，还妄图敲诈180万，刚才还想动手打人。你看看现场这混乱的样子，就是他们行凶的证据。陆佳佳皱眉看向八脸男人，严肃问道：他说的可是真的？八脸男人心中顿时就不乐意了，赶紧开口喊道：警官，别听他胡说，是他先动手打人的，我们都是受害者。叶飞冷笑一声，走上前一步，站在八脸男人面前，居高临下看着对方。你还嘴硬？你老婆呢？敢不敢把她叫过来当面对质，看看她敢不敢说没这回事？八脸男人脸色顿时一变，眼神开始变得闪烁，支支吾吾道：我老婆她不在这儿。叶飞转头看向陆佳佳，直接说道：陆警官，你看她明显是心虚了，而且刚才他们还威胁我和我兄弟，背后有大哥撑腰，不怕事儿闹大，这不是典型的黑恶势力行径吗？你可得好好查查。陆佳佳点了点头，眼神变得锐利起来，对身后的警察说道：把这些人都带回去，详细审问。就在这时，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嘈杂声，一个声音嚣张地响了起来：谁敢动我的人？叶飞循声望去，只见一个身材高大，穿着黑色西装，戴着墨镜的男人带着一群小弟，气势汹汹地走了进来。八脸男人看到来人，顿时像看到了救星，挣扎着站起来，大声喊道：大哥，您可算来了，就是这小子，他把我们打成这样，还说要把我们送进局子。墨镜男看了一眼地上躺着的小弟，脸色一沉，目光如刀般看向叶飞，语气冰冷道：小子，你胆子不小啊，敢动我的人，你知道我是谁吗？叶飞嘴角勾起一抹不屑的笑容，毫不畏惧地迎上墨镜男的目光。我管你是谁，你这群手下光天化日之下玩仙人跳讹诈，就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墨镜男冷笑一声道：法律？在这一片，我就是法律。今天你要不把事情解决好，就别想走出这个门。叶飞双手抱胸，一脸淡定道：哦，是吗？那我倒要看看，你怎么不让我走出这个门。陆佳佳站出来，表情严肃地对墨镜男说道：公然威胁他人，你这是在挑衅法律的权威，我劝你不要轻举妄动，不然你也别想逃脱法律的制裁。墨镜男看了一眼陆佳佳身上的警服，眉头微微一皱，但仍嚣张地说道：警察又怎么样？今天这事儿，你们只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好处绝对少不了你们的。叶飞闻言直接轻笑出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你也承认你们就是在对我兄弟玩仙人跳了？墨镜男被叶飞的话给对得一噎，不过很快墨镜男便哈哈大笑起来：所有的事都要讲究证据，你有我们仙人跳的证据吗？微微停顿了下，墨镜男继续道：不过我的人身上都是伤，这些可是实打实的证据。叶飞勾了勾嘴角，眼神遗憾地看着墨镜男：谁说我没有证据了？那你就拿出来啊，否则便是污蔑，这罪名你承担得起吗？我们还真是一丘之貉，不见棺材不掉泪。叶飞缓步走到陆佳佳面前，直接伸手指了指隔壁道：仙人跳女主角就在隔壁，你直接把人带过来吧。八脸男人在听到叶飞这句话的时候，迫切张嘴想要阻拦，不过陆佳佳已经让其他同事过去了。叶飞看了一眼八脸男人，内心满是冷笑。按照犯罪者心理来说，最喜欢的就是重回案发现场，欣赏自己的杰作。所以在得知刘辉被仙人跳的第一时间，叶飞便已经用透视眼观察了四周围。刘辉嘴里所说的300斤完全就是纯属虚构，这他娘的哪里是金刚，这分明就是大母猪成精了。叶飞想到这里，忍不住多看了八脸男人几眼，他到底是怎么下得去手的？这要是一屁股坐下去，腰不得断。没一会，刚才出去的警察便将隔壁包厢的女人带了过来。只见女人身材臃肿，脸上浓妆艳抹，被警察押进来的时候，眼神中还透露着慌乱。刘辉在看到女人的时候，颤颤巍巍的伸手指着对方，眼神满是惊恐道：就是他，扑上来就扒我裤子，跟800年没见过男人一样。叶飞听到刘辉这番话，没忍住，直接噗呲一声笑了出来。看来刘辉刚才真的是被这女人给刺激到了，恐怕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要留下心理阴影了。叶飞正笑得开心，结果眼角余光察觉到陆佳佳不悦的视线，赶紧轻轻咳嗽了几声，努力将笑给憋了回去。叶飞深吸了一口气，
随后看向女人，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直接说道：“这位大姐，你可得把事情说清楚了，到底是不是你在陷害我兄弟？”女人低着头，不敢吭声。八脸男人见状，恶狠狠地说道：“我老婆可是受害者，你怎么能？”叶飞不等八脸男人把话说完，便直接怼了回去：“你以为谁都和你一样重口味吗？”八脸男人梗着脖子盯着叶飞看了半天，硬是憋不出来一句话。叶飞明显能够看得出来，女人在出现后一个劲地看墨镜男，若是不出意外的话，墨镜男才是幕后主使。想到这里，叶飞便扭头看向女人，皮笑肉不笑道：“大姐，你要是如实交代，这事或许还能从轻发落，要是你还嘴硬，到时候可没好果子吃。你也不想因为其他人把自己搭进去吧？”再说到其他人这3个字的时候，叶飞明显咬中了音节。女人犹豫了一下，偷偷看了墨镜男一眼，结果就看到墨镜男正用凶狠的眼神瞪着她，顿时吓得浑身一哆嗦。但在叶飞和警察的注视下，女人犹豫了许久，最终还是咬了咬牙，开口道：“是他让我们这么做的，只要演一出仙人跳，就能拿到钱。我这真的是第一次啊！”墨镜男脸色骤变，怒吼道：“你血口喷人！”叶飞看了墨镜男一眼，冷笑道：“还不承认？人证都有了，你还想抵赖？你不是说在这一片你就是法律吗？现在怎么不狂了？”陆佳佳看向墨镜男，随后走上前，直接将手铐铐在了对方手腕上。如今证据确凿，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你涉嫌敲诈勒索、威胁他人，这些罪名足够你在牢里待上一阵子了。墨镜男却依旧嚣张地看着陆佳佳，脸上带着一抹狂妄的笑：“你以为把我带走就完事了？我在这里黑白两道都有人，你现在带我进去，到时候还得恭恭敬敬地把我给送出来。只是到时候怕是你这身警服都穿不稳了。”陆佳佳神色冷峻，眼神中满是对墨镜男这种嚣张态度的不屑，压根没理会墨镜男的威胁，只是对着身旁的警察果断说道：“别听他废话，都带走。”警察们迅速将墨镜男等人押走，喧嚣的休息室顿时安静了不少。陆佳佳看向叶飞，神色突然开始变得扭捏起来：“谢谢。”虽是道谢，可陆佳佳的声音就跟从嗓子眼硬挤出来的一样。叶飞嘴角微微上扬，故意歪着头，装作没听清的样子问道：“啊，你刚才说什么？”陆佳佳没好气地白了叶飞一眼，提高音量说道：“我说谢谢，这下你听清了吧？”叶飞一脸得意地笑道：“哎呀，听清了，其实你不用这么客气，我也是看不惯这些坏人欺负我兄弟，顺手的事。而且打击犯罪本来就是大家共同的责任嘛。”陆佳佳白了叶飞一眼，直接转身离开。刘辉看着陆佳佳离去的背影，又看了看地上狼藉的现场，忍不住搓了搓手，声音带着点后怕道：“那些人一看就不是善茬，还有他那帮小弟。”话在说到这里的时候，刘辉微微停顿了下，随后语气愧疚道：“这次是我连累你了。”叶飞随手拉过椅子坐下，翘着二郎腿摆了摆手，故作漫不经心道：“多大点事，就他们那2下子还不够我活动筋骨的，你别往心里去，兄弟之间哪有什么连累不连累的。”顿了顿，目光扫过刘辉身上沾着的酒渍和灰尘，突然正色道：“对了，我刚才想了想，你这工作也别干了，干脆跟我混得了。”刘辉先是愣了一下，随后连连摆手道：“啊，我才干了没几天，现在辞职是不是太突然了？而且，别而且了。”叶飞不等刘辉把话说完，便直接打断叶飞的话，一边伸手指了指门口位置，一边开口道：“你想想，刚才闹这么大动静 ，KTV 里连个管事的都没出来，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可是，还有什么好可是的？”叶飞挑了挑眉，直接反驳道：“你该不会还想继续待在这吧？今天出了这么大的事 ，KTV 居然都没人出来解决，任由那些人在这儿撒野。这不明摆着他们是狼狈为奸一伙儿的吗？你继续留在这里，难道不怕他们以后报复你？”刘辉听了叶飞的话，低垂着脑袋，半天都没有说话。仔细想想，今天在这 KTV 发生的种种，从服务员奇怪的反应，到那些人肆无忌惮的在这设局讹诈， KTV 确实没有任何想要公正处理的意思。叶飞看刘辉开始动摇，赶紧趁热打铁的继续说道：“再说了，我们也得为以后打算，跟着我们一起干，肯定比在这破地方当安保强得多。你有能力，也有胆量，我们兄弟俩一起，还怕干不出一番成绩？”刘辉沉思片刻，终于下定决心，抬起头，眼神坚定地看着叶飞：“行，我听你的，这破工作不干也罢。”叶飞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用力拍了拍刘辉的肩膀，刚想开口，刘辉便开口问道：“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叶飞上下打量了刘辉好几眼，语气无奈道：“这里可不是个聊天的好地方，你先去换衣服，等会出去聊。”等刘辉换好衣服，叶飞直接带着刘辉来到一家酒店。包间内，叶飞亲自给刘辉倒了杯酒，直接开门见山道：“兄弟，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想不想自己当老板？刘辉听到叶飞这话，下巴都惊得差点掉下来，瞪大眼睛，难以置信地盯着叶飞看了半晌，才结结巴巴道：“你说什么？当老板？开什么玩笑？”叶飞嘴角微微上扬，端起酒杯，轻轻抿了一口，缓缓说道：“我没开玩笑。现在市面上鉴宝行业鱼龙混杂，到处都是坑蒙拐骗的勾当，可真正有本事、讲诚信的鉴宝行却不多。我们哥俩为什么不能趁机分一杯羹？”其实叶飞想开鉴宝行，当然也是因为专业对口，有他这双眼睛在，何愁鉴宝行不能发达？可刘辉却挠了挠头，面露难色道：“开鉴宝行可不是小事，得有真本事，我一窍不通啊。”叶飞放下酒杯，身体微微前倾，目光灼灼看着刘辉：“你不通我通啊！我跟你说，我之前偶然结识了一位隐居的鉴宝大师，跟他学了不少真本事，而且我观察你这么多年，你对各类物件也有着独特的眼光和敏锐的直觉，稍加培养，绝对能成为鉴宝高手。”叶飞并没打算把自己透视眼的事告诉刘辉，他就算是说了，刘辉也不一定会信，说不定还会引起没必要的麻烦。刘辉被叶飞说的心里痒痒的，可还是有些犹豫。话是这么说，可这开鉴宝行需要不少启动资金吧？我们……叶飞抬手打断刘辉，直接开口说道：“你别说其他话，我就问你，到底有没有这个胆子跟我干？要是连这点勇气都没有，那我们哥俩干脆回家种地算了。”刘辉被叶飞这一击顿时来了劲，猛地一拍桌子，大声说道：“不就是开鉴宝行吗？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就不信我们兄弟努力会干不成？”叶飞看刘辉气势被自己给激出来了，满意的笑了笑：“这才对嘛！我们不仅要开，还要开成这城里最有名、最靠谱的鉴宝行，让那些弄虚作假的家伙都没饭吃。”刘辉在身上摸了半天，随后面露窘色：“我这些年存了几万块，到时候我再去找别人借。”叶飞不等刘辉把话说完，便笑着说道：“钱的事你就别操心了，包在我身上。你知道玉石坊吧？”刘辉疑惑地点了点头：“知道，那可是海城数一数二的玉石交易场所，听说背后老板人脉广得很，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而且还是海城4大家族之一。不过你突然提这个干什么？”叶飞脸上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缓缓说道：“实不相瞒，那地方现在已经是我的了。”什么？刘辉茶杯都差点没有拿稳，声音陡然提高道：“你怎么就成了玉石坊老板了？此事说来话长，有时间我再慢慢讲给你听。现在最主要的是先把我们的鉴宝行开起来，让它尽快走上正轨。对了，我最近得忙点别的事，考察铺面的活儿就交给你了。”刘辉虽满心疑惑，但见叶飞不愿多说，也不好再追问。好吧，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就不多问了。可你刚才说考察地点不是已经有玉石坊了吗？叶飞端起酒杯又抿了一口，神色悠然道：“玉石坊是不错，但我们要打造的是顶级鉴宝行，还得找出合适的地方，做分店也好，做藏品展示区也罢，多点布局没坏处。”刘辉听到叶飞的打算，顿时觉得责任重大，刚想开口说自己怕干不好，叶飞却抢先一步，从兜里掏出一张银行卡，啪的一声放在桌面上，推到刘辉面前：“这里面的钱足够你买一处不错的铺子了，拿去用来购置产业。”刘辉看着桌上的银行卡，眼睛都直了，结结巴巴地说道：“买铺子？这也太破费了吧！我们租一个地方不也行吗？还能省点钱。”叶飞闻言，直接没好气地瞥了刘辉一眼：“租什么租？租来的地方能有归属感吗？指不定哪天房东就不租了，到时候我们还得折腾。只有买下来，这地儿才彻彻底底是我们的，想怎么布置就怎么布置，想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再说了，我们要做就做最大最稳的鉴宝行，还在乎这点钱？”刘辉抿着嘴巴沉默许久，随后小心翼翼地冲叶飞询问道：“卡里的钱够？”结果刘辉话还没说完，叶飞便直接打断了他的话：“绝对够了，你就放心大胆地去挑地方，别畏手畏脚的。”刘辉还是有些不敢相信，忍不住又追问道：“这里面到底多少钱？几百万吧，要是不够，你跟我说一声就行，再给你转就是了。在这事上别给我省钱。”刘辉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虽说叶飞现在是玉石坊老板，有钱，卡里有个几十万应该顶够了，但是当听到叶飞说几百万的时候，刘辉还是觉得自己思想准备做得少了。叶飞看刘辉战战兢兢的模样，忍不住噗呲一声笑了出来：“我说刘辉，你不是一直天不怕地不怕吗？不就是开个店自己当老板而已，怎么就怂成这逼样了？我就是担心，万一……没有万一。”叶飞知道刘辉心里担心什么，无非就是赔钱而已。就算赔了，还有玉石坊给我们兜底，怂什么？刘辉低垂着脑袋，抿着嘴巴沉默许久，才抬头看向叶飞：“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这几天就去找，尽快办妥这件事。”叶飞刚想开口，
结果手机铃声却突然响了起来，低头看了眼，却发现是陆佳佳打来的。自己刚给他送去了一个功勋，结果现在给自己打电话，难不成是为了感谢自己？但按照陆佳佳的性格，应该不会。难不成是找自己有事？叶飞想到这里，便冲刘辉说道：“你等一会，我先接个电话。”说话间，叶飞起身来到一边，按下接听键。怎么突然给我打？不等叶飞把话说完，陆佳佳焦急的声音便从电话另一边传了过来：“叶飞，你快来警局一趟，我们这次好像惹到大麻烦了。”叶飞心头一紧，原本轻松的神情瞬间变得严肃起来，回头看了刘辉一眼，赶紧压低声音询问道：“别急，慢慢说，到底出什么事了？”陆佳佳在电话那边深吸了一口气，语速飞快地说道：“之前在夜色 KTV 抓的那些人，他们背后势力果然不简单。刚才局里收到了好几通施压电话，要求我们尽快放人，还说这其中绝对有误会，可证据确凿，哪有什么误会？”叶飞闻言，眼神中闪过一丝冷厉。这帮家伙还真是手眼通天。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陆佳佳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关键是……话在说到这里的时候，陆佳佳突然停了下来，开始吞吞吐吐起来。叶飞心里顿觉不对，赶紧追问道：“而且什么？”沉默了许久，电话另一边才传来陆佳佳的声音：“关键是这件事已经惊动局长了，局长刚才亲自过来让放人。”叶飞脸色直接一沉：“局长亲自过来让放人，这背后肯定有猫腻，我马上到，你先稳住局面，千万别和他们起正面冲突，我倒要看看他们能耍出什么花样。”陆佳佳后面好像还说了什么，可叶飞没听清楚，便已经挂断电话。刘辉看叶飞脸色不太好，于是好奇询问道：“怎么了？”叶飞转身看着刘辉说道：“警局那边出了点状况，我得过去一趟。”刘辉听到叶飞这番话，直接站起身道：“你这过去不会有危险吧？那帮人一看就不是善茬，要不我跟你一起去？”叶飞拍了拍刘辉肩膀：“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况且那里可是警局，不会出什么事的。”说完，叶飞便大步流星离开。叶飞一路上油门踩到底，刚到警局门口，就被站在门口张望的陆佳佳一把拉到拐角处。陆佳佳左右看了看，确定没人后，才满脸焦急地看向叶飞，压低声音说道：“我刚才话还没说完，你怎么就给我挂了？局长虽然已经迫于压力准备放人，不过他们老大非要你给他们跪下磕头道歉才肯罢休。我刚才就想跟你说跑远点，先躲过这一阵再说，结果你直接挂了电话，再打也不接，我就猜你肯定要来，趁现在他们还没发现你，赶紧走。”说话间，陆佳佳便想要将叶飞推上车，但是相比较于陆佳佳的担忧，叶飞倒是有点不以为然，不仅没有顺了陆佳佳的意，反而抬脚往警局里面走：“先进去看看情况，我倒要看看他们到底有多嚣张。”陆佳佳看着叶飞决绝的背影，气得跺了跺脚：“你怎么就是听不进去劝呢？”陆佳佳生气归生气，不过还是抬脚追了上去。莫静南看到叶飞出现的时候，脸上露出一抹挑衅的笑容：“哟，你竟然还真敢来，看在你够胆量的份上，只要你现在给老子跪下磕3个响头，再自扇10个耳光，今天这事儿就算了，不然有你好看的。”叶飞直接迎上莫静南的目光，微微抬起下巴，表情看上去甚至比莫静南还要嚣张。只有死人才需要下跪磕头，怎么，你这是不打算继续活了吗？八脸男人听着叶飞的话，顿时暴跳如雷，直接冲着叶飞狂骂道：“你他妈算什么东西，敢跟我们老大这么说话，劝你最好别不识好歹，不然有你哭的时候。”叶飞眼皮都没抬一下，冷冷地回了2个字：“聒噪。”莫静南在听到叶飞这句话的时候，脸上的笑就更冷了：“小子，到了现在竟然还在嘴硬，难道你就不怕死吗？”叶飞神色自若，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反问道：“这里可是警局，到底是谁不怕死？”莫静南身旁一个小弟壮着胆子叫嚷道：“少拿警局吓唬我们，我们老大在这一片黑白2道通吃，别说在警局，就算在其他地方，你也得乖乖听话。”莫静南瞥了叫嚷的小弟一眼，随后挑眉道：“我之前就说了，你们最后还得乖乖送我出去，警局如何？拿我又能怎么样？”叶飞扭头看向一旁默不作声的局长，冷笑道：“局长，你听听，这都嚣张到什么地步了？在你眼皮子底下，他们就敢如此大放厥词，声称黑白2道通吃，你都不管吗？”局长被叶飞这突如其来的质问弄得十分窘迫，忍不住用衣袖擦了擦额头并不存在的汗水，说话不是，不说话也不是，只能尴尬地笑了笑。其实在叶飞出现的一瞬间，局长就知道自己这次搞大发了，这2伙人没有一个是他能招惹的，所以在叶飞进来的一瞬间，他便尽可能地降低自己存在感，毕竟神仙打架遭殃的可是他们这些凡人。只是没想到最终战火还是烧在了他身上。莫静南看局长一句话都不说，
笑的就更加大声了。看到了吧，连局长都不敢拿我们怎么样，你还在这儿冲什么英雄好汉？识相的，赶紧下跪磕头，兴许我还能留你一条活路。叶飞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直勾勾地盯着莫静南，一字一顿地说道：休想！莫静南看到叶飞不服气的眼神，缓步上前，用手拍了拍叶飞脸颊，嘲讽道：怎么，你还想对我动手？有本事你就……话音未落，叶飞直接一把揪住莫静南的衣领，便将他整个人提了起来。莫静南怎么也没想到，叶飞竟敢在警局公然对他动手，于是直接大喊道：你竟然敢在这里动手！叶飞单手提着莫静南，面无表情道：你都这么叫嚣了，我要是不满足你，岂不是我不近人情？莫静南其他小弟见状，纷纷围了上来，想要解救莫静南。陆佳佳迅速掏出警棍，大声喝道：都别动，你们敢再上前一步，就是袭警！那些小弟被陆佳佳的气势震慑住，一时不敢轻举妄动。局长看到眼前这一幕，心都要从肚子里跳出来了，赶紧上前将陆佳佳拉到一边，苦口婆心道：我的姑奶奶啊，你就消停点吧。陆佳佳看了局长一眼，还想冲上去帮叶飞，可局长却拉住陆佳佳的胳膊，死活都不松手。